我的太奶是尖心巨炮，我的老妈是海参3叉戟。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人成年后都可以觉醒成为各种器灵形态，有女人觉醒成灭霸的无限拳套，也有女人觉醒成萧炎的玄重尺，甚至还有女人觉醒成迪迦奥特曼的神光棒，而男性则会觉醒为灵气师，二者相互契约便能化身为终极器灵形态，只为了共同抵御那些来自异世的强大虫族异兽。而我作为一个穿越者，看到那些觉醒后被众人嫌弃的年轻女子，居然全都是赫赫有名的上古神兵，比如神龙鼎、昆仑镜、古蛙石，他们没有被契约前毫无攻击天赋，被众人视为最垃圾的一级器灵。对此我只想说，这个世界的灵气师都是 SB， 既然劳资来了，那些女子劳资一个都不会放过。今天正是1年1度的觉醒大会，此时操场上一柄气势惊人的斩马刀，幻化恢复成一个相貌不错的年轻女孩，她一脸兴奋地走下觉醒台。顾灵 C 级斩马刀，特性锋锐。下一个觉醒者萧妹，只见一个长相甜美、打扮清纯的女生走了上去，随后将手放在觉醒石上，下一秒，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将整个天空照亮。此时站在觉醒台上的萧妹，原本的人类形态开始模糊起来，随之幻化成一杆带着压迫力的银白色长枪，并且散发着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之感。负责觉醒登记的老师直接激动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竟然是 S 级的器灵萧妹。 S 级器灵碧血洗银枪，特性仙灵之气，永不磨损。这个时候台下的师生们全部都沸腾了，恐怖如斯，居然还是双特性的极品 S 级器灵。如果他跟之前那个刚觉醒的 S 级灵气师凑成一对，岂不无敌了？嘘，听说萧妹已经有男朋友了。听着周围同学对萧妹议论纷纷，本来我还不觉得有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女朋友，说起来脸上也有光。但我忽然发现周围不少同学都转过头来，眼神有些异样的看向自己。这时台上的萧妹已恢复至人类形态，只见她一脸高傲的抬步向我走来。韩战，从现在开始我们分手了。萧妹居高临下的淡然开口道：“你应该也看到，我觉醒了 S 级的器灵，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配不上我，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卧槽，这女人看似清纯，原来是个心机婊，故意当众和我提出分手，为的就是不被未来的灵气师误会。然而老子才不会惯着这婊子，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打算离开蓝星去外太空生存了？看给你飘的，看爹给你觉醒个 S 级以上的灵气师出来！萧妹和周围的同学闻言都鄙夷的大笑起来。就在这时，觉醒台上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下一个寒战，我不再跟这群傻德多费口舌。”快步走上了觉醒台。作为穿越者，我也很期待自己究竟能够觉醒什么样的灵气天赋，于是将手放在了觉醒石上，一瞬间觉醒石出现轻微异动，可是却没有散发出任何光芒。萧妹松了一口气，继而心中冷笑道：“果然是个废物，幸好提前和你分了手。”周围看乐子的人也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这种傻波一不分手，难道还留着过年吗？负责觉醒的老师皱着眉头，颇为失望地看了我一眼。就在他打算宣布觉醒结果的时候，突然一道金色光芒从觉醒石中凝聚，接着一道金光冲天而起，万里无云的天空顿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金色漩涡。如此巨大的动静，让刚才还在嘲笑的众人表情瞬间凝固。这是 S 级不 SS 级？还是？一位白发院长微微颤抖着手看向外边的操场，还没等他想明白，金色漩涡突然倒卷倾泻而下，觉醒石上我的灵气天赋也随之显现。寒战 SSS 级灵气天赋神性复苏。看着觉醒石上的字，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窒息，那可是3S 级灵气天赋，和他相比 S 级就是个弟弟。白发院长陈光此时连滚带爬的从院长办公室跑了出来，比他反应更快也更疯狂的是那些之前还在同仇敌忾要孤立我的女生们，她们将整个觉醒台围堵得水泄不通。哥哥选我吧，我是级器灵伏天刀，握把舒适尺寸刚好。寒战哥哥看看这里 ，B 级器灵圆月双环，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小妹懂事早，会的招式多。萧妹看着这一幕也傻眼了，真的给她觉醒了一个3S 级灵气天赋，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吧！此时她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疯狂的女同学挤了出去，那可是3S 级的灵气师，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只要能和寒战哥哥贴贴，就算是头母猪都能原地起飞了。萧妹看着这些摆着妖艳动作的女生，冷哼一声，属于 S 级器灵的气势爆发出来，就凭这些人也配跟自己抢？萧妹再次露出自信的微笑。寒战，我承认刚才是我说话大声了一点，我们和好吧？在场所有器灵也只有我这个 S 级才能配得上，我允许你从今天开始牵我的手。我听到萧妹的话，嘴角抽搐了一下，你特么还真当自己是百达翡丽表了？老子非带你不可吗？我没有理会萧妹，而是看向自己刚觉醒的3S 级灵气天赋神性复苏，能够洞悉一切器灵信息，能够帮助隐藏神性的器灵获得复苏之力，使其恢复成巅峰形态。每多契约一件神兵器灵，自身属性和器灵属性翻倍，并且可契约的器灵数量不再受到限制。卧槽，这灵气天赋有点东西啊！这意思就是代表我的后宫数量不设上限了吗？随后我抬起头随便看向觉醒台下的某个女生，果然下一秒有关她器灵的所有信息直接都出现在自己眼中。王春花 C 级器灵，幻化形态血滴子，特性迅捷，神性无。接着我又看了几个身材脸蛋都极佳的妹纸，但是无一例外，这些器灵的信息里面神性都是空白的，连 S 级的萧妹也是一样。萧妹见我看向她却没有说话，她轻咬着嘴唇，像是下定了某种艰难决心一样，再次开口道：“寒战，我之前虽然说过结婚前不准你碰我，但现在我可以允许你所有的越界行为。”周围的女同学在听到萧妹的话以后，白眼都快要翻上天了。刚才二话不说就甩了寒战哥哥，现在转头就回来跪着舔，脸皮是真够厚的。要不是咱们的夏大校花只觉醒了1级伏羲级，哪里还有你这只婊的事？等等，什么亲？听到
到这话，我忽然整个人都来了精神，然后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向不远处，只见一个非常漂亮有气质的女生正安静地坐在那，没有人靠近，男生嫌弃，女生孤立，这就是现实。一个1级器灵还是最废物的非战斗器灵，谁会瞎了眼来和他完成契约？哪怕是外貌99分的校花也不会例外。当我定睛朝他看去时，有关他的所有信息也显现出来。夏幽微，1级器灵伏羲琴，特性无神性，未觉醒，具体位置。伏羲琴，这可是伏羲琴啊，上古10大神器之一的伏羲琴，在这个世界竟然只是1级器灵，这他妈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我当即迈开步子走下觉醒台，看到这一幕，所有女同学的心都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我忽略了所有人的目光，径自朝萧妹那个方向走去。看到这一幕的萧妹心里不禁得意起来，韩战你果然是个老色批，我刚说可以越界，你马上就忍不住要和我契约了。就在这时，我冷漠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这位同学麻烦让一让，你挡着我的道了。萧妹以为自己听错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从她身边掠过，转眼我走到了独自坐在那的夏幽微跟前。夏幽微同学，你愿意跟我完成契约，成为我的专属器灵吗？夏幽微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震惊的样子就像受惊的小鹿一样可爱极了。然而比夏幽微还要震惊的是在场的所有师生，任他们挠破头皮都想不到，我这个拥有3S 级天赋的灵气师，竟然要选择一个只有1级的废物器灵。愣在原地的萧妹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她只是一个1级的垃圾破琴，我可是 S 级的碧血洗银枪。我理都没理身后的萧妹，目光盯着夏幽微在等待她的回复。夏幽微张了张嘴，还没等她开口，忽然一道急切的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不行，我不同意。人群纷纷让开一条道来。作为学院的院长，陈光一路小跑过来对我开口道，年轻人，契约器灵这件事万万不能这样草率啊，你可是觉醒了3S 级的灵气天赋，是大夏国的未来啊，你要带领人类战胜虫族，收复失地，这可是你将来的使命啊。这时夏幽微也开口道，韩战同学，陈院长说的对，你能在我觉醒1级器灵后还找我契约，我很感动，但是你不能和我契约，那样只会害了你。夏幽微说着说着头慢慢低了下来，不让人看到他眼中的难过和失落。我刚想要解释什么，突然又一道冷哼声响起，只见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正在几人的拥簇下走进操场。干爹！场中的萧妹惊喜地喊了一声，你怎么来了？这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身为深蓝市的护城者怎么可能不过来？另外我听说有人仗着自己的觉醒天赋不错，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干女儿，有没有这回事？赵副队，没有这样的事情。陈光笑着站出来打圆场，同时用眼神暗示站在一旁的我赶紧说话表态。来人可是深蓝市的护城副队长赵虎，而我却依旧保持沉默，这个态度让赵虎不爽地皱了皱眉。年轻人，你不会以为自己觉醒了3S 级的天赋就真的一飞冲天了吧？只要我开口，你信不信整个深蓝市都不会有器灵跟你签订契约？到那个时候，你一个没有器灵的灵气师，就算你是3S 级天赋又能如何？就是还不赶紧过来道歉，然后跟我签订契约，否则我干爹直接封杀了你。看着他们这对关系不正常的父女俩，这一唱一和的丑恶嘴脸，我心中一阵厌恶。不好意思，本人130斤的体重却有600斤的反骨，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我盯着萧妹说出了3个字，你不配。萧妹顿时气急，赵虎更是怒目圆睁，大手一挥就要让手下上来教训我。陈光立马上前一步挡在了我身前。赵副队冷静一下，他可是3S 级的灵气师，刚才我已经向上备案过了。陈光意有所指的提醒他，你是在叫我做事吗？赵虎用吃人的眼神盯着陈光，好，我可以答应不动他，但是他必须和这个1级器灵签订契约，其他任何器灵都不行。一个3S 级灵气师和一个1级器灵契约，哈哈，想想我都觉得激动。我赵虎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天才踩在脚下。我对着赵虎冷笑一声，针锋相对吗？好啊，我就契约夏幽微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我斩钉截铁的声音让耷拉着头的夏幽微猛地抬起，眼神复杂的盯着我。好好好，赵虎怒极反笑，明天就是灵气师考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考核不达标的灵气师和器灵将会被强制放逐到下城区。陈院长，明天我会亲自带人来看，希望你到时候还能护得住他。丢下这句话以后，赵虎就带着面有不甘的萧妹离开。陈光最终也是深深叹了口气后转身离开。此时的夏幽微还想开口说点什么，然而还没等他开口，他的手就被另一只温暖的大手握住。走吧，夏大校花，我们去签订契约。夏幽微闻言眼眶瞬间湿润，仿佛这几天受到的所有委屈都在这一刻爆发出来。韩战，对不起。而我只是微微一笑，不用对不起，你值得拥有。灵气师和器灵签订契约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学院里面就有专门的契约室，契约室里的空间很小，不知是故意设计如此还是怎地。我和夏幽微挤进去之后，基本就是脸贴脸的状态，顿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夏大校花身前那十足的压迫感，以及少女那独有的体香。夏幽微的脸瞬间绯红，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咳嗽2声缓解下尴尬的气氛，开始吧。我压下心中异样的想法，凝心静气，然后按照记忆中灵气师的契约之法双手掐诀，一道金色的契约法阵出现在二人脚下，然后有金色锁链凝聚成型，它们相互交织着，将我和夏幽微2个人牢牢缠锁在一起。神魂相连之下，让我们的心意相通。夏幽微瞬间有了一种全身都被看光的惊慌感，惊愕之余让他下意识用手捂住身前。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一道若有似无的琴声仿佛从9天之上传入2人耳中。夏幽微不受控制地幻化成为器灵形态，那是一把古琴，琴身上纹路清晰而特异，充满了古朴而又圣洁的味道，一层若隐若现的光晕与琴体本身融为一体。随着我的注视，古琴柔和的白色光芒泛起，飘渺琴音若即若离，无人拨动的琴弦自动散发出阵阵琴音，仿佛在和我的神照共鸣。上古神兵伏羲琴，这一刻在我的神照唤醒下，伏羲琴终于完成神性复苏，彻底觉醒。在我的眼中，属于夏幽微的信息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夏幽微 SSS 级器灵幻化形态，上古
神兵伏羲琴，特性无神性，剑胆琴心。此时我和夏幽微已完成了契约，一瞬间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很多关于伏羲琴的过往，而我也真正明白了剑胆琴心的强大之处。作为10大上古神兵之一的伏羲琴，用它来弹奏不同的琴曲，都会在剑胆琴心的加持下获得各种强大的效果。此时我脑中浮现出了现阶段我可以弹奏的3首琴曲，分别是主杀伐的破阵曲、主恢复的清心散，以及用来辅助的龙翔操。有了这3首琴曲，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明天的灵气师考核上一定能够震惊在场所有人。此时的夏幽微也从伏羲琴的状态上恢复过来，他双手捂着心口，仍是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难以相信原本只有1级的他，眨眼间就变成了3S 级，而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就是眼前的男人。谢谢你，韩战。我听到声音，只觉得自己的脸颊好像被什么温润蜻蜓点水般触碰，然后就看到夏幽微通红着脸，头也不回地朝着契约室外飞奔出去。另一边，萧妹正摇晃着赵虎的手臂，带着撒娇似的声音道：“干爹，韩战这个狗东西，今天害得你干女儿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你可要为我做主啊！”赵虎大笑着狠狠捏了一把，哈哈，放心吧，我一定把他整得在深蓝市都混不下去。倒是你，我的宝贝干女儿，我替你出了这么一口恶气，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赵虎话锋一转，眼眸里闪过一道邪异的白色宠溺。干爹，这不太好吧？干娘还在外边呢。然而赵虎却不以为意，择日不如撞日，先收点利息再说吧。转眼来到第2天，灵气师考核指挥室内，首先考核的是战斗官王绿帽 S 级天赋的灵气师，也是萧妹现在的契约者。他和萧妹并肩而立，看着我和夏幽微走进来，满脸的不屑。韩战，你个契约了1级气灵的废物，让你看看双 S 契约后的强大力量。随着考核场的门闸打开，一头牦牛般大小的虫子被放了出来。黑芒虫，一阶异虫以蛮力著称，智力低下却皮糙肉厚，对于刚觉醒的1阶灵气师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王绿帽低喝一声，一道翠绿色光芒从他体内绽放，逐渐汇聚于头顶，形成朱露。S 级天赋譬如朝露，施展者大幅提升气灵和自身的属性值。萧妹同时幻化为长枪形态，在譬如朝露的加持下，枪身仙气萦绕颇为不凡。面对迎面冲来的黑芒虫，王绿帽双手紧握碧血洗银枪，猛地前戳，一枪便将其贯穿。他无不得意地扬起枪尖，战意昂扬。看到这一幕，围观群众传来阵阵惊呼：他好帅啊！这就是 S 级天赋的灵气师吗？这也太强了吧！韩战呢？那个契约了1级气灵的废物呢？我现在就只想看他脸上的表情，哈哈哈！别急，下一个上场的就是他，快来看啊！马上轮到小丑表演了。面对众人的质疑和嘲讽，我牵着夏幽微不急不缓地走进考核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直接要求提高考核难度，我要打10个，同时挑战10只黑芒虫。随着门闸打开，10只黑芒虫立即向我们扑来，我身旁的夏幽微瞬间幻化成为伏羲古琴形态，我将琴横抱在身前，衣服无风自动，颇有几分上古仙人的风姿。这时，我将右手放在伏羲琴上轻拨琴弦，下一秒，震颤的琴弦伴随着裂帛之音传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庞大气刃眨眼间便在我身前凝聚，气刃成型。随着我挥手抚弦的动作，巨大的气刃势如破竹般向虫群飞去，黑芒虫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气刃贯穿而过，10颗头颅落地的声音响起，卧槽，秒杀！顿时原本喧闹的考核场上鸦雀无声。那真的只是1级气灵吗？那其他人算什么？连废物都不如吗？这一刻，不论是现场还是看着转播的所有人都亚麻呆住，沉默中，他们都听到了我那静如止水却又无比装逼的声音。此曲名破阵，真他妈的牛逼啊！总指挥室内，魏庆看到这一幕，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老子当年弄死10只黑芒虫至少花了30秒，这小子竟然只用了1秒，这个人我们第1区要定了。其他区的负责人也纷纷站起身开始抢人，而一旁的院长陈光是开心意外加惊喜，他原本以为韩战已经废了，可没想到不仅没废，而且还那么牛批。而另一边的赵虎脸色就要难看许多，像是吃了一整个大便似的。可是现场这么多大佬，他也不敢当面发作，只能硬生生憋着。画面里考核还在继续，测试难度2，20只黑芒虫。话音刚落，黑压压一片的黑芒虫同时出现在战斗空间内，每只黑芒虫都犹如牦牛般大小，整个空间都显得拥挤了许多。观众们此时都看呆了，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1阶灵气师能同时挑战20只黑芒虫的。画面中的我稳如老狗，站定抚琴，一气呵成，同样还是秒杀。这种程度来的再多都没有用，加大难度吧。场中的我忽然开口道：我去，这也太狂了吧！官方就任由他这样装逼吗？而此时总指挥室内，坐在最前面的老者突然畅快地大笑了2声，有意思，他说的确实不错，这样的考核毫无意义。魏庆挑了挑眉说道：1阶黑芒虫靠的就是皮糙肉厚和数量取胜，在面对他这样的琴音气刃时，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魏庆，你有什么建议？老者发问。启用当年我们战斗考核时的最高标准。老者思索片刻后便抚须默许的点点头。当公布战斗考核内容时，观众们都不禁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真的是考核吗？确定不是把人往死里整？2阶巨甲蜥10只，2阶雷鹰鸟10只，人家一个1阶灵气师，你现在放2阶异兽来考核，官方这是为了打击这狂妄的少年，连脸都不要了。2阶巨甲蜥堪比黑芒虫的爸爸，巨幅提高了力量和防御，每一头都堪比重型坦克。2阶雷鹰鸟是一种异化过后的鸟类，它能够从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同时有雷电激射而出。眼下这坦克加刺客的组合，不要说是1阶灵气师，就是2阶的来也要头痛不已。可就算面对这样的恐怖阵容，我依然接下了挑战，因为对于我而言，战斗考核本身已经没有意义。我此时想要做的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挑战夏幽微伏羲琴的极限在哪里，然后用结果狠狠去扇那些人的脸，告诉他们夏幽微才不是废物。哼。
狂妄自大。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在围观群众中响起。退出考核的王绿帽和肖妹都还没有离开，看到我大展神威，比自己过了考核还难受。王绿帽的话刚说完，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那目光里仿佛充满了 SB、弱智、小丑等词汇，而王绿帽却梗着脖子，十分嘴硬的说道：“看我做什么？他寒战要是能过这难度，我倒立吃翔。”战斗空间内，10头巨甲蜥一字排开，如同一堵压迫感十足的厚重城墙缓缓逼近。另外10只的雷鹰鸟高高跃起，四散而飞，各自寻找适合出手的攻击位置。我单手抱着伏羲琴，对准了战场中央。随着铮的一声，又是一道琴声响起，月牙状的巨刃再次挥出，朝着巨甲蜥斩去。琴音气刃撞在一层厚厚的鳞甲上，冲击力直接将巨甲蜥击退了半米。但是巨甲蜥的身上除了一道深深白痕之外，再没有留下任何的伤口。看到巨甲蜥挡下伤害我的眼神也是凝重了几分。就在这时，伺机而动的雷鹰鸟出手了，尖锐的叫声在四周响起，一道道蔚蓝色雷电从他们口中涌出，袭杀而来。遥遥看去，就如同连接成的一张铺天电网。见状，我抹弦的右手改抹微调，伏羲琴的情调一下子变得高亢了许多。紧接着，右手瞬间变化出多种不同的指法，拢捻抹调扫，伏羲琴顿时发出不同的琴音交织交错，无数的琴音气刃第一次完全展示在众人面前。同时一并展示的还有我口中的那个琴曲破阵。巨甲蜥的防御虽然恐怖，但在接连命中3道琴音气刃后，还是会被无情斩杀。那些以灵活著称的雷鹰鸟更是连我的身影都捕捉不到。战斗胜利的天平逐渐开始倾斜。5分钟后，寒战成功完成战斗考核难度3。当听到考核员喊出这句话时，站在一旁围观的王绿帽脸一下子绿了起来。刚才说要倒立吃翔的人呢，一天天的竟知道骗吃骗喝，其他吃不到翔的人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年头不努力站出来骗翔，哪里能有你吃的份？随着阴阳怪气的声音越来越多，王绿帽的脸色更绿上了几分。总指挥室内除了老者以外，各大区的负责人全都震惊地站起身来。第2区的林金璇虽然表面处变不惊，但从他眼睛闪烁的频率就可以看出，此时他的内心早已是惊涛骇浪。刚才演奏的琴曲不止一首，也就意味着他这个器灵的攻击手段不止一种。破阵曲代表着杀法，不知名的琴曲代表着增幅自身。这新曲子响起以后，他的速度以及杀伤力至少提升了10倍不止。目前也不知他是否还有其他未展示的琴曲，毕竟刚才面对2阶异兽时，完全看不出他已经使出了全力。这当真是一个1级器灵能做到的吗？这绝不可能。作为站在整个大厦最高位置上的几个人，他们的眼界足以碾压在场所有灵气师，所以他们现在才会如此震惊乃至失态。阿福，你过来看一下。老者话音刚落，一个神秘男子竟从他身后的影子里走了出来。阿福是老者的保镖，同时也是他的管家。他契约的器灵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那就是见真，只凭双眼便能够鉴别出器灵的品质，堪称人形觉醒时。阿福听到老者的话点了点头，看了一会后，阿福摇了摇头，对方器灵的品级我无法鉴别。无法鉴别吗？老者语调略微上扬。阿福的器灵是 SS 级，如果连他都无法鉴别，那么就只有3S 级的器灵了。但是要怎么解释夏幽微在觉醒大会上只被鉴定为1级呢？或许这个女生的情况和小姐一样，你是说她和林真一样，都是被觉醒时鉴定为1级器灵，而她现在之所以能变得如此强大，是因为她和那个叫寒战的年轻人签订了契约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老者听到管家阿福的话后陷入了沉思，他这次特意来深蓝市，目的便是为了自己的孙女林真。她也是觉醒了一个1级器灵，从家族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她的家族里觉醒的器灵最低都是 S 级器。老者见过形形色色的器灵师不计其数，但像自己孙女这样情况的还是第一回。看来要找个机会让林真和那个叫寒战的年轻人见上一面，或许他真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办法。对了，当时林真说他觉醒后的器灵叫什么名字？管家阿福略为思索后回道，是1级器灵神农鼎。而此时我的战斗考核依然还没有结束，虽然难度逐级增加，我依然一次次战胜完成考核。此时的考核已经来到了难度9，我和夏幽微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连连。就在考核员问我还要不要继续挑战难度10的时候，我淡然一笑，给我1首歌的时间。说完，我直接抱着伏羲琴，双腿盘坐在地上，屏气调息，然后抬起右手轻拨琴弦。伏羲琴曲3，清心散。随着伏羲琴被弹奏，我身后一个巨大气旋开始疯狂转动起来，周围的灵能都被疯狂卷入那道漩涡中，甚至形成了一个数十米的灵能真空地带。我和夏幽微的灵能也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中恢复着。卧槽！我举报有人开挂，能杀法，能辅助强化，竟然还能恢复治疗，这特么还有什么是不会的？这尼玛是个全能器灵啊！总指挥室内第2次炸开了锅，各大区负责人再次展开了抢人大战。战斗空间考核难度10，满血复活的我此时一脸凝重，对面传来的竟是属于3阶异兽的恐怖气息。3阶异兽试验，作为一种足足有3米多高的恐怖虫族，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尊恐怖的石像巨人，浑身燃烧着熊熊火焰。此时试验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身前不远处的我喷出火焰，灼热的焰浪所到之处，一切都被焚烧焦黑，空气里的温度瞬间直线飙升。难度10的要求是，我和夏幽微能够在他的攻击下存活超过3分钟，这对于身体强化过后的我来说有难度，但并非无法成功。可是当我看着眼前的庞然巨物嚣张肆虐，我却突然停了下来。他怎么不躲了？你不可能战胜他的，赶紧躲开啊！我听着围观群众的呼喊声，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心里问了一声：幽微，准备好了吗？夏幽微坚定的声音在我心中响起：寒战，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支持。好，那就来吧。此时的我心中涌出一团怒火，
我叫韩战，是战斗的战。我成为一名灵气师，可不只是为了活着。杀！这个时候，战斗空间外一张白纸被无端吹落，飘到地上。一棵树上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摇曳生姿。一个女同学的短裙被吹起，惹得阵阵尖叫。越来越多的异象出现，那都是风，那是许许多多肉眼看不见的风。它们仿佛受到了某种感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随后统统钻入到战斗空间内。此时，空间内竟出现了一道贯彻天地的龙卷风，刚好将赤炎整个笼罩在其中。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我的灵能犹如洪水般疯狂地向外倾泻而出。这并不是我目前可以弹奏的琴曲，但是现在的我已经顾不得这些。我的眼耳口鼻纷纷渗出了鲜血，鲜血滴落在琴弦上。那原本汇聚成的龙卷风笼罩着赤炎，加速转动起来，眨眼间就将他全身包裹的烈焰尽数卷走。此时光秃秃的赤炎仿佛被拔光毛的鸡一般有些滑稽，可谁都没有心思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看到我高高抬起的右手重重按在了琴弦上。伏羲琴似乎也因灵能耗尽而发出近乎悲鸣的琴音。紧接着那团快要不受控制的狂风尽数钻入了赤炎的体内，随着清脆的咔嚓声响起，赤炎的外壳上一道道光痕出现，随后一下子扩散开来，越裂越多，如同一件破碎的瓷器。下一秒，轰的一声，原本高大的三阶赤炎竟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灭。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已经彻底麻了。秒杀一阶黑芒虫他们能够接受，击败二阶异兽他们也可以认同，可这是三阶赤炎兽啊，还能再离谱一点吗？这强的都没边了吧？这一刻，所有人都记住了韩战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率先鼓掌，顷刻间掌声雷动，响彻整个考核现场。这掌声是给韩战的，也是给全人类的。韩战战斗考核难度10，通过；韩战治疗考核难度10，通过。两项考核通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才刚听到宣布考核通过，眼前战斗空间的景象就陡然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片纯白的空间。此时，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朝我缓缓走来，他虽一头白发，但身体健朗，目光炯炯有神。小子，你可愿拜我为师？我看着各大区负责人全都尊敬地站到他的身后，就知道眼前的老人肯定不简单。二话不说，跪在地上行了一个拜师礼。我干脆利落的样子，让数位战区负责人们都愣了一下，随后又纷纷露出颇为感慨的笑容。其中第3区负责人林金玄对着我微笑着说道：“韩战，不，现在应该称呼你为小师弟了。你是个聪明人，老师姓李，名书童，殊途同归之意。”有了林金玄的介绍，我再看向站在前面的老者李书童，在我为数不多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里，竟然真的有关于这个名字的信息。李书童李家，整个大夏最强大的家族，100年前3大重帝联手想要倾覆大夏，一口气连破人族12道防线，势如破竹，大夏生死命悬一线。那个时候是李家站了出来，一个叫李书童的男人挽大夏之将倾，独闯龙潭，以一敌3杀死3大重帝，最终重族溃败，很难将那个神威将士的猛人和眼前这位面色和善的老人联系到一起。我这边还在胡思乱想，李书童已经大笑着将我扶了起来，你很不错，比他们都要合我的胃口。紧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物交到了我的手中，我低头一看是枚漆黑色的戒指，整体打磨得十分润玉，有种冰凉凉的触感。在戒指的里圈上刻着一个9字，这戒指是我当年杀死9阶重帝的骸骨打造而成，一共打造了9枚，内含须弥空间，可以储存东西，算是个小玩物。听到李书童的话，之前面不改色的林金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因为他太清楚这个刻有9字的戒指价值有多贵重。他身为大夏之主，8大战区中第2战区的负责人，老师给的戒指上刻的就是2。曾记得自己的老师说过，大夏历史上9数为吉。关于第9战区的组建，老师时常有过构思，但一直无法真正迈出第一步。可如今老师的这番举动，表示眼前的少年不仅成为自己的9师弟，而且还是未来第9战区的负责人。此时李书童又接着说道，这枚戒指沾染了9阶重帝的气息，在你面对低阶重族时有着不小的震慑作用，但是在面对那些更强大的重族时，他们可能会对你表现出更为疯狂的攻击欲望。如果你担心的话，平时可以不用佩戴。我闻言二话不说就套在了手指上，经典叛逆少年实锤了，哈哈哈，很好很好。李书童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这才对嘛，你看看他们这些怂包，给了他们戒指一个个都不敢戴。李老爷子说着还不忘瞪了林金玄一眼，林金玄心里那个苦啊，但是他不说。然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欣喜万分，同时也明白了他的用意。我的孙女是1级气灵神农鼎，过段时间我会介绍给你认识认识。随后李书童又转头对众人说道，正好今天大伙都在，我请你们吃火锅，顺便去见一见你的师兄们。一处大包间里面坐满了人，我和夏幽微2个人有些拘束，就像一对新婚夫妇似的被拉着坐到了李书童的旁边。几个大区的负责人都用满意的眼神看着我们。小师弟，我是第1战区负责人魏庆，以后有空可以到我们战区来玩玩。我一脸问号，第1战区去那玩啥？人类大战僵尸虫吗？不过我还是拉着一旁神游天外的夏幽微站起身来，端起了手中的茶杯敬道，见过大师兄，哈哈哈，好，上道。魏庆笑着点了点头，转头取出一双深红色的拳套，这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多的就不说了，其中妙用你拿去自己体会吧。随后几个师兄都分别送上了见面礼，看着空间戒指里的一堆宝贝，我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时我也算是正式加入了他们，成为李书童的第9个弟子。就在大家一副其乐融融，正要开动吃火锅时，门外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忽然响起，有背着我们出来吃火锅，你也不怕遭报应呀？听到这个声音，夏幽微的脸色一变，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大张旗鼓地走了进来。婶婶！夏幽微连忙站起身来，被她称作婶婶的那个妇女却把手一摆，你闭嘴！夏幽微，你这个白眼狼，平日里吃我家用我家的，结果听说你有点出息就躲着我们出来吃好的是吧？
我告诉你夏幽微，你那便宜爸妈死得早，如果没有我们，你早就饿死了。赶紧给我腾2个位置出来。场面一片安静，在座各大区的负责人一时间都有点懵，你们一定都是男方家亲戚吧？怎么一顿饭就想把我们家幽微给骗走了？没门！你就是韩战吧？我告诉你，我们家上边可是有人的，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在灵气师里面混不下去？夏燕顿了顿，又把目光落向坐在主位的李书同身上。你个老东西就是韩战的爷爷吧？听到这个称呼，在场的大佬们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这真是个狠人啊！3大重帝都不敢这么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里了，300万彩礼加上房子、车子，一样都不能少。夏燕一边瞪着眼一边说着：“我告诉你们，我家上边有人，要是敢惹我，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够不够资格。”看着在场默不作声的一群人，连他自己都觉得就凭他这口才，活该他能发财呀。这时李书同放下筷子，开口道：“好了，闹剧就赶紧结束吧，火锅里的菜已经烫好，可以开吃了。”李书同挥了挥手，下一秒，夏燕母女2人就被他传送去了万米开外。老师对不起。夏幽微愧疚地把头低下来。李书同宽慰道：“幽微啊，这件事情不怪你，你没有了父母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正好你们要跟着我学习，你那个婶婶家就暂时不用回去了。”一顿饭之后，大家都熟络起来。这时林金玄开口问道：“老九师弟，你的3S 天赋神性复苏到底有什么能力？幽微真的是1级气灵吗？”其他人也纷纷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在场的都是师兄大佬，我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将自己和夏幽微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听完以后，饶是这些大佬见多识广，也是一个个的倒吸一口凉气，这特么的也太逆天了，哪怕是老师也比不上吧。这时李书同开口了：“老九，你的天赋虽然能够无限制的契约气灵，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约束自己，年少不知虫子贵，老来望必空流泪啊。”李书同感慨道。两世为人的我瞬间一悔，老师，我明白的，普通气灵我是不会契约的，但是如果遇到神兵气灵，我是绝不会错过。10大上古神兵现在才到手其1，还有9件呢。吃完火锅，众人散去，我跟夏幽微一起前往老师的住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俩将跟着老师学习。深蓝是一处独栋别墅，这里是李书同曾经的住所。夜已经很深了，夏幽微独自回房休息，而我和李书同则来到了别墅外的草坪上。这时李书同开口道：“灵气师和气灵的修炼方式有2种，一种是单修，一种是双修。不过你小子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种多修。嗨嗨，不过这是后话了。多年以前我的气灵就战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明悟：灵气师不能只依赖气灵，自我修行不但能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也能更好保护自己的气灵。”我身同感受的点了点头，自身够硬才是真的硬。今天我便教你一套拳法，我参悟100年，目前才练到了第6层次，你不用有什么压力，毕竟你身为灵气师的天赋已经足够逆天了，所以武道上不够出众也是公平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师，这拳法叫什么名字？”此拳法名为八门遁甲拳，是我年轻时在一处遗迹里获得的。说吧。只见他双拳握起，摆出了一个起手式，随后在他的身体四周突然有淡淡的白气萦绕起来。我有样学样，也跟着一起摆开架势。八门遁甲拳法共有8道门，分别对应着身体的8处隐秘部位，每解开1道门便能够暂时性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一旦8道门全部解开，将会超脱凡人，获得神明之力。然而此时我的面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果然，李书同再次开口道：“这八门遁甲拳法的第1道门便是开门。”砰的一声，李书同话音刚落，浑身白气在瞬间将他整个笼罩。原本只是老人模样的李书同在这一刻气势变得恐怖起来。掌握开门也意味着八门遁甲拳法的正式入门。当年我也是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此时我一阵无语，这拳法难道就是前世凯皇创造的八门遁甲吗？李书同刚要开口继续讲解要领，突然身后又是轰的一阵气浪翻涌，一层同样的白气将我笼罩其中。老师，是这样吗？这一刻李书同差点爆出一句带妈的国粹来。灵气师3S 级天赋就算了，学八门遁甲拳也是秒会，你小子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挂壁吗？李书同是真的惊了，连他自己都是在一次次战斗中才突破的，但是我压根就没有战斗，光是听着他把八门遁甲拳口述一遍就解开了第1道门了。其实我也只是凭借着自己前世记忆里有关八门遁甲的信息，把开门位置想成了脑域，然后再运转拳法，结果还真的成了。我试探性的引导着八门遁甲拳法的罡气，开始冲击记忆中的第2个修门，但这些罡气全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修炼果然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也好，接下来我便好好教教你这生死间磨砺出来的拳技。李书同话音刚落，一拳轰了上来，这一拳是全力。清晨，当夏幽微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听到楼下草坪上传来的响动声，此时的我还在挥汗如雨的熟悉拳法。这个钢铁大直男看着自己精心铺好的双人床，夏幽微嘀咕了一句。不过当他看到我脸上被揍得像猪头时，原本心里的埋怨一下子好了不少。今天我俩要去学院参加毕业典礼，两人刚在学院出现，就被周围的同学指指点点起来，时不时还发出一阵嗤笑。我和夏幽微都是一脸问号，这一幕有些熟悉啊，昨日重现吗？可是我们明明已经在战斗考核中证明了自己了呀，为什么？有这不是昨天大放异彩的韩同学吗？远处王绿帽和肖妹结伴走来，看着他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我心中疑惑，这绿帽哥究竟在得意什么？不过很快就有人给我解了惑，我被派往深蓝市护城者组织，从底层队员开始做起，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王绿帽会这么嘚瑟。不过其实我是无所谓的，用脚想都知道这是老师的意思，这就是老师口中寻找自己的路吗？我自言自语了一句，不过看着王绿帽那嘚瑟劲，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我动了，我挥起拳头就朝着王绿帽脸上砸去。恼羞成怒吗？你没有气灵合体，有什么资格揍我？王绿帽看到我
独自一人倒也不怯。随着他一声冷哼，一层白雾在他身前凝聚。气灵天赋仙灵之气，王绿帽昨天已经迫不及待地和萧妹折腾过，此时的他已经可以施展气灵的部分天赋，只是他这白雾稀薄无比，在我眼中更是脆得跟纸一样。我一拳砸过去的同时激活开门，力量在这一刻瞬间爆发，砰的一声，我的拳头击碎仙灵之气后砸在了王绿帽的脸上，后者整个被揍飞出去，连一句完整的脏话都没有说完，眼前一黑昏死过去。陈光听到动静匆忙跑了出来，在看到收回拳头的我和昏迷倒地不醒的王绿帽时，他二话不说扛起王绿帽，同时还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快点来人啊！王绿帽同学因为肾亏昏倒了，来人把他送到医务室去。陈院长是个好人啊，我不禁感慨道。我和夏幽薇两人把毕业的流程走完，就离开学院前往深蓝市护城者组织报道。护城者组织在深蓝市中心是一座极气派的高楼。你好，我是来办理入职的。入职？负责接待的年轻人有些诧异的看了我和夏幽薇一眼，然后他有些恍然大悟似的哦了两声。是你们啊？赵虎副队点名要往死里整，不是要特殊照顾一下的3S 级天赋灵气师吗？恭喜你韩队长，你们已经被分配到了0527小队，你们可以直接去那里报道。好不容易找到0527小队的据点，刚推门走进去，扑面而来一股浓郁的酒气，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酒瓶。我皱了皱眉，这就是护城小队倒数第一的垃圾0527吗？看得出赵虎是煞费苦心了呀。一番整顿之后，我二话不说就开始接取护城任务，因为这个小队由于长期没有完成护城任务，再过1个月时间就要被除名了。此时一个满脸胡渣的中年醉汉以及一个妖艳的舞女站在我的身旁，他俩就是0527的队员。不过我并没有太过在意他们的实力，因为我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有没有他们俩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此时的我正在电子设备上浏览护城任务，当我成功接取了一个6至8人的团队任务后，妖艳女子白霜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是不是疯了？你没看到推荐人数吗？这至少是2个小队互相配合才能完成的任务。我没有向他过多的解释，走吧，出了任何问题我来承担。说着我拉着夏幽薇就起身出发。虽然在他俩看来我这完全就是去送死，但由于小队制度限制，他们也只能无奈的跟上。4个1阶人类去清除2阶虫群，开什么玩笑？大不了跟在后边帮他们收尸吧。这是他俩现在的唯一想法。4人来到深蓝市某一处的下水道入口，这里便是此次任务的地点。此时白霜转头对着我说道：通过生命探测仪显示，里边至少有8只以上的2阶虫族，不行就取消任务吧，就算被惩罚也好过把小命丢在这里。不过他话没说完，夏幽薇已经幻化成了伏羲补晴形态，我直接释放脑域激活开门，脚下一动便已冲入黑暗的下水道之中。两人一声叹息，哎，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咱俩赶紧跟上给他们收拾吧。然而他话音刚落，两人就听到幽暗深邃的下水道里传来了一道峥如裂帛的琴声，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虫族痛苦疯狂的嘶吼声。仅仅过了30秒钟后，我和夏幽薇的身影再次出现，不仅完好无损，甚至连发型都没有乱。你们跑出来了？白霜试探性的问。完事了，你们进去把那些虫族尸体材料收集一下，我们小队的经费就有了，我先走了。直到他俩小心翼翼地进入下水道深处，两人直接待在了原地，遍地都是死状极惨的虫族尸体。仔细检查过后，不难发现全部是一击必杀。这特么的，别人做任务都是小心翼翼，你俩做任务在这玩竞速呢？两人面面相觑，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鬼怪？经此一役，两人也终于认同了我这个队长的身份。另一边，我和夏幽薇回到老师的别墅中。晚饭过后，李书同主动提起你和护城者副队长赵虎的过节，我听说了，需要我出面帮忙吗？我摇了摇头，这种小卡拉米我都懒得费神理他。李书同也知道我的性格，见状也没再多说什么，聊点开心的事吧。老五之前给你们送的大礼包已经到了，说着从他戒指里掏出一个高科技感十足的箱子，箱子打开，2只冒着白色寒气的药剂映入眼帘。突破药剂，没错，这正是武师兄赠送的大礼包，还愣着干嘛？一人一只，赶紧吞服下去吧。我点点头，也不再跟他客气，拿起一只仰头咽下。一瞬间，我体内的细胞开始疯狂地吸收着药液，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各项属性都在飞速提升。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突破2阶灵气师，见状夏幽薇也咽下了属于他的那一管药剂，很快他也突破成为2阶气灵。夏幽薇 SSS 级伏羲晴气灵，实力2阶，神性剑胆晴心，天意4象星。夏幽薇竟然获得了新的神性天意4象，天有4象烽火雷电，同时对应的2阶琴曲也全部解锁。除了之前我越阶使用过的快哉风以外，还有2首琴曲分别为春野虎以及6丁雷电。就在这时，我的通讯器突然响了起来，队长，快看深蓝市的任务列表，有一个新任务刷新出来了。我连忙打开电子屏幕，一个顶置的全新任务显示在列表的最上方，红色预警，有3阶虫族游弋者出现在深蓝市附近，请个小队立即组队进行清除。任务积分1000分，威胁等级3级加，推荐人数不设上限，所有护城者小队皆可接取。3阶虫族游弋者，这跟之前我拼尽全力才杀死的那只赤焰完全不同，这游弋者比赤焰强大的多，至少需要几十个3阶灵气师才能勉强抵御。不过好在这是一只幼年期的游弋者，就算这样也足够棘手的了。0527小队立即集合，见面详谈。我挂断电话，立即带着夏幽薇一起匆匆前往小队据点。李书同看着我俩离去的背影，并没有多说什么。这时管家阿福的身影突然出现，老爷，林真小姐联系上了，不过她不
愿意来见你，那我便过去把他救回来吧。西峡路0527小队据点，这次的任务我们去不去？白霜率先开口，我的建议是不去，游役者的危险程度太高了。另一边的酒鬼一凡却开口道，去，为什么不去？早去早回，我晚上还有酒局呢。夏尤为在一旁没有开口，他一切都听我的。我摸着下巴，红色警报吗？我寒战成为灵气师不单是为了活着，作为一个拥有顶级天赋的穿越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梦呢？干就完了，咱们立即出发。深蓝市城郊处，这里已经被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从远处看，这一区域像是被黑色迷雾笼罩起来一般，一个巨大倒扣的黑色结界将里面全部遮蔽。这就是游役者的天赋，黑障能够隔断外界的一切感知，自成一界。但凡被黑障笼罩进去的东西，都会被游役者摄取生命，使它加速成长。此时已经有多支护城小队抵达此地，但是大多数有经验的人都明白，官方没有限制人数前来，无非是为了找一些替死鬼罢了。毕竟这游役者并不是单单一支小队就能猎杀的，同时还需要多支小队进行掩护，吸引火力。我们0527小队也抵达此地，这就是游役者的天赋黑障。我开口道，当日二师兄赠送的见面礼就是一本介绍虫族能力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一旦进入黑障，那就是不死不休了。众人凝重的点头。4人同时进入黑障，刚一进入就感觉有千丝万缕的无形之线落在身上，紧接着身体内的灵能便开始不受控制的向外缓慢流逝。这就是黑障的功能之一，生命剥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内我们必须从内部击碎黑障，否则我们都将成为游役者的养料。我指着前方高空中一个黑色的圆球，面色凝重的说道。就在这时，黑障内的地面突然扭动起来，原本空旷的四周全部立起了厚重的高墙。偌大的黑障内被游役者的特殊天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迷宫。我二话不说拨动琴弦，一道气刃轰击在那厚重的黑墙之上，只是扑簌簌的击落许多碎石。我摇了摇头，还是先保存体力，走一步算一步吧。既然是迷宫，就肯定会有出口。说完，我贴着墙壁快速移动起来。迷宫第一定律，只要贴着一面墙壁走，就能走出迷宫。另一边，其他小队也被高墙分割，陷入黑色迷宫当中。这时候，2名护城队员正在行走间，一名队员突然感觉后颈处有些吃痛，他轻呼一声，同时用手捂住脖子。前面的队友听到声音，转身问道：“小北，你怎么？”话没说完，只见那个小北死死掐住了队友的脖子。那个队友到死都没搞明白，小北为什么突然对他出手，只是在弥留之际恍惚看到有一只银白色的虫子从小北的额头上钻出，然后慢慢的钻入到他的眼中。而另一边，0527的白霜和一凡走在了一起，不过一凡却毫不在意，因为他的灵气师天赋是 SS 级的不朽，简单来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这时的他直接摆烂起来，不走了，躺着坐等救援吧，反正也走不出去。白霜被他气得不行，谁说出不去的？只见他伸出手按在了黑色的墙壁上，同时开口念道：“醒一醒，你只是一捧没有生命的黄土。”这是他的一级天赋谎言。没想到他的谎言天赋竟然真的能欺诈这高墙。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他面前的高墙塌了。白霜满意的点点头，接着继续向前推倒高墙。不久后，他俩就跟我会合了。队长，我们直接朝中心区域的黑色圆球去吧，只要击碎圆球就能够击杀游役者。我点点头，走。来到中心区域，一尊巨大的山岭巨人挡住了我们4人的去路，竟是那游役者的黑球核心幻化而成。只见巨人朝我们挥出一拳，这时酒鬼一凡不再散漫，只见他一声轻喝：“请赐予我不朽之力。”金色的光芒从一凡的身上慢慢浮现，包裹全身。山岭巨人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但一凡真的挡了下来。我只能挡住6次攻击。一凡转头对我说道，我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抱起伏羲琴，3指快速的拨动琴弦，随着琴音响起，本来黑暗遮蔽的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阵阵雷声，一道道银白色的闪电在天空划过。其他小队的成员都纷纷抬头，好浓郁的雷电能量还在积蓄。这一招的威力不小，但想要战胜游役者还远远不够。战场中央，一凡又被一拳揍飞了出去，他回头向我喊道：“可以了吗？”此时的我已经是雷光电闪，游曳周身。我神情严肃的摇了摇头，还不够，再坚持一会。说着，我只觉在变，更加快速的拨动琴弦，天空中雷电翻涌，然后是第3、第4、第5、第6次。琴音每次响起，天空的雷电能量就浓郁1倍，直到6次以后，天空中出现了一尊巨大的雷神投影。此时的伏羲琴已经是超负荷承载了。这时，只见我一声低喝：“丁卯、丁乙、丁未、丁巳、丁亥、丁丑，6丁天神为地所役，琴声召起，以功驱使，请取6丁雷电。”话音刚落，6道恐怖骇人的惊世雷霆从天空落下，直奔黑障。从极夜到极昼，整个天空被照彻。黑障上方一个巨大的豁口出现，无数的雷霆之力倾泻在山岭巨人身上。下一秒，咔嚓咔嚓咔嚓，山岭巨人的外表层层剥落，再次露出那一颗黑色圆球来。此时的黑色圆球已经暗淡许多，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下一秒，我的表情从轻松变成了错愕，一道更加恐怖的气息从我身后袭来。我瞬间全力激活8门遁甲拳的开门，只来得及身体微侧，瞬间感觉腹部被一道攻击击穿而过，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疼痛。巨大的冲击惯性让抱着伏羲琴的我整个人都倒飞出去。这时我才终于看清楚偷袭我的究竟是谁，白霜和他身边凌空站着的一头成年游役者。我瞳孔骤然猛缩，成年游役者，3阶巅峰虫族，准4阶的实力，很惊讶吗？白霜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优雅地站在成年游役者的身旁。如果说之前还能勉强对付一头幼年游役者，那眼前这头成年游役者，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对手。这时一凡比神情凝重地开口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哈哈哈哈！为什么？”他突然挣扎地试图抬起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但他的另一只手好像不受控制一般抓住了这只手。此时的白霜表情扭曲狰狞，而我看到了在他的瞳孔中一闪而过的银白色虫影。这时我开口道：“白霜，他被寄生了，那是传闻中的4阶虫族，10只虫，在二师兄
的资料中记载过，这种虫族本应该在30年前的一次人类反扑中就彻底清剿了，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4阶虫族根本就不是他们现阶段可以应付的存在，之所以被定为4阶，正是因为他那恐怖的天赋能力。任何生物被10只虫入侵脑中，将会被彻底夺舍。此时的白霜也只是一具虫族傀儡罢了。一凡听完我的解释后，神情复杂的说道：“你先走，我拥有不朽天赋，死不掉的。”我摇了摇头，走不掉了。成年游役者的黑障比之前的幼年游役者范围扩大了10倍不止，以我们现在的速度，还没跑到黑障边缘就会被他追上击杀了。说到这里，我原本的目光忽然平静下来，就算是必死之局，我也绝不会干坐等死的。一凡，你还有4次不朽的机会，对吗？一凡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不过还是点了点头。然后我忽然咧嘴笑了起来，来吧，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毁灭。你先坚持一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说着，我捂着腹部缓缓坐下，精神沉浸入伏羲琴中，再次弹奏起来。琴曲《清心散》被大肆消耗的灵能以及身上的血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看着这一幕的白霜和游役者都动了起来，他们明白我的实力，刚才的雷霆一击，就算是他们也要掂量掂量。眨眼间，一凡的不朽之力仅剩2次了，还要多久？一凡双目充血地对我吼道。这时，一道琴音气刃飞过惊退左右，我终于在清心散的治疗下满血恢复。我心念一动，手中的伏羲琴消失不见，恢复成本体的夏幽微站在我的身旁。幽微，你和一凡一起对付白霜，这个成年游役者交给我，即使是必死之局，我也要给他们眼里整点灰。说完，我将八门遁甲拳的开门催动至极限，浑身白色气浪翻涌，速度再次提升，整个人朝游役者冲了过去，带上了大师兄赠送的红色拳套，冲天煞气将我整个人笼罩。对面的游役者微微眯起眼睛，嘶吼一声，抬手从体内拔出一柄森白的古剑握在手中。不只是人类在学习进化，就连虫族也是。此时的我战意盎然，身体能力发挥到极致，拳套和古剑碰撞，二者发出无声的气浪。这时游役者突然口吐人言，我见过这副拳套，10几年前他曾在战场上杀死了我们虫族的一尊虫王，他属于强者，但明显你不是。说着，游役者加大力道向我砍来。整个战场中，悠扬的伏羲琴音再度响起，龙翔操、清心散交替传来，在夏幽微的琴音 buff 加持下，我才堪堪挡住这是大力神的一击。我不是强者，但你也不是虫王，我毫不客气地嘲讽回去。八门遁甲拳的拳技瞬间施展，只见我右手挡过剑尖，整个人贴身上前，以一个想象不到的角度，一个勾拳轰击在了游役者的左肋。但是游役者却并没有多大的反应，反而桀桀地怪笑起来，能将这副拳套送给你，看来你跟那个强者关系很不一般。既然如此，我将你杀死后，他一定会难过很久，这让我很兴奋。说着，我的后背就被他的一双古翼刺中，鲜血密密。然而我只是嘴角抽动了一下，回手再度挥出一拳，就凭你个臭虫吗？咔嚓一声，游役者右肋传来甲壳被击碎的声音。以伤换伤，以命搏命，这就是我的策略。我这么忙并不是一时脑残，而是我清楚的知道，之前那只幼年的游役者虽然已死，但是他庞大的能量正在被眼前这只成年游役者的黑杖吸收着。不过吸收能量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一旦被他完全吸收，在这黑杖内我必将十死无生。这时的游役者被我击碎2侧肋部吃透，终于不再留手，再次攥紧古剑刺出，这次对准的是我的心脏位置，不退就是死，但是拖下去一样也是死。我看着这避无可避的凌厉一击，生死之间，我能感觉到身体周围的时间流速在这一刻缓慢了下来。脑中电光火石间浮现出了李叔同曾说过的话：八门遁甲拳，想要突破便是在那生死之际，要么突破，要么死。下一秒，我感觉身体里的白色罡气异动起来，我立即引导罡气向记忆中修门的位置涌去。八门遁甲拳第2门，修门。原本伤害累累的身体瞬间恢复，无穷无尽的灵能仿佛开闸的洪水般从身体涌出，身体模糊晃动了一下，原本应该刺穿心脏的古剑偏移了位置，虽然依旧剧痛无比，但是我的拳头已经同时打爆了游役者的脑袋。你输了。看着面前被爆头的游役者，我平静地说道，但没想到即将倒下的游役者口中发出了狂笑，不是你输了。下一秒，整个黑杖黑光大盛，面前游役者的躯壳瞬间消失，与黑杖融为一体。糟了，还是慢了一步，让他吸收完成了。此时半空中游役者的躯体再次出现，背后的古翼一下子增加到了3对，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仿佛在看一群死物一般。此时的游役者吸收了众多能量，竟然晋升到了4阶。虚空中的游役者张开双手，在他的头顶逐渐凝聚出一个无比巨大的陨石。我们的脚下突然生出一根根黑色的锁链，将我们牢牢锁住，动弹不得。要死了吗？我心中一片宁静，虽有不甘，但此时也是无力回天。然而就在陨星即将砸中我们的一刻，突然静止了。一道苍老但又无比有劲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响起：八门遁甲拳第6门，景门开。随着这道声音响起，整个陨星被一拳轰爆，化成漫天星屑。得救了，是老师来了吗？此时半空上如同神奇般的游役者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胸口位置，在那里本应该是存储黑色圆球的地方，此时只剩下了一个空荡荡的豁口。一个千里之外的老者将双手慢慢收拾站定，还好赶上了。看着站在那的李叔同，我惨然一笑，老师，一个3阶虫族，一个4阶虫族，我没给你丢脸吧？说完这一句，我十分干脆的倒地昏迷了过去。一旁的一凡瘫倒在地上，全身骨骼经脉重创，有气无力的看着天空，难道终于可以
下班了。这一战是0527小队目前为止经历最为惨烈的一战，白霜失踪，2人重伤。老师，这里不只有游艺者，还有食之虫。食之虫吗？李书同扫了一眼，这里确实出现过另外一只强大虫族的气息，不过对方很狡猾。我出现的一刹那，他已经隐去了踪迹。我虽擅长战斗，但食之虫这东西极为狡猾，找食之虫这个事情还需要你们来做。困境是成长的最好养料。作为老师，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放手。夏幽微也不再多言，一切等寒战苏醒以后再从长计议。5天后，我已经彻底恢复过来，虽然这次受伤很严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在生死之间突破了修门，8门遁甲拳更进一步，实力也再次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于伏羲擒情曲的运用也更加熟练契合。师傅的意思是让我们自行调查，找出食之虫。夏幽微把李书同的意思传达给韩战，后者听完以后沉吟了一下。一凡呢？他现在在哪？一凡在重症病房，最后允星压下的时候，他竭力阻止，全身骨骼经脉尽碎。如果不是因为不朽天赋的话，他可能早就已经死了。现在虽然没死，但也伤得很重。不过不朽天赋在慢慢修补那些受损处。就在2个人对话时，一个护士匆匆跑过来：“你们是一凡的同事吧？你们有看到他吗？”韩战和夏幽微面面相觑。一凡怎么了？他失踪了。失踪？韩战和夏幽微连忙在护士的带领下来到了他所在的重症病房。原本应该插在身上的营养液管子荡在那里，病床上空空如也。韩战注意到，在一凡病床的床头摆着一盘象棋，这象棋其他都摆放完好，只是唯独少了一个将棋，不知所踪。一凡在暗示什么？这家伙白霜的事情，他心里估计也不好受，应该是自己离开的。整个病房里面没有打斗的痕迹。韩战又查看了一下，没有再找到其他有用的线索。以一凡的天赋，出事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又重新把话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食之虫上。白霜是一个突破点，4阶食之虫可以无性繁殖和分裂，但是只要能杀死母虫，就能够同时解决其他子虫。一凡很可能是猜到什么，独自一人调查去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夏幽微想了想，还是开口道：护城者组织这次扣了我们0527小队100积分，因为任务是师傅最终完成的，所以其他小队都被判定任务失败，被扣除了相应积分。听到这，韩战被气笑了。所以我们在外面拼杀，后方还在搞这些恶心人的手段来针对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人？夏幽微点点头，又继续补充道：他们不仅扣除了我们的积分，连游艺者尸体也没有留下来，所有材料通通搬回护城者组织大厦去了。师傅什么也没有说吗？他说这是我们和深蓝市护城者组织的事情，其他人不会插手。我明白了。韩战二话不说站起身向外边走去，夏幽微从后边跟了上来。你要去哪里？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韩战已经听懂了李书同的意思。李书同说的其他人不会插手，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其他那些大人物们。这分明就是在暗示自己，给自己兜底啊！那还有什么可怕的？赵虎这个深蓝市护城者组织的副队长，给自己使了那么多的绊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自己没脾气了？要是这也忍了，他韩战就不叫韩战了。2个人从医院出来，直接前往护城者组织大厦。这是韩战第2次来到这里，比起第1次来时，似乎多了几分人气，不少人面色愉悦地从里面走出来。在看到韩战和夏幽微时，他们的眼中又多出些其他情绪。这次赵队长可真大方啊！那可是4阶虫族材料，就这么分给所有小队了。嗨，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帮他干了事，控分。嘘，有人看到韩战他们，阻止了同伴继续说下去。韩战听得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用自己小队拼命杀死的虫族材料战利品，来作为报酬犒赏给帮他控分针对自己的那些护城者小队。赵虎，你还真是好手段啊！韩队长，你们怎么来了？张小北从接待台快步走过来，满脸堆笑地问道。韩战看着他，用看不出喜怒的语气开口道：让赵虎给我滚出来！此言一出，全场皆寂。哈哈哈哈！韩队长这是吃枪药了？慎言，慎言啊！张小北依旧是那副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样子，走过来说道。就在他快要靠近时，袖子里藏着的匕首忽然被他用手抓住。张小北人畜无害的笑容还停在脸上，锋锐的刀刃出其不意地向韩战割去。他的速度很快，但是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快。韩战在张小北没有反应过来的目光中，一巴掌盖在了他的脸上，然后全身的力道灌输右手，狠狠将他按在了地上。砰！结结实实的一下，张小北的脑袋撞在地面，蛛网状裂纹从撞击点开始蔓延开去。韩战浑身散发着摄人的白色气息，开级和修级瞬间释放。看到这一幕，那些护城者们也傻眼了。张小北可是3阶灵气师，深蓝市第1小队成员，结果才刚交手1回合就被人摁在了地上，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太残暴了！你砰砰砰砰砰！韩战面无表情地将张小北按在地上，来回摩擦，飞溅的血液把整个护城者大厦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红色。围观者们一个个吞咽着口水，可是韩战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欠扁？伸手不打笑脸人，那是别人，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笑里藏刀的崽种。张小北张了张口，想要说话，在韩战解锁双击的状态下，他根本连一下都反抗不了。够了！终于，赵虎气势汹汹地从电梯里走出来，他立马开口喝止道。看到赵虎出现，所有护城者心里面不由得都松了口气。砰！张小北的脑袋又一次被摁在了地上。赵虎的眼皮跳了一下，他的语气冰冷，面色生寒。我说够了，你听不到吗？你说够了就够了，我说够了吗？韩战笑着将张小北整个拎了起来，他就是要在所有护城者面前让赵虎颜面扫地。他要告诉这些护城者，他韩战想要揍的人连赵虎也保不住。赵虎负于背后的手狠狠攥成拳头，他的耳边挂耳式通讯器里面传来了手下的声音：队长，韩战在护城者组织大厦动手的视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上传给总部了，但是什么？但是总部给过来的回复是，这是咱们深蓝市护城者内部的事情，让您自己协调好。你说什么？赵虎听到这个回复，整个人愣住了。他不知道的是，当手下将深蓝市的视频发送到总部时，已经被重点标记过的深蓝市信息就被第一时间送到了3把手苏明轩那里。苏明轩在看到韩战的瞬间，整个人机灵起来，把视频放大放慢倍速。当看到韩战出手，身体周围瞬间释放而出的白色气息时，他嘴巴震惊的张大，足可以塞下一整个鸡蛋。八极拳。苏明轩不是赵虎，也不是那些没什么见识的普通人，他作为护城者3把手，见识的更多，也知道的更多。所以当他看到韩战出手时，他立马就认出了这独一无二的拳法。而比这个拳法本身更如雷贯耳的是这个拳法的主人，全大夏最高处的那几位之一，也是整个大夏最大家族的一家之主，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大夏于危难之际，唯一获得象征最高荣誉的赤阳勋章的那个人。8极拳除了那位之外，就只传授给了他的8位学生，这8位学生便是如今各个战区的大佬们。视频里这个叫韩战的年轻人，他竟然也会8极拳，那岂不就是说他也是那位的学生之一？第9位学生。苏明轩想到这里，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立马变得惴惴不安起来。即便以他这样的身份，也没有资格知道如此秘辛，涉及到那位的一切，他都根本无资格过问。一念及此，苏明轩立马打电话给总部那个受理的办事员，让他用理由随便搪塞回去。远在深蓝市的赵虎当然不知道搪塞自己的这个理由是苏明轩想的，他费解的同时又接着问道：那隶属于各大战区共同创立的监察组呢？不是让你把视频也同步发送一份给他们的吗？监察组那边说，这个动手的年轻人身手不错，问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操！赵虎气得把耳朵上的通讯器直接扔到地上，什么 TMD 官僚主义，这话从赵虎口中说出，颇有种自我介绍的感觉。但是场中央，张小北还在被拎着，像个濒死的咸鱼一样一动不动，所有护城者的目光都在看向自己。赵虎深吸了一口气，他竟破天荒耐着性子问道：韩战，你到这里来究竟想要做什么？赵虎的服软在其他护城者眼中又一下子变了味道，赵虎居然向韩战妥协了。我来这里想做什么？我是来揍你的。韩战的话让赵虎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见识过韩战的实力，连3阶游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真打起来，自己还真未必打得过他。打是不可能打的，赵虎只能继续憋着，继续说道：你要怎么样才能放下小北，不再继续在这里闹事？很简单，我们0527小队在城外辛苦杀死的游艺者材料，听说都被你贪污掉了。韩战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那些听到韩战话的护城者一个个下意识地将手背到身后，生怕被韩战注意到自己手上拎着的材料是什么。韩战冷笑一声，又继续说道：所以我要你打开护城者组织的宝库，让我代表我们小队所有成员挑到满意为止。这绝不可能！赵虎听到韩战的要求，他气得脸都绿了。护城者组织宝库里面都是精心筛选过后的东西，价值昂贵，让韩战随意挑选？做梦！赵虎又一次深吸一口气，韩战，换一个条件，这个绝对不行。不行，我韩战一个人2只手，就算拿满了，又能拿到几样东西？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赵队长，我很怀疑你的诚意啊。韩战的话让赵虎有些异动。的确，一个人进去的话，挑到满意为止，又能拿几样东西？想到这里，他终于决定下来，松口同意道：好，那就只允许你一个人进去，出来的时候除了手以外，不允许有其他地方藏东西。韩战啪的一下松开了手上半死不活的张小北，他摊开戴着漆黑戒指的右手和左手，一言为定：深蓝市护城者组织宝库，这里存放着深蓝市护城者组织这些年来搜集到的各种珍贵材料和道具。作为宝库，却无人看守，因为设计和打造这座宝库的是赫赫有名的深商科技。5大公司之一的参商科技一直致力于最前端科技的研发，他们打造的这座宝库，其防御程度足够扛下7阶气灵或是灵气师的全力攻击，绝对的安全。宝库外，手下一脸担心的开口问道：赵队，就这样让他进去吗？赵虎满不在意的摆摆手，这宝库里的东西少说有数万件，
有的东西连我都认不出来。难道你们觉得一个刚从青藤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够认得出来？更何况他就算想都搬走，他也没那个能力啊！2只手都给他塞满，能拿多少东西？让他敞开了搬，他能搬多少？韩战进入宝库，一下子就被宝库内密密麻麻的珍藏给扰得眼缭乱。永冬、莲枝草、半棉、3阶虫族，还有一个附肢5阶虫族鬼蝶的古翼，走在宝库里面，韩战如数家珍。无他，这些东西都曾出现在二师兄林金玄的笔记里面，包括了他们的价值、产地、部位等等等等。也多亏了这份笔记，让韩战不至于迷失在这座宝库里。有的材料通体泛着璀璨金光，看上去耀眼无比，实则却只是价值极低，虚有其表。有的材料朴素漆黑，看上去就跟路边随处可见的破树枝没什么区别，但却是价值极高的罕见珍宝。这是6阶辟邪的壳，用它作为主材料，完全可以打造出一套防御装备来。如果多了这套防御装，至少自己在和游艺者以伤换伤时，就不会因为违意防具给了夏幽微，而被游艺者揍得那么惨。好东西，收了收了。韩战说着，他手指上的戒指漆黑色光芒一闪，足1人高的巨大蟹壳就蓦地消失不见。内含须弥空间的储物戒指，李叔同送的，现在终于有了它的用武之地。宝阳，3阶植物里面蕴含灵能最多的植物，用它来提取突破3阶的药剂，效果极佳。好东西，收了收了。韩战继续大手一挥，一道黑光闪过，几朵看上去和路边叶差不多模样的朵都被他收入囊中。这样的过程持续了约莫1个小时。韩战总算是把宝库逛了个遍，把自己看得上眼的东西通通都收进了须弥空间。深蓝市的护城者还是太穷了，最高只看到6阶的材料，数量还很稀少。他有些不尽兴的想。当韩战走出宝库时，旁边赵虎留下来负责检查的手下只看到他一手拎着一样东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2手下对视一眼，都没有站出来阻拦。等到韩战走远，他们走进宝库准备跟赵虎汇报的时候，直接傻眼了。喂，挑了那么久，他终于走了。赵虎接通电话，挑眉道：走了。拿了几件东西走的？5。电话那头的手下说话开始结巴起来。5件，是多了一点，不过还好，他今天拿走的这5件，早晚要让他连本带利吐回来。赵虎恶狠狠地说：不是，赵队，不是5件，是5成。这个叫韩战的年轻人，他把咱们宝库搜刮了5成，一半的宝库都被搬空了。另外一个手下在电话里面扯着嗓子大声喊道：什么？电话这边的赵虎人傻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2个小瘪犊子在编故事监守自盗，把锅都扣到韩战头上。可是借给他们几10个胆子，他们恐怕也不敢那么做，所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韩战一个人搜刮了一半宝库的东西，他怎么做到的？不用慌，赵虎很快反应过来，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宝库里的东西全部都是护城者组织的财产，如果只拿走1-2件，或许还能遮掩过去，但一下子搬空了一半宝库，这下护城者组织能放过他？都不用赵虎自己出马，韩战就被护城者组织通缉缉拿，然后流放下城区。想到这里，赵虎脸上再次露出冷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都反馈回总部，总部一定会。赵队，这么大的事，我们已经汇报给总部了。电话那头的手下突然打断了赵虎的话，总部只回过来5个字。哪5个字？赵虎忽然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总部说调解的不错，深蓝市宝库被搜刮了一半，损失惨重。上报总部，总部只回了一句调解的不错。疯了，真的疯了，不是护城者组织疯了，就是自己疯了，又或者是这个世界疯了。韩战和夏幽微满载而归，重新回到独栋别墅。李书同今天不在，夏幽微一把拉住韩战，然后二话不说朝着别墅2楼跑去，换衣服、洗澡，一气呵成。直到做完这些，夏幽微才用力抱住韩战，语气哽咽着说道：当时我差点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她是气灵，但同样也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女生。当看到游艺者的古剑即将刺穿韩战心脏时，那个画面即使是回想一下，都让人心跳骤停。感受着韩战身体久违的温度，夏幽微这才慢慢平静下来。阿战，今天你无论如何都跑不掉。韩战感受到夏幽微的情谊，他下意识的热烈回应，2个人相拥在了一起。就在这时，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宽松真空睡衣的童颜美女出现在门口。3个人都愣住了。韩战此时还压在夏幽微身上，姿势暧昧。站在门口的童颜美女忽然悠悠叹了口气：在我的房间里穿着我的睡衣睡着我的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 呢？让韩战更震惊的却是他的人物信息：李灵珍，1级气灵，幻化形态神农鼎，特性无，神性未觉醒，具体未知，竟然是上古10大神兵之一神农鼎。韩战、李灵珍、夏幽微3个人团团围坐，气氛略微有些尴尬。那个不穿真的没事吗？韩战挪开目光，善意的提醒道。李灵珍不以为意的摇了摇头，这就是我在家最舒适的状态，保持这种状态有助于我寻找灵感和创作。夏幽微重复了一遍。
对啊，难道我爷爷没有跟你们讲吗？我是一名网络畅销书作者。李玲珍的话让韩战和夏幽微纷纷侧目，看不出来他竟然还有这种天赋。你笔名是什么？我去看看。夏幽微连忙捧场问道。违禁书籍被全网查封了。韩战和夏幽微忽然有些理解，为什么李书同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自己孙女写书的事情了。你们呢？刚打扰了你们，还要继续吗？李玲珍的话让夏幽微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韩战也是轻声咳嗽了2声，没有接这个话茬。你们要是不继续的话，那我们继续吧。李玲珍看到他们的反应，点点头后又对韩战说道。啊！韩战和夏幽微同时抬起头，一脸震惊地看向李玲珍。不得不说，李玲珍还是很有实力的，加上她那张极美童颜，简直就是老少通杀。韩战心里极不争气地跳快了一下。不行！夏幽微不干了，立马站起来反对道。你们才刚见第一面，都没有感情基础的，怎么可以那么草率？签订契约为什么需要感情基础？李玲珍一脸茫然地问。你说的是签订契约？对啊，不然你们以为是什么？李玲珍故意眨眨眼睛，一脸天真无邪地问。如果他不是违禁畅销书作者，韩战就真的信了。看出来李玲珍是在故意逗他们，韩战只好站出来扯过话题。你的一级天赋的确具有神性，可以和我契约用神罩进行2次觉醒。真的？李玲珍一脸欣喜地问。他原本在沧海市是不乐意和李书同见面的，但是当李书同将韩战的 SSS 级天赋和他说过以后，他这才同意回到深蓝市试一试。现在听到韩战本人亲口承认后，李玲珍还是十分惊喜。那咱们赶快开始契约吧。李玲珍说完，迫不及待地解开睡衣扣子，她的手立马被韩战按住。等等等等，你这是要做什么？签订契约啊？签订契约和脱衣服有什么关系？韩战一脸震惊地看向李玲珍，不解地问。在我的书里面，签订契约都是需要负距离接触以后才能完成的。李玲珍很坦然地回答道。韩战和夏幽微听到这，脸都是一黑。你的书被封，那是真的一点不冤。韩战摇摇头，不再和李玲珍废话。这个看上去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的童颜美女再继续说下去，他很担心李玲珍又做出什么离谱举动。熟悉的契约阵芒亮起，韩战和李玲珍身上同时出现了金黄色锁链，将他们2人牢牢拴缚。与此同时，韩战猛地睁开眼睛，轻斥一声神罩。李玲珍只觉得自己的全身在韩战神罩之下猛然开始发烫，她下意识地扯去睡衣，洁白的肌肤表面一道道复杂玄奥的纹路若隐若现，这些纹路同样呈现金色，在神罩的不断注视下慢慢从李玲珍的身体上剥离出来，汇聚于头顶上空，最终凝聚成一座古朴的大鼎模样。上古神兵神农鼎完成2次觉醒后，李玲珍的信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玲珍 SSS 级器灵，幻化形态上古神兵神农鼎，神性炼本还真。炼本还真可以将富含灵能的天材地宝或是虫族材料放进去，通过催动神农鼎炼化万物汲取本源，最终将灵能浓缩提取，还其真貌。牛，太牛了！当明白何谓炼本还真以后，韩战惊了。记得之前李书同说过，5大公司之一的长生公司就是因为拥有了提炼灵能的手段，才一跃成为凌驾各国的公司，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还被所有灵气师和器灵趋之若鹜。但是现在李玲珍的神农鼎天赋也具备了同样的能力，这岂不是说以后都不需要通过长生公司就可以获得精纯灵能，提升突破了？这就是我的天赋吗？李玲珍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作为李书同的孙女，她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时代要变了，我们现在就试试。韩战迫不及待道。这个时候也顾不上男女有别什么的了，韩战直接将须弥戒指中刚搜刮的天材地宝通通都放出来。李玲珍也点点头，她下一秒化作神农鼎的模样。韩战将这些天材地宝都塞入鼎中。等等，慢一点，太快了，疼！李玲珍突然嚷了一声，韩战的动作微微一顿。好了，放进来吧。李玲珍调整了一下神农鼎的位置，把鼎口对准韩战。韩战点点头，继续往鼎内投放材料。又过了一会，李玲珍的声音再次响起：停，已经灌满了，不要再灌了。一旁的夏幽微听到这里，嘴角抽搐了2下。如果不是他在旁边亲眼看着，只是听声音的话，恐怕现在已经开始奇怪的浮想联翩起来了。这就是违禁畅销书作者的实力吗？恐怖如斯。韩战也是脸色古怪的站到一旁，听着李玲珍那时而娇嗔时而亢奋的声音，他总觉得自己手上拿着的不是天材地宝，而是什么脏东西道具，但好歹是完成了。神农鼎中此时已经塞满材料，在李玲珍的催动下，它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这些材料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消化，变成一颗颗微小的白色光点。这些白色光点又在神农鼎中不断凝聚，最终凝练成一颗颗纯白色的丹丸。粗略数了一下，共有9粒。炼化完成以后，神农鼎再难维持神器形态，重新恢复李玲珍的人形。她浑身香汗淋漓，直接瘫软地倒在韩战怀里。怎么这么多？你真厉害！韩战、夏幽微、翌日、
清晨，韩战从睡梦中醒来，左胳膊被夏幽微枕着，夏幽微蜷缩在怀里，像困倦的小猫咪，慵懒伸着腰。右胳膊被李玲珍抱在怀里，牢牢锁住。看到这一幕，韩战忽然生出一种人生赢家的错觉。他连忙从李玲珍怀里把手好不容易抽出来，有点做贼心虚的看了夏幽微一眼。又过了一会，其他两人也醒过来。走吧，时候不早了，从今天开始正式调查石之虫事件。韩战说着，率先加快脚步走出房间。他刚一出房间，就和正在吃早饭的李书同撞见。李书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道：“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是父，你在说什么？韩战一脸懵逼。别装了，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你们房间里的动静闹得那么大，我又不是聋子。你小子，给我对林真好一点。听到这里，韩战哪里还不明白，李书同一定是误会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他刚打算开口解释些什么，夏幽微和李玲珍已经打着哈欠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啊，好累啊，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是啊，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我的腰都快断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描越黑。韩战只觉得李书同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最终他拍了拍韩战的肩膀，叹了口气：“年轻人，注意身体，要节制。”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韩战欲哭无泪。昨天晚上他们通过测试，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神农鼎每天可以炼化的上限是30颗丹丸。炼化30颗丹丸之后，神农鼎就会暂时失去炼本还真的能力，直到第二天才可以完全恢复。这30颗丹丸，韩战一人10颗分下去，他自己尝试吞服感受了一下，每颗丹丸都能提升1%的灵能。这也就意味着，只需要吞下100颗丹丸，韩战就可以尝试突破3阶。100颗丹丸需要多久？才只用3天。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速度，无论是材料提炼灵能，还是突破境界，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如果让长生公司知道李玲珍的气灵天赋，他们只会做2件事情：举全公司之力邀请李玲珍加入他们公司，又或者举全公司之力杀死李玲珍。所以李玲珍的这个气灵天赋越少人知道越好。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去哪里调查？李玲珍跃跃欲试地问。目前还不知道，我们对石之虫已知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我们0527小队失踪的队员。李玲珍凑过来看了一眼白霜的照片，她忽然轻疑了一声：“这个人我好像见过，他是不是晚上经常会去舞厅跳舞？”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舞厅我经常去啊。李玲珍见韩战和夏幽微困惑，继续解释道：“微风舞厅，整个深蓝市最大的舞厅，你们不知道吗？所有护城者夜生活消遣必选的舞厅，那里面的姑娘一个个啧啧啧。”李玲珍说到这里时，连续啧了几声，那模样像极了一个老色鬼，演得真是活灵活现。那你到那种地方去干什么？韩战不解地问。找素材啊，小说源于生活，你们懂不懂？我可是专注写实流的作者，如果不多积累一些生活素材，要怎么写出有代入感的文章来？李玲珍说的理直气壮，丝毫没有记起她的畅销书已经被全网封禁这个事实。姑娘，努力积累素材是没有错，但是咱能不能多积累一些正能量的素材？那你为什么认识白霜？啊，她叫白霜吗？我只知道她叫洪元伟，是她的艺名吗？李玲珍摇了摇头，也是凑巧，我3月份去微风舞厅找素材灵感的时候，刚好看到她第一天来上班，因为不愿意穿太暴露的衣服，被领班骂了个狗血淋头。漂亮的年轻女人为谋生计当了舞女，多好的一个素材啊！我就把她记下来，还在我的书里面当了女主角，所以我才印象深刻。听完李玲珍的讲述，韩战和夏幽微面面相觑，这下线索不就来了吗？走，立刻出发去微风舞厅。夏幽微第一个站起来道，她刚打算迈开步子，被韩战拉住。等一等，去微风舞厅以前还需要提前做一下准备。韩战神神秘秘地拉着夏幽微上楼，等到他们再次走下来时，李玲珍忽然嗅到了什么特殊味道，皱了皱鼻子。不会吧，你们2个大白天的也要这么乱来？味道真重，你能闻到？韩战问。当然能啊，伊人，别靠近我。李玲珍一脸嫌弃地避开韩战。你们做完那种事情，能不能先去洗个澡？味道好重，恶心死了。还有，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番石榴、玛卡根、黑巧克力、牛油果、蓝莓增加数量，核桃、啤酒、葡萄酒、蜂蜜、生姜、黄瓜、甜椒等可能使它的味道变好。小麦、羽衣甘蓝、香菜、菠菜等绿叶蔬菜有助于提升健康和活力，要避免大蒜、洋葱、西兰、卷心菜、酒精、芦笋、肉类、奶制品、咖啡以及其他含咖啡因的饮品，这些可能会使它的味道变差变苦涩。李玲珍忽然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这都是什么恐怖的知识增长了啊？我们没有。夏幽微连忙开口解释道，这不是那个东西，是石楠味道了。石楠？李玲珍愣了一下，真不是那个？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都给你一样，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韩战拍了一下李玲珍的脑袋，他和夏幽微身上喷的的确是石楠碾碎后的汁水喷洒在身上的味道。韩战之所以那么做，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石之虫有一个弱点，
也可以说是辨别对方有没有被食之虫寄生的方法。那就是食之虫对食男的味道非常敏感，他们闻到食男的味道以后，情绪会变得异常暴躁，甚至疯狂。微风舞厅是白霜工作的地方，天知道在那里还有没有食之虫寄生的人在盯守，所以韩战才会在林金璇的笔记上找到了这一种方法。给李玲珍也喷上食男汁以后，3个人准备妥当。目标：微风舞厅。微风舞厅是24小时营业的，白天有白天的客人，深夜有深夜的客人，并不冲突。韩战一行3人来到微风舞厅时，依然有不少人零星落座，怀里搂着1个或者2个舞女，低声调笑。像韩战这样身边跟着2个颜值高出1线的大美女，还到微风舞厅来的很是罕见，连门口的酒保都目光诧异地盯着他们看了几眼。这里你常来，点些喝的吧，别太贵。韩战又对李玲珍补充了一句，虽然刚刚洗劫了护城者仓库，钱包还算殷实，但他不是大手大脚的人。2杯果酒，1杯冰咖啡，再来1份零食拼盘。李玲珍随即对侍从说道。他们找个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卡座坐下，打量起四周。舞台上穿着暴露的舞女正跳着舞，台下有不少下了夜班的护城者，看得津津有味。一旁还有几个负责热场的巡场舞女，正每一桌的敬着酒。黑丝、大长腿、刀疤、浓妆艳抹，很符合韩战对舞厅的刻板印象。他们很快来到了韩战这一桌，直接无视了那2个明显不是目标受众，还比自己长得好看的李玲珍和夏幽薇，他们直接贴到了韩战身上。一个人来舞厅吗，哥哥？你可以睁着眼睛再说瞎一点，陪妹妹们喝一杯吧。你身上的味道真诱人啊！有舞女凑到韩战脖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脸陶醉地说。夏幽薇和李玲珍神情古怪，果然是做一行爱一行。这味道你能说诱人，我是没有想到的。但这也从侧面证明，这些舞女都没有被食之虫寄生。抱歉，我们已经点过酒水了。这个时候，李玲珍开口打断了这些妖艳贱货的持续攻略。舞女的收入来源分3块，基本出场费、客人小费，还有推销酒水的提成，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卖力劝酒。当听到李玲珍的话以后，几个舞女脸色瞬间变得冷淡下来。切，没劲，就是带着这2个漂亮小妞来舞厅，装什么逼呢？和昨天那个光喝水不说话的死人头一样没劲。几个舞女兴致缺缺地离开了。不一会儿，他们点的东西就被酒保端上来了，淡金黄色透明液体的果酒，还有1杯咖啡色杯壁上挂着白雾的冰咖啡，零食拼盘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薯条和不知名瘦肉。就这么多东西，价格居然还很贵，足足几千块，让韩战不禁啧舌。不过看着舞台上卖力跳动的舞女，他也就释然了。接过冰咖啡，韩战随意的开口向这位年轻酒保询问道：你们这有一个叫洪渊伟的女人吗？韩战的声音不大，可是当他说完这句话时，突然端着餐盘的酒保目光诡异地落到了自己身上。不只是他，整个酒吧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所有人都停止动作，把头转向了自己。他们的目光全部都落到了韩战身上。这诡异的一幕出现，韩战下意识握紧拳头，心思微沉。这位客人，您刚才说洪渊伟？酒保嘴角噙着笑意，似乎是在确认一下。韩战抿了抿嘴，是的，整个酒吧里喝酒调笑的人不喝了，陪酒的舞女不动了，跳舞的也停了。在韩战确认并且准备好和这一大群被寄生的食之虫大战时，突然酒保十分激动地喊道：太好了，这位客人说了洪渊伟，他将替在场的所有人买单包场。呜呼，其他人也跟着欢呼起来。就在韩战还有些不明所以的时候，酒保又走过来和他解释道：是这样的，这位客人昨天也有一位客人来到这里，他赊走了大量酒水，然后说之后会有人过来说出洪渊伟3个字，并且包场和替他偿还酒债。酒保的话让他们一下子想到了一个人，从医院消失不见的一凡，他也到过微风舞厅，他果然也在调查食之虫的事情。你们就这么让他赊账了？韩战费解地问。他是护城者，也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这里赊账了，大家都认识，果然是一凡无疑。韩战摇了摇头，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而且选择帮一凡还清酒款。以前这种事情都是白霜去做的，现在白霜很可能已经不在了，一凡这一屁股的酒债也不知道还能欠几回。一凡的恶作剧很快给韩战他们带来了新的线索。只见另一个酒保端着一个木头盒子走向他们，那个人说了，酒债清了以后，就让我们把这个木头盒子交给你。这个盒子我们打不开，客人你自己看吧。接过一凡留下的盒子，上面被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正是一凡的灵气师天赋不朽。当韩战伸手接过的时候，盒子上的那层守护光膜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慢慢消融开来。打开盒子，里面是2张纸，分别记录着2个不同的信息。重灾23年2月，深蓝市护城者一队队长1名成功探索附近一处遗址归来，护城者组织予以嘉奖，全体小队前往微风舞厅庆贺。重灾23年3月，1名因特殊原因被调往前线战场后杳无音信。同月，副队长赵虎代行队长之职。第1张纸上的信息是有关深蓝市一队队长1名的。韩战不知道一凡为什么要把这个信息留给自己，他继续看向第2张纸，
食之虫母虫无性繁殖和分裂的周期是1个月，每1个月分裂出一只子虫，杀死母虫，所有子虫都会跟着一起死亡。第二个信息是关于食之虫的，杀死母虫这个韩战知道，但是关于第一个分裂周期，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结合2张纸上内容，难道一凡想要表达的是一鸣从那个深蓝室外的遗址中带回了食之虫的母虫？也就是说，母虫的分裂是从2月份开始的。那么现在总共7个被寄生者存在，这个信息很关键，让韩战一下子将目标范围缩小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只要找出被寄生的7个寄生者，就可以解决食之虫的问题。九保小哥，等一下！韩战想到这里，他喊住了九保，开口问道：“你还记得2月份的时候，一鸣队长有到过威风舞厅吗？你说的是护城者小队的一队长啊？”“到过啊，当时他们第1小队的全员都到场了，还很高兴的开了2瓶好酒，真的来过威风舞厅。”一凡的消息是正确的，所以母虫在一鸣身上？不对，一鸣早在3月份就已经神秘失踪。如果母虫在他身上的话，又怎么会继续在深蓝市寄生其他人？被母虫寄生的另有其人。韩战还在思索，喝了半杯咖啡下肚。众所周知，咖啡利尿，他有些想上厕所的意思。人有3急，和2位女生打过招呼以后，他就向舞厅的厕所走去。刚到男厕所门口，还没有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总有些人忍不住喜欢在舞厅厕所里找刺激。韩战摇摇头，他推开门走进去，随便找了个位置解决。这个时候又有人推门走了进来，他显然也听到了厕所里的声音，嘴里叼着烟，一脸玩味的笑容。可是当他走到韩战后面时，忽然皱了皱眉，停下脚步。紧接着他的脸上突然显露出极度厌恶的表情来，双目开始变得赤红，一副疯狂的模样。再然后他猛地挥拳从韩战后脑勺袭来。男性高手最脆弱的几个时刻里，就包括上厕所的时候，这出手来得毫无征兆。韩战只觉得脑门后面刮起一阵风声，他当即几锁全开，加速排放，然后提裤矮身挥拳，一气呵成。对方似乎没想到韩战的反应快到这么离谱，被韩战一拳命中小腹，他一下子被打飞出去，狠狠撞在了厕所第3间大门上，直接把门撞得稀碎，露出里面一对惊慌失措的男女。一条银白色的虫影从那躯体里钻出来，飞快地朝着门外遁去。他的速度怎么可能比韩战快？韩战抬脚，然后猛地一踩，就把他踩成了一滩烂泥。食之虫，果然是食之虫。脱离了躯壳以后，他的防御力脆弱的可怕。韩战这边刚解决完麻烦，厕所里那对野鸳鸯中的男人也解决了战斗。他气急败坏，骂骂咧咧开口了：“操，谁敢打扰老子雅兴？宝贝，你听我说，我这次只是没有发挥好，护城者的工作太累了，等会我们来第2次，第2次会更好。老板。”女性声音响起，语气里面带着一丝慌乱和不可置信。威风舞厅的老板就是被韩战一拳揍飞出去的那个人，他已经死了，不是韩战一拳打死的，而且他在被食之虫寄生以后，脑子就已经被啃食干净，彻底变成行尸走肉。当食之虫脱离这副躯壳，他也就彻底失去生机。但是这些其他人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韩战揍了威风舞厅老板一拳，再然后这个老板就没了气息。紧接着尖叫声响起，舞厅里的许多护城者听到声音都跑了过来。这时韩战已经离开厕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那里发生了什么？显然李玲珍和夏幽微也听到了动静，询问道：“一只食之虫寄生的是威风舞厅老板，已经被我解决了，我们走。”韩战一行人离开威风舞厅，线索似乎再次断了。威风舞厅的老板和白霜，还有那个失踪了的深蓝市护城者第1小队队长一鸣，食之虫究竟还寄生了谁？或许我们应该从护城者第1小队开始查起。李玲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写小说的习惯，坏人往往是主角身边的人。你们看，一鸣身边的那些队员，不也有很大概率被寄生吗？李玲珍说的不错，第1小队的人被寄生的可能性都很大。韩战正想间，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一个熟人，张小北。自从那天被韩战胖揍了一顿之后，他的脸到现在还没能完全恢复。看到韩战，张小北下意识的就要避开这尊杀神，可是当他闻到韩战身上散发的气味时，愤怒不可遏制的出现在他脸上。韩战，我杀了你！张小北扔掉2个拐杖，刚喊出这句话来，然后就摔了一个狗吃屎。他即便如此，还是狰狞的抬起头，扭动身体，想要杀死韩战。紧接着他忽然像被抽离灵魂一样失去生气。又一只银白色的食之虫出现，这要巧，又一个食之虫，太过于巧合，以至于韩战自己都有些不太敢相信。又是一个小冰喽啰。听到李玲珍的话，突然间韩战的大脑中电光火石闪过，想起了一凡摆在病房里的那盘棋。冰将，缺失的将棋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候，韩战一下子明白过来。我明白了，食之虫寄生的所有人都和威风舞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鸣、舞厅老板、白霜、张小北，还有被一凡捏死的那只食之虫，还剩下最后的2只，那么其中一只
就是母虫。这些人都和一个人有着交集，那就是深蓝市第一小队的代理队长赵虎。赵虎是一名的副手，也去过威风舞厅，是张小北的副队长，更策划了猎杀游艺者这个积分任务。赵虎当得起将这个棋子代表的意义，所以说赵虎就是母虫。糟了！等韩战想明白这些以后，他忽然暗道一声：我们想明白这些，比我们更早获得信息，更早猜到真相的一凡，他现在又在哪里？你的意思是替白霜报仇，暗杀赵虎？护城者组织大厦最顶层办公室内，赵虎刚和女秘书运动完，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纸巾，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你没有选择在我最投入的时候出手，我很意外。他突然扭过头，看向一旁角落的阴影处，从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形，他戴着大大的兜帽，把整张脸都遮蔽住，看不清面貌。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你不应该动我的女人的，渣子！你是说洪元伟吗？抱歉，在搂他的时候，我完全想不到他还会有其他男人。砰！回答他的是一道淡金色光芒的攻击。赵虎瞥过的脸重新回正，他摸了摸脸上的血痕，一脸兴奋：是你策划了这一切？一凡看着站在对面的赵虎，语气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鸣也是你杀死的，是你篡夺了他队长之位，然后用食之虫慢慢侵蚀整个深蓝市，专门打压那些优秀的天赋觉醒者和器灵，让他们变成被人唾弃的废物。赵虎，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赵虎面对一凡的指责，他并不意外，甚至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傻子。是我又怎么样？你叫一凡是吧？因为个女人死在了战场上，所以躲到自己哥哥这里来疗伤。一鸣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说的就是你吧？对，那些优秀的灵气师都被我针对过，那些优秀的器灵也都被我玩过。这不能怪我，这只能怪他们的立场不够坚定，运气不够好。还有，你站在这里跟我废话了那么多，我只能说你真的很蠢。赵虎话音刚落，门外已经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扩大。我在等援兵。你在等什么？第一小队的成员加快步伐走了进来，他们看到了赵虎办公室里的一凡，第一时间摆出战斗阵型。队长，你没事吧？没事，这个人想要刺杀我，没有让他得逞。赵虎指了指自己的脸上，一副受害者的语气，和刚才嚣张时判若两人。一凡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2步，护城者第一小队紧逼上前，虎视眈眈。突然，旁边的落地窗外响起一阵急促的呜咽声，紧接着哗啦一声，落地窗被撞碎，有3道人影从外面一跃而入。抱歉，我们也有援兵。韩战扭动了一下脖子，和夏幽微、李玲珍一起站起身来。一凡看着站在自己前面的3个人，哑然失笑：你们还真的来了？废话，我们不来，难道看你一个人被群殴吗？他们有10几个人，就算你们来也是被群殴。都这个时候了，一凡还是不忘评2句。不过说话间，他也已经走到前面，和韩战他们并排而立。韩队长，你确定要和这个刺杀者同流合污吗？对面第一小队的护城者皱着眉头问道。正义总是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韩战回答道：让开吧，你们这么多人，未必就是我的对手。韩战说着，摆开8级拳拳架，一道白气在他脚下缓慢散开。一旁，夏幽微手上变换出伏羲琴，李玲珍头顶变换出神农鼎，一凡抬手打了一个响指，只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被包裹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芒。韩战的威名，所有深蓝市的护城者都有听说过，那是能够杀死3阶游艺者，甚至和4阶成年游艺者碰一碰的猛人。如果可以，他们也不想和这样的人交手。但是，他们现在竟然要试图杀死深蓝市第一小队的代理队长，这简直就是对护城者组织的侮辱。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妥协一步。送！韩战先动了，他脊索大开，脚下踩出凹陷，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速度之快，只能看到一道模糊的幻影。对面首当其冲的第一小队队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他一拳轰飞出去。争！韩战的出手像是某种默契的指令一样，夏幽微当即弹奏起伏羲琴，破阵曲琴音气刃在整个房间爆发席卷。锋锐的琴音气刃把房间里的桌子、座椅、地毯割得4分5裂，漫天飞舞的白纸更是直接化作齑粉。夏幽微手中的琴音曲调在变，龙翔操加持众人，他们的战斗力又一次直线提升。一凡的攻击手段更加直接，他本就是战区退下的战斗灵气师，一身和虫族搏斗的本事用在和护城者的战斗上，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他很快就解决了试图反击的几个护城者。他要跑！一直观察着战局的李玲珍第一时间看到了打算从后门溜走的赵虎，他开口提醒道：放心，他跑不掉。韩战的身影出现在后方，他的声音这才慢1秒传来。五指微拢成爪，韩战一击便命中了赵虎的胸口，狠狠砸得凹陷下去。噗啊！赵虎吐出一口鲜血来，眼看着逃脱不得，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韩战回身站定，虽然自己这方碾压了战斗，但是眼前赵虎的笑容总给他一种不太好的预感。这个时候，赵虎张了张口，他已经接近弥留，说话的声音很小声，只有韩战一个人可以听到。你以为
你们赢了。嗨，真的是母虫吗？韩战，其实我的目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毁掉你。赵虎说完这最后一句话，银白色虫影从他身体内抽离出来，毫无意外的被韩战一脚踩死。可是与此同时，赵虎也瞬间没有了气息。看到赵虎身亡，还在鏖战的护城者第一小队一个个都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你们真的杀死了赵虎？你们的胆子太大了，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在深蓝市里护城者组织是最大的那个吧？不，护城者不是，监管联盟不是，最大的那个是深蓝市的城主。他们的话让韩战心中咯噔一下。所以一凡的那个将不是赵虎。时间退回到赵虎死亡前半小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文人模样正敲响一处大门，里面坐着的就是刚上任的深蓝市城主康川。大门被打开后又缓缓关上，里面传来了康川略带惊恐和惊呼的声音：秘书长，你要干什么？秘书长，这个银白色虫子是什么？半小时后，康川拿着一份文件走出办公室，交给身旁的侍卫官，传令下去：深蓝市护城者联盟编号0527小队队长韩战涉嫌刺杀第一小队代理队长赵虎，证据确凿，现在将动用全城战斗力量缉拿韩战。当指令被下达以后，康川微笑着扶了扶自己的眼镜，饵被吃了，鱼儿上钩了。韩战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护城者组织大厦高楼外，轰隆隆地传来战机的轰鸣声，整个城市上空阴云密布，许多支从未见过气势肃杀的灵气师队伍出现在深蓝市的街头巷尾。如此大的阵仗，只是为了缉拿通缉犯韩战，证据确凿。韩战眯起眼睛看自己中了对方的圈套，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李叔同在深蓝市，他们怎么敢这样做？他的心里有了某种不好的预感。你们三个快走，回别墅区找师傅，这里我来应付，快！韩战语气极快地说完，一凡二话不说转身就跑。另外2个女生也在韩战的催促下跟着一起飞快撤离。下一秒，整个房间内就被一股强者气息笼罩，空气瞬间变得粘稠。韩战只觉得自己像被巨锤猛地砸中，整个人一下子趴在了地上。他抬起头想看清楚来人，却只看到了白茫茫的一片光影。嫌犯韩战已完成缉拿。淡漠空灵的声音仿佛从极远处传来。李叔同坐在凉亭的藤椅上，分别倒满2杯茶，一杯给自己，一杯放在对面，似乎笃定对面一定会有人来。如他所料，下一秒，一个全身漆黑如同量子拟态的模糊人影凭空出现在他对面。神神秘秘的，都是老朋友了，还这样藏头露尾。对面的人影没有说话，面对着大夏第一人，他大刀阔斧地坐下，端起茶杯闻了闻。你还是那么喜欢青州茶，我多么希望你说不出来这句话。试探早从见面就开始了。对方知道青州茶身份已经确定，就是如今为数不多的最高几人之一。李叔同妈撒着将茶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你似乎一点也不急。急？我为什么要急？因为被你选中的传人已经身陷囹圄，而且证据确凿，明天就会被公开处刑。一定要这么针对一个老朋友吗？李叔同抬头看向对面，他微微握紧拳头，在他身后浓郁到了极点的白色雾气隐隐化作了一头猛虎形状，甚至有吼声淡淡传来。李叔同平静的表面掩饰不住杀意和愤怒。你就算杀了我，这具量子态分身也无济于事。老商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很多这样的量子态分身，不是吗？李叔同忽然哦了一声，重新坐好。那就继续喝茶吧。他重新归于平静，就好像刚才愤怒都不是来自于他一样。对面语气费解地问，你不着急吗？着急。李叔同给自己重新倒满青州茶，他淡笑着补充道，但是这人生事事如棋，局局新。第2战区总指挥部，一份快报被送到了林金璇的手上。韩战被抓了，是哪个站不出的手？不属于8大战区，应该是那些大人物们养的私兵。呵，林金璇脸上露出了鄙夷嘲弄的神色。攘外必先安内，如今这内却是越来越乱了。权力还是踏马的权力，可以同甘苦，无法共富贵。那些私兵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已经是有了十足的把握。他们拿下小师弟是为了给老师一个下马威。有人不想看到老师在收一名弟子。林司令，我们需要去增援吗？身后手下询问道。增援？为什么增援？林金璇反问了一句。别忘了，他可是我的老师。世人总只记得他千里袭杀3大重帝，谁又记得他为大夏子民的100年谋划？能教出我这样人的老师，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举起罢了。谁又能保证小师弟不是老师故意放下的那个饵呢？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各大战区。李叔同的其他学生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只问了同样的一句话：林金璇有什么动作吗？在得到手下否定的回答以后，他们都各自安心下来。连林金璇都没有动作，他们慌什么？这就是来自师兄弟之间无条件的信任。深蓝市的监狱里，韩战的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他的双手双脚被带上了抑制器，无法再调用器灵的力量。负责用刑的人一拳头砸在他的腹部，带着钢箍的刑具上染上了鲜血。你还是不肯认罪吗？哈哈！韩战笑出了声，他的肚子上就又挨了一记重拳。抱歉，我这人从小就皮实，没少挨过家里揍，我无话可说。你们可以用全力打了。韩战的话像是嘲笑，激怒了对面的人。这些人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在这里就只有一个身份，囚犯。越来越重的拳头招呼在韩战身上，他真的如自己所说那样，一声未哼。忽然有人走进来，抬了抬手，对韩战的用刑暂时停止。韩战，醒醒吧，李叔同他老人家现在可能没办法来捞人了。如今有2个选择摆在你面前，第一，加入我们，你不用去管我们是谁，你只要知道李叔同也许代表过去，但我们能代表未来。以你的天赋，只要成长起来，未来一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第二，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的确，你是一块硬骨头，但只要过了明天，再硬的骨头也只会在铡刀下变成2半，命都没了，骨气再硬有什么用？说话的人站在对面的阴影里，韩战看不清楚他的脸，他轻喝出一口气，问道：所以4阶虫族10之虫是你们故意让一鸣发现带回深蓝市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我们而言，虫族不是敌人，只要运用得当，他们会成为最无往不利的工具。怎么样，你做出选择了吗？韩战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吐出一口浊气。他点点头，在对方饶有兴趣地凑近过来时，一口血痰被吐出，不偏不倚吐在了对方脸上。韩战看到这一幕，哈哈大笑起来。我选择第3种，草你妈！第2天清晨，深蓝市的白天静悄悄的，和往常一样。有市民打开电视，早间城市新闻里面正播放着有关叛城者韩战被即日执行死刑的消息。有市民推开窗，从高高的楼房依稀能够看到城市中央被连夜搭建的模糊形台。还有市民走在街上，看到一辆辆快速穿梭的黑色车辆，他们从城主府驶出，朝着相同的位置驶去。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即便是末世，最不缺的依然是喜欢凑热闹和八卦的人。很快，深蓝市的人们就来到刑台，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那个传闻中的叛城者。韩战被用特殊的抑制器绳索束缚着，那些人选择的是铡刀这种最原始也最暴力的行刑工具。他们要用韩战的头颅、鲜血让李叔同看见。两侧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着韩战的一幕幕罪行，无论是他杀死威风舞厅老板，杀死张小北，还有杀死赵虎，这一个个画面播放着，彻底坐实了韩战叛城者的罪证。禀城主大人，已经准备妥当了，时间一到，即刻行刑。康川坐在伪装成汽车模样的最新陆地巡航舰内，没有第一时间出现。昨天逃跑的那3个人抓住了吗？还没有，他们很狡猾，极有可能躲进那栋别墅里了。我们，康川摆了摆手，不想再听下去。他神情晦暗地看向外边的行刑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还能够这样淡定？他的底牌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这不是之前那个觉醒了 SSS 级天赋的灵气师吗？天哪，他怎么会成为叛城者的？听说是因为官方把他下放到护城者联盟，心生怨气，所以杀了不少人。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还好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是咱们深蓝市这位新上任的城主给力。民众在议论纷纷。时间1分1秒过去，别墅内依然是没有半点动静，这让他们针对李书同出手准备的一些后手都没有机会使用出来。可惜了，看来李书同真的不打算出手救他，他应该是算到了我们的手段，主动放弃了这刚任的第9个学生，真是太可惜了。时间到了，城主大人，该是时候执行死刑了。车外有手下跑过来提醒道，康川这才从车内走了出来。他刚一走出，深蓝市的百姓们就拥簇着欢呼起来，他们高喊着康川的名字，唾骂着犯下杀孽的韩战，感叹庆祝着深蓝市有一个好城主。康川对着人群微笑挥手，然后面色重归肃穆。他走到行刑台前，在那里提前准备好了话筒。这是他正式上任深蓝市城主的日子，他选择在这一天行刑，更像是一种宣告。深蓝市的各位市民们，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深蓝市城主康川。今天是一个高兴又愤怒的日子，我们失去了一个年轻天才，他本应该是未来无限的灵气师佼佼者，却因为自己的私怨肆意杀害了无辜的人。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勾结虫族，扰乱深蓝市的和平。作为城主，我很失望，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一切敢于伸向我们大夏子民的屠刀，就会被狠狠折断，然后反击回去，还以颜色。我将履行城主之责，为所有深蓝市市民出手，处刑这十恶不赦的叛城者。你们同不同意？康川的激昂讲话让台下的民众听得热血沸腾，他们高呼着康川的名字，同意的声音如同浪潮，盖过一阵又一阵。我不同意。忽然，在这个时候，一道极其突兀的声音响起，人群被分开一条道来。道路的尽头，陈光普沉着脸，正一步步走向这里。在他身后，还有夏幽微，还有其他青藤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如同一支军队，在沉默行军。无声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的行动
甚至盖过了那些赞同的声音。许多民众停下狂热，目光有些费解地看向他们。我是青藤学院院长陈光谱。走在最前面的陈光谱开口道：我不仅代表我个人，我也代表整个青藤学院，代表青藤学院的学子们，不同意对韩战同学叛成者的这个称呼。他的话音刚落，周围一片哗然。陈光谱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他作为青藤学院的院长，培育了一代带灵气师，这些人群里面就有曾经是他的学生。陈光谱为什么站出来为一个杀人犯撑腰？康川的眼睛微微眯起，陈光谱的身份敏感，他也不好在这种场合公开得罪。只见他做了一个隐晦的手势，手底下的人立马会意，按动了电子铡刀的下落按钮。下一秒，锋利的铡刀就要将韩战的脖子整个切下。突然，他停住了，像是死机一样停在了那里。抱歉，我也不同意。一个模样端庄美丽的女子出现在了上方，她的脚下是深商科技最新研制的昂贵单人飞行器，有价无市。商思婷，他打了个响指，不仅仅是电子铡刀停下工作，就连那些守卫手中的电子热武器、待命状态下的汽车等等一切的电子产品，在这一刻都被强制关闭。这就是深商科技的含金量。商思婷嘴角微扬，看着在行刑台上的韩战道：我说过，你是我的，跑不掉。死党李玲珍在另一个飞行器上听到商思婷的话，一脸八卦的来回打量，似乎脑补了许多不得了的剧情。商思婷，你站在这里是商家的意思？康川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商思婷会出现在这里，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选择帮韩战。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更让康川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原本播放韩战罪行的大屏幕，他们突然被人半途掐断，然后转播了另外一个画面。那是深蓝市护城者第一小队代理队长赵虎临死前的画面。一凡站在行刑台的最高处，宽大的兜帽被吹开，他看着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呐喊：我也不同意。你说了。李叔同坐在那里已经一夜，在他对面的那具量子拟态也是一样，对方在等他出手，然后施展后手，而事实上根本就不需要他来出手。弟子不必不如师，在这一点上韩战做得很好。老师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引路人，不应该只是保护伞和靠山。韩战他已经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了很远，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重灾末世，什么最难得？是明星。对面的量子你太沉默了。李叔同发现对方已经切断了和这具身体的联络，倒是果断。李叔同摇了摇头，很快他的通讯器就响起。老李，追踪失败了，还差一点就能发现他的幕后使用者是谁了，可惜。老商，该不会就是你吧？我滚你的！通讯器那边，商建月骂骂咧咧地挂断了电话。一张字条无端出现在李叔同的桌案上，幕后组织已发现端倪，组织名破晓。李叔同看完手中字条后，纸上的字开始被橡皮擦擦拭掉一样，慢慢消失，最终连同字条一起消失不见。破晓。李叔同有些好笑地抬起头，看向对面的量子拟态分身。他走上前，轻轻拍在了他的肩膀上。下一秒，他化成了齑粉。深蓝市广场中央，围观群众还没有从这突然的反转画面里反应过来，他们只看到原本的电子大屏幕上被替换了原来的内容，而重新播放起了新的内容。我叫韩战，战斗的战。我成为一名灵气师，不只是为了活着。杀！这是韩战在战斗考核中第一次面对三阶虫族时的画面，那令普通人胆寒的恐怖虫族，即便是隔着屏幕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滔天气焰。但是韩战却迈着坚定的脚步走了上去。画面再转，裂帛琴声在漫天沙尘中肆虐，琴音气刃收割着无数死灰虫的生命。在深蓝商队孤立无援的时候，面对遮天蔽日的黑色龙卷风，一辆黑色皮卡如飞蛾扑火冲向对面。韩战一人一琴站在车后，如谪仙人，又一次站到了最前。最后一个画面是深蓝市郊外，强大的三阶虫族游艺者用黑障笼罩大地，不断蚕食扩张，试图掀起新一轮的重祸。依旧是韩战站在了他面前。六丁雷电，六神虚像，煌煌天威，神雷灭世。赤白雷霆击溃的不仅仅是黑障游艺者，还有深蓝市那些高喊着同意的市民的心。这是叛成者吗？如果这也是叛成者，那他们是什么？所有人都沉默了。康川眼看着局面不再受到控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光影，那个镇压韩战的神秘高手出现了。空气再起变得粘稠起来，这次笼罩的范围更大，不仅仅是行刑台，连天空中脚踩飞行器的李玲珍和商思婷，还有在电子屏幕后的一凡都囊括进来。所有人都感觉到呼吸变得困难起来，空气变得粘稠厚重，他们眼前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对方狗急跳墙了，见无法彻底毁掉韩战，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不太体面的方式，强制抹杀。只要把韩战杀了，他们就还没有输。这位神秘强者在发动天赋时，整个人都笼罩在光辉下，绝对的强大。他的实力已经来到了6阶，甚至已经隐隐触碰到了7阶的门槛。哪怕是在破晓组织，他的实力也是佼佼者。这次破晓给他下达的这个任务，将会是他向这个世界宣告，
第一次展露獠牙。他会用这个叫寒战的天才灵气师的鲜血，让深蓝染上一抹红，无形的力量如同触须疯狂蔓延，要看就要将寒战笼罩。突然，异变陡生，这个浑身散发光辉的神秘强者，他的身体忽然如同被橡皮擦出一样，从头部上方开始逐渐消失，直到他整个人消失不见。所有人都重获新生般大口呼吸着，那种空气凝滞的感觉也消失了。人不见了，我那么大一个神秘强者呢？去哪里了？康川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他想不明白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能够让他清醒过来。寒战从行刑台上走了下来，他手脚上的意志气也同时消失不见。正义的确会最终战胜邪恶，他要做完成终结一击的那个人。寒战的拳头砸在了康川的脸上，把后者狠狠砸在了地面上。寒战用脚踩住康川的头，然后右手握住了对方高谈阔论时的那个直立话筒。我叫寒战，战斗的战。如你们所见，我站在这里，而你们的新城主在地上。他不是城主，是四阶虫族食之虫，他寄生在了人类身上，混淆视听，试图颠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因为我做的这些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们相信的。我之所以站在这，是因为我有想要守护的人，为了人类。寒战说着，脚下用力，红白的浆汁混合着从整个行刑台上流淌下来。行刑台依旧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只是被行刑的人换了一个。鸦雀无声，又骤然迸发，更加狂热的欢呼和呐喊在整个广场回响。因为人类胜利了，又一次粉碎了虫族的阴谋。因为他们的城市得到了守护，因为这个叫寒战的年轻人很帅。当做完这些以后，寒战头也不回地向后方走去。夏尤薇第一个从陈光甫身边跑过去，加入了他，然后是李玲珍、商思婷，他们从飞行器上降落，跟在了寒战的身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把背后留给其他人，无论是唾骂、称赞、呐喊还是诋毁，他们都不会在乎，他们只会继续向前，一直向前，带着把那些带来毁灭灾难的虫族彻底消灭的信念。李叔同站在了寒战的更前方，他双手拄着拐杖，语气里面带着欣慰和笑意。感觉怎么样？李叔同问。让老师来擦屁股的感觉固然很爽，不过如果有下次，我更希望做那个执旗者。寒战的声音同样带着笑意，他回答道，因为这是我的路。接下去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整顿、肃清，彻底解决深蓝氏的后患。在康川死后，另外2处的10只虫子虫也同时暴毙，其中一个就是康川身边的秘书长，另一个则是寒战他们没有想到的人。好的，我知道了。李叔同挂断通讯器，告诉了寒战一个意外的答案。他想破脑袋都没有找到的第7个10只虫寄生者，竟然会是王绿帽。他已经被选中成为战斗灵气师，送往战区。如果这次没有被筛选出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各大战区都有严格的核验机制，一定会揪出这只10只虫，但如果真到那个时候，这只10只虫应该已经造成不小的破坏和麻烦。刚才金璇打过来，特地让我转告你一声，谢谢你。寒战摇了摇头，感谢什么的，太生分。谋划这一事件的另外参与者，神秘的破晓组织，在失手以后第一时间就潜入暗处，它就像是一个漆黑的鬼爪，窃取着光明之火，当失败以后又融入黑暗，彻底消失不见。那些对寒战出手的私兵也都只是康川本人培养的，唯有那个6阶灵气师和破晓里有关，可他在被抓去秘密审讯的第一时间就莫名暴毙而亡。即便是李叔同也没有能够挖掘出更多线索，找出那个幕后主使。白霜的尸体被找到了，还有近几个月不断失踪的护城者、灵气师和普通深蓝市市民，他们都被发现在护城者大厦的负2、3层冰洞保存着。他们应该都是被寄生过，然后被10只虫蜕壳后存放在了那里，随时可以2次使用。另外一边，夏幽微也带来了新的消息。他说到这里时叹了口气，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是当知道这个消息时，夏幽微还是心中一空。已经相处了将近1个月，同为0527小队的成员，白霜的死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这就是虫灾末世。一凡怎么样了？寒战问道。还是老样子，官方奖励了他一笔奖金，他全拿去买酒了。现在小队积分也够，因为这1个月的疯狂做任务，整个深蓝市护城者小队都无任务可接，这算是任务恶霸的后遗症吗？寒战抬起头，就看到不远处走来的一凡，他身上全是浓郁的酒味，整个人走起路来踉跄着。周围有不少人知道了他的事，看向一凡时的眼神里都透露着一丝同情。寒战，我想你帮我向官方申请一个要求，我希望能够将白霜海葬。他以前和我说过，想去深蓝市外滩出海看一看，我当时沉浸在悲痛中，一直都没有理睬过他的这个愿望，现在再想去弥补，却已经太晚了。伊人已逝，这是我第2次经历失去，看来我的确不是一个值得去被爱的人。被爱时不知道珍惜，只有在失去时才追悔莫及。一凡说完沈笑了一下，眼睛里面充满苦涩。他的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深蓝市本就是海滨城市，靠近大海，海葬比起土葬还来得简单许多。寒战把这个要求和护城者组织说了以后，立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不只是白霜，
在这次十之虫事件中，一共有1001人丧生，已经被定级为4级重祸。为了安抚深蓝市的居民，稳定情绪，也为了祭奠这些在重祸中丧生的人，官方需要做出些什么？海葬是一个很好的建议。3天后，所有重祸丧生者都被放入棺椁。深蓝市全市第一时间同步转播了这样一场大型的祭奠仪式。牵棺入海，他们随着洋流飘向远方。每一个深蓝市的居民都默默注视着这一幕，默默哀悼。大海上，棺椁不断沉浮，装着白霜尸体的棺椁中，他的双眼紧闭着，面容安详。忽然，属于白霜的容貌如冰雪般消融，一个完全陌生但异常美丽的模样变换出来，和档案中记载着的洪渊伟容貌如出一辙。下一秒，他睁开了眼。洪渊伟嘴角微微噙着笑意，他张开嘴巴，一只半透明状的虫子从他的口中慢慢爬了出来。9宫格火锅店，麻辣红油咕嘟咕嘟的泛着泡，依然是吃火锅，只不过已经换了拨人。李叔同、韩战、夏幽薇、李玲珍还有商思婷5个人围坐着。一凡没有来，比起火锅，他更乐意多喝2瓶酒。逝者已逝，生活还在继续。10月入秋之后，天气渐渐转凉，一顿火锅必不可少。你们都已经突破3阶了。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李叔同愣了一下，饶是见多识广的他也不禁啧舌。这才距离他们突破2阶多少天？升阶堪比坐火箭，不说后无来者，至少在大夏历史上也已经可以算是前无古人了。不过这个速度也只是暂时的。快速的境界攀升同样意味着材料的巨大消耗。韩战从护城者联盟搜刮到的那么多材料已经被神农鼎提炼一空。突破3阶以后，韩战作为灵气师，各方面都有了大幅提升，但提升更大的是他的2个器灵伏羲琴和神农鼎。如今夏幽薇和李玲珍的人物信息都再次发生变化。夏幽薇 SSS 级器灵，等级3阶幻化形态，上古神兵伏羲琴，神性剑心情胆，天意4象，摄灵驱破。琴曲1阶破阵曲，清心散，龙翔操；2阶快哉风，春野火，6丁雷电；3阶古意残阳。夏幽薇突破3阶，伏羲琴觉醒了新的神性，摄灵驱破，所有被他杀死的敌人灵魄都会被拘役起来，化作一道战魂。3阶琴曲古意残阳，就是召唤所有被杀死的战魂，在古意残阳阵中再次为他而战。虽然3阶只有1首琴曲，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而且上限极高，未来可期。李玲珍的变化更大。李玲珍 SSS 级器灵，等级3阶幻化形态，上古神兵神农鼎，神性炼本还真，困守万物，生灵造化，属于上古神兵神农鼎的3大神性统统解锁，分别对应了炼、镇、养3字。炼是炼药提炼灵能，镇是镇守镇压万物，养是养体造化还原。3位一体之下，让神农鼎的功能性直接拉满，甚至在辅助方面超过了伏羲琴。困守万物可以将等阶不超过自身的生物直接吸入鼎内镇压炼化，镇压强度和炼化速度随实力提升。生灵造化则可以持续不断的洗涤灵气师身体，更可以通过积蓄灵能，在灵气师重伤时一次性释放这些灵能，将其从重伤垂死的状态下直接恢复巅峰。都是神界。商思婷一脸艳羡地看着韩战3人，然后鼓着腮帮，化悲愤为食欲。不得不说，即便他再怎么吃，也还是该长肉的地方长肉，很有实力。思婷啊，觉醒时已经在运过来的途中了，不过嘛，你最好有心理准备。作为知道韩战灵气师天赋的李叔同，提前跟商思婷打预防针道。商思婷还没有觉醒器灵，但韩战只会契约拥有神性这器灵，所以哪怕商思婷最终觉醒的是 SSS 级普通器灵，他们都未必能够契约成功。商思婷听到这里，一脸不服气地看向自己的死党李玲珍，可恶啊，竟然被他抢先一步了。这个时候，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量子光点出现在商思婷面前，被他清除以后，化作一个透明光幕模样，是参商科技最新款的通讯器，可以实现全球覆盖、即时通讯、视频通讯、芯片半植入技术、无实物携带等等各种先进功能汇总成一句话，遥遥领先。通讯器那边，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画面里。丫头，那个灵气师搞定没有？没有。商思婷闷闷地回了一句，怎么还没有搞定？是不是钱不够？我再给你打5个亿过去，砸死他。韩战，商思婷居然真的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摇摇头道，这不是钱的事。再说了，人家刚契约了老李家的李玲珍，不差钱。什么？通讯器那头的中年男子声音大了1倍，居然是玲珍那个丫头在跟你抢男人，那这我帮不了你了，你得找你爷爷出马，让他们老2个切磋切磋。不过我可以把公司最新的毁灭型战争堡垒给你都派过去，助威呐喊什么还是没问题的。真是亲爹。商思婷嘴角抽了一下，不打算再理他，把通讯器挂断。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李叔同在了解到韩战他们突破3阶以后，再次开口道：3阶之后，大后方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再历练之地方，你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老师，我想要继续变强，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韩战毫不犹豫地说道。
在见识过4阶游艺者，还有那个6阶强者之后，韩战内心变强的欲望就愈发强烈。我想要走一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强者之路。听到韩战的回答，李书同点了点头。本来在我的计划里，让你们在护城者组织待到年底，也差不多能攒够材料突破3阶，那个时候再让你们出去历练。但是你们的境界突破速度超出了我的预期，计划赶不上变化。想要变强，这是好事，但强者之路也分为好多种。李书同说着，看向韩战，以李家的底蕴加上商家，现在就可以给够你材料，直接升到6阶，甚至是7阶，成为一名强者。你觉得如何？听上去很诱人，让人心动，但是我不能选。韩战拒绝了这个提议。药罐子战士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这样的强者虚有其表，毫无意义。李书同继续说道，那你就只能走另外的一条路，我们不会给予你任何帮助，任何特权，你必须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从这个虫灾末世闯出一条路来。你确定吗？师兄们应该都是走的这条路吧？他们既然可以，我也不能夺了您的威名。韩战说道，他已经做出了选择。李书同满意道，既然如此，那我现在就联系卫青，明天用飞机接你去前线战场。据我所知，他们第1战区正好在和虫族进行年前最后的一场大型厮杀。不过既然是历练，他们不能跟你一同去。李书同说着，用手指了指夏幽薇和李灵珍。气灵的修行方式和灵气师不同，他们我有安排更好的去处，你们需要分开修行一段时间，如何？韩战、夏幽薇、李灵珍3人相互看了一眼，一切听老师安排。深夜别墅，李书同已经联络好了卫庆，明天第1战区的飞机就会抵达深蓝市，接韩战前往前线。这是他们短时间内最后一次住在一起。深邃夜空中，一轮圆月挂在天上，月亮真圆。韩战仰望星空，颇为感慨。是啊。夏幽薇走到身旁，和他并肩而立，2个人郎才女貌，一对璧人，过了今晚便要分别，气氛有些沉重。明天你就要独自一人去前线战场了。后面的话夏幽薇没有继续说，韩战也知道，在短时间内这会是韩战最后一次获得神性天赋的机会。没有气灵在身边，灵气师独自一人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哪怕他是韩战也一样。想到这里，夏幽薇的目光再次坚定。这个时候，李灵珍突然也叩响房门走了进来。别误会，作为一个写实派的作者，我只是来取材的。蹩脚的理由让3个人同时沉默下来。夜色渐深，月亮更圆。韩战累得并排躺下，但也总算成功获得了伏羲琴和神农鼎的神性天赋。让韩战惊喜的是，他自身获得的神性天赋竟然在强度上和原始气灵不相上下。神性天赋和普通气灵天赋似乎有所差别的。作为上古神兵气灵，和韩战100%神性契合，才达到了现在这样的效果。那岂不是说，在之后的战斗中会有2个琴师在战场中共舞？这样的画面让人心驰。收回思绪，看着酣睡的夏幽薇和李灵珍，他的脸上又浮现出笑意。淡淡的月辉洒落，照在他们身上。在我的家乡，这样皎洁的月光只有中秋才会有。韩战自言自语感慨道，只是不知道曾经的家人和朋友现在过得如何了。月是故乡明，他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再无法回到故乡。曾经记忆中的那些画面也在变得模糊。但是啊，在这里我找到了想要守护的人和想要走的路。无心安处是无乡，好像也还不错。今晚的月色真美。大夏前线阵地，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超大型壁垒，横贯在特殊地形的山脉中央，将目之所及的浩浩天下一分为2。一侧是由人类灵气师驻扎的营地，他们密密麻麻如小山包似的整齐排列，不断有灵气师和气灵涌向壁垒，又有许多受伤的灵气师被从壁垒撤下送返营地。大型运兵舰从后方驶来，反向动能稳定器喷射着淡蓝色尾焰，掀起一阵烟尘。一个个模样稚嫩但神情肃穆的年轻灵气师，在运兵舰着陆后快速冲出，迅速调整，投入战斗状态。重伤的灵气师和气灵被送回腾出空间的运兵舰，再次升起，片刻不停地驶回后方阵地医院。超大型壁垒上，数十万门重炮间歇式攻击，超负荷状态作战，让他们的炮管都炙烤得滚烫发红。恐怖威力的能量光束倾斜，在战场切割纵横，还有数不清的战斗光芒混杂在一起。在这大型绞肉机式的战场上，那是不同的战斗灵气师和气灵在与敌人激烈交手。另一侧是绵延千百里的虫族精锐，这次与第1战区交手的主力伊邪奇族。伊邪奇在虫族语中是蛇的意思，战场上的主力虫族便是那些动辄身形庞大数百米的巨大蛇类。它们爬行在地脉山峦上，如履平地，每一条巨型伊邪奇蛇族身上都依附着数不清的小型蛇族，它们如同深色潮水般快速汇入战场，和人类灵气师战至一处。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这一场大战已经持续了足足2个月之久。1个多月前，第1战区总负责人卫庆回归，在他的率领下，久久僵持不下的人族阵地向前平推数百里。眼下这特殊的山脉地势，也是第1战区的强大灵气师靠天赋移山填海而成。
超大型壁垒作为守住这里的第一道险关，更倾注了深商科技大量心血，用最超前端的材料武器打造而成，据险而守势为关。因为在史料记载中，这里曾是属于玉门山一带，所以这座超大型壁垒又被称作玉门关。这场持续数月的大型战斗，最终被记录为一协旗会战。一协旗会战，玉门关东西方向第97号营地。因为被正面战场吸引了大量的一协旗虫族精锐，侧面战场的烈度要稍稍缓解，但同样战损严重。几个灰头土脸的小队长正守在为运兵舰预留的停泊港锚点，翘首以盼。老张，你们小队才死了3个人，也好意思到停泊港来等增援？其中一人骂骂咧咧开口道，他的脸上泛着一层深绿色，像是中毒了一样。哦不，他的确是中毒了。一协旗虫族作为蛇类，剧毒无比，10个重伤的灵气师里面，至少有8个是身中剧毒的。放你娘的屁！程之士的小队总共就5人，老子死了3个，还不能来等增援了？张作福气的脸上更绿了，他手颤颤巍巍指着站在旁边的另外一人，气急败坏道：“你他娘的小队只缺2人，你不也来等增援了？你要点脸行不行？”被指着鼻子的萧雅也不恼，理直气壮道：“我能跟你们一样吗？老子是带着任务来的，看见没？精锐任务。”萧雅指了指自己手臂上的蓝色铭文，那是任务铭文。在战场上，手臂上不同颜色的铭文代表着所在小队执行的不同任务，根据任务的严重和紧迫程度，分为白、绿、蓝、红、黑5种颜色。白色简单，绿色一般，蓝色精锐，红色极难，黑色十死无生。萧雅所在的小队接到了战略部安排的蓝色精锐任务，拥有1次增援补充的特权，这是规定。张作福被对得哑口无言，他只能作罢的摆摆手，语气颇为不爽道：“那下一艘增援运兵舰，你先拿去罢。”其他几个小队长听到这话也都没有反对。萧雅要去执行蓝色精锐任务，这证明他的任务难度不小，而且对整个战场局势有一定影响性。战场不是官场，所有人都是拧成的一股绳，相互之间顶多发发牢骚，根本就不会做使绊子的事情。两人说话间，天空忽然暗了下来，一艘小型运兵舰从天上降落。萧雅当仁不让走到了最前，迫不及待地看舱门打开，白色烟雾散去，一个模样稚嫩的年轻人孤零零地从运兵舰内走出来。萧雅脸上的笑容一僵，一个人？灵气师？那气灵呢？萧雅不敢相信的又等了一会，再确认没有第2个人从运兵舰内走出，甚至运兵舰已经重新升起返航，他这才彻底死心。你只有1个人，你的气灵呢？被萧雅劈头盖脸的问，那个年轻人显然也是一愣，他试探性的回答道：“在家。”在家？萧雅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直接背过气去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一协旗会战，大型战场。你灵气师过来了，结果告诉我气灵没跟过来，在家。你哥这当是旅游呢？萧雅还想要说些什么，突然被旁边的张作福拉了拉袖子。张作福的脸上憋不住幸灾乐祸的笑，但他还是好心提醒快要发飙的萧雅道：“萧队长，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这年轻人可不好惹。”张作福的话是当着所有人面说的，听到这话时，韩战也是一愣。没想到我在深蓝市的英勇事迹，那么快就传到前线来了。不过很快，张作福接下去的话就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看他的穿着，根本就不是从邻近的战斗灵气师征兵营出来的。你还不明白吧？这是城里来的贵公子。张作福把城里2个字说得很重。萧雅一下子明白过来，一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嗣继续上战场，但又想要捞点可以吹嘘的战功，于是打点关系，通过运兵舰送往不关键的征兵点，好打酱油。这样的人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被战斗灵气师们厌恶地称呼为贵公子。当想到这里时，萧雅看韩战的眼神更不爽了几分。老张，打个商量，这个贵公子先给你们小队，好不好？当着韩战的面，萧雅直接踢起皮球来。张作福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开什么玩笑？自己队伍本来就只剩下2人了，再来一个拖后腿的，还要不要活了？不行，绝对不行！说好你先选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萧雅又将眼睛看向周围其他几个队长，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是来杀虫族的，又不是来当保姆的。操！萧雅嘴里爆出一个脏字。再怎么不爽，这里是战场，他也只能捏着鼻子把这个贵公子收编入队。跟我走吧，动作麻溜一点。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韩战，3阶灵气师。萧雅闷着鼻子应了一声。我叫萧雅，4阶灵气师，同时也是你现在的小队队长。根据规定，你将被收编加入我们小队。萧雅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向来时的路返回。韩战跟在他后边，脚步不慢。2个人很快穿过一重茂密树林，来到了萧雅扎营的地方。这小子，刚才我速度可一点不慢，他竟然还能跟上来，有点实力啊！萧雅有些诧异的回头看了一眼韩战，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小型篝火旁，另外2个人同时起身。这2人看样子也才刚20出头，但蓬头垢面的，身上衣服也破破烂烂，有不少伤痕。韩战在打量他们，他们也在打量韩战。当看到萧雅只领了1人回来时，
两个人面面相觑。队长，这是什么情况？只有一个人，难道是把器灵化形携带了？很专业啊。这两人哪壶不开提哪壶，萧牙没有回答，闷哼了一声，把韩战的情况和两人简单说了一下。听完萧牙的话，两人也是神色一苦，任凭是谁带着一个拖油瓶，还是在死亡率极高的正面战场上，谁都难受。他们只和韩战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就兴趣缺缺的走开了。男的叫蔡世芳，女的叫席小倩，都是上一届的毕业生，同为3阶灵气师和器灵，他们已经在正面战场拼杀了1年。韩战没有因为他们的冷落就愤怒，对于这些坚守在战场上的战斗灵气师，只有尊敬。想了想，韩战从自己的须弥戒指内掏出来3副防具，都是用上次搜刮来的6阶辟邪壳打造而成。这时看到韩战递过来的防具，他们都是一愣。大家深入战场辛苦，这3副6阶防具给你们替换下来，提高安全。面对韩战的示好，两个人总算是露出点笑容。在战场上有防具和没防具是2个概念。萧牙却摇了摇头，没有接过。我就不用了，我是机甲操控师，不需要防具。这副防具你自己留着吧。果然是城里的贵公子，不仅有储物用的空间袋，还有6阶防具。不知道是哪个大家族来的，如此大手笔。萧牙心里想着，总算没有再给韩战太多脸色看。韩战勉强融入进队伍。小韩，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行动，到时候你跟在我们后面，自己多当心点，一切听老萧指挥。拿人手软，刚才还爱答不理，现在已经开口叫小韩了。韩战笑着点了点头，有些好奇地问道：萧队长说他是机甲操控师？老萧的器灵在正面战场牺牲了，对于他们这些有战斗经验的老牌灵气师们，战区都会安排2次就业的机会，比如驾驶机甲，又或者是退回2线战场。老萧选择了留下来。他说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前线，不能窝囊的死在老窝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大人物们。不好意思啊，我忘了你也是。自觉说错话的蔡世芳连忙闭嘴，韩战却不以为意的摇摇头。这个时候萧牙已经从远处走过来，一人一袋补充灵能的风干瘦肉，韩战也被分到了1袋。赶紧吃吧，吃完赶路。任务要求我们今天晚上10点前抵达目标地点。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蓝色任务断子绝孙。当萧牙把这个任务名字说出来时，韩战差点没被自己嘴里的瘦肉干噎住，似乎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别扭。萧牙又继续解释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伊邪奇蛇族吧？伊邪奇一族的繁衍速度极快，通过数据检测对比，他们战场增兵的速度是我们的10000倍。即便我们已经将战损比扩大到了100比1，也依然抵消不掉伊邪奇蛇族的暴兵增援。这也是为什么1个多月前第1战区和伊邪奇蛇族精锐在正面战场上焦灼，相持不下的原因。但是1个多月前，第1战区负责人魏庆的突然强势归来，打破了这一平衡。魏帅一人当先，全开亘古，直接打穿了伊邪奇蛇族的增援补给线，把战损比拉升暴增到了恐怖的10万比1。伊邪奇蛇族被魏帅神兵天降咬下这么一大口，我们在前线战场上的阵地才得以纵深横推。但是这种优势只是暂时的，只要给伊邪奇蛇族缓过劲来，他那多达几10个的蛇巢同时将卵孵化，数十亿伊邪奇蛇族补充战场，届时大夏会再次陷入苦战。伊邪奇蛇族不是没有强者，兵对兵，将对将。魏庆的突然出手，虽然打了伊邪奇一族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很快4头8阶蛇皇就将他缠住，双方一路酣战，早就脱离战场，战至别处。最新的任务指令是由第2战区发出，他们已经通过灵气师天赋卜算出了这几10处蛇巢的位置，并下达了名为断子绝孙的紧急任务，由各个区域内距离最近、机动速度最快的队伍负责执行完成。萧牙小队因为这个原因也被分配到了任务。任务坐标显示，他们距离最近的一处隐秘蛇巢不足5000米，连夜行军的情况下，10点以前就可以抵达目的地。萧牙解释完以后，踩灭了地上的篝火。赶紧吃，吃完我们就趁夜色出发。夜色深沉，韩战4人趁夜色赶路，他们没有照明，完全是摸黑赶路。夜视仪被禁用了，伊邪奇蛇族对电脉冲扰动有敏锐的感知，一旦被他们提前发现韩战等人的踪迹，将功亏一篑。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穿上深商科技研制的特殊夜行衣，防止被对方夜视发现。来去之间，任务完成难度急剧提高。好在几人都是灵气师和器灵，对于这样的难度还在可接受范围内。韩战等人一路翻山越岭，任务坐标已经被发放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通讯器内，这是以防万一。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遭遇不测，那么其他人就得继续走下去，完成这个任务。韩战扫了一眼周围茂密的森林，还要脚下厚实的土壤，很难想象这些都是某个灵气师强者的杰作。移山填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灵气师，那他究竟该有多强？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深蓝市还是太小了。韩战心里正想间，忽然有什么软绵绵的东西垂荡到了自己脸上，空气里面开始弥漫起浓郁的奇怪味道。那种味道就像是前世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海产品，在暴晒了几天以后腐烂坏变的臭味。不只是韩战，其他3人也都闻到了这股味道。走在最前面的萧牙停下脚步，加强戒备，
我们已经很接近任务目标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已经抵达了？韩战突然说着，指了指他们头顶。众人抬头，就看到一层薄薄的灰白色膜正吊挂在那里。刚刚垂荡到韩战脸上的就是这种东西，不只是他们头顶，放眼望去，似乎绵延极远极深邃的夜色中。那是什么？蔡世芳下意识问。萧牙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韩战开口了：“是蛇蜕。医邪奇蛇族每完成一个等阶的晋升，都会进行一次蜕皮。蜕下的蛇皮不仅能够继续散发气息，震慑其他虫族，还具有隐秘、保温等效果。这些狡猾的医邪奇蛇族，他们把蛇卵藏在了这里面。”来不及惊讶韩战为什么那么博学，在韩战手指的地方，他们果然看到了无数颗密密麻麻的透明蛇卵，它们被白色粘液包裹着，紧紧贴合在头顶的蛇蜕上。萧牙看到这一幕，提前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测绘器，激活设备，一层无形光膜瞬间扩散开去。测绘器的小型屏幕上，属于蛇蜕和蛇卵的画面开始飞速成型。结果出来了，蛇蜕长6730米，有数亿蛇卵依附其上，确认是任务目标蛇巢无疑。得出结论后，萧牙就要开始焚烧净化这里。1000米长的蛇蜕盘横绵延，想要第一时间全部清除，难度不小。特别是当韩战等人彻底进入蛇巢后，那些本来依附着的蛇卵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一样，开始发出轻微的响颤声。一颗卵的响颤声很轻微没错，但是不要忘了，这里足足有上亿颗卵。当所有蛇卵同时鸣颤时，声音就大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如同在耳边超大声轰鸣，差点将耳膜震破。蔡世芳被鸣颤声震得有些头晕，他下意识向前迈出一步，想要缓解，可是没想到他的脚下突然感觉一空，整个人顺势朝着斜前方倒去。山体被更离出了一道深邃峡谷，被荒草覆盖，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还好一旁的席小倩眼疾手快，抓住了他。好险！还没等他们两个喘口气，一个大块头机甲忽然向他们倒来。是萧牙，他本来已经激活机甲武装，打算开始按照规定时间对蛇巢进行清剿，没想到那些鸣颤声音似乎对机甲有着巨大影响，让他直接失控。不受控制的机甲向着蔡世芳和席小倩滚来，眼看着就要连同他们一起砸落深渊。这个时候，失控的机甲速度陡然一降，韩战伸出手拽住了萧牙穿戴着的机械手臂。萧牙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震惊到，他身上的这副机甲是深商科技第3代战斗型机甲，整体重量在500千克以上，就算是作为机甲操控师，也需要进行长达半年以上的训练才能够控制自如。但是韩战，他竟然只是伸出一只手就拽住了失控的机甲，他的力气有多大？萧牙不愧是萧队长，面对这种情况，他依然能够做出最理性的判断。韩战，松开我！萧牙操控的机甲电子声响起，任务优先，继续执行任务。我会把战斗机甲上携带的2个火焰焚烧枪卸下，你去完成后续任务。韩战听到萧牙的回答，下意识打量了一下他们现在脚下空荡荡的悬崖，深不可测。就算是穿戴了机甲，就这样掉下去的话，恐怕也会摔成重伤。更不用说下边还有2个队员，放任机甲滚落，会把他们也给带入深渊。救人重要。韩战打量完以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你放屁！韩战，你给我服从指挥，放弃救人，执行任务！萧牙气得破口大骂。那诡异的鸣颤音波破坏了机甲中控平台，尾焰飞行装置无法激活，他只能归结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在虫族战场上，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迎来死亡结局。韩战，你听我说，第2战区下达的任务时间就是蛇卵孵化的时间，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剿，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就算从这里滚落下去，至少还有生还可能。但如果你现在不尽可能的去清除这些蛇卵，一旦被他们孵化出来的话，萧牙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机甲被向上缓慢提了几分。通过屏幕视野，萧牙肉眼可见的看到自己一点点被从距离深渊的悬崖边上重新拉了回来。然后是蔡世芳和席小倩，等到他们都被拉上来以后，都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命悬一刻的感觉让人后怕。他们来不及对韩战说出感谢的话，咔嚓，清脆的卵壳碎裂的声音在整个蛇蜕巢穴里清晰响起。完蛋了，医邪奇蛇族的幼蛇被孵化出来了。随着萧牙的话刚说完，越来越多的卵壳破碎，一条条灰黑色的幼蛇如同下雨一般通通掉落下来。眨眼间，整个地面已经铺满了医邪奇幼蛇。医邪奇的幼蛇虽然只是一阶实力，但眼下这个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萧牙他们能够解决的范围。不仅如此，这些医邪奇幼蛇在诞生后的第一时间就朝着他们涌过来。看着铺天盖地的医邪奇幼蛇，萧牙心里拔凉拔凉的。他懊恼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要第一时间进入机甲，耽误了摧毁蛇巢的最佳时机。他没有埋怨韩战，毕竟是韩战救了自己的性命。只是可惜，这样一个性格还算不错的贵公子，要和自己一起葬身蛇腹了。蔡世芳和席小倩面容肃穆，他们是战斗灵气师，战斗到最后一刻是他们的使命。2个人对视一眼，席小倩瞬间幻化成一柄与人等高的斩马大刀模样，蔡世芳双手握住刀柄，视死如归。韩战看着四面八方涌来的灰黑色潮水，
下一秒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忽然，在这个时候，那些本来还待涌过来的伊邪奇幼蛇，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全部都匍匐在地上，如同触发连锁反应一般。周围那些还在不断涌来的伊邪奇幼蛇，它们蛇躯直挺挺地僵在那里，舌头紧贴在地面上，做出了某种臣服的姿态。看到这一幕，萧牙愣住了，蔡世芳和席小倩也愣住了，他们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韩战轻轻摩挲了一下自己手上佩戴的黑色戒指，还未生出太多灵智的伊邪奇幼蛇，显然是感受到了黑色戒指上属于九阶重地的气息，这让他们完全遵循本能的俯首称臣。只是眼前这一幕壮观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料。万蛇朝宗，不，一蛇朝宗。韩战看到还在发呆的萧牙，出声提醒道：“还愣着干什么？烧啊！”虽然蛇巢来不及摧毁了，但这些伊邪奇幼蛇还没有完全成长，这个时候不烧，什么时候烧？听到韩战的提醒，萧牙这才反应过来，他二话不说，将2把火焰焚烧墙卸下，丢给韩战和蔡世芳，然后自己再次激活机甲武器系统，双手变换形态，变成2个黑黢黢的火焰喷射虫。烧！不用再下达命令，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扣动开关，灼热的火焰顷刻间落在了那些伊邪奇幼蛇身上。蛇类喜阴暗潮湿，害怕火焰，被大火烧灼，伊邪奇幼蛇痛苦的蜷缩扭曲着，直至变成干瘪瘪的蛇干。但饶是如此，它们依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这就是9阶重地的含金量。本来还有所担忧的萧牙等人，在看到伊邪奇幼蛇竟然真的一动不动时，他们立马放开手脚来。不断的火焰不断的烧灼，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火焰烧焦的味道，以及混杂其中的蛇肉香味。这一烧足足烧了1个多小时，长达1000米的蛇蜕好不容易才被清理干净。萧牙解除了机甲武装，化作一颗银色的丹丸模样，被他收回手中。蔡世芳和席小倩也都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个工程量不可谓不大。但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却都在第一时间目光灼灼地看向掉在队伍最后方的韩战。你究竟是谁？萧牙就算再愚钝，他也反应过来了，韩战绝不可能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不说别的，能够单手拎起战斗机甲的3阶灵气师，就不可能只是普通天赋可以做到的。更何况还有后面那让亿万幼蛇臣服的画面，即便是现在想来，也感到深深的震撼。萧牙已经在正面战场上战斗了超过5个年头，这5年里，他见识过各种波澜壮阔的大场面，看见过不少强大的人类灵气师出手的画面。他可以笃信，韩战刚才那一手令亿万幼蛇臣服的手段，丝毫不亚于他们。如你所见，我真的只是一个3阶灵气师。韩战被萧牙质问，他无奈地摊了摊手。我真不是什么隐藏实力的大佬，如果我真的是，你觉得第一战区会放任我在这里摸鱼装逼吗？还不早就被拎到正面战场上去和那些伊邪奇高阶蛇族对垒了？韩战的话不无道理，可是经过这一件事，萧牙他们对韩战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算韩战真的不是什么隐藏实力的大佬，他也一定有不少秘密。萧牙已经通过通讯器和统战部任务中心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等他打完这通电话以后，脸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断子绝孙任务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加上我们小队一共完成的只有不到10队。听到萧牙的话，蔡世芳和席小倩脸色也都不好看。失败意味着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即将陡增，都是人类，这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或许我们可以去进行拦截。萧牙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目光灼灼地看向韩战。伊邪奇蛇族已知的增兵点在作战地图上都有标识，那些刚孵化的幼蛇，他们想要成功加入战场，有几条必经之路。韩战，你有能让亿万蛇族臣服的神奇能力，只要我们守住必经之路，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提前剿灭。萧牙的话让蔡世芳和席小倩也眼前一亮。是啊，别人没办法，但是韩战可以啊。他们刚才就见识过韩战手段的神奇，此刻对他都充满了信心。韩战看着这3人，他刚想说什么，突然眉头猛然紧蹙，站起身来。能不能把这些伊邪奇幼蛇一网打尽，我不清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如果现在我们不跑，那么一会我们4个人都将会被一网打尽。你们似乎忘了这副蛇蜕是怎么来的？蛇蜕是怎么来的？几个人都是一愣。当然是伊邪奇蛇族进阶以后退下来的。那褪下蛇皮进阶成功的伊邪奇蛇族去哪了？在想到这个问题时，他们的头顶上出现了2枚比月亮还圆还大的橘黄色树瞳。5阶伊邪奇蛇，蛇巢守护者。跑！根本不用再多说什么。开什么玩笑，那可是5阶，他们可不打算以卵击石，小命要紧。你们先跑，我殿后。萧牙只说了一句话，就降速落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好笑！煽情的话来不及说，蔡世芳和席小倩已经被萧牙猛地往前推送了出去。韩战也是一样。做完这些以后，萧牙反而转身，数十枚白色尾焰的导弹从战斗机甲上释放飞出，轰击在5阶伊邪奇蛇的身上。轰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浓浓烟雾中，硕大的蛇头吐着蛇信猛扑出来，在他身上连一丝受伤的痕迹都看不到。萧牙做完这些，
朝着和韩战等人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去。战斗机甲动力推进至最大功率，红色火焰完全燃烧，呈现出蔚蓝色状态。全功率输出下，第3代战斗机甲仅能维持3分钟。在萧牙的驾驶操控下，他已经在空中化作一道急速流星。下一秒，硕大的蛇头蓦地出现在他前方，血盆大口张开，锋利突出的蛇牙上不断滴落着唾液。他的速度竟然比战斗机甲还要快！砰！3秒后，听到身后传来的爆炸声，韩战下意识扭头看去，只看到一邪骑蛇口中那还未完全散去的红色火光。老萧！来不及为老萧的死亡悲痛，下面一邪骑蛇的目标立马转移锁定他们，他们只能用尽全力让萧牙的牺牲有意义。但还是不够，5阶的一邪骑蛇在这种地形下不仅如履平地，更是穿梭带风，连4阶实力的萧牙全功率机甲都跑不过他。这几息间拉开的距离很快被一邪骑蛇追上，他的獠牙再次咬向了蔡世芳和席小倩。咔嚓，乍一咬下去，蛇牙差点崩了。两人惊喜地看着蛇牙被挡在防具外，侥幸逃过一命。是韩战给的6阶防具，6阶比5阶还高出1阶，蛇牙咬不穿他的防御。可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早，一邪骑蛇从口中就喷出一股浓郁的绿紫色毒液，这些毒液一下子浸润他们全身，几个呼吸间就完全将他们腐蚀，化作一滩血水。又死2人，本来还在一起做任务的队长和队员全部死光。韩战这个时候也已经顾不上藏拙，几锁全部打开，白色烟气笼罩下，他的速度一下子提升了10倍不止，但还不够。韩战右手微抬，伏羲琴的虚影出现在半空，随着琴弦自动波动，龙翔操在他耳边响起，体能增幅再提升。双重加持下，韩战的速度陡然飙升，让原本快要追上他的一邪骑蛇一口咬了个空。但是旋即，韩战就看到了前方比城墙还要高还要厚的一堵厚厚的蛇鳞出现，6000多米的躯体，一邪骑蛇的蛇头在身后，狡猾的他已经用身躯将整座山包围住。眼下这个男人，除非能够插上翅膀，否则一邪骑蛇才刚想到这，他就看到韩战脚下生出一股无形风，将他整个人裹挟起来，一举飞过了寻常人根本无法突破的蛇墙。死！5阶一邪骑蛇怒了，眼前这个男人屡次3番从他口中逃走，滑不留手的蝼蚁让他失去耐心。一邪骑蛇想到这里，他愤怒地嘶吼了一声，额头顶上那个十分明显的鼓包突然裂开，然后一道肉眼难以察觉的闪电由远及近，将半空中飞遁的韩战从空中击落。韩战被击落摔下半空，他整个人浑身一阵酥麻，如果不是因为神农鼎和伏羲琴对身体的洗涤加持，他恐怕现在已经重伤。可是等他重新爬起来，打算再次逃离的时候，2个比成年人还要大的橘黄色树丛就出现在他面前。嘶吼！一邪骑蛇对着他狂吼，狂风伴随着血腥味，把韩战整个人吹得快站立不稳，蛇口张开，照着韩战就要咬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柄巨剑从天而降，就这样直挺挺地插进蛇头里面，然后狠狠将一邪骑蛇原本已经张开的嘴巴钉在了地上。轰！巨大的冲击把韩战掀了出去。倒飞的过程中，韩战本能抬头看向空中，除了那柄比自己还要宽阔高大的巨剑外，一个飒爽的黑衣女子突然出现在剑柄之上。随着她落向剑柄，巨剑仿佛受到了恐怖冲击一般，又猛地深深刺入一邪骑蛇脑中。3代战斗机甲都无法击破的防御，在这柄巨剑下好似脆弱的如同一张白纸。韩战也彻底看清了对方的模样，那是一个身材完美、长相倾城的女子。她一袭黑衣劲装包裹住劲爆的身材，她的眼神里透着淡淡红色，嘴角露出有些癫狂的笑容，白色长发随风飘舞，张牙舞爪的样子让韩战脑中闪过一个形容词：女魔头。显然那不是女魔头。5阶一邪骑蛇在她的巨剑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有半个巨剑高的神秘强大女子随意握住巨剑剑柄，将长达1000米的一邪骑蛇用剑气纵横切割成无数小块。做完这些以后，她无视身后漫天血雨，来到了韩战跟前。画面很疯狂，女子很漂亮。韩战看着这一幕，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开口道：多谢前辈。眼前这个可是能够秒杀5阶一邪骑蛇的女子，韩战一个小3阶，就算是再如何强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没想到听到韩战的话后，这个女子突然笑了。她这一笑，整个画面都变得阳光明媚，冰雪初融起来。可是下一秒，破空声传来，巨剑的剑刃抵在了韩战的脖子上。小弟弟长得真不错，甚合姐姐口味。不过嘛，我可不是你们什么大夏的前辈，我来自极恶之城，也就是你们灵气师口中经常提到的流放之地。听到他的话，韩战整个人瞳孔猛然一缩。借着这个机会，他也通过神照天赋看清楚了对方的人物信息。公羊颈 SSS 及器灵，等级8阶，幻化形态破灭巨刃，特性女武神。好看吗？妩媚妖娆的声音在韩战耳边响起。韩战脖子上猛地一凉，又一热，鲜血顺着剑刃淌落。对面的白发黑衣美女依然是那副笑意盎然的样子，给韩战的感觉却极度危险，死亡的气息将他笼罩。他真的会死？不要那么紧张嘛，
如果不是我，你也已经葬身蛇腹了，不是吗？公羊井浅笑着，将破灭巨刃从韩战脖子上移开，随手插在地面上。看着这堪比成年人高的宽刃剑面，战战寒光凛冽，倒映着韩战略显苍白的脸。韩战还有手段没有施展，但谁让公羊井是八阶呢？他说啥都是对的，韩战压根没打算反驳。真俊，越看越俊。公羊井伸出手，在韩战脸上摩挲了一下，又掐了掐。你刚才弹奏的那首曲子叫什么名字？曲子？所以公羊井是被我刚才弹奏的伏羲琴曲吸引过来的。他早就察觉到这里的动静，却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而是选择袖手旁观，在看到我弹奏的伏羲琴曲以后，这才出手。韩战心里一下子把公羊井的动机猜出了七七八八。这番做派的确很符合极恶之城传闻中的风格。极恶之城的人大多都是被流放者，他们因为不被各国所接纳，所以通通被送往了一个大型集中营，也就是所谓的下城区。在这里鱼龙混杂，甚至传闻有虫族混在其中。他们的是随心而为，不顾他人生死，只要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会不择手段的达成。因为是被流放者，他们毫无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和荣誉。对抗虫族并不是他们分内之事，他们唯一的信念就是为自己而活。当时第一次听到极恶之城的描述时，韩战的心里其实并不特别排斥这些人。有人把恶放在表面，有人放在心里，仅仅只是这样的区别。不说话吗？不说也没关系。本来我这次来大夏只是为了和卫庆打过一场，没想到却发现你这个意外收获。那曲子能够增强体魄，我能感受到全身的细胞都被增幅，甚至给我一种能一拳打爆蛇皇的感觉。我要把你掳回去，给我当专属的战斗辅助。公羊井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明显的恶意，只要韩战敢反抗，或者敢做出反抗的动作，他身旁那柄破灭巨刃就会毫不犹豫地斩下。韩战回过神来，捕捉到公羊井话里面的一个熟悉名字。你是来找我们第一战区的负责人魏帅的？韩战故意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魏帅可是八阶至强者，你凭什么能够挑战他？说别的，公羊井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他的气灵特性是女武神，一看就是特别好战的性格。果然，在听到韩战的话，看到他的表情以后，公羊井脸上的笑容淡了许多。怎么，看不出来吗？你一个小小的三阶灵气师，能够看得出来我的境界？我和魏庆同为八阶，我去挑战他，又有何不可？你的灵气师呢？光凭你一人的话，不可能是魏帅的对手。韩战争辩道，他现在的样子，完全扮演的就是一个第一战区的战斗灵气师，对魏庆有着绝对无条件的崇拜。公羊井冷哼了一声，居然没有反驳韩战的话。我没有灵气师，也没有一个灵气师配合我契约。谁有规定气灵就不能独自修炼抵达至强？没有灵气师独自修炼？听到这里，韩战也不由得高看了公羊井几分。他原本以为公羊井的灵气师还藏于暗处，又或者是在和魏庆的交手中被打成重伤，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现身。他怎么也没想到公羊井居然没有灵气师，他作为一个气灵，单打独斗修行到了八阶，是个狠人。那你打过魏帅了吗？韩战心里想着，他脸上的表情适时做出调整，证明自己听到公羊井也是八阶实力，而且没有灵气师以后被震惊到。公羊井很满意韩战现在的样子，作为一个女武神，哪怕是极恶之城的女武神，享受他人震惊崇拜的目光是修行的意义之一。我和魏庆打了一架，他们2打1，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公羊井回答的也很坦然。听到公羊井的这个回答，韩战对他的看法又改观不少。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公羊井忽然反应过来，他摇了摇头，二话不说就将韩战拉了过来，转身收回破灭巨刃，就要离开这里。你要带我去哪？去哪？当然是去极恶之城，流放之地。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专属战斗辅助了。不行！韩战斩钉截铁道。公羊井脸上又浮现出一开始那熟悉的笑容。男人可不能说不行。公羊井的目光落在韩战身上，韩战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在被锋利的刀刃刮过，竟生出一股刺骨疼痛感。韩战咬咬牙，坚持道：我是第一战区的战斗灵气师，现在大夏和一邪奇蛇族的战斗正值关键，如果这个时候脱离战场，我一定会被判定为背叛者和逃兵，为大夏不容。哦，但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公羊井无所谓道。他虽然比动辄杀人取乐的恶人好说话，但也还是极恶之城的人，对于韩战所说的这些根本不为所动。韩战却摇头道：不，有关系。我是大夏人，是战斗灵气师，我的同伴刚死于一邪奇蛇族，死在战场上。如果我这个时候当了逃兵，我会选择自裁，以表对大夏的忠诚和学院的培养之恩。韩战说到这里时，一脸认真严肃，不似作伪。如果他死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战斗辅助的说法。公羊井能够带回极恶之城的，就只会是一具尸体。听到韩战的话，公羊井不笑了，他有些诧异地看着韩战，似乎没有想到随便抓住的一个大夏灵气师竟然会有这种觉悟。他踌躇片刻，问道：那你要怎么才心甘情愿与我前往极恶之城呢？上钩了。明白了自己在公羊井心中的分量，韩战不再犹豫，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我要你跟我一起，对战场上刚孵化的一邪奇虫族完成一次彻底的清剿，这是我的条件。韩战的要求让宫阳景好看的眉头蹙了起来。我以为你会提什么很过分的要求，比如让我做你的器灵。大夏，真的值得你为他做到这一步？宫阳景不能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大夏内部也是波诡云谲，一团乱麻。前线的战斗灵气师在打生打死，也架不住后方的高层之间勾心斗角。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李家能够为大夏守下这100年基业，已经实属不易。后面的趋势大潮，即便是那些大人物们有心抵挡，恐怕也不可能逆流而行。在极恶之城，就是有一个好处，各个国家的瓜在这里都能够吃到。但他没有拒绝韩战的这个要求。要是其他要求，他或许还要头疼一下，但只是要他猎杀一邪奇蛇族，再没有比这种只需要动手就能解决的活来的更简单了。那4头8阶虫皇都已经被魏庆吸引火力，现在整个一邪奇蛇族里面能够和他交手的，可以说是一条能打的都没有，完完全全是降维打击。宫阳景答应的爽快，韩战也将自己的任务地图展示出来。在地图上面一共有30多处任务标记点，而经完成任务以后变为绿色的只有10处，另外的20多处变成了鲜艳的红色。红色意味着任务失败。这20多处的一邪奇幼蛇会从各个方向朝他们的主力精锐部队回合。一邪奇蛇族的进阶很奇怪，也很霸道，他们是靠不断吞噬进化的，无论是动物、植物，甚至是泥土，只要是可以吞下的，都能够被他们转化为灵能，帮助突破进化。根据记载，一只一邪奇幼虫成长为战场上的精锐虫族，只需要耗费1天时间。在这一点上，甩人类灵气师和器灵不知道几条街。韩战大脑迅速分析，在任务地图上重新标记出了3个点，分别是距离他们5000公里的入峡口、15000公里的平原，还有28000公里的山谷接壤处。这3个地方将会是大量一邪奇幼蛇汇入的关键位置，也是萧牙他们之前对韩战提议过的地点。韩战或许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但如果是宫阳景的话，绝对没问题。这3处地方狙击一邪奇幼蛇，从侧面声援正面战场，配合大夏主力完成最终的决战总攻，没问题。宫阳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就在他刚答应下来，打算即刻动身的时候，忽然他眼中的瞳孔蓦地变成一片漆黑，淡淡的黑气从他的后背缓缓升起，甚至在背后勾勒出一个恐怖狰狞的异兽图案。跑！宫阳景低着头，死死握住手中破灭巨刃，他是对韩战说的。韩战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前一秒还能够正常沟通的宫阳景，突然一下子浑身冒起黑气，看上去比一头虫族还来得恐怖。他听到宫阳景的示警，刚想抬脚转身跑路，突然韩战猛地停了下来。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他忽然反应过来，自己压根就不可能跑得过一个8阶器灵。不能跑，怎么做？韩战大脑飞速转动，他灵光一现，有了办法。眼前宫阳景的样子显然像是入魔一样，在这个世界不存在入魔一说，但韩战却有着一个针对入魔特别有效的金手指——伏羲琴。作为上古10大神器之一的伏羲琴，它不仅能够摄人心魄，也同样能够亲近心灵。想到这里，韩战再不迟疑，整个人盘腿坐下，幻化而出的伏羲古琴横承在韩战腿上，他咬咬牙，生死在此一举，赌了。随着韩战手指拨动琴弦，清新散的琴声在整个幽灵里回荡起来，浑身黑气已经浓郁到快要将宫阳景整个完全包裹。在听到这琴声时，那黑气似乎极具人性化的畏缩了一下。有戏！韩战看到这一幕，他手指弹奏的频率加速。此时的宫阳景眉头紧锁，双目紧闭，正处于一种极奇特的状态下。他把这种状态称为演，并不是什么走火入魔。宫阳景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因为他在后背的伤，那道伤是被一头9阶虫帝所伤。即使是女武神，宫阳景也只有8阶至强，距离9阶巅峰的差距仍然巨大。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被一头9阶虫帝追杀，虽然侥幸逃脱性命，也在身体上留下暗伤。那头9阶虫帝名为眼，所以宫阳景不定时会陷入眼状态中。在这个状态下，他将完全失控，变成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但是今天，就在他即将再次被眼控制，进入疯魔杀戮状态时，他听到了一道悠扬绵长的琴声，仿佛是天外响起的琴声，却让他即将溃散的意识在这一刻有了一丝喘息。就是这样的喘息机会，让宫阳景的精气神又再次凝聚。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猛地睁开眼睛，随着宫阳景睁开眼睛，在他身后凝聚出的黑色狰狞虫族图案也登时溃散。宫阳景背后出了一身冷汗，他看着重新夺回控制权的身体，自己醒来第一次没有沾满鲜血的双手，他的妙目闪过一道明丽亮光。是你？宫阳景看向对面的韩战。此时的韩战整个人精神已经极度萎靡，如果宫阳景再不醒过来的话，他可能也快要坚持不住了。但是还好，这一下更加不能放你离开了。宫阳景略带疯狂的语气说道。那可是9阶虫帝的眼啊，困扰了自己不知道多少的年月。宫阳景想过无数种办法，连他这个8阶强者都无计可施，只能放弃。
除非有9阶治疗系的灵气师或气灵出手，但据他所知，现存为数不多的几个9阶都不是治疗系。结果一个小小的3阶灵气师竟然解决了这个难题。你这么俊俏，又这么厉害，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和我契约？有我这个8阶气灵在，你将一路横推，同阶无敌。面对宫阳景诱惑性的话语，韩战摇了摇头，他却提了另一个要求：我能仔细看看你背后的伤吗？宫阳景一眼扯开衣服，露出光洁白皙的后背，如羊脂美玉一般的皮肤上，唯独一个骇人的伤口正散发着淡淡黑气。你胆子不小，连我的便宜也敢占，但你看完之后，我要废了你的眼睛。宫阳景淡笑着道。如果他能够不开口说话，远观过去绝对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可惜一开口，画风就截然改变。那种脸上带笑、信手杀人的疯魔女，形容的就是宫阳景。韩战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宫阳景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索性就不管他。韩战伸手贴在了宫阳景的伤口处，如此举动让宫阳景整个身躯都微微颤动了一下。不是因为疼痛，宫阳景的眼神变得危险起来。从小到大，特别是在觉醒气灵天赋以后，还没有人敢这样做过，连牵手都不可能，更别说肌肤之亲。如果不是韩战，随便换一个其他人，早就已经被斩成肉糜。韩战也能感受到宫阳景不断压抑的杀意，他不敢含糊，当即再次召唤出了伏羲琴。琴曲《清心散》再度响起，如此近的距离下，清心散琴音的驱散效果更强，后背上萦绕的黑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驱除。但是当清心散一曲弹罢后，那些被驱散的黑气又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在宫阳景背后重新凝聚。试过了，能压制，但驱散不掉。韩战的结论和宫阳景预料中相差不大。事实上，能够压制住伤势，于他而言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就在宫阳景准备穿上衣服的时候，韩战突然叫住了他：等一等，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韩战话音刚落，在空中的伏羲琴旁，一道古朴大鼎开始显化真身神农鼎。既然宫阳景身后的是伤，只要是伤就一定可以治好。神农鼎作为上古10大神兵中炼丹疗伤最顶级的神兵，韩战打算试一试。看到韩战召唤出的第2个奇怪兵器，宫阳景的妙目里闪烁着光彩。你还真是不断在给我惊喜啊！作为一个灵气师，你是如何做到契约2个气灵的？不愧是8阶至强者，宫阳景一眼便看出了韩战这2个不同神兵的气息差异，从而判断出韩战契约了2个气灵。难道你的老师没有教导过你，不要轻易在外面暴露这些，否则的话你会很危险？韩战没有说话，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的能够治疗好宫阳景，那么他在宫阳景眼中的身价将会直线上升。最开始的自己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战斗辅助，宫阳景敢轻易说出不同意就杀死这样的话来。但当发现自己能够通过伏羲琴压制身上隐疾的时候，哪怕韩战在宫阳景后背抚摸，这位8阶至强者也只能强忍着杀意，说出弄瞎眼睛这种程度的威胁。由此可见，韩战的价值在宫阳景眼中不断上升，他的性命安全更有保障。证明价值，这是一种变相投资。韩战想到这里，在他的催动下，神农鼎已经开始大肆气吞山海，将之前被宫阳景杀死的数以亿计的医邪奇幼蛇通通都吸收进鼎中。被吸入鼎中的是那些尸体还未完全消散的灵能。蚊子再小也是肉，更何况是数以亿计的虫族，所蕴含的灵能也已经达到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是长生公司，他就无法做到神农鼎现在做的事情。从数亿虫族材料里面提炼灵能，不说这样做的可行性有多低，时间成本有多高，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选择那么干。但对于神农鼎而言，却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宫阳景能够感受到那天空中高悬的古鼎正在将数亿医邪奇幼蛇的血肉吸入鼎内。他不知道韩战想做什么，也能感受到神农鼎中逐渐澎湃的灵能，于是暂时没有继续开口打扰韩战。当吸取了全部医邪奇幼蛇尸体的灵能以后，韩战再次催动神农鼎，这一次要使用的是神农鼎刚刚觉醒的3阶天赋生灵造化。韩战双手快速掐诀结印，神农鼎从顶口朝上的姿态瞬间倒转成顶口朝下的姿态，他不偏不倚，刚好高悬在宫阳景的头顶正上方。生灵造化，随着韩战一声轻炸，浓郁到极致的白色雾气开始倾泻住，灌顶般全部注入宫阳景体内。生灵造化作为神农鼎的最强恢复手段，让宫阳景8阶至强的身体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恢复之力。他感受到这磅礴的恢复之力全部都朝着自己的后背涌去，不仅如此，连同他体内一些陈年暗疾和旧伤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9阶重地眼留下的窗口也正在极缓慢的恢复。宫阳景现在整个人就像是被泡在了温暖的泉水里，全身暖洋洋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席卷全身。当神农鼎灌输完最后一口灵能，结束灌输以后，宫阳景甚至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很快他反应过来，下意识摸向自己的后背，原本那个骇人的伤口在生灵造化的治疗下竟然已经比原来缩小了至少1半，连黑气重新凝聚的速度都更缓慢了许多。能治好？
公羊井不可思议地站起来，转身看向身后的韩战。韩战看到他直接转过来，也是老脸一红。那个，你先把衣服穿好。韩战不完全是正人君子，他单纯是怕公羊井醒悟过来后把自己杀了泄愤。事实证明是他多虑了。在证明自己有能力治好公羊井的顽疾之后，韩战的身价在公羊井心里一下子又提升了许多个量级。再来一次。公羊井不复淡定，迫不及待地催促韩战道。韩战当即摇头道：生灵造化哪是那么简单就能施展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用天赋吞噬了亿万虫族血肉才能够获得的灵能，现在想要再施展一次，除非再给我弄这么多血肉来。不是要去劫杀一邪奇幼蛇吗？我们现在就去。公羊井下意识道。八阶打手，这不就有了吗？一邪奇战场入峡口，在这里有灰黑色潮水疯狂涌入。监测到这一画面的无人机迅速将信息传回统战部。入峡口监测到大量一邪奇幼蛇涌入。荒海平原监测到大量一邪奇幼蛇涌入。统北山谷监测到大量一邪奇幼蛇涌入。一连串的消息传回，统战部内的指挥官们一个个眉头紧锁。不太妙啊，这些一邪奇蛇潮还是发现的太晚了。前线战损太大，城治市的小队大多在正面战场，能够抽身去完成断子绝孙任务的小队不多，任务失败率很高。关山呢？有他和气灵在的话，用移山填海天赋把这3个汇入口通通堵死不就行了？关山上将已经被调往别处，他的天赋你们是知道的，很吃香，各个战线上都有急切需要，基本不可能驻守某处。第2战区统战部，林金玄背负双手，盯着手中的一份份即时战报，眉头紧锁。一邪奇战场是今年年关前的最后一次大型会战，这场战斗只能胜不能输。但狡猾的一邪奇蛇族显然也摸透了大夏人类，不仅在正面战场倾巢出动，还和其他几个大型虫族相互配合，对边境权限造成巨大压力。7阶、8阶的顶尖战力现在都已经被同等阶的虫族拖住，5阶、6阶的灵气师和气灵也大多在正面战场上中流砥柱，脱不开身。3阶、4阶的战斗灵气师们面对这种程度的蛇潮汇入，也做不到改变战局。虫族这是有备而来。林金玄看完手中的各个战报，若有所思。他们逼迫我们不断将高阶战力派往前线，这个举动虽然很隐晦，但在我看来已经十分明显。投鼠忌器，他们越是这样，甚至不惜被我们扩大战损比，我们就越是要当心提防对方隐藏的手段和暗招。和第8战区通一次性电话，告诉他们暂时不动用。是。手下应了一声，有些欲言又止。林金玄的做法是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做出的判断，但不是每个人都和他一样。林帅，如果被这3波一邪奇幼蛇汇入战场，我们的中低阶灵气师恐怕会有极大死伤。快进年关，他们也应该有活着回去过年的权利。林金玄的脸上看不出神色变化，他只是看着画面里那些疯狂提速的灰黑色潮水，目光平静。上战场就是会死人的，明天是他们，后天是我们。如果连这种觉悟都没有的话，等一等，那是什么？林金玄忽然打断了自己说的话，他抬手，目光敏锐地看向了其中一个画面，把入峡口的画面放大。入峡口的画面被放大，里面出现了一个白发黑衣的劲装美女，她脚踩着一柄巨刃，如同定海神针般插进了势不可挡的汹涌蛇潮中。公羊井前辈，先让我去。入峡口，韩战拦住了打算直接出手的公羊井。听到韩战的话，公羊井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你确定？我确定。眼前数不清的一邪奇幼蛇汇成汹涌潮水，韩战居然提出自己先上，他绝对是疯了。公羊井见韩战坚持，也不再说话。有自己在旁边，就算他真的疯了，自己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他捞出来，保他性命无虞。这就是来自8阶至强者的自信。韩战二话不说，一个纵身跳进了茫茫蛇潮之中。他没有忘记这次特意到前线战场上来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还是要淬炼自身，变得更强。为了达到淬炼自身的效果，韩战已经提前摘去戒指。来吧。韩战战意澎湃，看着数十数百亿的一邪奇幼蛇，他就像一块毫不起眼的小石头，投入汹涌澎湃的海中，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韩战刚一进入，他体内的白色气流就开始激荡滋长，保护住身体的几处关键部位。8极拳随即脱手而出，轰轰轰！韩战全力出拳，所有被他拳头击中的一邪奇幼蛇都被瞬间打爆成血雾。更多的一邪奇幼蛇扑了上来，生死之间，九死一生。韩战忘记了一切，只剩下本能的出拳。白色气流从一开始的淡淡稀薄，也随着战斗时长的不断增加，而愈发变得浓郁起来。5分钟后，韩战一个猛子跳出蛇潮，刚才那股拼命凶狠的劲荡然无存。公羊井前辈，救！公羊井听到韩战的声音，他冷哼一声，虽然不喜欢这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但毕竟还要用到韩战的地方，他当即纵身一跃，也和韩战一样跳入蛇潮之中。这个时候，也就是林金玄他们在统战部画面里面看到的那一幕，白发黑衣的劲装美女公羊井脚踩着一柄巨刃，如同定海神针般插进了势不可挡的汹涌蛇潮中。轰！
天雷地动，一剑之下，整个潮水都好似断流，从中被截成了两半，数不清的血肉齑粉被瞬间融化。这还只是公羊颈的一剑之威。公羊颈提手抬剑，高高跃起，就要对伊邪奇右蛇潮挥出第二剑时，调息好的寒战却先他一步，再次冲进了蛇潮中。公羊颈嘴角微微抿了一下，颇为不爽的收剑停下。明明可以秒杀的活，却因为寒战的这番操作拖延许久。不过他还真是够拼命的。公羊颈回想起刚才寒战毫不犹豫冲入蛇潮的画面，似乎回想到了曾经的自己。不经历生死之间的砥砺，注定无法成为强者。既然你想要成为强者，那我做个顺水人情又何妨？反正到最后，你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来自极恶之城的女魔头，公羊颈自言自语到这里，他舔了舔唇角，笑道。另外一边，寒战攻深入蛇潮，已经又过去6分钟，这次比上次还久一点。寒战老样子跳出蛇潮，再次高声呼救：“公羊颈前辈，救！救！”才6分钟，救什么救？不准这么快出来！给我继续！公羊颈坐在一旁的巨石上，翘着美腿，看着寒战又一次跌入蛇潮。男人就是得持久，小弟弟，你还得多练一练才行。寒战第 N 次潜入蛇潮里去时，一股久违的感觉终于涌上心头。8级拳第3级升级级锁解开了，第3层级锁解开，原本淡薄的白色雾气，现如今已经浓郁到了一定程度，它甚至可以化作一具铠甲，包裹住寒战全身。斗气化铠，斗气化马。寒战下意识吐槽了一下。不过升级解锁之后，寒战整个身体的强度又上升了一个大档次。当升级打开以后，寒战的速度、力量、防御都巨幅提升，不仅如此，还多出了一份恢复力，只要不是重伤，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这也为寒战近战交手中提供了多一重保障。在解锁升级之后，寒战又一次坠入蛇潮，这一次他足足坚持了15分钟。15分钟之后，是公羊颈不放心，把他从蛇潮里面捞了出来。你变强了。公羊颈看着身上有些狼狈，但整体并无大碍的寒战惊奇道：“明明还是3阶灵气师，但气息上给人的感觉却更加强大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但作为8阶战斗器灵，公羊颈绝对想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叫寒战的年轻人不简单。”入匣口，伊邪奇右蛇的尸体铺了厚厚一层，淌出的血已经汇成小河，潺潺流向远方。呼，寒战彻底放松下来，激动地看着公羊颈道：“伊邪奇右蛇都被消灭了，我们2个真厉害。”公羊颈没有理他，看上去好像寒战的画面更多，实际上他总共杀死的伊邪奇右蛇估计连1%都没有。公羊颈总共出了13剑，13剑之后，整个入匣口干干净净，除了蛇尸再没有其他。疗伤。公羊颈把破灭巨刃插在身旁，盘腿坐下。他刚准备脱下衣服，忽然想到什么，抬起头看向天空中。他冷哼一声，随意弹指，很快几道微弱的爆炸声从高空中响起，监视器里的画面骤然屏幕这边的统战部成员都被吓了一跳。他发现我们了，太可怕了！只用了13剑就把数十亿的伊邪奇右蛇尽数斩灭。他旁边那个年轻人是谁？看着也不像是他的器灵啊。这你就不懂了，有些强大的器灵就是喜欢老牛吃嫩草，年轻人嘛，在某些方面更有活力。话题越聊越歪，林金璇没有参与他们的交流，以他的脑中记忆库，当然不会不知道画面里的女子是谁。极恶之城女魔头公羊颈，8阶器灵，1个月前刚和魏庆交过手，被魏庆夫妻联手击败。本以为他已经离开伊邪奇战场，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没有走远。没有走也就算了，他竟然还和小师弟混到了一起。后边的话林金璇没有说。公羊颈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他是人命如草芥，本性凉薄。寒战只有3阶实力，落到公羊颈的手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不是俘虏和被俘虏那么简单，或许是我多虑了。林金璇缺少关键信息，暂时还不清楚寒战和公羊颈之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他都会按兵不动，在其位谋其事。即便是老师新收的弟子，也不能让他例外。过了一会，有其他监控飞行器拍摄到了2人的最新画面。这次是荒海平原，因为是第2时间抵达的，此时的荒海平原已经彻底被蛇潮淹没。有了第1次的配合经验，寒战已经不用再和公羊颈打招呼，第一时间跳入蛇潮之中。除了8级拳的熟练度在不断提升，还有2样东西也在稳步提升。一个是境界，神农鼎吸收数十亿伊邪奇右蛇，大部分灵能都被生灵造化耗尽，但还是有少部分灵能被截留了下来。这些灵能通通都被神农鼎反哺给了寒战。不要小看这一小部分灵能，那可是能够治愈9阶重地伤的灵能体量。寒战原本3阶的境界，也在这样的反哺中往上提升了1小节。按照现在的进度，只要再来2次，他绝对可以迈入4阶。第2个则是伏羲琴刚刚觉醒的第3个天赋摄灵驱魄。摄灵驱魄对应的3阶琴曲古意残阳，被杀死的灵魄都会被拘役，成为古意残阳阵中被驱使的战灵。眼下虽然是公羊颈击杀了伊邪奇右蛇，
但是伏羲琴也借着公羊颈这阵东风，聚意到了数十亿一邪其右蛇的灵魄，转化成为战灵。麻雀再小也是肉，更何况数十亿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有公羊颈这个超级打手在，摄灵驱魄的上限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飞速拔高。极恶之城的女魔头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羊毛都快被薅秃了，如果让她知道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很快，第二个战场也在他们俩的合力清理下彻底扫除一空。整个荒海平原一望无际，全部都是灰压压一片的蛇尸，场面震撼无比。吸收炼化尸体，生灵造化治疗，军事化行动一气呵成，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第3处地点。路上一直没有开口的公羊颈突然开口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继续像前2次一样，继续这么锤断自身下去。”为什么？对于修行方面的问题，韩战一直很虚心。面对公羊颈这样的8阶大佬，他从善如流地问：“因为习惯，当一处险境变成某种习惯，你的身体机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后，生死之间的砥砺将不会有意义。”公羊颈不愧是公羊颈，我才刚刚感觉到生死之间那股白色气息的增长速度变缓慢了，他就看出了这些来提醒我。韩战心中凛然，8极拳追求的是在生死间砥砺拳道，养绝境不屈之意，生生不息之气。但如果一个绝境被反复经历，那也就无法再被称为绝境。甚至于不夸张地说，韩战已经足可以在如此蛇潮中独自一人坚持存活超过1个小时，在这里面继续锤断的确已经毫无意义。想到这里，他于是点点头道：“好，那我们下一处快速解决。”与此同时，韩战心里面想到很严重的一点，忍不住哀嚎：我要怎么才能从女魔头手上逃脱？不会真的要被她抓走回去当压寨丈夫吧？第3处，桐北山谷内。此时的桐北山谷一片死寂，韩战正盘膝而坐，神农鼎显化头顶，将所有蛇尸吸入，炼化灵能。公羊颈坐在他的正前方，韩战的手正按在自己肩膀上的伤口处，习惯了这个举动后，公羊颈已经不再有杀意涌现，真滑真嫩，不知道是怎么保养到这么好的。韩战下意识地想，他连忙收敛心神，专心致志。9阶重地留下的伤，包裹其周围的黑气已经尽数消失，只留下最后一根漆黑色的小刺。韩战正是触碰到这枚小刺，他的脑中开始不受控制地出现旖旎画面，眼的攻击有控人心魄的效果，这一点和伏羲琴很像。韩战当即唤出伏羲琴，清新散的琴音在四周萦绕，让他从那种色欲中暂时清醒过来。必须要尽快把这根刺给拔出来了，否则的话，我要是真被控制做出出格的事情来，那可是8阶气灵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韩战心中凛然，他紧咬牙根，开始对最后那根漆黑小刺发起攻势。灵能从他右手喷涌，在神农鼎的加持下，尽数涌入公羊颈体内，试图将他逼出。感觉受到威胁以后，他竟然出人意料地转移了位置，从左肩胛骨转移到了正前方。韩战，拔还是不拔？公羊颈眼神微冷，漆黑小刺的反应让他感觉到了钻心刺骨的剧痛。他咬牙道：“拔！诺，是你让我拔的，真不是我要故意轻薄你啊！”韩战咽了口口水，狠下心来，猛地抓了下去。3分钟后，他意犹未尽地拔出漆黑小刺，握于手中。漆黑小刺还在挣扎，一道破灭巨刃砸下来，将他狠狠地斩碎成了齑粉，彻底消散。破灭巨刃一击命中，他忽然剑刃改变方向，抵住了韩战的喉咙。大姐，你又来，是你让我拔的呀！韩战被破灭巨刃威胁，他大喊道：“我是让你拔，但是你拔上瘾了，数秒钟便能解决的事，你拔了3分钟，这能怪我吗？那可是9阶重地留下的刺，他在你体内隐藏愈深，想要将它拔出来，怎么可能数秒钟就做到？”公羊颈抿了抿嘴，虽然知道韩战说的大概率都是真的，但他作为8阶至强者，如果什么都不做，倒显得自己心甘情愿被韩战轻薄一样。想到这里，他握住剑柄的手又是一紧。2个选择：一，现在就跟我签订契约，然后和我回极恶之城举办婚礼，从此以后你我便是夫妻，我也不追究你这事。2，和那些一邪七蛇族一样，死在我的剑下。我选1。韩战高举着双手，毫不犹豫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保命要紧。”听到韩战的回答，公羊颈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把破灭巨刃收了回去。那我们现在就签订契约吧。在这里，韩战下意识问：“怎么，你反悔了？”没。韩战连忙否认。他刚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体内一阵悸动，茯苓心智般的有什么东西被打破。神农鼎的反哺到了，灵能突破3阶上限，此时此刻水到渠成。4阶，韩战整个人实力更上一层楼。距离他觉醒成为灵气师才刚刚过去1个多月，就跻身4阶，这样的修为速度已经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对于韩战的突破，公羊颈没有太多感触，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和韩战签订契约，绑定锁死，让他逃不出自己手心。就在他们准备签订契约之时，突然轰的一声，整个桐北山谷被夷为平地，一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恐怖蛇头出现在了上方。那是一只8阶蛇皇。魏庆看着眼前的2只8阶蛇皇尸体，默然无语。
每一只八阶一邪骑蛇皇都堪比一座巨型山脉，它们倒下的地方更是直接化作一片废墟。另外2只给跑了，还不是你没用，没多久就萎了。女性嘲讽的语气从她手中的血色拳套上响起。臭娘们，等一邪骑会战打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卫青立马不服气地反驳：七，谁知道你去深蓝市那10几天有没有在外面养小妖精？就凭你！2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互相对着，但卫青的速度丝毫不慢，一道血红色的身影划破天穹，如同赤贯星般追着远遁而去的一邪骑蛇皇。韩战这边看着突然出现的8阶一邪骑蛇皇，被再次打断的公羊井有些面色不愉。区区一只8阶蛇皇也敢来打扰我的好事，找死！公羊井如今身上的暗疾去除，整个人精神状态一下子恢复到巅峰。作为 SSS 级强大天赋的女武神，她现在重新跟卫青夫妻交手也未必落入下风。随着公羊井话音刚落，似乎是为了对他的话进行回应，又是轰的一声巨响。另外一只8阶蛇皇出现在了另外一边，韩战不着痕迹地遮住了重新戴上的9阶重剑。无需多言，即便是极恶之城的强者，在遇到虫族的时候，双方也是不死不休的画面。公羊井抽身出剑，根本没有一丝犹豫。他渺小的人类身影逆行而上，和盘旋在万丈高空中的一邪骑蛇皇形成鲜明对比。铮铮铮，飘渺的琴声响起。韩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唤出伏羲琴，给公羊井身上上了一层一层的 buff。韩战的举动让公羊井冰冷的眼神微微一暖，没想到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不顾安危的给我战斗辅助，看来他是真心想要和我完成契约，不是随口说说的。正打算伺机逃跑的韩战，在感受到公羊井突然投来的目光时，他的身形一顿。都已经给你加 buff 了，应该不至于打不过吧？只要你们打得再焦灼一点，我就可以找机会逃。韩战心里的碎碎念还没结束，战意和战力双重暴涨的公羊井已经使出全力一剑，这一剑横贯整个天空，让其破开了一个巨大豁口。一剑裂天，轰隆隆，天地异象。公羊井的剑割裂苍穹，砍在8阶蛇皇身上，也是渐渐飙血。本该势均力敌的双方突然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这样的情况让一邪骑蛇皇始料不及。如果不是感受到了9阶重地的气息，他们也不会贸然选择这样一个逃遁方向。没想到9阶重地没找到，反而是遇到了一个实力丝毫不逊色于卫青的女煞星。8阶蛇皇已经有堪比人类的智慧，审时度势之下，他们当即做出判断：跑！不是8阶的一邪骑蛇皇不如公羊井，而是双方在战力方面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公羊井这边，他本来身体存在暗疾，影响发挥全部的实力，如今暗疾全消，恢复巅峰，又有寒战伏羲琴增幅，如虎添翼。反观8阶一邪骑蛇皇，他们本身就和卫青交过手，消耗了一部分实力，又长途奔逃，一身实力发挥不出50%，这才被公羊井死死压制。公羊井看到他们想逃，哪里会就此罢手？破灭巨刃光刃连斩，半圆形的月光气刃从高空坠落，砸在一邪骑蛇皇山脉之躯上，连续发出巨响。一邪骑蛇皇吃痛，可无奈自己身形庞大，原本仗着身形优势随意碾压的对手，在遇到灵活的强者之后，就变成了只能被动挨打的劣势。公羊井连续输出，寒战伏羲琴声连续不断的响起，帮他维持龙翔操增幅状态，并不断恢复灵能。双方虽是第一次联手，合作起来却顺畅无比。最终随着轰然一声，整个大的都震颤了几下，一颗比山还要巨大的蛇头从半空中滚落下来，狠狠砸在了地上，掀起一阵狂风尘土。8阶一邪骑蛇皇先倒一只，另外的一只更是独木难支，很快就也陨落在公羊井的剑下。信手斩蛇，击败2条蛇皇，公羊井整个人依旧保持着满血状态，战意盎然。他此时的心情十分愉悦，看向寒战眼神里很是满意。没过一会，卫青也抵达战场，无他，这里的动静太大，想要忽视掉都很难。怎么是你？看到对面的公羊井，卫青很是诧异。不应该啊，公羊井的实力他是清楚的，毕竟2个人1个月前刚交过手，那个时候的公羊井虽然也能杀死这2条8阶蛇皇，但绝不可能这么轻松。然后卫青就看到了公羊井身旁站着的那个男人。小师弟，卫青失口喊道。听到卫青喊自己，寒战脸登时一黑。大师兄，你是真的满脑子都是肌肉，一点智商都没有的。果然，听到卫青的喊声后，公羊井的神情一下子变得警惕起来，直接站到了卫青和寒战的中央，断绝了他们接近的可能。完了，寒战本来都快要靠过去了，结果横生枝节。你干什么？放开我小师弟！卫青还没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一个箭步冲上来，就要把寒战强行带走。公羊井横剑拦在身前。你的小师弟？果然，我就说，能被我公羊井看上的男人，又怎么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灵气师？居然是你的学生，看来我这趟是捡到宝了。面对步步紧逼的卫青，公羊井丝毫不让。他现在即使还不是卫青的对手，但双方交手下来，他也能够确保自己带着寒战全身而退。寒战他已经是我的压寨丈夫了，马上就会跟我回极恶之城。公羊井的话让卫青惊得眼睛一瞪，不可思议。
他没有听错吧？极恶之城大名鼎鼎的女魔头宫杨景，竟然要抓自己的小师弟去当压寨丈夫，这是个什么展开？魏庆还要打算说些什么，已经被旁边衣着红艳的中年美妇揪住了耳朵。不会说话你就赶紧给我闭嘴吧。宫杨锦，你不是我们2个人的对手，赶紧把人放了，还能让你安然离开大夏。您这也不会说话？韩战听得两眼一黑。宫杨锦已经一把将他揽了过来，来了个紧密的贴贴。韩战陷入温柔乡中，感受着鼻尖的馨香，连忙抵住舌尖，让自己坚定意志。我就不放，你们能奈我何？宫杨锦略带挑衅道。双方僵持在了这里。大师兄，你先别管我。韩战好不容易把埋着的头抬起来，对魏庆说道。一邪旗会战在即，你作为第一战区的负责人，理当在正面战场，不用为了我这点小事分散精力。你小子不会真的想要跟他回去吧？魏庆听到这里，虎目一瞪，恨铁不成钢道：家里有那么多小娇妻还不够，家没有也香是不是？你别管正面战场，我能够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就证明了正面战场现在尽在掌握。一邪旗蛇族总共就4头8阶蛇皇，被我杀了2头，又被宫杨锦杀了2头，再加上蛇巢孵化的幼蛇都被你们提前截杀殆尽，正面战场已经毫无压力，胜利只是时间问题。魏庆的话让韩战松了口气。4蛇5入下来，好像韩战和宫杨锦2个人解决了一邪旗会战上一大半的难题。就在这时，整个一邪旗战场上面忽然一下子地动山摇起来。用负责监视的无人机俯瞰战场，可以看到所有一邪旗蛇族的尸体，以及战场上所有人类灵气师和器灵的尸体，在这一刻全部沉入地底，消失不见。连同那4头8阶蛇皇也是一样。一道赤红色的光阵出现在所有人脚下，这道光阵横贯东西南北，将整个人类战场和一邪旗蛇族战场通通囊括进去。繁复古朴的赤红色纹将整个一邪旗会战战场映照得鲜红无比。轰隆隆隆，抵御了数月之久的玉门关随着这剧烈的晃动突然裂开一道豁口，然后是2道、3道，玉门关破了。崩裂的土地下，无数沙土被吞噬一空。一个比8阶蛇皇还庞大了数10倍的狰狞蛇头出现在了玉门关原本陷落的位置。亿万生死献祭大阵，这气息是一邪旗蛇族的9阶蛇帝。所有人脸上前所未有的凝重。亿万生死献祭大阵不是虫族的本事。当看到此阵时，不少知道内情的人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人类叛徒！魏庆看着脚下那些不断升腾而起的赤红色光芒，他的目光中带着愤怒和痛恶。韩战在林金玄的笔记里面曾经看到过有关亿万生死献祭大阵的介绍，那是一个由人类强者创造的特殊阵法，它的作用也很简单，顾名思义，便是由亿万生灵死亡以后被献祭获得的灵能全部都汇聚到阵眼中心上。此阵所能达到的上限和被献祭的数量、质量、修葺相关。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一邪旗会战的战场上会被人提前刻画好了这样一座大阵。大阵是什么时候布下的？布下大阵的人是谁？他们和虫族合作了？这些疑问无人回答。一邪旗会战打到今天，数百亿一邪旗蛇族丧命，数万人类灵气师牺牲，而现在又有4头8阶一邪旗蛇皇陨落，这些祭品都被献祭给了阵眼。那是阵眼中央是一颗巨大的蛇头，它不是活着的蛇，而是白骨。先是蛇头，接着是蛇身、蛇尾，在无形力量的操纵下，一条完整的天蛇出现在众人眼前。天蛇是一邪旗蛇族修为最高者，统御整个一邪旗蛇族的存在最强大的9阶重地实力。一邪旗蛇族的9阶重地在100年前就被老师斩杀于战场之上，没想到竟然被人偷偷运到了玉门关下，还被做成了亿万生死献祭大阵的阵眼，真是好大的手笔。一邪旗蛇族的9阶天蛇是老师李叔同当年斩杀的9阶重地之一，难怪那些一邪旗幼蛇感受到自己借着气息的时候会变成那样。韩战恍然大悟，这献祭大阵吸收的献祭之力正在修补那头天蛇的肉躯，一旦被他修补完成，即便是你我联手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宫阳锦仰着头，同样在看那里。他说这话时握紧了手中的破灭巨刃。来不及了，魏庆，撤离！通讯器中林金玄的声音响起。战场中的惊变，统战部已经第一时间进行推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30秒后9阶天蛇就会被亿万生死献祭大阵复活，重回巅峰。30秒的时间全力撤离的话，以8阶灵气师的实力还是勉强可以做到。不能退。魏庆拒绝了林金玄的建议。魏庆，你是第一战区的负责人，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一场本来必胜的仗，因为某些人类混账的背叛，让局势瞬间崩塌。固若金汤的防御居然是从内部开始被攻破的。林金玄，给你，你气不气？魏庆冷着一张脸，已经年近50的中年男人，这个时候浑身散发着一种恐怖的威势。战死的可都是我第一战区的人，这群混账东西不可能让他们如愿，绝无可能。感受着这股威势，一旁的宫阳锦微微侧目。原来之前和自己交手切磋的时候，魏庆一直没有使用全力。魏庆扔掉了身上的通讯器，作为一个纯粹的武夫，
他想要试试。他的气灵瞬间幻化，魏庆一步踏出，整个人飒沓流星，化作一道红色赤炎。在他身上，白色的气息笼罩全身，比之寒战浓郁了不是一点半点。生死之间，魏庆师从李叔同，同样会8级拳，能够把8阶至强者逼进生死之间的绝境，也就只有和9阶的战斗了。他的速度不可谓不快，肉眼难以捕捉的红色残影，白色气息在天际划过一道尾焰。恐怖的权势带着风压，滔天火焰地动山摇，8阶天赋加上8级拳的至强一击，一拳轰在了天蛇白骨之上。轰隆，天空划过一道惊雷，深紫色的劫雷照着魏庆的方向硬劈下去。这一击凝结着9阶天蛇的天赋神通，一旦命中魏庆，后果不堪设想。蓦地，一道白色光影的巨大传送门出现在魏庆上方，深紫色劫雷刺入光影巨门之中，消失不见。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影出现在魏庆的身旁。第2战区负责人林金玄。魏庆，你真是个莽夫。林金玄看着战意熊熊燃烧的魏庆，忍不住骂道。魏庆浑不在意的咧嘴一笑，你掩护，我全力进攻，简单粗暴，但是有效。魏庆的天赋侧重攻伐，全力攻击下，不要说8阶，就算是9阶，硬接下来也足够喝上一壶。现在趁天蛇还未完全成型，这个时候破局正是时候。魏庆虽然莽，但他不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他不会干，他只是喜欢博那最后一线的生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被李叔同选中，成为自己的第1个弟子。魏庆在拼命赌命。林金玄的天赋和空间有关，他不再言语，双手凝结法印，旋即一道巨大的白色传送门出现在天蛇头顶。刚才消失了的那道劫雷狠狠劈在了天蛇的白骨头颅上。林金玄用他的行动替魏庆兜底。公羊井前辈，我想去帮他们。韩战看着前面把自己护得好好的公羊井，忍不住开口道。在得知韩战的真实身份以后，公羊井也不好阻止，只是出言提醒道，你可以继续弹你的琴，但必须躲在我的后面，我尽量护你周全。韩战的伏羲琴作为超级战斗辅助，其效果毋庸置疑。他当即坐下，弹奏起用来增幅的龙翔操。一经弹奏，韩战只感觉到自己的灵能在被长津饮水般吸入琴中。100%全力爆发状态下的魏庆和林金玄实在是太恐怖了，想要增幅他们，对韩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好在他已经突破4阶，在持久力上又有提升，勉强支撑。有了韩战的辅助，魏庆和林金玄默契配合，9阶天蛇头骨上肉眼可见的开始出现一道裂痕。还有15秒，裂痕不断扩大，几乎占据整个头骨。还有10秒，天蛇吸收亿万生死献祭大阵的灵能，血肉修复已经抵达头部。还有5秒，整个天蛇头部已经破碎不堪，还只需要一拳就能够将其轰碎。最后1秒，天地倒转，填海移山，一道冷漠平淡的声音在所有人上方响起。关山。林金玄手中绝印变换，带着魏庆一起飞速后退。在他们退出千里距离的那一刹，原本9阶天蛇附近千里之地突然被蓦地合上。是的，合上。一颗硕大无比的土球包裹住了9阶天蛇，凌立在地界上空。移山填海，有此天赋者，大下关山上将也。我早该想到，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将9阶天蛇骨埋葬在玉门关，并在这里设下亿万生死献祭大阵的，就只有你关山最有可能。但是因为这个答案太过震惊，也太过不可思议，林金玄并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可能推究下去。魏帅、林帅，你们2人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呢？飞在半空中的关山带着黑框眼睛，面色上看不出什么变化，更像是一个木讷的30岁中年人。如果你们不试图破坏天蛇尸骨，我就不用被逼现身。这样的话，我还能继续为大夏服务，为所有前线建立稳固防线，至少我明面上的身份不会被戳破。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关山的语气里面带着可惜，但对对面的魏庆和林金玄而言，他们更加震怒。关山是上将级别的灵气师，仅次于他们这些各大战区负责人，更有着 SSS 级天赋移山填海，用接班人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是这样一个珍惜人才，却做出这种背叛人类和虫族合作的下作事情。是你，是我。关山的实力并不弱，虽然不如魏庆和林金玄，但拖住他们几秒钟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在移山填海的防御帮助下，9阶天蛇已经完成最后的复苏，整个空气里面都弥漫着9阶虫族的强大威压。韩战神情凝峻地问公羊井：“前辈，你对剑道的了解如何？”公羊井不明白为什么韩战会在这个时候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还是回答道：“8阶以下，无人可与我相比；8阶以上，可以一较高下。”这个回答很自信，但这是事实。公羊井作为极恶之城大名鼎鼎的女恶人，她的剑道的确数一数二。前辈，眼下这个情况，9阶天蛇复苏，凭我们这在场的4个人联手抗衡，有几成胜算？韩战又抛出来一个问题。看着化身问题宝宝的韩战，公羊井只能继续快速回答道：“凌城十死无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问完以后咱们好一起做个明白鬼。那可是9阶天蛇，
当年差点把大夏整个覆灭的巅峰虫族，即便是3个8阶对上，也毫无胜算。韩战点点头，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公羊井前辈，如果你和我签订契约，能够活下命来，但代价是漫长的沉睡，你愿意接受吗？公羊井十分诧异，然后遵从本心的说道：和你契约本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9阶天蛇降世，我们拒语于此，我无法甘心。如果有活命的办法，我愿意尝试。公羊井是8阶至强者，韩战才4阶，但公羊井对韩战却有着没来由的信心。他连9阶重地眼留下的暗伤都能驱除，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也不无可能。在得到公羊井肯定的回答之后，韩战再不迟疑，猛地跺脚，契约法阵从他脚下蔓延开去。公羊井整个人站在法阵里面，璀璨耀眼的光芒将其笼罩。韩战和公羊井的动静吸引了场中其他人的注意。卫青和林金玄不明白这生死关头，韩战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契约公羊井。关山则是不在意，在他看来，除非这个时候李叔同亲临，否则的话，任凭这群人怎么折腾，都不可能战胜复苏的9阶天蛇。这是一个局，一个必杀之局。记住我们的名字，破晓。关山说这话时，在他的身后，巨大土球破碎，一条完全体巅峰期的9阶天蛇展露在众人面前。9阶威势之下，连动弹都变成奢望。就在这时，韩战和公羊井完成了契约，他的眼睛骤然变成金色。嗡！整个空间内无形波动铺开，将公羊井笼罩的瞬间，心意相连。他忽然明白了，韩战之前为什么要问那3个问题。韩战4阶灵气师，能力神兆关我，天道大同，神兵天降，神兵天降，强制唤醒在本世界并未觉醒的上古神兵，赋予其神魂。限制要求：被赋予神魂对象必须为同样兵器，且有极深造诣。若被赋予者无极深造诣或境界低，神魂融入其中，将直接毁其肉身，承载不住，灰飞烟灭。若被赋予者可承受神魂，但灵气师本人境界不够，则在显化一次后陷入沉睡封印，直至灵气师境界提升至要求。若被赋予者可承受神魂，灵气师本人境界足够，则100%完成神魂赋予，神兵天降。韩战突破4阶，终于觉醒了新能力神兵天降。这个能力很强大，限制条件也极多，甚至如果韩战不是穿越者，他压根就不知道上古神兵有哪些，更不用说唤醒和赋予神魂了。眼前公羊井和他完成契约后，神兵天降也被韩战立刻催动。韩战要召唤和赋予的神魂便是10大上古神兵之一旷世神剑。剑鸣轩辕，天空中的云气尽数消散，极高处一柄大到难以想象的剑尖落下，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其内蕴藏无穷之力，为斩妖除魔的神剑。9阶天蛇在如此气势下，也低下了他不可一世的头颅。直到这时，韩战的声音才在众人耳边清晰响起，记住他的名字，轩辕剑。轩辕剑神魂落下，尽数纳入公羊井体内，他手中原本那柄破灭巨刃开始寸寸崩裂，包裹着剑身的外部掉落，整个剑的尺寸大小缩水了2/3，此刻却化作了先前看到的轩辕剑神魂模样。公羊井 SSS 及器灵，幻化形态轩辕剑，神性圣道之剑。公羊井握住了轩辕剑，他整个人的气质陡然发生改变，黑色的衣服外全部被金光笼罩，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如9天圣女降临人间，吸收了轩辕剑神魂。公羊井的强大气息甚至碾压了9阶天蛇，面对这个右手持剑的人类，9阶天蛇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沉睡100年，竟然会惧怕一个小小人类，他发出愤怒的咆哮：圣道之剑，斩！公羊井抬手挥剑，赤亮剑芒凝缩，极致成一个光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只是在复苏的9阶天蛇头颅上同样多出了一个光点。画面定格在了这一秒，关山眼神晦暗，他刚要有所动作，只见手脚身躯都被一道半透明光环束缚。林金玄出手，魏庆默契跟上，一拳轰在了他的脑袋上，他挣扎一下，十分干脆的昏迷过去。此时的天蛇已经彻底丧失9阶气息，从天空中坠落下来。林金玄二话不说，大手一挥，天蛇尸骨也跟着一起传送离开，消失不见。等他们做完这些，才有功夫看向身后的韩战。韩战身边挥出那一剑后，公羊井心满意足的眼神看向韩战，再然后他整个人怦然化作无数金光，融入进轩辕剑中，彻底陷入沉睡。这是代价。韩战没有跟他们解释太多，所有人都没有死，叛徒和天蛇危机成功解决，天剑斩天蛇，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他竟然能够为你做到这一步，这和传闻中的女魔头有些不太一样。听着魏庆的感慨，林金玄默然摇头，如果不是你们的话，大夏今日必然遭受巨创。韩战干得不错，但我们还有事情要继续完成。随着林金玄的话，众人看到身下崩塌的玉门关外，茫茫多一邪骑蛇族正疯狂发起最后冲锋，没了玉门关的拦住，他们和人类灵气师短兵交接。这是一邪骑会战的最后一战，亦是终章。韩战将轩辕剑小心收起，
却发现无法放入须弥空间，于是便问师兄讨来一个剑匣，背在了身上。放心吧，我会不断提升突破，直到实力能够匹配，将你唤醒。他对公羊景说完这些之后，又转身看向卫青，师兄，我们一起回战场，结束这最后一战。卫青点点头，好。没了蛇巢补充增援，没了4头压阵的8阶蛇皇，9阶天蛇短暂复苏，又被轩辕渐渐斩。正面战场上，亡命冲锋的一邪骑蛇族迎来了他们生命的终点。大夏战斗灵气师愈战愈勇，一邪骑蛇族被不断击溃，直至全部战死。当最后一头一邪骑蛇族被杀死，压抑许久的战场上响起了大夏灵气师和气灵们畅快的欢呼声。赢了，他们赢了！不少人热泪盈眶，不少人仰天长啸。他们战胜了虫族，在正面战场上，这数月的厮杀磨灭不了他们的意志，人类胜利了。韩战同样站在战场上，感受着周围的咆哮和呐喊，痛快舒爽。他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老师李叔同一定要自己来一趟战场。此行获得突破的不仅仅是修为境界，还有心性和见识。站在最前方的卫青将早已准备好的大夏旗帜插在了一邪骑蛇族营地最高的地方，它意味着大夏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失地。大夏必胜！卫青喊出了这句话。大夏必胜！大夏必胜！一邪骑会战迎来属于他的尾声。获胜之后，卫青带着韩战来到了一处特别的地方，这里是所有战死士兵的坟冢。这一场战斗共计死亡战斗灵气师和气灵58320人。58320人，这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场沉甸甸的胜利。韩战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墓碑林立，每一个墓碑上面都有不同的照片，不同的名字，还有不同的墓志铭。等我回来，我要吃10大碗雪菜肉丝面。妈，今年过年不用等我了。卫庆欠我50万信用点，加上这次出差补贴的25万信用点，总共75万，回来记得给我。3十有3，家里催着结婚，结婚哪有和虫族干仗重要？幸得入大夏，豪气3000里，杀敌仇。再饮一杯。一个个墓志铭像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站在自己的面前，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神态性格，虽然韩战从未见过，但仿佛已是老友一般。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卫青没有说话，他只是放轻脚步，慢慢走进这里，无声祭拜。胜利有属于他们的一份。等从这里离开以后，卫青才拍了拍韩战的肩膀，说了一声谢谢。如果没有韩战和公羊景，死亡人数至少提升10倍不止。他是真心感谢。关山的墓志铭是什么？韩战忽然想起，问道。卫青愣了一下，如实回答：世人少智，注定独行。倒是很符合关山那张木讷的脸。韩战了然地点了点头。一邪骑会战比想象中结束的要快，再过2天我就该回深蓝市去了。大师兄，你们的战场结束了，而我的战场才刚开始。卫青看向韩战，你是说破晓？这一连串的事件都牵扯出了同一个组织破晓。如果不是韩战屡次逢凶化吉，他也已经死在这个组织手上2次。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作为李书同的学生，哪个角度来看，他都已经站在了破晓组织的对立面。和虫族的战场是在前线，和破晓的战场是在后方更深处。光凭你一人的话会很艰难，对方连关山都能够拉拢收入，整个大夏恐怕已经不知道被他们安插了多少人。深蓝市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他们布局深远，而且幕后之人很可能是最高处的那几位之一，想要和他们斗会很难。韩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坟冢，语气坚定：我不是一个人。韩战还是坐运兵舰返回的深蓝市，运兵舰上除了他以外，还有不少还乡的灵气师和气灵，大家都开心地交谈着，完全放松下疲惫的身心，享受战胜后的喜悦。他们时不时会将目光投向坐在末尾的韩战，这位最年轻的紫星勋章获得者，是他破坏了大部分蛇巢，阻止了幼蛇与主力会合，为正面战场赢得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卫庆和林金玄给韩战安排的荣誉。树大招风，更何况还有破晓这个神秘组织在虎视眈眈，这已经是他们能给到韩战的最大荣誉。否则，以韩战击杀9阶天蛇的战果，足够他被授予大夏最高荣誉奖章。但那样的话，会造成全国轰动，对韩战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即使是紫星勋章，以韩战现在的年龄，也还是让所有前线战士们都侧目而视，目光尊敬。韩战感受着这些战士们的目光，他轻轻抚摸了一下身后的剑匣，这些都是公羊景的功劳才对。放心吧，将你重新唤醒，这一天不会太久，相信我。运兵舰会分别停靠在各个城市的停泊港，等到深蓝市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提前得到消息的李书同已经早早在停泊港等候，和他站在一起的是有大半个月未见的夏幽微和李灵珍。他们看到韩战走下运兵舰时，都一下子冲了上来，一左一右抱住韩战的胳膊。久别重逢，安抚好2人之后，韩战走到李书同前，恭敬地道了一声：老师。回来就好。李书同说着，目光落在韩战身后的剑匣上。前线的事情金玄都跟我汇报了，这次多亏了你还有公羊景，
如果恢复方面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提。你已经4阶了。李叔同忽然惊奇道，从3阶到4阶需要的灵能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你居然去前线半个多月就突破了4阶。不是李叔同大惊小怪，纵观整个大夏历史上，能够像寒战这样升级突破如坐飞机一样的绝无仅有。灵气师3阶一个坎，前3阶都是基础，但从4阶开始将会是另外一番风景。你既然已经提前迈入4阶，在这方面要多多了解。寒战点头称是。关于这方面，在二师凶灵精玄那本事无巨细的笔记里面也已经有过记载。不论是灵气师还是气灵，从4阶就是一个全新开始。4阶到5阶突破境界，不再只需要灵能，还需要一样特殊的东西——灵骸。灵骸非常稀有，只有在击杀高阶虫族之后才会概率获得。那是虫族体内灵能最纯粹的部位，不同的灵骸能够让灵气师或气灵获得不同的随机增幅效果。说到这里，李叔同手中多出来一枚圆润光洁的珠子，这是9阶灵骸。9阶灵骸，会不会太珍贵了一点？寒战有些受宠若惊。关于服用灵骸，他也有过考虑，自然是等阶越高的灵骸，服用之后的收益越大。可是9阶他从未想过。一邪气蛇族9阶天蛇的灵骸，当年被我击杀之后就一直留着，如今你又杀了他一次，这是你应得的。9阶天蛇虽然被亿万生死献祭大阵复活，但复活的只是他的肉身，他的强大天赋都在这灵骸之中，未曾能够施展，否则的话战斗可能没有那么轻松获胜。原来是这样，虫族的灵骸里面蕴含着虫族自身的天赋，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对其趋之若鹜的原因。谁又会嫌弃自己多几个天赋呢？老师自己不用吗？这可是9阶灵骸，有市无价，不知道被多少人抢破脑袋的东西。李叔同摇头，用不上了，除非我可以突破传说中的10阶。原来老师的实力真的已经达到9阶灵气师程度。想想也是，100年前就可以杀死3头3阶虫帝，又怎么可能不是9阶？既然如此，寒战就也不客气，伸手接过。初入4阶，寒战还有一次服用灵骸的机会，他也不犹豫，直接将这枚9阶灵骸吞服下去。灵骸入口即化，很快他就完成融合，9阶灵骸的力量在他体内激发，一个全新的天赋出现。天蛇之躯：1. 巨幅提升自身防御、速度和力量。2. 拥有掌控元素之能，元素抗性提升。介绍很简单，但是给寒战的感觉却十分不简单。速度、力量和防御，他有8极拳和龙翔操加持，4阶就已经有了堪比5阶的近战实力。但在天蛇之躯的加持下，寒战的近战实力又翻倍提升。元素之能就很好理解，他既然已经叫天蛇了，能操控地风、水火4大元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已经拥有伏羲琴、天意4项加持，又有了这一个增幅，寒战对元素的掌控将更加完美。4阶灵骸是基础，也就是根基，它决定了你灵骸成长的上限和未来。以一颗9阶灵骸作为4阶基础，你的未来将不可限量。李叔同道，想我当年4阶只勉强找到了一个7阶灵骸，即使后面尽全力培养，他的潜力也终是有限，未来可期。李叔同笑着拍了拍寒战的肩膀，谢谢老师。寒战感激道，他很幸运觉醒了 SSS 级天赋，又拜了李叔同这样一位人类灵气师最高处的存在，受益匪浅，少走许多弯路。多的不说了，久别重逢，互诉衷肠，懂的都懂，我就不继续在这里碍你们的眼了。李叔同说完，干脆利落的转身离开，把时间和空间留给夏幽微和李灵珍。听老师说，你在前线战场上又契约了一个新的气灵。夏幽微一上来就目光幽怨的开口道，脚踏3条船的渣男。李灵珍补充了一句，他的新书主角又多了一个设定。嗨，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寒战连忙将自己和宫阳景的事情跟2人详细说了一遍，两人这才作罢，跳过兴师问罪的桥段。翌日清晨，寒战醒来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再往旁边看一眼，李灵珍已经蹲在座椅上，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双手手指飞快地敲击着什么。他光着白皙的小脚丫，直接套着寒战的衣服，勉强遮住大腿跟网上的部分。寒战好奇心起来了，他凑过去瞅了一眼，就一眼，他就默默收回目光来。可灵珍啊，在写新书呢？对啊，昨天晚上让我灵感迸发，有所感悟，必须写出来才行。李灵珍一脸认真的模样。那你可太敬业了。寒战听到这脸一黑，他善意的提醒道，可是按照你现在写的这些内容，应该100%会被封掉。无所谓啊，官方渠道走不通，我还有黑市渠道，不然你以为我畅销书作者的名头哪里来的？李灵珍光棍的样子让寒战感慨这丝嚣张，可一想到她是李叔同的孙女，好像也就不难理解了。要不我们趁着时间还早，再来积攒灵感。李灵珍看到寒战，忽然有些异动的问，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寒战大怒，我衣橱里面有一套魔女的 cos， 一套天使的 cos， 我帮你说服幽微。放马过来，别把我当人。寒战义无反顾道，底线就是用来打破的，你们2个差不多得了，收位吧，我还在这呢。另外，
一边的夏幽微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两人道，他手上抱着通讯器，也在网上冲浪。正宫传奇，幽微，你怎么在看这种东西？韩战的记忆里，夏幽微是一个热爱学习、勤奋好学的女生，怎么才大半个月没见，她就开始沉迷电子书了？感受到韩战狐疑凝视的眼神，李玲珍连忙高举双手以证清白。这可不是我怂恿的，幽微她总是念叨你以后一定会脚踏 N 条船，所以她作为正宫，要提前练习一下怎么对付后边来的那些莺莺燕燕。她还是那么爱学习。玲珍，夏幽微被点破心思，急得娇嗔了一声，跑过去捂住李玲珍的嘴巴。两个人在韩战面前都没有怎么顾及走光，倒是便宜了他。快节奏的过久了，偶尔来点慢节奏的生活也挺不错。打闹了一会，三人走出房间，李书桐已经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韩战看着满满一桌的早餐，他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八几黑豆汤、海参起参汤、肉葱蓉乌鸡煲、山药核桃汤、百合甲鱼汤，快趁热喝吧。要凑齐这些食材，我还托了长生公司的关系，那可真是难为您了。韩战有些恼怒地看向李书桐，老师，你的学生还没有虚到这种程度。哦，李书桐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你喝不喝吗？喝。韩战从善如流，废话，有的补不补，那不是纯纯傻子吗？更何况这些食材在虫灾末世以后，也都不是随处可见的简单食材，不能白费了老师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其实这些汤里面，我还加了一些灵能药材，帮你调和一下。从虫族战场上下来，境界又未稳固，要多注意。李书桐的关心让韩战感到心里暖暖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一样的问题。半个多月前，李书桐就问过韩战一次，当时韩战的回答是想要变强。今天韩战却停顿了一下，我想休息几天。韩战看了一眼旁边两个青春明媚的少女，如实回答道，多陪陪她们。李书桐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点点头。看来你在正面战场上收获不仅仅只是修为境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是的，在看到公羊井化身为剑，又看到那些坟冢和墓志铭后，韩战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加立体的追求，自己脚下的路愈发清晰了。变强是目标，但也不能为了变强而忽略身边的人，否则的话，就算真的走到路之尽头，当回首时身边却再无旁人，这样的变强又有何意义？这是韩战的真心话。夏幽微和李玲珍听到他的话，心里像是吃了几顿蜜似的，甜的都快溢出来了。毕竟和韩战从认识到现在，他一直都只顾着闷头前行，在感情这一块还真没怎么经营过。看到韩战脸上认真的表情，再看看夏幽微和李玲珍一脸受用的样子，你这个臭小子！李书桐笑骂了一声，韩战也跟着笑了。对了，怎么没有看到商姑娘？韩战好奇地问。夏幽微和李玲珍立马不笑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盯着韩战，银牙咬得咯咯响，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你是说的思婷啊？他前不久刚用觉醒石觉醒了一个1级天赋，就被商家匆匆接走了。1级天赋？不会那么巧吧？韩战摸了摸下巴，有些错愕。什么1级天赋？不知道。李书桐摇头，他没有来得及跟我们讲，就被接走了。这样啊？韩战没有再追问。吃饱喝足以后，韩战答应带下幽微和李玲珍去深蓝市街上看看。许久没有回来，深蓝市似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在大马路上，随处可见一些身穿护城者制服的人在帮助维持着城市治安。有老奶奶过马路，立马有2个护城者过来搀扶；有情侣在街上争吵，还有护城者当和事佬劝说。每隔一段距离就能够看到护城者戴着通讯耳机，精神饱满地注视着四周，观察有无特殊情况发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护城者组织吗？韩战印象里的护城者组织分明就是一群被懒的官方人员，混吃等死，摆烂咸鱼，连积分任务都不想去做的，怎么突然转性了？深蓝市的护城者组织自从赵虎死后，第1小队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着。官方那边想借着上次的事情，把深蓝市打造成第1个试点城市，所以破格提拔了一个人担任第1小队队长之职。是谁？韩战下意识问。夏幽微和李玲珍相视一笑，你的一个熟人，一凡。一凡？这个消息太震撼了，比刚才看到护城者主动扶老奶奶过马路还来得震撼。一凡能胜任深蓝市第1小队队长，确认是护城者试点，不是九蒙子试点。噗嗤，夏幽微没忍住，不厚道地笑了一声。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再看到他了。李玲珍也跟着应了一声。他们3人边走边聊，看得出来深蓝市的整个城市风气都在朝着好的一面发展，行人脸上的笑容变多了，护城者做事更积极了。作为一座后方城市，他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足够。说话间，3人已经来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微风舞厅。不，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被人改成了微风酒馆。走吧，进去以后你就能见到他了。希望你看到他的时候不要太惊讶。见到一凡会惊讶？至于吗？韩战心里刚想到这，他推开门走进去，整个人就呆愣在了那里。在他的视线里，一凡正坐在酒吧中央的高脚椅上，双手握着话筒，目光忧郁。谁在昨日看不见？谁在梦中泪光现？
浅浅浅浅，尽在无言。好啊，太帅了！忧郁诗人，忧郁诗人。看台下大部分坐着的都是女性，她们高声欢呼着，似乎在为一凡打 call。看到这一幕，饶是韩战在如何想象力丰富，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诺，你也看到了，他有了一个新称呼——忧郁诗人。当然，像我这样的生活写实派作家是看不起这种的。进销书作家李玲珍对于这种顺口溜一样的文学很是鄙视，但深蓝市喜欢的人不在少数。一凡现在也是有一定粉丝基础的，他把微风舞厅盘下来了，用官方奖励给他的那笔钱改名为微风酒馆，现在基本酒水不愁，随便畅饮，然后不知道哪一天开了窍，去护城者组织应聘一官半职。刚巧赶上护城者组织想在深蓝市打造试点项目，又知道他曾经的档案履历，双方一拍即合，一凡就成了深蓝市的护城者第一小队队长。他每天工作之余就会到微风酒馆来喝酒吟诗，渐渐的也就有了忧郁诗人的名头。这是何等卧槽的展开啊！当听完李玲珍的解释后，韩战不禁啧啧称奇。对面一凡刚接过许多富婆递过来的鲜，他一一拥抱感谢后，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韩战三人。一凡笑着向他们招了招手，然后放大声音道：今天有贵客迎门，本酒馆全场免费畅饮，我请客。哦，老板大气，老板万岁！听到有免费的酒喝，谁不高兴？酒馆里的气氛一下子活络不少。好久不见！一凡走到门口，看着韩战道：好久不见！看到一凡精气神都十分饱满的样子，韩战欣慰地点点头。没有什么伤痛是时间治愈不了的，看来你已经从白霜的事情里彻底走出来了。韩战笑着说道。站在对面的一凡愣了一下，他眼神茫然地看向韩战，问道：白霜是谁？不仅是一凡，就连身边的夏幽薇和李玲珍也都是一脸困惑地看向自己。你们……韩战看他们的表情不似作伪，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一凡也只是短暂错愕过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来来来，听说你从前线回来又当了大英雄，今天我请客，咱们不醉不归。熟悉的卡座，韩战等人坐下。觥筹交错间，韩战也把一凡的情况了解了一遍，大致和李玲珍说的差不多。关于护城者组织在深蓝市做试点，这里面他看到了一丝丝讨好的味道。是的，讨好。护城者组织的高层不是傻子，他们的能量不小，这种程度的试点，只要他们想，早800年前就可以实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时候呢？因为李书同在这里，因为韩战在这里，他们想要拿出点动作来，就像是领导视察以后做出的整改项一样。在深蓝市，护城者组织取消了原本的积分制，给护城者成员开了固定工资和绩效奖金，规定上下班时间，双休，5险1金，听上去和前世的社畜差不多吗？韩战摸了摸下巴，不过你回来的不是时候啊。一凡话锋一转，他摇晃着手中的玻璃酒杯，还剩半杯酒在里面不断晃动着。最新深蓝市来了不少外来人。外来人？韩战反问了一句。没错，而且这些外来人还跟你有些关系。一凡作为深蓝市护城者第一小队队长，他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他也不跟韩战卖关子，继续说道：李家年轻一代来了3个人，扬言要挑战你。深商科技想要找你代言他们的最新一代机甲战系列，长生公司的人也想找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家伙，一来一窝是吧？李家应该就是老师李书同的家族，李家年轻一代要挑战我，深商科技找自己代言，这就更扯了。战系列机甲是个什么东西？长生公司的人也来凑热闹了。3大势力都是最顶尖的势力，他们想要找我，目的肯定没有那么简单。老师一定也早就知道了这些消息，他却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讲，是想给我一个惊喜。一瞬间，韩战脑子里面想了很多。正想间，微风酒馆的门被人再次推开。正值11月，呼啸的寒风一下子嗖嗖的吹了进来，许多客人下意识紧了紧衣领，有脾气暴躁的已经开始破口大骂起来。操，谁那么缺德，赶紧把门关上啊！就是做咩啊！门口的人影似乎压根没听到这些叫骂声音，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听说微风酒馆的老板和韩战认识，还不给我滚出来！我们李家嫡子李长浩要见你。李家？哪个李家？总不会是金海李家吧？原本大笑的一名看客被不知道什么无形之物卡住喉咙，整个先飞出去。一凡默不作声的把酒杯里的酒一口干完，把酒杯狠狠砸在了地上。我就是微风酒馆的老板，你们手放干净点，不然我管你哪个李家都一样干。韩战也想跟着站起来，被一凡用眼神制止。来者不善，我先试试深浅。韩战欲言又止，一凡的语气却十分放松。没事的，我能应付。一凡说话间，按住韩战肩膀的手上金光乍现，又很快消失。短暂的气势释放，让韩战感受到了他的境界，居然也是4阶。一凡脚步平稳地向门外走去。韩战他们的卡座临近窗子，隔着玻璃也能看到外边的情形。他注意到街道上站着3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同龄人，只是神情都很倨傲，身上难掩着高人一等的贵气。这3个是李家人？韩战随口问道。不要忘了，他身边还有一个李家人。3个傻缺。
这是李玲珍对他们的评价，放弃了和纪灵签订契约的机会，专注于锤断自身武力，和大部分崇拜战神爷爷的那群人一样。李家好战，因为李家出了一个战神李叔同。灵气师和纪灵并非唯一出路，李叔同走出的这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亦有许多后来者和追随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代遗迹被挖掘出来，在人类变强这一科技树上又多出来许多的分岔路。科技类有参商公司，异化类有长生公司，也只有那些什么底蕴都没有的，才会选择继续走灵气师和器灵的道路。奇怪的知识又得到了增长。韩战寻思，这富人靠科技，富人还能变异，穷人可不就只能靠器灵呗？难怪青藤学院每年能够招收到的学员越来越少，原来是这个原因。更何况灵气师死了，器灵就是半个废人。你想啊，谁会想把未来赌在另一半身上？更何况还有许多高贵阶级的存在，不希望自己的女性后代成为其他人的器灵。韩战觉得这很现实，他收回思绪，目光重新集中在走到外面的一凡身上。你就是威风酒馆的老板，深蓝市第一小队的队长一凡。对面站在正中间的短发青年正用桀骜审视的目光看着一凡。一凡在酒馆里都是穿着白色衬衫的，外面罩着黑西装，他随意地将黑西装扔到一边的长椅上，也不回答，低头解开衬衫袖口的纽扣，慢慢卷上来。看到他这无视的行为，对面三直接怒了。准备好稳定器了吗？我可不想把这里给打得天塌地陷。一凡默不作声地卷好衬衫袖口以后，才抬头道：稳定器是深商科技发明的高科技产物，能够笼罩一定范围，在里面无论造成什么破坏性的动静，都能够被稳定器吸收，化于无形。这也常常用于护城者在城市内缉拿虫族，又或者是天赋者之间的互相战斗，了却恩怨。中间那个脸最臭屁的年轻人示意两边，他们随即向四周扔出了4颗巴掌大小的圆形银色小球，分别滚落到了远处，将整个威风酒馆覆盖在内。堂堂李家，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中间那个人就是李长浩，号称是李家年轻一代里面最有天赋的那一个。李玲珍给韩战续上了一杯咖啡，同时说道。韩战接过咖啡的同时，拉着李玲珍坐到自己身旁，两个人亲昵地贴了更近。李玲珍今天穿的是淡紫色连衣裙，上面有深色的格，裙边是薄薄的薰衣草边，包裹着她娇嫩的身材，只露出2截细白小腿。被韩战拉住，李玲珍啐了一口，没有挣扎反对。灯光暗淡的酒馆，无人注意的不起眼卡座，只穿了连衣裙的妙龄少女和她的闺蜜朋友，还有一个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英俊男性。画面灵感，这不就来了吗？今天晚上回去就加更。李玲珍嘴角不由得浮现起一个上扬的弧度。如果让韩战知道李玲珍现在脑子里的想法，他一定会惊为天人，为李玲珍的职业素养击掌称赞。另外2个人呢？他们又分别是谁？韩战还不知道，李玲珍脑子里以他们3人开始构思不堪入目的画面，继续追问。杂鱼，李玲珍满不在乎道。此时场中，杂鱼1号和杂鱼2号分别向后退去，把战场留给李长浩和一凡。有点意思，就让我来会会你。一凡说着，他的皮肤表面一层薄薄的金色光芒开始绽放，很快将其完全覆盖。他整个人都像是被刷了一层淡金色的薄漆，在阳光的照射下，甚至还有点刺眼。SS 级天赋不灭。李长浩哼了一声，也没见他如何动作，整个人忽然消失在视线里。当他再出现时，已经在一凡头顶上方。李长浩的拳头随之蓄力挥出，他的拳头很硬，全力一击之下，狠狠撞在一凡的天灵盖上。这是狠手，也是杀招。当，拳头骨节处传递回来的反震力，让李长浩感觉到手骨一阵刺痛。当听到耳边响起的声音时，他看到一凡头顶一闪而过的淡金色光芒，溃散的金色光芒化作光点，又很快重新凝聚起来。李长浩受此反震之力，整个人向后退去，想拉开差距。一凡作为曾经的战斗灵气师，怎么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在金光加持下，一凡如同一个金人，熠熠生辉。天赋不朽不仅仅只是防御，那道金光在一凡体内不断冲刷，他的5脏6腑、奇经8脉都蒙受益处，力量更是成倍提升。一凡脚底向后猛跺，后发先至，金色包裹的拳头已经狠狠砸在了李长浩的胸口。被这一拳砸中，李长浩只觉得呼吸都跟着一滞，像被一头超大型的虫族野蛮牛顶在了胸口上，但他没有倒飞出去。李长浩双脚牢牢踏在地面上，巨大的冲劲将他击得向后滑行数米，地面被更离出2条长长的沟道。够劲！李长浩硬挨了一凡一拳，却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只揉了揉胸口，眼神里面流露出兴奋。只有一凡知道，他刚才那一拳已经是4阶能爆发出的最大威力。他的眼神凝重，这个看上去年龄不大的狂傲青年不好对付。李长浩头顶突然出现一团淡淡白气，再来8级拳。当看到李长浩再次出手时，韩战下意识叫破道。战场中的一凡只听到嗡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速度超过了一定程度，压缩空气发出的爆鸣。然后他就看到李长浩出现在了面前，是他。李长浩脸上带着略显疯狂的笑容，能和一个近战硬碰硬是他与人战斗时最喜欢的事。莽夫，谢谢，这个评价很贴切。李长浩大笑着，他的拳头已经再次挥出，这一次挥出的拳头
外面包裹着一层白气，在一级解锁的状态下，如果说刚才李长浩的出手攻击强度比作是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那么现在他的攻击至少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一凡全力催动下，不朽天赋笼罩全身，李长浩的拳头砸在他的腹部，又再次发出当的一声金属脆响，哈哈哈，痛快！李长浩越打越快，每一拳落在一凡身上，撞击点的金色就会漾开一层波纹，这样的波纹越来越多，比雨点还要密集。很快，一凡的身上就有金色剥落，他的速度、力量都提升了不止10倍。那团白气是什么能力？天赋吗？一凡一边防守，偶尔还能出手回击2下，明明很重的拳打在李长浩身上，却像是根本没打中一样。他甚至连停滞都没有。连绵如潮的攻势下，一凡很快便陷入劣势。李长浩是李家年轻一代第一个把8级拳练到解锁2级的，一凡不是他的对手。正在关注着战场的李玲珍再回头，他忽然发现已经失去了寒战的踪影。一凡被连续击打腹部，饶是他的不朽天赋也快要被这个近战恐怖的家伙给硬生生击碎。这就是李家吗？一凡脑中唯一浮现的就是这句话。李叔同身为大夏战神，他所代表的李家竟然也有着这份实力。李长浩越打越兴奋，他浑身散发出的白色气息愈来愈多，他还从来没有揍过那么抗揍的人。哈哈哈，果然还是外面有意思，比起族中那些一拳就倒的废物，你比他们强得多。但是也仅仅于此了。下一拳送你上天。李长浩说罢，猛提一口气，整个人欺身靠近，攥紧拳头的上勾拳，朝着一凡的下颌袭去。但下一秒，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原本势在必得的上勾拳被另外一只手挡了下来。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站到了一凡身旁。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李长浩心惊，他忽然眯起眼睛，仔细打量起对面。我认出你了，你就是韩战，那个被我们李家战神收为弟子的家伙。不，你不配成为他的弟子。李长浩说这话时，韩战能够很清楚从他的语气里听出几分嫉妒来。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如果你有异议，应该去跟你们的战神爷爷说，而不是在这里和我多费口舌。韩战的话让李长浩憋了一口气。你跟李玲珍什么关系？杂鱼1号心有不甘地问。什么关系？韩战听到这个问题，嘴角微微上扬。我们是管鲍之交。管鲍之交是什么意思？杂鱼1号和2号面面相觑，脑子还算灵光的李长浩却是恍悟过来，然后面如死灰。不可能，绝无可能，就凭你？对，就凭我。李长浩看着对面无比得瑟的韩战，他不再跟对方废话，直接2级解锁，整个人轰地冲了出来。在他身后，白色的气息被拉长，空气发出低声呜咽。李长浩要一拳解决对手，为自己和李家其他同龄人出这口气。我已经能解开2级，我这一拳下去，你还有几成活路？我觉得是10成。对面韩战站定不动，他突然身后也开始有白色气息涌出，但他的白色气息比李长浩来的还要多，还要浓郁。李长浩的白色气息还有几分稀薄，韩战的白色气息已经能将他身体完全包裹，化作一团精致铠甲。这……李长浩看到这一幕，他惊得说不出话来。可一拳已出，再收回也晚了。李长浩还想着比他速度更快的韩战化作一道残影，反倒是先按住了李长浩的头，然后往地面砸去。被韩战抓住脸，李长浩满脑子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怎么可能解锁3级？他才拜师多久？3个月？还是4个月？他凭什么？回答他的只有后脑勺冰凉的地面，还有无尽吞噬的黑暗。韩战有如一个战神，他抬头看向身后还站着的2人，说吧，你们这些京城贵少到深蓝市这个小地方来，所谓何事？总不可能专门为我这种小人物跑一趟吧？看到李长浩一回合就被摁在地上动弹不得，杂鱼1号和杂鱼2号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我们来是为了找到战神，给他带封信。二叔，这封信是家族长老让我转交给你的。站在李叔同身后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从眉眼看和李叔同有着6、7分相似。二叔，你已经离开李家多年，如今的时局变幻莫测，李家族老们想要让您回去，再为李家主持大局，渡过难关。李叔同没有说话，只是被他注视着。对面的中年男子已经有些坐立不安。冯春，你的8级拳练至几级了？3级。坐在对面的李逢春老实回答道。我有没有将8级拳倾囊相授给李家？李叔同又问。有，而且是非常详尽的修炼心得都有。李家这100年里，借着我的名头在京海混得如何？李叔同3问。李家100年内在京海混得很好，俨然是大夏第一家族，无人敢触战神眉头，都是8件。李叔同问完3个问题，他抬头看着李逢春道，我已经不欠李家什么了，那么那些老家伙为什么还想让我回去主持大局呢？没有长盛不衰的家族，后代不努力，靠祖辈余荫，又能靠到几时？李家要倒，便让他倒了吧。送信。韩战收回拳头，身体外的那些白雾如同拥有活性一般，从4面8方重新钻入身体内，消失不见。
被揍趴在地上的李家天才李长浩其实已经醒了，不要怀疑一个纯粹武夫的抗击打能力，只是因为太丢人了，他觉得这个时候爬起来还不如被2个同伴拖走，于是干脆继续装死。一凡这个时候也从一旁接触不朽状态走了过来。这几个李家的怎么处理？听到韩战问，一凡耸了耸肩，还能怎么处理？放了，你后面倒是有人罩着，我可不想好好的深蓝市试点区变成李家的靶场。走走走，喝酒喝酒。果然打架哪有喝酒来的有意思，我果然不喜欢打架。一凡摸了摸微痛的小腹，心想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回到微风酒馆后，4人又喝了一会，尽兴而归。深蓝是一处不起眼的小巷，几只灰毛老鼠从熏井盖里钻出来，它们颇具灵性的眼神仿佛人一样，四下打量过后，这才完全钻出地面。其中一只老鼠忽然口吐人言，我还是不明白，公司想要找到那个韩战，为什么不直接正面去寻？愚蠢！他现在和大夏战神住在一起，如果你想要去和那位打交道的话，我不拦着。我们此次潜入深蓝市究竟为了什么？为何公司要下达这一秘密任务给我们？问到这，小巷内有短暂的寂静，而后其中一只较大的灰毛老鼠才缓缓吐出3个字：神农鼎。那韩战刚从前线返回，肯定要休养一段时间，趁着他掉以轻心的时候，我们照准机会和他单独谈判，尽量不引起其他人，特别是那位的注意。他们都很忌惮李叔同，只是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谁都没有发现旁边深灰色的砖墙上，一只猫正弓起身，猫童紧紧盯住这几只老鼠。不一会儿，小巷内传来了一阵骚乱声，喵，吱吱吱，喵喵喵，操！深蓝市近海沙滩，虽然是虫灾末世，还是有很多人流连在沙滩附近，欣赏一望无际的大海。天色渐晚，落日余晖将整个海面都覆上了一层金色。深秋时节，傍晚时分的海边格外寒冷，流连的旅人稀稀落落，开始返回深蓝市。最后一个还没从沙滩离开的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正举着照相机不断调整角度，拍摄落日余晖映照波光粼粼的画面。就在这时，他从放大的照相机镜头里看到了一只小虫，那是一只很小的黑色虫子，它好像是从海的尽头飞来，可是海的尽头仍是一片汪洋，它从何处而来？正当他脑中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只虫子忽然在他的镜头里不断放大，放大，再放大。本来1000米距离的海面，鹅颈出现在他面前。啊！他下意识地惊呼一声。海岸上，负责巡逻的护城者正骑着共享单车沿着海堤巡逻。他听到呼叫声，第一时间赶往声源地。喂，你没事吧？他把自行车在海堤上停好，沿着海堤跑下海滩，问道。神情木讷的摄影师看着他，摇了摇头。真没事。是。对面的摄影师眼中蓦地闪过一道纯黑色光芒，站在对面的护城者语速变得迟钝下来，只几秒时间，他的瞳孔也开始变得一片漆黑。我们走吧。好啊。赶时间，坐你的自行车。好啊。韩战住处，李叔同别墅。看着大快朵颐的李逢春，韩战和夏幽微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双方眼中的疑惑。这真是金海李家来的人？确认不是流浪乞丐来的？吃啊，怎么都不吃？快点吃啊！李逢春一边将一块羊排插进自己餐盘里，一边吆喝起众人来。李先生，我今日在街上揍了一个同样姓李的后生。韩战还是不太确定怎么称呼李逢春，看老师李叔同的意思，他好像没有给双方介绍认识的意思，只要自己率先开口。本以为李逢春听后会拍桌起，没想到他浑不在意的摆摆手。哦，你说的是李长浩吧？没事没事，那小子在家族里就是傲习惯了，谁都看不起。揍，给我狠狠揍，揍轻了我都和你急。李逢春嘴里塞着食物，嘟囔着。韩战还是勉强听清了他说的话。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吃完这一顿我就走了。李逢春努力咽下食物，又猛喝了几口水，扭头看向一旁的李叔同。二叔，你确定不回来帮忙，对吗？我意已决。李逢春拿纸巾擦了擦嘴，了然地点点头。就在他起身打算离开的时候，别墅的门铃被人按响了。是管家阿福回来了。韩战站起身开门，门口站着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不过他穿着护城者的制服。你好，这里有一份总部任务，要亲自交到李老手里。护城者组织总部。韩战一挑眉，让开半个身位。走进来的护城者对韩战点头示意，然后快步走向了餐桌处。蓦地，原本坐着的李叔同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他的眼睛猛然睁开，二话不说，将身边的李玲珍和夏幽微第一时间推开，掌控适中的力道，将他们刚好推至韩战身旁。老战神，您的六感还是那么敏锐啊！明明没有看到那个护城者迈步，他的身形却一步步极快速的靠近餐桌。九阶重地也。李叔同警惕地看向对面，同时他伸出左手，打算故技重施，将身旁的李逢春推出去。当他的手刚按上李逢春时，李逢春忽然反手将他的左手猛地抱住。下一秒，轰的一下，李逢春整个人瞬间爆炸，没有想象中的鲜血四溅，他变成了一团肉泥状的怪物，从李叔同的左手开始，逐渐蔓延至全身。李叔同的目光转冷，他看向对面的九阶重地一眼，
明白过来。你居然和李家合作杀我？杀你？不，就凭我们还杀不了你。不过嘛，在杀光其他所有人之前，您老人家就好好和我一起待在这专门为您设计的血肉结界里吧。说着，从他脚下的地面开始，无尽的黑暗蔓延开去。他很快将大片深蓝市笼罩其中。韩战等人抬头，只看到了一轮猩红血月。这是看着头顶的猩红血月，再看向餐桌处被血肉彻底包裹住的李叔同合眼，韩战目光凝重。那是九阶重帝眼的结界，并不是所有虫族都是正面冲杀的，还有一些强大的虫族所拥有的手段更是诡谲。眼就是这样一位虫族，他还是赫赫九阶的重帝，先前才帮宫阳景恢复驱除了眼留在身上的暗伤，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见到了他本体。作为队伍的主心骨，夏幽微和李灵珍都向韩战投来目光。韩战，救救我爷爷！李灵珍紧张道。自然，我们先攻击那团血肉，如果能够让老师摆脱现在这种状态的话，一个九阶重帝也不在话下。韩战点头以后又开口道，幽微，你用伏羲琴制造琴音气刃，同时增幅我。灵珍，你照出神农鼎戒守四周，以防有更多敌人偷袭。先远程攻击。刚才包裹住李叔同和眼的血肉分明就是一种竞技道具，韩战的一身本事都在近战上，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靠近，远攻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听到韩战的话，二女点点头。伏羲琴和神农鼎被召唤出来，同时散发着淡淡的灵性光芒。铮铮铮，伏羲琴率先响起，琴音气刃划破空气，狠狠劈在那团血肉上。扑哧扑哧扑哧，气刃没入血肉中，发出沉闷的声响。可是再没有然后，气刃攻击无效，世事天象。韩战当机立断。夏幽微听到以后手法在变，可是他骇然发现，无论是弹奏春野火、快哉风，还是六丁雷电，都丝毫没有反应。韩战的眉头紧蹙起来，他想到了一种可能。饰演的结界，它笼罩了深蓝市大片区域，结界里面自成一界，除非打破结界，否则在这里面天象元素将无法被调动。伏羲琴的大杀招被废了。韩战不再迟疑，拔出了背后的轩辕剑。他最近恶补过一段时间，虽然还不很熟练，但基础的剑招都有学会。劈、刺、点、撩、崩、穿、扫，哪怕是最基础的剑招，在上古神兵轩辕剑的加持下，也爆发出无比恐怖的威力。轰轰轰！狂暴的剑气从轩辕剑中挥出，一道道打在那团血肉上，大部分能量也同样被吸收，但还是有部分宣泄出来，轰的血肉飞溅。可是无论韩战怎么努力劈砍，在他停手以后，血肉还是又继续生长出来，恢复到最开始的一个大肉球模样。没有用，以我们的实力无法破开这个血肉结界，能够困住2个9阶的道具不可能是垃圾，我们只是尝试，破不开也很正常。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韩战看了一眼天上，除了红月以外，原本只是傍晚的天空已经彻底变成漆黑一片，笼罩深蓝。如此动静，官方不可能注意不到，拖住时间的话，官方的其他高手就会支援过来。可是这里是深蓝市，距离前线108000里，一个9阶重帝究竟是如何堂而皇之的潜入进这里的？还有那个李逢春，作为李家一系，居然勾结虫族，对自家的老战神出手，这是得了失心疯，还是虫族许诺了什么无法拒绝的条件？韩战只觉得这里面一团浑水，谍影重重，根本无法看个真切。阿战，你不是有二师兄给你的那份笔记吗？里面有关于9阶重帝眼的记载吗？夏幽微问。韩战摇头，二师兄没有跟眼交过手。换句话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和眼交手，二师兄就算不死，也至少落个残废。和宫阳景一样，韩战在心里补充道。又一个办法失败。不过既然有坏消息，就也有好消息。现在我们的确被困在了眼的结界里面，但是同样眼也被困在了血肉结界里面，因为他可能知道单靠一个血肉结界还无法完全遏制住老师，所以他必须也进入结界，双重保险。这样一来，眼的结界就属于自动状态，如果我们能够打破他的结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个难度可比和9阶重帝眼正面硬刚来得轻松得多。至于攻略嘛，没有攻略，那就自己找出一个攻略出来。韩战的话让3人士气恢复不少。对了，还有一凡，还有那些护城者呢，他们也被困在了这个结界里，我们可以找到他们，联手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李灵珍补充道。韩战赞许地看向他，这话竟然能从一个禁销书作者嘴里说出，他深感欣慰。不过我们还是要当心一点，眼下外面情况不明，我们谁都不知道眼的结界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出去之后都跟紧我，小心行事。小巷内，3个灰头土脸一身猫毛的人从巷子里走出来，为首的那个穿着棕色格子衫和牛仔裤，从穿搭来看很复古。他连吐了几口猫毛，嘴里骂骂咧咧，这该死的野猫。长老，我们下次还是变点其他东西吧，为什么一定要变老鼠？是啊，长老，复兴记能够给我们变换好几种生物，变老鼠太吃亏了，我到现在屁股都还有点疼。另外2人一言一语地应和道。闭嘴，长生公司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为首长老呵斥了一声，让他们住嘴，
他这才继续说道：“复形记现在除了老鼠，就只能变换大象、猫头鹰和蟾蜍。你们的要求不要太高。现在解决了第一个难关，我们立刻着手去找韩战。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见自己说话，两个小弟都不听，他气得一人给他们来了一下。没想到两人竟然依旧纹丝不动。其中一人结结巴巴的声音从前面传来：“长老，好像不太对，外面全是怪物啊！”小巷外深蓝市的街道上，原本行走的一个个路人，此时在红月之辉的映照下，一个个异化成了面目狰狞的怪兽。当那个手下喊出声音时，所有怪物的头都转向了小巷这里。是结界，而且还是高阶位的结界。长生公司的长老牧羊抬头看向天空猩红血月，讷讷道：“他人傻了。”牧羊愣住，街道对面的怪物可没有，他们调转身位就朝着这里冲杀过来。在跑动中，一头头异化后的怪物背后忽然生出肉翅，四脚离地，以极快速度袭来。牧羊面色发狠，他掏出一支绿色针管药剂，用力扎在手臂上，绿色液体被推入血管，随着血液一起快速流向身体全身。扑通扑通扑通，牧羊原本的短发齐齐生长，披散到了肩上，从他的肩胛骨处传出刺啦两声脆响，两把锋利无比的骨刀从背后延展出来，疯狂在他眼底一闪而过。这是长生公司的超太异形药剂，是用4阶虫族暗灵血螯虫提炼制成。这次前往深蓝市，公司给他们每个人配备了3支，以防万一。走不掉了，跟着我一起杀出去！韩战，快看！别墅内，夏幽微发现了餐桌那边的异常，拉着韩战道：“包裹住李书童和9阶重地眼的那颗肉球，扑通扑通的跳动起来，强劲而有力的心跳声响起，同时，原本停止扩散的血肉又开始向整个别墅区蔓延开来。速度不快，但吞噬整个别墅是迟早的事。看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了。你们跟在我后面，有什么异常相互提醒。”韩战说着，第一个推开门走了出去。他刚刚觉醒天蛇之体，防御力足够强大，又有8级全护身，遇到什么危险都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刚推开门，外面的景象就让韩战错愕，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浓浓的灰雾笼罩住全部，让他根本看不见灰雾里面的景象。他朝着门外踏出一步，同时对身后的夏幽微和李灵珍提醒道：“跟紧我。”无人回应。韩战豁然转身，他骇然发现原本就在身后的别墅也消失了，夏幽微跟李灵珍更是不知所踪。什么时候？自己明明才踏出一步，这是怎么做到的？韩战面对未知恐怖，几乎是本能的释放3级白色雾气从他身体内释放而出，它们像铺开的网一样，缓慢融入四周灰雾当中。韩战借着白色雾气的感应，侦察戒备。这个时候，韩战眼前的灰雾里，一道黑影一闪而过，他搅动了整片灰雾，如同一阵风般把眼前灰雾搅成了一团。呼！韩战的脖子感到一阵冰凉，刺骨寒冷让他的汗毛通通竖了起来。几乎是想都没想的，韩战扭身出拳，一拳打在了身后的灰雾里。陷入灰雾的拳头根本没有触碰到任何实物或硬物，无功而返。就在韩战以为身后无人时，忽然一股强大劲道轰击在自己的腹部正面，突然的冲击让韩战整个人弯下腰，弓起身子硬接了这一击。如果这时有人在旁边，就能看见韩战在被攻击的一瞬间，他全身皮肤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透明鳞片，那些鳞片和蛇皮的纹路很像，又有轻微差异。灰雾中的袭击落在韩战身上，天蛇之体第一时间被激活，蛇鳞抵消了大部分冲力，8级拳的白色雾气化作的铠甲更是第一时间被打散。饶是如此，韩战还是一口酸水被打了出来。天蛇之体8级拳白雾铠甲双重防护的情况下还被打出酸水，最关键的是我根本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在出手。韩战心中想着，他表现得更加慎重，但下一秒他的背部还是受到了第2次攻击。这次是刀，依旧是砍破了白雾铠甲，砍在天蛇之体的护体鳞甲上，火星子都迸溅出来，然后刀刃终于砍破防御，在韩战身上留下一道血痕。韩战在3级释放的状态下，反应力几乎达到了极快的程度，但就是这样，他依然无法反应，依然看不清对手出手的轨迹。韩战的心里生出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这毕竟是9阶重地的结界，我要怎么才能抵御9阶重地的攻击？不，我抵御不了。幽微和灵真都失踪了，我们将会被逐个击破，毫无还手之力。太强了，他太强了，我反抗不了，我只能挨打，挨打。韩战的精神状态迅速萎靡下来，全神贯注下的他都防御不了攻击，脑中负面情绪占领主导以后，他彻底放弃。越来越多的攻击从灰雾中如雨点般袭来，韩战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他勉强支撑着不闭上眼，人之将死。韩战脑中闪过许多画面，正是这些画面让他原本沉甸甸的大脑一下子惊醒过来。不对，不对，这样不对，为什么我会觉得9阶重地眼的结界里面的攻击就必须有9阶程度？要知道，灰雾里的攻击最开始连我的身体防御都没有打破，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强的？第一下攻击，他把我打出酸水，我因为没有发现他的出手轨迹，再加上李灵真和夏幽微得到失踪，心中紧张慌乱，所以他的第2下攻击强度提升，
堪堪打破了我的防御。被破防后，我的精神压力更大，对这个灰雾中看不见的敌人愈发害怕，他后面的攻击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但是这有一个漏洞，我没有触发8级拳的生死之间。韩战摊开自己的双手，是的，即使是现在已经全身千疮百孔，血流如注，他依然没有触发生死之间，白色雾气的数量根本没有增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自己的情况根本达不到生死存亡之际。这是一个判定 bug。你的攻击一点也不强，第一下攻击能把我打出酸水，那也只是因为李玲珍和夏幽薇的消失让我有了情绪破绽。我听宫阳景聊起过，他说演真正可怕的东西是玩弄人心，也就是说我眼前看到的正在经历的全部都是幻觉，都是幻觉。韩战说出这句话时，他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又重新攀升起来。作为8级拳的修习者，几经生死的韩战精神极其坚韧，连生死都无惧的他怎么可能害怕一个幻觉？他想罢彻底闭上了眼。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解除了3级状态，放弃天蛇之体，将自己完全置身于灰色雾气中。来吧，有本事就杀了我！韩战闭上眼睛，坦然放开双手，向前迈出一步，一步，耳边呼呼风声依旧，恐怖的攻击似乎就贴着他耳边飞过。他不为所动地迈出第2步，风声小了许多。第3步，呼啸声彻底停了下来。这时，韩战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还保持着握住别墅门把的动作。在他的面前倒挂着一只双目赤红的类石狮鬼状生物，灰色光滑的外表皮包裹全身，一丁点毛发都没有，看上去像巨大异化的无毛猫，赤红色瞳孔闪烁着淡淡红光。他就倒挂在别墅大门上，双眼和韩战刚好对视。韩战当即一拳轰在了他的脑袋上，怪叫声响起，他的脑袋当即被韩战大爆，血液飞溅了到处都是。身后消失不见的夏幽薇和李玲真正站在原地，目光呆滞无神地看着前方，显然也被带入了不同的幻境中。韩战再不犹豫，幻化伏羲琴在身侧，清新散的琴声响起，荡涤他们精神世界。很快，夏幽薇和李玲珍的眼神中就恢复神采。呼呼，夏幽薇醒来的第一时间就大口喘息起来。她刚才陷入的幻境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她努力让自己漂浮在海上，却还是不断沉入海底。李玲珍还好，只是脸色有些古怪地看向韩战，小脸苍白，双腿有些颤抖。你怎么了？韩战注意到李玲珍的状态有些不对，他伸出手想安慰一下，被下意识地躲避开。刚才的幻境里出现了几百个隔壁老王，我现在对男性有点反胃。李玲珍用力揉了揉脸，解释道。韩战愣了一下，然后不着痕迹地用力碾了碾地上已经彻底死亡的尸体。我们中了幻术，这应该就是传闻中9阶重地豢养的虫族野兽，在这个结界里面一定有很多这样的野兽。韩战说着，目光瞥见一旁的肉球，他居然真的如幻境中那样开始扑通扑通地用力跳动起来。看到这一幕，韩战连忙拉住夏幽薇和李玲珍的手，从别墅中离开，走到深蓝市大街上。没有看到灰雾，韩战松了口气。就在这时，他看到不远处一个坐在路边长椅上的深蓝市民，他也一样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眼神空洞。没等韩战出手，他就忽然伸出手扭断了自己的脖子，死了。另外一边，两个正在路灯下接吻的情侣突然疯狂地扭打撕咬起来，他们互相啃噬着对方的脸，直到将对方脸上啃到血肉模糊。幻术就像瘟疫，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散播开去。中了幻术的人，境界高低也会影响他们在幻境中走向死亡的速度。普通人会很快，觉醒者会稍慢，境界越高越慢。目前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眼兽被释放出来，如果深蓝市那么多居民都陷入幻境，那将会造成大量死亡。现在该怎么办？韩战眉头紧锁，一时无语。深蓝市小巷外，牧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样子有些狼狈，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抓破，各处伤口正刺激着神经，传来剧痛的感觉。在他的手臂上已经有2个尚未恢复的注射针孔，这也意味着牧羊一共给自己注射了2针。2针，他足足杀死了对面这几头怪物20次。可是无论他将对方手撕多少次，他们总是能够从一堆碎肉重新凝聚成本来模样，而且变得更强。牧羊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超太一型药剂的持续时间是1个小时，公司只给他带了3管，眼下只剩下最后1管。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今天出门就应该先看看黄历。牧羊往地上吐了口血痰，他扭头看向身后，2个跟自己一起来的同事已经被异化后的怪物咬死。他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一样，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了1管不一样的药剂。那是一支橘黄色的针管药剂，超太2型，50%不稳定性药剂，慎重服用。这是牧羊作为小长老能够分配到的最高权限的超太药剂。如果说超太1型能够让他化身4阶觉醒者，那么超太2型的下限最低也是5阶。马德，把我逼急了，我就注入超太2型和你拼了！看着对面数十块碎肉又开始自动重新拼凑，牧羊的眼神里面透露出一丝狠意。深蓝市旅馆，李长浩带着2个小弟小心翼翼地躲在靠近窗户的位置，向窗外观望。路灯照亮的街道上
所有深蓝市居民都陷入某种疯癫狂魔的状态，不是在自杀，就是在自杀的路上，又或者是自相残杀。看到这一幕，李长浩长呼出一口气，还好这次出门带了不少东西。他看着地上已经碎成八瓣的玉佩，感叹道：这枚玉佩能够抵御一次精神攻击，也正是因为它，李长浩三人才没有第一时间陷入幻境中。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杂鱼小弟惊魂未定。他们刚才在房间好好的，外面的天就瞬间漆黑了，再然后月亮变成红色，他们也跟着陷入幻境。如果不是李长浩给他们一人来了结实的2巴掌，他们现在恐怕已经和外边的人一样，变成分不清现实虚幻的疯子。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苟着。李长浩一脸蛋疼道：这次来深蓝市真是诸事不顺，想要去找那个韩战装个逼，没想到对方比他还猛，8级全能解开3级，装逼失败。带自己一同前来的叔叔李逢春，又在进入别墅之后就失去联系，现在更遇到这档子事情，真是糟糕透顶。老大，这外面的天为什么一直黑乎乎的？还有那轮月亮，究竟为什么会变成红色？这是高阶结界重族天赋。作为李家人，李长浩这点见识还是有的。月亮变成红色，既代表着它被污染，也意味着它就是整个结界的阵眼位置。想要打破结界，就必须靠近它，但越靠近，污染就越严重，受到的幻术攻击就越强烈。闹出那么大动静，官方不可能毫无反应。李长浩心里想着，现在就只能等官方的救援到来。他正想见，旅馆的房门外面突然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嘟嘟嘟，韩战抬手敲晕了一个试图把手伸进自己喉咙里的普通人，他已经伸了一大半，血从手臂慢慢渗出。李玲珍和夏幽微都有意识地撇开目光，于心不忍。不是觉醒者，陷入幻术中，连强制唤醒都做不到，打晕他们真的有用吗？夏幽微有些担忧地问。如果只是眼受的话，应该没问题。韩战顿了顿，他抬头看了一眼头顶已经染得鲜红的血月，但是如果要救更多人的话，我们必须要冒险一下。怎么冒险？去那里。韩战指了指天上血月的位置。去到血月上，那肯定不可能。想要破除结界，首要目标是找到阵眼，然后是破坏阵眼。他已经观察过了，整个囊括大半深蓝市的结界里面，长得最像阵眼的就是头顶的那轮血月。深蓝市最高的高塔是现在已经处于废弃状态的深蓝市电视塔，我们需要去那里，然后将结界破除。韩战没有说出来的是，他之所以想要尽快去破除血月，因为隐隐感到了不安。虽然不知道不安从何而来，但一个9阶重地的手段一定不会像现在那么简单。我们走。不用韩战催促，李玲珍和夏幽微也已经跟在后面，3个人快步向电视台赶去。血月高悬，幻术侵蚀，深蓝市正陷入巨大危机之中，所有被血月照耀到或者看到血月的人都第一时间陷入幻境中。韩战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那些已经死于幻境中的尸体正散发着一丝丝淡淡黑气，所有这些黑气都熏熏袅袅的飘起，飘向高悬正中的那一轮血月，而吸收了这些黑气的血月变得更大更圆了许多。地面上的尸体同样开始异化，他们异化后不再是野兽，而是一种全新的虫族，那是尸兽。这些尸兽浑身散发着超过4阶的气息，越聚越多。韩战他们一路前行，抵达高塔下，时间已经过去10几分钟。就在他们打算开始登塔时，头顶突然一阵躁动，一个类人形的生物重重砸落在地上，把水泥地面踩得粉碎。它有着类似人类的外形，肌肉一大块一大块纠结在那里，青筋暴起，能够清晰看到血管。韩战注意到，在他的脖子处倒插着一管空空如也的针管，不知道是不是注射了什么药剂。感受着他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所有人心中都是一紧。5阶！他狂吼着，已经抢先一步向韩战他们攻来。他的4肢还是人类比例，但却不再是直立行走，而是变为4肢并用，速度比直立行走更快。手掌找在地面，每一次落下时，地面上都会出现一个明显凹陷的坑洼。咚咚咚，如同巨锤砸在鼓面发出的声响，催命音符般出现在韩战他们耳边。这异兽是人类。韩战看清了他身上残存的衣服碎片，但此人已经完全陷入狂化状态，失去理智。哼！韩战丝毫不怵，挡在了2女身前。3级瞬开，他的战力直线飙升，用白色雾气包裹住拳头，他一拳就朝着对面脸上轰去。硬碰硬，力量碰撞下，韩战竟然扛住了。对面显然也是一愣，虽然失去了本我意识，但作为狂化后的本能，他居然没有在力量对冲下碾压对手。不等对方反应过来，韩战已经挥出了第2拳，然后第3拳，拳拳到肉。天蛇之体让他的身体柔韧性加大，也让他的出招更加连贯顺畅。解开3大极锁以后，韩战的速度本就已经超越极限，力量、出招速度又同步提升。他现在的近战实力足可以和5阶狂化力量型怪物媲美。在连续的轰拳中，对方节节败退，退出了电视塔的范围。可就算是这样，这狂化怪物的恢复能力也让韩战暗暗啧舌。耐揍、巨力、恢复力强，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自己的翻版。短时间内恐怕是难分胜负，韩战只能将破解阵眼的任务交托给另外2人。幽微、林真，你们上去破坏阵眼，
我在这里负责拖住他。韩战喊道。夏幽薇和李玲真没有一丝犹豫，在听到韩战的话以后，立马朝着电视塔冲去。深蓝式的废弃电视塔，塔高120米，距离废弃使用也已经过去差不多30年。塔外围已经生了不少锈，从塔底走上塔顶要耗费不少时间。走在高塔上，看着脚下，李玲真的腿有些微微颤抖。夏幽薇发现了这一点，停下脚步。玲真，你还能行吗？实在不行的话，你下去帮阿战，我一个人上去。夏幽薇关切道。李玲真咬了咬嘴唇，还是摇头。不行，我不能给他拖后腿，只不过是有点恐高而已，不碍事。李玲真说完，又向上走了2步。锈迹斑斑的高塔发出尖利挠心的声音，外表的烤漆剥落，扑簌簌地往下掉去。轻微的摇晃让李玲真下意识抓紧了旁边的栏杆，继续往上，不用特意停下来等我。看到李玲真坚持，夏幽薇只能依她所说，转身继续向上走去。2个人走了差不多10分钟，刚走完1/3的路程。高塔下，韩战和那个狂化怪物的战斗已经进行到白热化，双方都是血厚功高防高的怪物，谁都奈何不了谁。鲜红的天空中突然飞出来一群黑压压的身影，他们正成群结队地向着半空中的电视塔飞去。韩战看到这一幕，他的心咯噔一下，暗道不妙。也就是这一下的愣神，他被对面的怪物一拳砸在脸上，整个人猛地仰面朝天倒向地面。那是一群野兽，作为结界里的半生兽，他们也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对企图登顶的夏幽薇和李玲真进行截杀。与此同时，在韩战倒地的一瞬间，他看到周围密密麻麻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但都奇形怪状的身影，他们像行尸走肉一样，带着呜咽、嘶哑、低沉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将韩战团团包围。4阶尸兽大军也在野兽的驱使下抵达这里。腹背受敌，韩战从地上爬起来，面色微沉。他从身后缓缓抽出了轩辕剑。如今公羊井化身的轩辕剑，他虽无法发挥其全部威能，但作为上古神兵，哪怕就是普攻，本身也有着不俗的表现。轩辕剑是斩妖剑，眼下周围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浑身散发着黑气，和活尸无异。用轩辕剑对付他们，再合适不过。第2回合继续。韩战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提剑再战。高塔上，夏幽薇和李玲真还在不断攀顶。越往高处，季夜里的冷风愈大，刮在老旧生锈的行梯上，发出让人牙酸的咯吱咯吱声。往脚下看，地面已经彻底看不清了，空荡荡的，在漆黑的夜里，就好像凭空踩在高空中一样。唉，要是天意四象还能用就好了。夏幽薇在心里叹了口气，同时开口道：玲真，你们李家内部是怎么想的，竟然对老师下手？如果不是李逢春用自己控制住了李叔同，哪怕是9阶重地眼，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得手。李玲真知道他是想用话题来分散自己的紧张情绪，小手紧握住旁边的栏杆。李玲真定了定神，李家也不是团结一心的，当家族发展到一定规模，一样米也会养出100样人。李玲真的回答让夏幽薇有些意外，没想到进销书作家也能说出这样的正经话。爷爷和李家目前的掌权者，也就是他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关系并不和睦。李叔同在李家排行老2，他的大哥就是现在李家真正的掌权人李广明。李逢春则属于李广明一脉。他当年去刺杀3大重帝后，大爷爷刻意抹去了我奶奶的功绩，只为了给李家造神，造出了一个大夏战神，为李家谋得100年机遇。但也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兄弟2个关系急剧恶化。后来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爷爷就在不管李家中事。这些都是李家内部的事情，也只有作为孙女的李玲真能够道出1、2。但他们还是无法相信李家会选择勾结重族，这和取死之道有何区别？大人物的事，他们想不明白。话题又再次沉寂。不过因为交谈淡化了不断攀高的恐惧，他们已经又向上走了不少，抬头已经能隐约看到高塔的顶部。我们快到了，能看到终点。李玲真的语气里面也带着些许轻松。夏幽薇感受到什么，抬头看向塔外，她的眼神变得凝重。小心，他们过来了。夏幽薇口中的他们是一群掠过高空俯冲过来的野兽，他们双目赤红，闪烁着妖异光芒。野兽在高空中更加灵活，他们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就是目前处于最高处的夏幽薇。幽薇，李玲真提醒道。夏幽薇已经提前招出了伏羲琴，清新散的琴声在他们耳边响起，如同一道无形波纹抵御在2人身前。眼兽的幻术需要通过眼瞳对视，赤红妖异的眼中光芒却被挡在了无形波纹之外。有效！之前韩战用清新散给他们驱散过一次幻境，那个时候夏幽薇就知道伏羲琴的琴声可以对抗幻术，但没等他们高兴太久，见幻术无法起效，这些眼兽开始朝着高塔发起冲锋。他们身形灵活，伸展着双翼，伏羲琴要抵御幻术攻击，无法再用琴音气刃来反击。这个时候李玲真站了出来，只见他抬手照出神农鼎，古朴大鼎出现的那一刹，就迎风胀大，从原本的巴掌大小一下子扩到了足足3-5米，将整个高塔外的进攻路线封堵住。幽薇，你继续往上走，去破坏阵眼，这里我来想办法，交给我。现在不是扭捏的时候，夏幽薇选择相信队友，于是他用伏羲琴音笼罩自身，防止受到幻术攻击，就转身往上。
李灵珍这边，只见她的手轻轻拍在神农鼎上，很快，一股淡淡的草药清香从鼎中散发出来。原本还待追击夏幽微的那些野兽，在闻到香味的那一刹，一下子通通都被吸引了过来。他们的眼神中透露着疯狂，不要命的开始撞击神农鼎。这是神农鼎的隐藏功能，也是李叔同带着他们俩这20多天特训的收获之一。神农鼎能够炼丹炼药，鼎内沉淀了不少的特殊药性，这些药性催发出来有着不同功效。比如虫藓草的味道就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只要闻到味道的都会对神农鼎产生仇恨，被牢牢吸引。李灵珍双手抵住神农鼎的4个腿部，野兽已经失去理智，他们不再躲闪，变换角度，莽撞的疯狂冲击，自己只能咬牙，硬生生抗住一波又一波的冲撞。如果扛不住，没有伏羲琴音保护的李灵珍，立马就会陷入幻术之中。地面战场，韩战一剑劈开一头4阶尸兽，黑血洒落在地上，地面已经淌了许多碎块，但还有更多在源源不断的补充。韩战一人一剑，纵横睥睨。完全狂化的长生公司长老牧羊身上也已经出现大大小小10数道剑痕，这些都是被轩辕剑所伤，伤口深可见骨，哪怕是以他可怖的恢复力都无法恢复，并且还在持续破坏。韩战微微喘着气，短暂的休息当口，他仰头看向高空中，看到了那群野兽久攻不下，心中稍定。就在他打算再度投身战斗时，对面的牧羊突然从爬行状态又重新变回直立行走的人类状态，他的眼珠子从惨白逐渐翻转过来，又恢复漆黑。牧羊脸上的表情有些挣扎，又似乎无法自控，整张脸诡异的扭曲起来，爆起的黑色血管爬满了他的脸。他似乎在抑制着什么。快！牧羊沙哑的喉咙里努力蹦出这几个生词。额请他从储物空间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管漆黑色的针管药剂。他不再犹豫，狠狠戳在了自己的另外一边脖子上。漆黑色的液体注入体内，牧羊整个人猛地一震，砰的一声，束缚着他的人类外皮彻底炸开，裸露出里面鲜红色的血肉。牧羊彻底成为一个怪物，6阶怪物。彻底变成怪物的牧羊疯狂吞噬着周围的尸兽，它就像一个无比饥饿的憎恶，越吃越大，越吃越高。原本正常的人类体型在不断的咬断和咀嚼尸兽中膨胀了数倍。尸兽大军被一扫而光，换来的却是一个6阶怪物。韩战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不应该高兴。怪物已经冲了过来，他提剑挡在胸前，6阶的力量超过了他可以抵御的极限，整个人被砸飞出去。怪物没有追击，他迈动巨大的脚步，地动山摇地跑起来。在跑到高塔下时，他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在了那原本就生锈的高塔基座上。金属材料根本无法抵御他的咬合，被狠狠扯下来一大块残片，他一股脑全部吞了下去，用力咀嚼。韩战勉强站立起来，他一手握着轩辕剑，一手捂着胸口，对于刚才的那一击心有余悸。看到他在啃食高塔基座，韩战来不及缓口气，提剑再次杀去。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和一个6阶怪物掰手腕，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这头6阶怪物已经彻底丧失理智，和他缠斗住，用迂回的策略放风筝，未尝不可。只要能够拖住他，让幽微破坏掉红月阵眼，就是胜利。韩战心中盘算着，他捂住胸口的手放下，单手掐诀召唤出伏羲琴，琴音气刃随手而发，轰轰轰！一道道琴音气刃轰击在6阶憎恶腐肉堆积的后背上，轰击之下，黑色鲜血混杂着黄褐色浓毒爆炸溅落。被偷袭的憎恶转过身来，凶狠的目光再次落向韩战，一击就跑。韩战耳边烈烈风声作响，他看到暴怒的憎恶一脚猛踹在高塔基座上，借着反震的力道，他高高跃起在半空中，遮蔽了红月，扑向自己。这恐怖的一击，韩战躲不掉。高塔上突然塔基不稳，连带着中层的李灵珍一个趔趄，他没有抵挡得住野兽的这一波攻击，整个人向后倒去。神农鼎被撞飞出去，李灵珍也差点在剧烈晃动中整个人从高塔摔落。他幸运地抓住了栏杆，勉强维持住身形。疯狂的野兽见防御被破，他们嘶吼着尖笑着涌入进高塔。李灵珍的眼睛里面一下子闪烁起了赤红色光芒，他中幻术了。最上方的夏幽微也感受到了来自下方的震荡，这种震荡越往上就越发强烈。不仅如此，他还要维持清心伞，用来抵御头顶红月的幻术干扰。时间争分夺秒，夏幽微深吸一口气，开始最后冲刺。李长浩大口喘着粗气，他看着身边已经彻底死亡的2个跟班，心中惊惧。对面在无尽漆黑的走廊尽头，那黑黢黢的暗处有恐怖的东西能夺人性命。踏踏踏，清脆的脚步声又再次响起。李长浩再忍不住破窗而出，他选择逃向刚刚闹出动静最大的地方。我知道了，这是9阶重地眼的道具婆娑世界。李长浩一边跑，他的脑中一下子回想起不少的信息来，这些信息都来自他们这一脉的一个李家前辈。如今那个前辈已经去世，关于9阶重地眼的信息就是他临死前带回来的。婆娑世界并不是眼的天赋，但和眼却极为契合，眼能够制造幻境，在婆娑世界中，这些幻境便是那些能够飞天入地的野兽。而婆娑世界真正的能力是弄假成真。
也能够制造幻境，侵蚀真实世界。而婆娑世界这个道具，则能够通过侵蚀世界所获得的灵能，让眼制造的幻境替换现实。李长浩知道的信息就那么多，但这不妨碍他做出判断来。不能去破坏头顶的红月，一定不能破坏，那绝对不是阵眼。一旦将红月破坏，所有被吸收的灵能瞬间释放，他们所在的这个幻境世界就会成为真实，替代原本的深蓝世。李长浩虽然嚣张跋扈了一点，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和人类为敌。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高塔下，就看到憎恶一跃而起，朝着韩战落下。他一抬手，一枚金色的灵能从手腕间激射出，狠狠撞在了憎恶身上，将他撞得偏移了些许。韩战抓住机会一个闪身，躲过了这次的攻击。跟你一起的人呢？快阻止他们！不要破坏红月，不能破坏红月！李长浩语气急促地说道。听到李长浩的话，韩战微微一愣，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在上面了。韩战的话音刚落，他们就听到了一道清澈悠扬的琴声从极远处的高塔顶端响起。韩战和李长浩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看向高空。在那里，夏幽微在清心伞消失的第一秒，就释放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琴音气刃，气刃逆向天空，撞向了高悬在天际的红月。红月看似远在无垠星海，却被气刃直接击中，轰的一下，它碎裂开来。红月碎了。李长浩下意识地呢喃了一句。在红月碎的那一刹，被吸收进去的无数漆黑灵能，如同泼墨一般尽数落下，他们借着这股力道飘向整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死去的尸兽在得到黑气滋润后再复活，还未死去的深蓝市市民沾上黑气以后，身体开始发生恐怖变化，连韩战他们也不例外。这些黑气避无可避，他们存在于空气当中，被韩战呼吸进去。他只觉得一股无名狂躁的火焰从心底里开始燃烧，变得疯狂。在他身上，黑色的毛发开始疯长，很快爬满全身。他的脖子后面痒痛无比，下意识的抓挠，一个凸起的肉瘤出现在后方，里面有一张人脸紧贴着肉瘤，似乎要破体而出。对面的李长浩，他的肚子一下子变得滚圆，有什么东西正在孕育。完了，完了，全都完了！红月不碎，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红月已碎，黑色灵能就要让幻境照见现实，所有结界里的东西，包括我们，都会发生异变。夏幽微和李灵珍在高塔上，距离红月更近，他们的异变来得更快。团灭在此一瞬，生死存亡。韩战的意识快要彻底磨灭，陷入疯狂。在意识快要消散前，他语气急促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弄假成真需要消耗灵能，就是那些黑气，对不对？对面的李长浩挺着大肚子，面露死相，张了张口，已经不能人言，只能勉强点了点头。得到肯定的答案，韩战脑中像被灌入一剂冰水，前所未有的清醒一刹。他想到了破解的办法，拼一拼，生死就看这一招了。伏羲琴，古意残阳阵，给我起！随着韩战拼尽全力的一声怒喝，在他脚下，漆黑色的阵纹浮现，一股古老的气息扩散开去。硕大的黑色阵纹覆盖了深蓝市大片范围，从天空向下俯瞰，就能看到一座硕大无比的漆黑色圆形法阵在瞬息成型。它的图案古老繁复，勾勒出的阵纹闪烁，若隐若现。战灵何在？嗡嗡，不知从何响起的悠扬号角声，空气似乎跟着变得厚重许多。寂静的黑夜里，一道道淡白色的灵光出现在漆黑色的圆阵中。一道、两道、三道、百道、万道、亿道。一邪旗会战中，被韩战和公羊井合力屠戮的亿万一邪旗幼蛇化作战灵，出现在了古意残阳阵中。如此恐怖数量的战灵出现，让原本空阔的结界内疏忽之间被填得满满当当。不仅如此，这些战灵在被召唤出后，他们竟然也开始发生异变，一个个不是爆体而亡，就是全身密布黑毛，又或者有数个脑袋长出来。但与此同时，原本正在异变的韩战和李长浩忽然停止了异化过程。原本已经不抱希望的李长浩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重新瘪下来的肚子，难以置信地看向韩战：你做了什么？婆娑世界怎么取消了对我们的影响？这不可能！韩战脖子后的刺痒感也消失不见，他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心有余悸。他知道自己赌对了，我只是把红月黑雾要污染异化的数量扩大了，当数量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平均下来，每一个被异化对象的污染程度就变得微乎其微。古意残阳阵中有亿万数量的异阶战灵，假设红月黑雾是一缸漆黑墨水，倒入一池清水里面，足以将这池清水污染搅浑。但如果是倒入整片海里呢？恐怕连丁点影响都不会有。韩战的思路便是如此。韩战的话让李长浩侧目，他又一次认真打量这个把自己胖揍过的对手。作为李家年轻一代天赋最佳者，李长浩拥有整个家族的资源倾斜，还有专门的名师指导和规划。但韩战不同，距离韩战觉醒成为灵气师，到他成功跻身4阶境界，8级全突破3级，才过去不到3个月。如果只是修行天赋也就罢了，即使修行天赋再强的人，成长起来也不过是一介莽夫，不足为虑。但现在韩战又展露出自己极致坚韧、永不言弃的另一面，这二者品质相加，韩战的未来成就便无法估量。李长浩见过不少真正的天才，
无论是长生公司耗费巨额资金和人力打造的怪物灵和，还是有着商工智能支撑的深商科技天才发明家商剑鹤，这些真正能够决定一个时代和未来的天才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特质，和韩战身上一模一样的特质。他现在有些明白为什么爷爷李叔同会选择韩战作为自己的第9个学生了。发什么了？韩战伸手在李长浩面前晃了晃，异化虽然被稀释，韩战身上的异常还有细微存在。他的脸色苍白，说话有点喘。喂，问你话呢。既然你知道这个道具叫婆娑世界，那你知不知道他的阵眼在哪里？要怎么破除这个结界？李长浩回过神来，听到韩战的问题，在脑中回想半晌后，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婆娑世界这个道具，即便是9阶重地眼也很少使用，有关他的信息不多，为数不多的信息还是用高阶觉醒者的性命换的。李长浩在心里又补充了一句，找不到阵眼，他们还是出不去，摆脱不了这片结界。越来越多的深蓝市市民会持续性死亡，化作黑雾污染。韩战对污染本身可以不在乎，但深蓝市那些普通人是无辜的。还有老师李叔同，他现在和眼在同一个血肉封印结界里，生死未卜。山水之间，镜中世界。李叔同盘膝坐在一片湖面上，眉目微垂，无喜无悲。在他的正对面坐着另外一个身穿黑袍，浑身散发着黑气包裹的模糊人影。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你猜猜看，你的宝贝学生和孙女现在怎么样了？听不出性别的声音从黑气里传出，像是刮痧纸在粗糙纸面上用力刮过，沙哑刺耳的声音让人听了忍不住心里发毛。李叔同缓缓睁开眼，看着对面，吐出2个字：无碍。哦，你对他们这么有信心？要知道，这可是我从遗迹中获得的至宝婆娑世界。你觉得凭他们的水平，能够破解婆娑世界创造的结界？李叔同情绪依旧毫无波动，似乎料定了这些一般。如果他们死了，你不会在这里与我说这么多废话。如果他们死了，你就也不必活。这是2句话从李叔同口中说出，代表着2层意思。对面的黑气里，9阶重地眼所化作的人形眉头紧蹙起来。你的心静如止水，无波无澜，果然不愧为大夏战神之名。我不如你。眼的语气坦然，但话锋一转，我也不需要打得过你，这次对你出手只是一场交易，拖住你，我的任务便完成了。李叔同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在他身下古井无波的湖面上，一圈淡淡的涟漪瞬时扩散开来，一道无色无相的透明锁链从湖底探出，束缚在了李叔同的身上。坐在对面的眼诧异之中，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滑稽，真是滑稽。李叔同，堂堂大夏战神，做梦都不会想到会被人背后捅刀子吧？哈哈！李叔同，你的心境乱了。困住李叔同的这个特殊道具名为封天无锁，看名字就可以看出它足够强大。能够用来封印9阶至强者的道具，怎么可能弱？名为封天，意思便是只要5道锁同时被激发，便是连天都能够封住。如今在李叔同身上已经出现了第1道锁链，还剩4道。封天无锁需要勾动情绪，这对于身为9阶重地精通幻术的我来说，本是最简单的事。没想到1个小时过去，才激活了第1道锁。对面眼笑完以后，收敛笑容，重新看向对面。李叔同的情绪只被撩拨了那一次，那一次之后就彻底死寂，重归平静。封天无锁固然强大，但也有着无比苛刻的条件。想要激活此道具，封印对方的同时，需要再献祭一人，此人境界需要和被封印者的境界相同。被同时封印进入封天无锁的2人，会进入琥珀态，即无法相互攻击，无法行动，直至封印完成。李叔同是9阶，想要封印他，就必须也是9阶。这就是9阶重地眼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李叔同不再搭理试图扰乱他心绪的眼，沉寂下来后，开始思考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谁想要杀他？和眼伙同设计自己的人是李逢春，李家嫡系大哥李广明的子嗣，这是明面上的东西，但无法证明这便是真实。5大公司这些年都或明或暗地做着一些事，李叔同心里也很清楚。5大公司便是如今的5大势力，他们分别为大夏、深商科技、长生制药、帝国和旧圣约。其中大夏和帝国分别固守着蓝星上仅剩的2大块人类版图，是唯2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深商科技、长生制药是以公司形式存在。旧圣约是一个低调的组织，先露于人前，最近一次在蓝星上出现是12年前一次毁灭性虫灾，旧圣约派出12使徒中的2人阻止了这场灾难发生。5大公司同气连枝，共同抵御虫族入侵，已经有千百余年，一直都相安无事。自从古遗迹被发掘，虫族诞生真相成谜，越来越多的探索发现，却让各个公司之间产生了无法调节的隔阂。谁在惦记我这个老家伙的性命？李叔同想不明白，他决定换换脑子。只见他忽然抬起头，看向眼问道：你的这2件道具都是从古遗迹里获得的吧？古遗迹和你们虫族有什么联系？眼听到李叔同的问题，他先是一愣，然后跟着沈笑，冷哼出声：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不回答没事，因为你这个回答其实已经算是回答。眼见李叔同这样说，
他的脸上不痛快的表情又阴郁了几分。虫族绝对和古遗迹有关，他们能够使用古遗迹里的道具，他们占据更大领土，开发的古遗迹是全蓝星人类的数十倍。李书同心中笃定的同时，又叹了口气，脑中萦绕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不行？是的，作为人类，他们无法使用这些道具，像封天无锁，像婆娑世界，这些强大的道具全都被虫族控制着，使用着对人类造成极大打击。为什么人类不行？一想到这，李书同坐下的湖面又开始缓缓泛起涟漪来，从深邃幽暗的湖底，第二根无形透明的锁链已经浮出水面。看到这根锁链时，眼前一亮。李书同，没想到堂堂大夏战神，你竟然还有这样的执念。眼沉吟了半晌，决定趁热打铁。不错，古遗迹和虫族的出现的确有着联系。古遗迹里寻得的道具，虫族可以使用，但你们现在的人类无法使用。这也正应了一点，虫族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人类无论如何挣扎，都终将会走向灭亡。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我是不会说的。哈哈哈！眼恶劣的大笑几声，不再多语，沉默下来。五大公司的分歧也诞生于此。古遗迹是几十年前被首次发现，当时人类也收获了许多道具，但这些道具却无法使用，只能当作老物件和古董。当看到虫族能够轻易使用同样的一些道具时，人类动摇了。也是从那时候起，只剩下大夏还在坚持着进行所谓的灵气师觉醒和气灵觉醒，其他4个公司都已经从千百年积蓄的底蕴中走出了一条条截然不同的路。深商科技走的是超端科技路线，他们研究科学，研究灵能，研究一切以知识为途径，制造强大的杀戮机器，恐怖火力，拥有毁灭之力的强大能量。长生制药走的是异变路线，他们杀死不同虫族，提取他们的 DNA 片段，重新组合排列，摄取其中代表进化和特殊能力的部分，和各种材料融合，炼制成异变药剂，注射成为生化战士。帝国和旧圣约，李书同和他们的联络较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放弃了灵气师和气灵这条路。可无论走哪条路，人类都依然无法使用这些从遗迹中探索获得的道具。李书同的眉头越皱越深，第3条无形透明的锁链攀附到了他身上，他不再思考，彻底收束念头，让自己归寂。看到这一幕，眼不由得继续出言嘲讽道：李书同，你还在挣扎什么？你该不会以为就凭那几个4阶的蝼蚁能够从婆娑世界脱离出去吧？乖乖让我彻底封印起来吧，这样子你还能少些痛苦。9阶强者总共就那么多，能够来救你的又有多少？眼又开始持续不断的言语输出，企图让剩下的2条锁链诞生，封天无锁成型，彻底封印李书同。但无论他怎么说，李书同闭上眼睛，如同一块石头，不听不言，老僧入定。半个小时后，眼见始终无果，最终闭嘴。算算时间，红月黑雾应该已经吸纳完毕，开始爆发了吧？婆娑世界以假乱真的异变也已经开始了吧？只需要再过半个小时，婆娑世界完成吞噬替换，整个深蓝市将彻底从大夏版图上消失。眼如是想着，半个小时过去了，毫无动静，眼依然信心满满，稳如老狗。又半个小时，寂静无声，眼的心里忽然有点慌了。这个时候，整个封天无锁结界忽然剧烈摇晃起来，山塌地陷，仿佛要被从外界破开了一样。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眼彻底坐不住了。深蓝市，婆娑世界，韩战凭借古翼残阳阵里的亿万战灵抵挡住了红月黑雾。天空中，红月被秦音气刃打碎，夜色更加深沉。借着还未完全退散的幽光，夏幽微快速折返。这个时候的李灵珍在眼兽的幻术催眠下，已经目光呆滞地向前面走去。在他身前，除却破落不堪的护栏，就是高达100米的铁塔高空。他的脚步一步步迈开，眼看就要从高塔坠落。夏幽微抓住了他的手腕，与此同时，清新伞在耳边再度响起。失焦的眼神重新恢复神智，李灵珍如同溺水者被救出水面般，大口呼吸了几下，心有余悸。成功了吗？李灵珍看到身后出现的夏幽微，下意识问。夏幽微点了点头，又摇摇头。成功了，也失败了。红月不是这片结界的阵眼，我们都猜错了。红月不仅不是阵眼，还被提前引爆了里面积郁的黑雾，让整个结界内的异化提前降临。但这个过程很短暂，异化降临后不到半分钟，又突然消失不见，才让夏幽微得以喘息。把这些情况和李灵珍讲完后，他们脑中都不约而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韩战。他一定已经想到了办法。我们现在救下去，和他会合。眼兽有清心伞震慑，加上神农鼎的防御，他们奈何不了2人。下去的过程比攀高顺利许多，可能是已经经历过一次，又或者是克服了心中障碍。支了一半的时间，他们就成功从高塔撤下，看到了被亿万战灵包围其中的韩战与李长浩。韩战这边，他还维持着古翼残阳阵，亿万一邪旗幼蛇化作的战灵，无意识地朝着4面8方铺展开。就在韩战和李长浩都对破除结界束手无策的时候，某一秒，他们听到了清晰的咔嚓一声。不堪重负的婆娑世界，因为亿万海量的战灵超出了他所能承载的极限，裂开了。漆黑的夜色里，在韩战他们头顶上，原本如漆如墨的穹宇上，
率先裂开一条缝，有光芒透过裂开的缝隙照射进来，然后是越来越多的裂缝，像被人用力砸碎的蛋壳，最终碎裂成了无数块。深蓝是破碎了，众人眼前漆黑的长夜被无垠星海取缔，他们脚下重归虚无，头顶四周也全部都是虚无，只有极远处发出微弱光亮的繁星。他们到了哪里？宇宙还是无垠星海？你们看那里！夏幽微的语气带着错愕，他指向远处。所有人跟随他的视线看到了令人无比震撼的一幕，那是一棵树，它扎根于无垠星海中，无数根须在星海深处盘结，它的树冠散发着淡金色的光辉，星星点点地落向宇宙各个角落。在树冠上有一个又一个透明光亮的气泡，这些气泡像是果实垂挂在树枝上。这棵树太大了，它几乎让无穷无尽的宇宙星河被填满了至少1/3，在寒战目之所及的地方，全部都是它延展出去的金色树枝和树叶。这就是婆娑世界的真面目吗？太壮观了！李长浩看着眼前这一幕，喃喃自语道：“婆娑世界。”寒战刚打算开口说些什么，他的双眸忽然一阵炽热，神兆天赋在他没有主动释放时自动被激活了。寒战的双眸金光湛湛，堪比小型星辰。当他再次看向对面擎天彻底的宇宙古树时，他看到了令自己心神激荡的一幕。道具：菩提宝树，能力：承载世界。介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寒战的脑子像被闪电劈中，宕机了片刻。他竟然能够看到对面的信息。不仅如此，信息里的内容也让他大吃一惊。菩提宝树和上古神兵有什么联系？难道说它是我了解到的传说里面那棵菩提宝树？寒战一时间有些不敢确信，但是被寒战神兆凝视下的菩提宝树已经陡然发生巨变，整棵树忽然燃烧了起来，在它四周一层淡金色的火焰将其完全笼罩，横生的树枝枝桠和树叶在如此火焰下都开始被焚烧殆尽，化作点点星辉，遗落星海。充斥整个画面的菩提宝树在不断的燃烧中模样愈来愈小，最终被凝练成了一棵正常100年树木的大小。没等寒战做出反应，他竟是主动径自朝着寒战这边靠近过来，然后静静停立在了寒战身前。夏幽微、李玲珍、李长浩他们目光复杂地看向寒战，心里不禁寻思吐槽起来：你小子该不会是开挂了吧？这么大这么神性光辉的一件道具，一整棵宇宙古树也跟你玩认主那一套。寒战的震惊丝毫不比他们小，因为这更加颠覆他对这个世界一些固有的认识。原本以为上古神兵是一种巧合，但当寒战看到这件分明和自己穿越前那个世界传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道具，他错乱了。之前菩提宝树距离他们太遥远，又太庞大，散发着的淡淡金辉笼罩，让人看不真切。当他出现在面前时，寒战才看到菩提宝树上面此时挂着的果实只剩下12颗，其中1颗目前处于暗淡状态，便是之前所说的婆娑世界。至于另外11颗，有3颗正散发着金色光芒，像金苹果，又像是熟透了的果实，在等待摘取。寒战尝试着用自己理解中法宝认主的流程，割破手掌，用沾满鲜血的手掌附上菩提宝树的树干。下一秒，整个菩提宝树亮起刺眼光芒，倏忽间，它就缩小到了巴掌大小，落在了寒战的手上。这一刻，寒战和菩提宝树心意相通，有了一丝明悟。感受到周围几人投来探寻的目光，寒战没有解释，而是开口道：婆娑世界的结界已经彻底解除，现在我们是时候解救被困在封印的老师了。他说着，抓住微缩型的菩提宝树，轻轻一扫，轰！众人眼前的世界流光溢彩，瞬间倒转。等他们恢复视觉，自己已经重新出现在深蓝市别墅里。被包裹进肉球的李书同合眼还没有出来，寒战二话不说，抄起菩提宝树，狠狠砸在了肉球上。封天无锁中，剧烈晃动的世界让李书同抓住了机会，封印松动了，身体里有一丝丝力量挤了出来。李书同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白气雾气顺势涌出，将他整个人笼罩在内。湖面上，一方白色雾气笼罩，一方黑色雾气涌动，二者冲撞，皆不退。李书同眼心中惊惧，他操纵着那幻化出的3条锁链，企图再次控制住李书同。后者面色淡然，身体衣物无风鼓荡，将身上的枷锁硬生生撑开。当啷，在两人耳中似乎都听到了这虚幻的锁链挣脱的声音。还没等眼反应过来，一个拳头已经出现在眼前。大势已去，不可力敌。眼心有不甘，就只是一个愣神间，封天无锁这个强力的封印道具就被李书同用双拳打破。外界，寒战一手拎着菩提宝树，眼神死死盯着被自己扫得稀烂的肉球结界。突然，轰的一声，肉球结界从内部破碎，李书同的身影从中显露出来。老师，爷爷！夏幽微和李玲珍惊喜喊道。听到他们的声音，李书同眉眼的戾气稍退。老师，那个9阶重地眼呢？他已被我打成重伤，眼的一身实力都在幻术，一旦幻术被看破，他的肉身并不强，要小心他在暗处附体你们。放心吧，老师，他跑不掉了。李书同的话还没有说完，
寒战已经再次祭出菩提宝树，金光灿灿，一瞬间笼罩了整片区域。宝树华光四溢，树上枝桠，每一片树叶都绽放出耀眼无比的光芒。这些光芒将整个区域覆盖，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金色大网。不多时，他们就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的一阵惨叫，一团黑气在大网的束缚下显形，那赫然便是九阶重地眼。眼原本打算潜伏在暗中，伺机而动，附身在其中一人身上，但他如何都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人类灵气师竟然掌握了菩提宝树的用法。菩提宝树对他这种幻术和灵魄最为克制，作为能够承载世界的宝物，他足以看破一切虚妄。眼化作人形的脸上露出骇然神色，再想要做出其他动作已经晚了。这不可能！他失态的大声喊道。菩提宝树乃是虫族在古代遗迹中发现的宝物，人类灵气师根本无法使用。眼前发生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不要说他，连李书童也是一脸错愕，看向身后自己的学生。寒战可以使用遗迹中的道具？没等他们想明白这个问题，菩提宝树又一次绽放光芒。这次在菩提宝树上悬挂的透明圆球中，本来已经彻底暗淡的那颗突然释放巨大吸力，将九阶重地连同他那张包裹金色丝线的巨网一起吸纳其中，彻底吞噬，消失不见。你收了九阶重地？他本来就已重伤，我只是顺手为之罢了。看着吃惊的众人，寒战解释道。在菩提宝树认主之后，寒战对这一宝物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这次出手震惊众人，小人前险胜了一把。老师，九阶重地眼已经伏法，危机解除了。李书童看着寒战这个最小的学生，他欣慰地点点头。这次如果不是你，恐怕要麻烦不少。我没有看错你。李书童对寒战不吝夸赞。原本对寒战还有不服的李长浩也已经乖乖闭嘴，闭口不谈挑战一事。开玩笑，一想到自己要和数以亿计的战灵交手，他整个人都已经潮了好吗？这次的危机来得突然，我需要和其他公司的老家伙们通一下话。你们这次辛苦，先休息去吧。不愧是连挑3大重地的狠人，刚经历了暗算，李书童依然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众人颔首。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李书童又叫住了寒战。寒战，你留一下。虫族领地无尽血海，这里是虫族的老巢，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高等级虫族孵化诞生。天空已经被染成血红色，空气里充斥着虫族特有的气味。一道虚幻的人影在血海中慢慢凝聚诞生，随着哗啦一声，包裹住他的血膜破裂，九阶重地眼从中慢慢走出。外面已经有几个虫族等候多时，他们来的都并非本体，有一道是虚幻虫影，它映照诸天，密密麻麻的眼睛填满全身，每一只都散发着邪异光芒。有一道是1万米高的血肉傀儡，它几乎将整个血海塞满，身上一块块比山川还要巨大的肉瘤，不断有黄绿色的脓水流淌而出，在脚下形成基洼。最后一道是无尽黑暗，仿佛黑暗就是它的本体，无时无刻不在污染着周围空间。随着它矗立的时间越久，黑暗笼罩的区域愈大，其他几道身影都在暗暗释放能量，抵御这股侵蚀。看到他们，眼点了点头。堂堂九阶重地竟然如此狼狈，如果没有无尽血海，你可能已经往生了。嘲讽的声音响起，听说话者语气里似有不满，更多是不屑。眼瞥了一眼说话的血肉傀儡，以及默不作声的虚空虚影，最后看一下无尽黑暗，开口道：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李书童杀了你？不，他只是重伤了我，未能将我击杀。杀我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类，9阶以下皆为蝼蚁，一个蝼蚁竟然能够杀死你！诧异的声音响起，眼回忆起当时情形，语气里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他是用婆娑世界杀死的我，这个道具被他控制了。什么？一个人类是如何能够使用道具的？你莫不是在胡说？在这件事情上胡说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误打误撞试探出了虫族的又一个未来大敌，不是吗？眼冷冷道，对他们质疑自己的语气十分不满。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在李书童的记忆里搜刮到他是李书童第9个学生，寒战。能够使用遗迹道具的人类，这让虫族感到担忧。寒战已经出现在他们的必杀名单之中，这只是意外收获，集结4大重地于此，显然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无尽黑暗中，一道古老的声音开口道：李书童的实力试探出来了吗？早知当年，进步还是退步？短暂的沉默后，眼开口了：不如当年。听到这个回答，无尽血海内的4大9阶重地都沉默下来。很快，大笑声响起：哈哈哈，如此便好，计划照常执行。今年年关就是他李书童的取死之日。李书童很快和其他几个的老家伙打完电话，寒战一直站在身旁，眼观鼻，鼻观心，安心当好一个小透明的角色。李书童打完电话后，看向站在身旁的寒战：你适才缴获的那件宝物叫什么名字？菩提宝树。寒战如实答道：菩提宝树，菩提宝树。李书童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眼中的光芒余亮。寒战，你可还记得大夏的几大战区吗？李书童忽然话锋一转问道。大夏的几个战区，寒战自然是清楚。第1战区负责正面战场，第2战区负责统战安排，第3战区负责攻城略地，第4战区负责遗迹探索。我由你下来，
要和你说的便是有关第4战区遗迹探索方面的事情。李叔同一边说着，一边示意韩战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了书桌旁。遗迹探索，人类方面做的努力其实并不多，不是它的重要性不高，而是遗迹探索对人类来说风险远大于收益，加上正面战场和攻城略地的压力，我们派不出更多人手来做这件事情。老师，您是想说像菩提宝树这样的道具宝物都是从遗迹探索中获得的？韩战一点就透，明白了李叔同的意思。李叔同点了点头。遗迹中有许多宝物，但这些宝物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却始终只能是历史的藏品，而无法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道具。你知道为什么吗？韩战想了想，回忆起自己使用菩提宝树时众人震惊的神色，他心中有了答案。难道人类无法使用道具？这个答案很残酷，但这就是真相。是的，千百年来，人类挖掘遗迹获得的宝物道具不少，但一件能够使用的都没有。反观虫族获得的那些道具，他们却可以使用，对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否则，人类也不会打得如此艰难。李叔同的回答让韩战陷入沉思。如果李叔同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要如何解释自己能够使用道具宝物这件事情？自己难道和其他人类不同？韩战想到这里，他愣了一下，因为的确不同。自己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的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包括他所觉醒的天赋，还有和上古神兵的契约，都无一不在证明着这一点。那道具呢？看向手中的菩提宝树，这分明也是自己穿越前那个世界传说中的宝物呀。李叔同没有说话，他看着韩战脸上的表情，从惊疑不定到恍然大悟，再到沉思不语。看着韩战纠结的样子，他摆了摆手，无需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你不必什么都跟我讲。老师已经看出来什么了吗？自己刻意隐瞒，韩战心中有愧，但他也知道这事情太过玄幻，就算他愿意和李叔同讲，也未必比现在局面更好。想到这里，韩战点了点头。话题继续。老师，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研究道具宝物的用法，融会贯通，然后用它们来战胜虫族，为人类博得未来。你能够使用宝物道具的消息不能外泄，一旦你能使用道具宝物的事情泄露出去，安全无法保障。李长浩那边我会向他叮嘱，李家的这件事情我要回去深入调查。深蓝市作为人类的大后方城市，竟然会被9阶虫帝渗透，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严重。交谈结束，和李叔同告别，回到卧室后，韩战又一次招出菩提宝树。如今的菩提宝树只有巴掌大小，金光璀璨，珠玉透亮，看上去珍宝不凡。菩提宝树的光芒映照在韩战眼中，点点星辉，将他思绪拉扯得很远。不多时，韩战被一阵敲门声拉回现实。只见门被推开，一道鬼鬼祟祟的声音摸了进来。林真，这么晚了你还不睡？韩战多少有点明知故问。两个人久别重逢，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之后，他急需要另一场大战来安抚自己的内心。于是他找到了韩战。见韩战装傻充愣，李林真不满地嘟起嘴巴，哼，我只是小说灵感枯竭，到你这来找找灵感罢了。你那是什么表情？韩战这边刚打算休息，又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摸了进来。夏尤为看气得咬紧银牙，又被那个小浪梯子抢了先，我就知道宫斗戏恶补的还不够多，我作为正宫必须得镇住他们才行。夏尤为一边气鼓鼓说着，一边扑到了韩战身上。韩战无奈，只能故技重施。第二天早上，当夏尤为和李林真醒来时，身边已经没有了韩战的踪影。来到餐桌旁，看着已经被喝得精光的4碗大补汤，李林真问向李叔同道：“爷爷，韩战去哪里了？他昨天那么累，怎么又起得这么早？知道累你们两个，还继续折腾他？”李叔同看了李林真一眼，说教道：“年轻人要注意节制，有这个精力，不如想想怎么提高自己的实力。”知道了，知道了。眼看着李叔同又要开始喋喋不休，李林真连忙抢先一步打断了他的话：“您还没说韩正去哪里了呢？他只跟我说要去一趟护城者组织的图书馆。应该是想查一查有关遗迹方面的档案。遗迹吗？为什么好端端的想要去调查遗迹档案？李林真和夏尤为心中不解，李叔同没有再解释什么。护城者组织大厦，韩战刚一进门，就看到忙得焦头烂额的护城者们。一凡正愁眉苦脸的看着桌案上堆叠老高的事故报告，揉了揉眉心。该死，昨天晚上睡得太沉，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死亡报告，还有伤亡记录？难道深蓝市又被虫族入侵了？一凡还在自言自语，看到走路进来的韩战，他抬手打了个招呼：“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有事情，借你们的图书馆档案一用。”昨天晚上婆娑世界笼罩的范围并非是整个深蓝市，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韩战提前引爆了红月，污染降临下死亡人数骤减，灾难得以遏制。韩战今天来找深蓝市档案，是想要验证一下自己昨天的某些猜测。作为老队友，韩战的请求一凡不可能不同意。很快，大量的档案资料被送过来，因为数据库共通的原因，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深蓝市的，还有一些其他城市和前线战场的。韩战开始逐一翻看起来。档案记录：
虫在112年，在八阶虫皇的率领下，虫族使用了特殊道具血符图，献祭10座人类城市，对大夏境内造成超巨大杀伤，损失严重，杀戮无数，死伤惨重。档案记录，虫在159年，10位八阶灵气师合列大型虫族族群，在第2战区的协同帮助下，出其不意袭击，本该大胜而归，但虫族族群使用了特殊宝物星图，整个族群化作星光，消失在星海之中，围猎失败。档案记录，虫在209年就圣约9阶觉醒者12使徒之一的乔松帕位置被泄露，虫族谋划针对暗杀，暗杀者仅为3位八阶虫皇，在实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下，虫族以道具鱼肠强行重创乔松帕，至今下落不明。看着档案中这些道具宝物，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闪过，和韩战的记忆中不断重合，他愈发笃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从古遗迹中探寻搜索获得的道具宝物，就是自己穿越前那个世界传说中的东西。他确信，这个发现让韩战莫名感觉到了一丝恐慌。如果那个世界的传说都是真的，那自己现在所处的蓝星究竟是穿越后的世界，还是自己原本的世界？韩战心里费解不已，无人能为他解惑。他还在档案中看到了有关婆娑世界的描述。婆娑世界是9阶虫帝眼的至宝，被记录使用的次数有限，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圣约翰州。婆娑世界取缔了整个圣约翰州，其中生灵尽数异变。帝国耗费了整整1年时间才彻底清理了异常，但被异化改造后的圣约翰州已经无法适应人类，彻底成为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废领土。帝国官方对婆娑世界体的评价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件至宝，它里面装载着一个无比恐怖的世界。当这个世界从虚幻成为现实，降临人间，它将会成为整个蓝星的灾难。看到这里，韩战再次照出菩提宝树，那颗代表婆娑世界的果实挂在树上，仍旧暗淡，仅有些许灰白色的星光，远不如其他几颗那么璀璨。韩战还注意到，挂在菩提宝树上的所有世界果实中，位于树冠顶端的3颗正散发着金色璀璨的光芒，这3颗世界果实也远比其他几颗来得硕大许多。当韩战用意识潜入菩提宝树，他意外惊喜地获得了有关这3颗世界果实的名字，它们的名字分别为涿鹿之野、圣心百草、琴瑟弗莱。作为一个了解神话传说的人，韩战一下子便明白了这3个名字分别对应着什么：轩辕剑、神农鼎、伏羲琴。其中涿鹿之野这颗世界果实最为庞大，几乎是其他世界果实的2倍不止，散发的金色光芒极为强烈，刺眼无比，宛如一颗悬挂在树上的小太阳。另外2颗就要稍逊一筹，但也都光芒闪烁，神异不凡。相较于它们3颗，其他世界果实更为暗淡，仅有少许星辉包裹，隐隐之光无法与皓月媲美。看着这一幕，韩战猛然惊觉，自己现在成为灵气师以后，签订契约的3个器灵，不就是轩辕剑、神农鼎、伏羲琴吗？所以菩提宝树上世界果实被点亮的要求，是自己契约过的上古神兵。如此对应下来，倒是能解释得通。菩提宝树是自己的天赋神兆推动发现的，上古神兵器灵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着共通性。如果一颗果实就代表着一个世界，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自己能够进入这些世界？抱着这样的想法，收获颇丰的韩战交还资料档案，重新回到别墅，找到老师李书同后，韩战把猜测和他一一说出。李书同听完以后，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确实有这种可能，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一定不能去选择最大的那颗果实。越大的世界结构越复杂，庞大也意味着充满变数，以你现在的实力进入，恐怕十死无生。那老师觉得我应该选择哪一颗世界果实进入最为合适？神农鼎或者伏羲琴？这2者都是辅助型，它们所代表的世界果实危险系数应该相对较小。那婆娑世界呢？老师觉得我应该进入探寻一下吗？李书同摇了摇头，他不建议进入婆娑世界，因为这世界第一次出现是在帝国的圣约翰州，婆娑世界里面的那些鬼怪异常也都和帝国那边的历史人文相契合。李书同有理由怀疑，婆娑世界对应的正是帝国那边的历史传说。作为一个纯正的大夏人，探索自己熟悉的世界才更有把握。李书同把想法和韩战说出后，后者也认同的点点头。敲定了准备进入的世界果实以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准备工作。韩战需要回忆自己脑海中那些藏在深处的记忆，把传说温故一遍。李书同这边则是联系上了李家，把李逢春和9阶虫帝偷袭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夏警戒起来，同时开始清扫案子，拔除那些虫族埋伏在人类内部的叛徒。这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但只要行动起来，就能让虫族投鼠忌器。1个星期后，韩战在别墅内喝完4大补汤，和老师以及夏幽微、李玲珍告别。他不打算带2个女生进入，因为世界果实内危险难料，即便是韩战也没有十足把握，不如让老师将2人留下，带在身边继续他们自己的修行，让韩战独自进入世界果实一探究竟。夏幽微和李玲珍虽心中不愿，但也知道韩战这是为了他们好，就没有再坚持。一切安排妥当以后，韩战唤出菩提宝树，
他的双手做特殊结印，菩提宝树迎风暴长，化作一棵参天古树，笼罩整个别墅。韩战伸手触碰其中那颗闪烁着金色光芒的世界果实，下一瞬间，他整个人化作无数星辉，被金色果实吸入其中，消失不见。这颗世界果实的名字是圣心百草。一片星辉落下，无数光点凝聚，幻化成韩战的模样。他再次睁开眼睛，周围已经不再是深蓝式别墅，变成了一个粗陋的房间。有多粗陋？草席、泥墙、烂木窗，唯一的门板上还被虫蛀了许多破洞。阳光透过这些破洞照射进来，在墙上打出一个个细小光点。韩战还在打量环境，就听到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伴随着几声怒斥和气急败坏的叫嚣。那个外来人在哪里？那个外来人在哪里？让开！都给我让开！他快要把我女儿治死了，我要让他偿命！韩战耳边还在听着八卦，猝不及防的轰隆一声，他屋子唯一的那扇门被人踢飞出去，狠狠嵌在了旁边的泥墙上，深深融入其中。韩战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就出现在他身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服。被人袭击，韩战来不及细想，整个人已经下意识做出反应。可是当他开启3级，打算以4阶灵气师的境界和对方拉扯挪腾时，他发现了一个骇然的现实：他被彻底压制住了。没错，对面这个看上去5大3粗，把生气都写在脸上的糙汉子，境界完全碾压自己。对方的速度之快，韩战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他想要挣脱，已经被控制得死死的，挣脱不得。这个糙汉子的境界有多高？5阶、6阶，还是更高？韩战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刚开启3级就被对方一巴掌拍趴在了地上。就你这三脚猫的粗陋功夫，还想要反抗？不知天高地厚的外乡人！江虎，你先降火，不要把人给弄死了。有人在旁边劝说道，只是韩战已经听不清了。被江火一巴掌拍晕后，等到他再次醒来，已经是在牢狱中。1天后，韩战好不容易才从负责送饭的小哥嘴里弄明白了自己被抓进牢狱的原因。原来他被菩提宝树传送到的这个世界，正是自己脑海中熟悉的那个历史传说无余，但有些许差异。比如本该孱弱的古代人，突然变成了比自己还厉害的强者，一只手就能秒杀自己的存在。又比如这奇怪的病，外来人韩战就是因为号称可以治病，结果治出了问题，才被小女孩的父亲江火找到，关押到了这里。这是进入百草圣心果实世界的初始设定。韩战打听清楚这些后，已经逐渐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既然是和神农鼎有关的世界，那么自然也就和治病2字脱不了干系。这一日，那个相对善良好说话的送饭小哥又准时出现在牢狱里，给自己送来饭菜。就在他打算转身离开时，韩战突然一把抓住了他。感觉到手臂被人从身后突然抓住，送饭小哥惊得猛然转身，一个熟练的掰手反擒拿，然后另一只手拍在了韩战胸口上。韩战只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只9阶虫族击中，整个人猛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狠狠撞在了墙壁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送饭小哥看到这一幕，人也傻了，他慌忙摆手解释道：我没想到你那么弱，连1击都扛不住，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看着送饭小哥那不似作伪的表情，韩战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1击都扛不住？要知道他现在可是4阶灵气师，拥有天蛇肢体天赋，又有8级中的3级护体，连6阶虫族过来都未必能打破自己的防御。但就是这样，他刚刚一不小心被一个僵尸不足的送饭小哥轻轻一拳就轰飞出去，撞在墙上口吐鲜血，这合理吗？韩战来不及思考清楚这件事情，他连忙趁对方还没离开，强忍着疼痛开口道：别走，先别走，我有办法给那个小女孩治病，真的，相信我。韩战言辞恳切地说。听到他的话，送饭青年目光同情地看了他一眼：你这个外来人，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开这个口治病？哈哈，治病？送饭青年忽然神经质地笑了2声，他看向韩战的眼神有些古怪。治病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喂，你用这种眼神盯着我，我很瘆得慌。韩战心里一边吐槽着，一边加速语气道：没错，就是治病。之前是我失误了，用错了药材，能不能帮我传达消息给江火，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一定能保证，至少能救回他的性命。有神农鼎生灵造化天赋在，就是那么自信。听到韩战的话，看着他信誓旦旦的模样，送饭青年不再取笑，目光渐冷。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等待够30天就能够自由来去。如果你坚持要去见江火，他的脾气火爆，如果这次再救不活他女儿，你就会死。你想清楚了吗？送饭青年的话更像是一种提示，这让韩战脑中飞速运转，想到了一种可能。这是这颗百草圣心世界果实的提示，提示告诉他，只要乖乖待在这里，待够30天就可以回去，返回现实。如果执意要去见江火，就有死亡的可能。面对这类似于是否确认继续的询问，韩战没有犹豫，坚定点了点头。来都来了，如果不破解这百草圣心的秘密，还要白白耗费30天时间，也不知道
外面世界会过去多久，韩战等不起。见韩战点头，送饭青年便不再坚持，他的目光又重新恢复最开始的老实和木讷。先是抱歉地看了韩战一眼，然后向他承诺道：“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话传给江火。至于他来不来，我无法保证。”送饭青年走后，韩战就开始等待。当天没有人来。第二天白天，韩战迷迷糊糊中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江火骂骂咧咧地从牢狱外走进来。知道了知道了，你别在我后边念叨，我就再给那个疯子一次机会，如果他能把小月救醒，我就跟族长说明，把他放了。江火被送饭青年缠了一晚上，终究是松口同意走进牢狱。哐当一声，关押韩战的牢房门被打开了。走吧，圣师。韩战被江火拎了出去，在江火的手上，韩战根本无法反抗，就这样被他骂骂咧咧拎了一路。他们来到了一个房屋众多的部族，不少人的目光被吸引过来。有人打趣地说道：“江火怎么还不信邪？不是已经把他送进监牢里了吗？又把人拎出来做什么？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病无人可医，为什么就是不信呢？你女儿是人，我们也是人，大家都得了这个病，早晚得死，谁都跑不了。”江火听着周围众人的风言风语，他怒气冲冲地扭过头，对着他们大声吼道：“都 TND 给我闭嘴！”说话间，狂风四起，巨大的吼声把房屋都震得瑟瑟发抖。被江火拎在手上的韩战更是干脆七窍流血，俨然一副颓废的样子。韩战可以确定，江火绝对是超过8阶的存在，甚至不排除9阶的可能。看到韩战如此惨兮兮的样子，江火撇了撇嘴，小声嘀咕了一句弱鸡，就拎着他走进屋中。屋子里面躺着一个小女孩，看上去不超过12、13岁。此时双眼紧闭，眉头紧锁，十分痛苦的样子。江火把韩战往床边一丢，语气不善道：“你现在可以开始了，我给你5分钟时间，如果就不醒他，你知道下场。”韩战站起来，刚一靠近小女孩，他身上就冒出许多密密麻麻的黑色丝线，这些黑色丝线如同小虫，向着四面八方爬去，有些小虫甚至试图攀附到韩战身上，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头皮发麻。这时韩战下意识想要召唤器灵，可是轩辕剑与伏羲琴都彻底失联，无法召唤，只有神农鼎响应了他的召唤。随着神农鼎的出现，这些黑色线虫仿佛遇到天敌，开始疯狂地向着远处攀爬。躺在床上的小女孩更是直接口吐白沫，痉挛起来。看到这一幕的江火下意识捏紧双拳，只要有一点不对劲，他就把韩战锤成肉泥。韩战召唤出神农鼎以后，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些黑色线虫身上带着某种奇特又邪恶的力量，这种邪异力量在和神农鼎相抗衡。小女孩身上甚至笼罩起一层厚厚的黑雾。韩战再不质疑，双手拍在神农鼎上，一道道明亮的符文从神农鼎口处喷涌而出。韩战轻扎一声，生灵造化，这些符文一一被打入小女孩体内。只听得嘤咛一声，小女孩缓缓睁开眼，醒了。看到这一幕，江火激动异常，他没有去管旁边还站着的韩战，一把将小女孩抱入怀中。小月，你总算醒了。小月，父亲。被江火抱住的江月有些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他被韩战救醒了。江火对韩战不再恶语相向，目光感激地看向他道：“圣师，你果然有办法，我会向族长申请取消对你的拘役，今后只要有用得上我江火的地方，你尽管吩咐。你救了我女儿，我欠你一条命。”听着江火豪爽的言论，韩战点点头，目光却停留在苏醒过来的江月身上。江月虽然醒了，但她的病没有完全治好，那些黑色线虫只是表征，江月的身上那团黑雾已经彻底融入体内，哪怕是用生灵造化都无法驱除。这是什么怪病？这病也太奇怪了。韩战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连生灵造化都无法去除的疾病。不过一想到自己连这边随随便便一个年轻人都打不过，他也就释然了。这个世界本就不正常，再用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反而显得自己不正常。作为一名医者，韩战还是选择把真实情况与江火说清楚。本以为江火会再次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听完韩战所说，却毫不意外地点了点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你都知道？这下轮到韩战错愕了。都知道还救什么病？知道归知道，但是发病的时间不对，小月还那么小，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病。说到底，我只是作为一个父亲，心有不甘罢了。见韩战疑惑，江火于是同他这个外来人娓娓道来。原来不只是江月，他们生存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患者某种怪病。这种病会在35岁时爆发，从体内涌出无数黑雾，先是腹部，再到心脏，最后是头颅和全身，人就会这样悄无声息地被黑雾吞噬，无一例外。无论他们想什么办法，都无法逃过这一厄运。这仿佛是某种诅咒一般。竟然有这种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回想起刚才看到的黑色线虫，韩战心里有了思索。这颗世界果实的名字叫百草圣心。进入这个世界以后遇到的第一件怪事就是这个病，再加上之前在牢狱里那个年轻人 NPC 对自己说过的话，结合起来判断，想要解开这个世界的秘密，
一定和这个病有关。想到这里，韩战主动开口询问道：“江叔，整个江族人都患上了这个病吗？”没错，无一例外，不论是族长还是普通人，不论是2岁的幼童还是34岁的成年人，他们身上都带着这种怪病。这种怪病的表现是什么？平常看不出来，但我们晚上从不出门，因为一旦出门就会发生不可预知的恐怖事情，没有人能打破这个诅咒。不能出门？韩战在心里愣了一下，他又很快问道：“那这种病你们有过记载？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听到这个问题，江火也愣了一下。过了半晌，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一个粗人，只要过好自己就行。这些历史啊什么的，我根本没有脑子去记过。”倒是符合江火的人设，韩战在心中吐槽了一句：“不过我可以带你去见族长，族长那里应该有详细的记载。”江火又补充道。听到这里，韩战也明白过来，江氏族长是一个关键性人物，想要见到他不容易。如果没有江火这层关系，如果选择不去救小女孩的话，那么这条线索可能就到这里中断了。还好韩战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于是点点头，欣然同意。没问题，我们这就去找族长。此时屋外围了一圈人，本来是想看热闹，看韩战被江火活生生揍成肉泥，没成想2个人竟然把手言欢，揽着肩膀从屋内走出来，看傻了一众人。江氏族长的房间在部族最里面最大的那间屋子。当江火带着韩战找到族长时，江氏族长已经等候多时。听说你把江月救醒了？江氏族长江淮把目光看向韩战，只是一道简单的眼神打量，就让韩战感觉自己整个人毫无秘密，被看穿了的感觉，身体本能反应的站立起来。他比江火更强。韩战心中立马有了判断，他不敢怠慢，连忙拱手谦逊道：“没有根治，只是救星举手之劳罢了。”举手之劳，外来人你可知道，这样的举手之劳在江氏意味着什么？江淮顿了顿，一字一句道：“自神农圣师死后，再无一精通医术之人，以作为外来者，绝无仅有。”江淮的话信息量爆炸，让韩战呆愣当场。神农圣师是谁？和自己了解的传说有些不太一样。不，我知道神农圣师是谁了，便是那个尝百草的神农。韩战感觉自己抓住了某个重点，下意识所问道：“神农圣师是怎么死的？”自然是变尝百草的时候吃下断肠草，不治而亡。江淮的回答让韩战更加笃信，神农圣师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听江火说，你想询问这个怪病发生的最初时间，正好也一并同你说了。这个怪病最早发生的时间，就是在神农圣师吃下断肠草死亡当天。根据族中记载，神农圣师死后，整个世界就病了，每个人类都染上怪病，所有精通医术之人更是神秘消失，仿佛这个世上根本没有出现过医者这一职业。这个世界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是这和虫族的出现有什么关系？二者有何直接联系？韩战想不明白，也许唯有解开百草圣心果实世界的秘密，才能够得到答案。看到韩战沉默，族长江淮又从房间里掏出来一张泛黄的纸，姑且将其称为纸。这上面记载了神农圣师留下的一个丹方，你作为外来者，又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医者，这个丹方只能给你。伸手接过丹方，韩战看清楚了这个丹方的名字：小还丹。这上面的草药，我们族中仓库都有，只是一来看不懂丹方，二来没有炼制丹药的工具，所以一直放在这里积灰。光从丹方来看，还有小还丹这个名字，韩战无法判断它究竟有何作用。但既然是通过主线任务从江氏族长这一 NPC 处获得的丹方，那一定和整件故事主线有关。本着这样的念头，韩战决定先把这小还丹炼制出来之后再一探究竟。他当即开口道：“还请族长为我准备这些药材，我想开炉炼丹。”江淮和江火对视一眼，没有拒绝韩战的这个请求。药材在东边的那个仓库放着，派人去取需要些时间，你先暂且在这住下。江火，既然这外来者是你家的救命恩人，你且为他准备住处，把规则与他讲明。是。江火答应下来。从族长的住处离开以后，江火把韩战领到了一个空房间，至少比自己刚进入这个世界时睡的那个毛坯房要来的精致不少。就在韩战心中感慨之际，江火却叹了口气：“哎，韩小兄弟，你不该接下这件事情的。你是我家江月的救命恩人，我却不想恩将仇报。”这话怎么说？看到江火脸上的表情不似作伪，韩战有些纳闷。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药师，每年都有许多新生儿诞生，怎么可能没那么一两个拥有药师天赋的人呢？的确，江火的话符合逻辑，这也是韩战心中一个小小的困惑。只是刚才在面对江淮的时候，因为绝对碾压的实力差距，让他下意识忽略了这一点。这个时候被江火提醒，韩战点了点头。他们都死了。江火的下一句话直接引爆了韩战心中的情绪。死了？什么死了？怎么死的？谁死了？不用韩战追问，江火已经再次开口：那些药师，那些拥有药师天赋的人，他们都死了。神农圣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丹方不止一个，所有获得丹方的人试图研究其奥秘者，最终都会走向死亡。我们将这些丹方称为神农圣师的诅咒。所以族长江淮明知道诅咒一事，却还是把丹方给了自己。
江火因为于心不忍，才告诉自己实情。如果没有江火，自己可能面临不一样的结局。直到这时，韩战才深刻认识到，这个果实世界比想象中还要可怕100倍不止。我唯有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才有可能勘破最终奥秘。我明白了，谢谢你的转告，我会小心行事的。韩战没有将丹方退还给江氏，这已经说明他内心的选择。见韩战如此江火，也不便再说什么。在这之后，江火又和韩战说了，晚上6点以后必须关紧房门，不要出门的注意事项后就告别离开。韩战关上门，坐回桌旁，他将丹方放在桌上，怔怔出神。研究丹方的医者都死了，这真的是诅咒吗？如果真的是诅咒，要怎么破除？这些被神农留在世上的丹方一定有着某种线索，如果放弃这些线索，自己要如何探寻真相？韩战内心纠结，一时想不到破局之法。不对，所有谜题都是留给后来者去解开的，如果留下的谜题无法解开，那将毫无意义。想到这里，韩战内心有了初步的判断，诅咒一事应该分2个方面来看。第一，丹方有问题，研究丹方就会遭到反噬；第二，研究的人有问题，不符合条件的研究者将会遭到反噬。神农作为人类，在传说中尝遍百草，造福世界，他不应该会对后世人类诅咒。而如果真的丹方有问题，凭自己区区一个4阶的实力，完全是必死之局。把那丹方反复翻看研究过后，韩战还是得不出结论。他决定出门四处打听有关医者与丹方的事情。当他推开门时，韩战敏锐地觉察到四周纷纷投来打量监视的目光，又很快移开。看着门口明显增多的路人，韩战心中咯噔一下，这些都是江淮派来的人，他在担心什么？他在监视我。韩战脸上不动声色，快步向人群中走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倒要看看江淮究竟打了什么主意。韩战首先选择的第一站是宋范青年家，他的住处不难打听。当宋范青年看到韩战出现在他家门口时，也有些惊讶。圣师，韩战摆了摆手，你还是直接叫我韩战好了。韩战就醒江月的消息已经在江氏部落传开了，对于这个精通医术的外来者，部族里的人都用圣师称呼，以表尊敬。放弃寒暄，韩战继续说道，今天我从江淮族长处获得一个丹方，据说是神农圣师留下的，作为你救我出狱的报酬，我愿意同你一起分享。宋范青年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韩战，你这人怎么能恩将仇报？他的语气急促，连连摇手，生怕韩战真的掏出一张丹方来。看来他也知道丹方有问题。韩战看到宋范青年的表情，心中揣测道，他脸上配合做出困惑表情，反问道，怎么了？这个丹方有什么问题吗？宋范青年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研究丹方的人最终都死了。江淮族长后来就不再允许我们族中的人继续研究这张丹方，他可能见你是外来者，或许不会被诅咒，才同意将这张丹方交给你的。外来者？对啊，没错，我是外来者。这就是我和那些医师不同的地方，我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按照这个理解，这张丹方真的有诅咒，可能也对我毫无影响。韩战被宋范青年这么一点拨，心中豁然开朗。两人又说了几句，韩战挥手告别。他的第二站选择的是江火家。抵达江火家时，江火和江月正在准备晚饭。看到韩战到来，江火有些意外，马上就快天黑了，你怎么还在外面转？不是叮嘱过你吗？千万不要在天黑以后出门，会遭遇不测。我只是出来看一看，马上就回。韩战说着，将目光转向江月。他现在接触到的人不多，江淮族长那里或许不可信，他只能从为数不多认识的几个人下手获取信息。关于江月，韩战心中也有疑惑。江月妹妹，为什么你的病会提前爆发？在爆发以前，你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吗？面对询问，江月先是看了江火一眼，见他没有反应，这才回答道，我只是在和大家伙玩捉迷藏，没想到一时忘记了时间，等到我从藏身地点出来以后，天已经晚了。当时我心知不妙，用最快速度赶回家中，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我来补充一下吧。看到韩战有心调查这件事情，江火十分配合道，小月那天捉迷藏回家晚了，我在家中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等到她回家，已经超过规定时间半个小时。她刚回到家中，身上就发生异变，像是有某种东西要从身体里钻出来一样，阴冷的感觉让人毛骨悚然。但是好在她没有完全出来。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小月陷入昏迷长睡不起，直到你将她救醒。能告诉我你捉迷藏躲藏的那个地方吗？在哪里？韩战紧接着问。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树，就在我们部族外的树林里，那里离部族很远。我是想他们捉迷藏找不到我，故意躲到那么远的。韩战点点头，表示清楚。天色已然不早，江火为了韩战安全起见，没有留他在自己家里吃晚饭。韩战加快脚步，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回家中。夜渐渐深沉下去，紧闭着的门外开始有呜咽的风声，门窗被吹得呼呼作响。以韩战的听力，他分明听到在这呼呼风声中有什么特殊的脚步声，是有东西在夜晚行走。韩战瞥向窗户，那里黑乎乎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
整个房间的温度一下子骤降许多，他下意识裹紧全身。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些嘈杂的声音才渐渐离他远去。韩战心里好奇，促使他站起来走到靠近门的地方，想要透过门缝向外看去。等他刚低下头，透过门缝向外看去，下一秒他就像是被吓到一样，向后猛退几步。他从门缝里看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双猩红的眼睛，而这眼睛的主人正是江月。不是说6点以后不能出门吗？江月为什么会在外面？韩战总共就认识几个人，他绝对不会看错，那就是江月无疑。只是他的双目猩红，正贴着门缝向门内看去，和韩战刚好对视上。被突然吓了一跳，韩战决定不再探索。他背倚靠着泥墙，正对着大门的方向小心戒备地睡去。第二天清晨，他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族长江淮吩咐人去取的药材已经送到韩战家门口，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江淮的异常，韩战看在眼里，他默不作声地收下药材，没有说什么。江淮派来的人却反复叮嘱道：“圣师，这些药材都十分珍贵，族长吩咐你务必尽快将丹药炼制出来，否则的话恐有大变。”这是在威胁。韩战看了他们一眼，点点头。对方也没有再说什么，躬身离去。把药材和单方上的名字一一对应以后，韩战确定这些药材就是小还丹炼制所需的材料。江淮族长明明都已经准备好，却始终没有炼制，还是说炼制没有成功？返回屋内，经过昨天的思考，韩战决定尝试炼制丹药。一来，现在线索就断在这里，不炼制丹药无法获得更进一步的线索；二来，如果诅咒真的只针对这个世界的人，而对外来者没有作用，那么炼制丹药的过程将没有危险。于是韩战唤出神农鼎，按照单方上的用量和步骤，开始往神农鼎内添加药材。随着最后一份药材被添加进入，整个鼎内开始绽放淡淡华光。此丹方极为不凡，炼制出的丹丸看上去珠圆玉润，白玉如华，一看就是上之品。就在韩战以为炼制成功，松了一口气时，那颗丹丸上面突然出现了一张诡异人脸，整颗白色丹丸更是被一层浓郁的黑雾笼罩。丹丸上的人脸看向韩战，裂开嘴，露出一个诡异笑容。下一秒，这些黑雾张牙舞爪的，在韩战没有反应过来以前向他扑来。丹丸果然有问题，江淮一定知道些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他故意没告诉自己。只是现在韩战才醒悟，为时已晚。眼看着那诡异丹丸就要破鼎而出，整个神农鼎蓦地亮起一道淡金色的光辉，将整个鼎都笼罩其中。那张诡异人脸似乎被这金光所刻，发出尖利叫声，不消片刻就灰飞烟灭。又过了一会儿，确认鼎中再无异常之后，韩战这才将丹丸取出。看着手中珠圆玉润的丹药，韩战的眼睛不自觉地微微发烫。神兆再次被催动，丹丸的信息映入眼帘。名字：小还丹，功效：能够抵御黑夜中的侵蚀，抑制体内异变，并且打破规则，获得3个小时夜行的权限。注意，炼制小还丹有性命风险，一命一丹，请谨慎炼制。看到所有小还丹的介绍，韩战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不是丹方有诅咒，而是炼制小还丹需要一命换一丹。如此坑爹的设定，幸好他是使用神农鼎进行炼制。神农鼎作为神农炼制丹药所用炉鼎，对丹丸异变有克制效果，这才逃过一劫。那将是族长江淮，一定也知道炼制小还丹的限制条件，所以他才不允许族人炼制，反而是将丹方对我一个外来者拱手相让，其用心极为险恶。韩战虽然炼制成功小还丹，他还是选择继续待在屋内，等待夜晚降临。既然小还丹能够赋予服用者短暂的夜间行走能力，那么根据规则，服用小还丹以后，韩战就可以无视禁令，在夜晚寻找更多线索。直觉告诉他，夜晚的外界将更加精彩。炼制丹药消耗了不少精力，韩战决定先睡一觉，等待夜色降临。当韩战再次醒来时，外面天已经黑了，熟悉的呼啸风声再次响起。这一次韩战不再迟疑，一口将小还丹吞下。吞下小还丹后，韩战觉得体内好像凭空多出了一股特殊的力量，这股力量将他全身包裹住，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韩战推开门走了出去，夜晚的僵尸部落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推开门的那一刹，连呼啸风声都戛然而止，仿佛之前听到的都是幻觉，既没有恐怖的鬼影，也没有想象中猩红的眼睛，有的只是空无一人的街道。韩战60过人，他隐约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连忙先行一步，躲藏在房屋周围，静观其变。没过多久，一道鬼祟的人影出现在街道尽头。那道人影似乎料定不会有其他人出现，也没有多做遮掩，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走了出来。当看到从阴影中显露的人影时，韩战有些惊讶，江淮，他竟然也能够在夜间行走。是了，小还丹的丹方都是他给的，将是自己也一定有小还丹盈余。韩战心里琢磨着，他屏住呼吸，不动声色。很快，江淮就来到了韩战的住处门口。他先是侧耳紧贴在门上倾听，半晌没有听到声音以后，他哼哼冷笑2声，自言自语道：“这外来人也算是死得其所，让我白得一枚小还丹。”说完，江淮用力将门推开，门吱呀一声打开了，里面空空如也，不见韩战踪影。看到这一幕，江淮傻眼了，他身后忽然有熟悉的声音响起：“
江组长，这么晚出来是在找我吗？听到韩战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江淮不可思地转过头，错愕目光紧紧盯着韩战，语气里充满着狐疑。这不可能，你炼制了小还丹，为什么还能够安然无恙？这绝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江组长。韩战说着上前一步，拦住了江淮的去路。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加巨大的秘密。眼前这个江淮组长，他身上那股白天的恐怖气势消失不见了，现在的江淮给自己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修为全无的普通人。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韩战才有此底气截住对方去路。江淮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努力挤出一个笑脸，试图和韩战交涉。外来人，我无意为难于你，这件事情我们就此结果如何？无意为难？将小还丹丹方故意塞给我，骗我炼制，就是想用我的命来换取丹药，这也算无意为难？哈哈！韩战冷嘲热讽的话让江淮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瞅准时机，一个箭步往旁边小道窜出去，却被反应更快的韩战一巴掌拍在地上。他很喜欢一巴掌把人拍在地上这种感觉。白天自己是怎么被拍的，晚上他就要怎么拍回来。你究竟想怎么样？江淮恶狠狠道。把你知道的信息全都告诉我，不要耍什么招，我们的时间还很充裕，我耗得起。听到韩战的话，组长江淮倒也光棍，十分干脆的把自己知道的信息全都吐露出来。小还丹的确是神农留下的丹方，自从神农死去之后，这张丹方就一直被留在江氏一族好好保管着。只有药师能够炼制小还丹，但是因为小还丹一命一丹的特性，江氏一族的药师根本消耗不起性命。后来江氏族长才将小还丹丹方封存，不再炼制。夜晚6点以后不允许外出的规则是真实存在的，并不只针对韩战一人。夜晚的空气里充斥着某种未知诡谲的污染，当在夜晚行走以后，这些污染就会加速他们体内疾病的爆发。这种古怪困扰着江氏一族的每一代人。还有就是被韩战提前觉察到的秘密。这个世界很古怪，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白天，这个世界生活的所有人都实力剧增，猎杀那些飞禽走兽毫不费力。但一旦到了晚上，外面的世界就会变得异常危险。白天越有实力的人，在晚上就越弱小，连普通人都不如。而那些原本孱弱的飞禽走兽，一旦到了夜晚就会异化，变得无比恐怖。江淮之所以想通过韩战来炼制小还丹，就只是想着物尽其用，利用他外来人的身份，为江氏一族多囤积一枚小还丹，以备不时之需。听着江淮的解释，韩战半信半疑，但终是没有对他再出手，置其于死地。两个人再次沉默。就在这时，一道轻快迅捷的脚步声回荡在远处的街道上，一个娇小的黑色人影从远处出现。那是一个小女孩，看上去不过12、13岁，扎着2个羊角辫，浑然不觉地走在路上。最关键的是，她的眼睛是红色的。江月怎么会在这里？她又是什么情况？江月的出现似乎也打乱了江淮的计划，他的脸上有些难看。在韩正的注视下，他只能如实说道：江月被寄生了，不是简单的寄生，而是他体内的异常被激活了，但又因为感染时间不够长，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阶段。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从我这里顺路取走小还丹，然后跟踪江月，发现感染背后的更深层秘密。江组长，你的算盘打得不错。韩战又不是3岁小孩，炼制小还丹，无论成功失败与否，完全不用大晚上跑过来一趟，这样还平白无故浪费一枚小还丹，得不偿失。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江淮的目的并不在自己这里。直到江月出现，才真相大白。江淮被戳破心中谋算，他也不多说，偷偷地坠在江月身后不远处，开始尾随。韩战没有犹豫，也跟着江淮一起跟踪上去。他也想看看被污染以后，江月大晚上出门究竟所为何事。前方紧跟着的江淮脚步不慢，熟门熟路，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跟踪。江氏族群的坐落于深山旁边的平原，附近就是一座大山。夜晚的深山黑黢黢一片，看上去就如同一大块漆黑抹布，融入夜色。一起融入夜色的还有韩战3人。走在最前面的江月，虽然身形小小，却如履平地，给人说不出的诡异感觉。一直跟在身后的江淮率先支撑不住了。在夜晚，他的实力比普通人还不如，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已经气喘吁吁。看到这一幕，韩战有些诧异问道：你这么弱，之前是怎么跟踪的？难道不会因为体力不支跟丢吗？江淮微微喘了2口。不会，因为之前我也只跟踪过一次，他还没有进山就已经原路返回。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能坚持这么久，也许和自己有关。听到这，韩战有些心虚的想，生灵造化作为神农鼎的天赋，它的效果是治愈身上一切损伤，恢复如初。那么如果这些纠缠在江氏一族身上的怪病并不是怪病，也不是诅咒，而是伤呢？两个人刚说过话，前面健步如飞的江月已经彻底消失在夜色中。不好，跟丢了！江淮惊呼一声，他还想再说些什么，被韩战猛地一把拉过。就在江淮刚被拉开的那一瞬，一道硕大的黑影从天上落下，砸在江淮原本站立的地方。他也从黑夜中显露出原本模样，那是一头怪物，外形和老虎相似，但却有着3个形态各异的头颅，每一个头颅都张着血盆大口，
露出锋锐的牙齿。他身上的毛发通体发黑，一对古翼出现在背后，真正的如虎添翼。让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应该失踪的江月突然出现在对面的树梢上，他用猩红的眼睛盯着韩战二人，无声注视的样子让人毛骨悚然。他不是江月，韩战笃定道，从一开始他就故意模仿成江月的样子，吸引我们走出僵尸部落。僵尸部落里面没有遭受过攻击，证明神农陨落之后仍在庇佑族人。你很聪明，外来人，多亏了你，否则的话，想要激活这个小女孩体内的封印，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等待。是你让我提前复苏，我要好好感谢你。森然的声音从江月口中发出，那原本维持江月模样的身体突然化作一团浓雾，这团黑色浓雾慢慢旋转着凝聚不散，仿佛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是他，那个诅咒。作为族长，江淮自然认出这个模样，分明就是在将氏族人满35岁之后被吞没时出现的那团黑雾。他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提前看到这一幕。这黑色浓雾比之前出现的更具有侵略性，更让人恐怖。不要自乱阵脚，他是故意显露原始形态的，就是为了让你惊慌失措，放弃判断。黑色浓雾对江淮的冲击远大于韩战，韩战上能冷静思考分析对方这么做的原因。他在拖时间。小还丹，韩战脑中灵光一闪，道破真相。小还丹作为神农留下的丹方之一，它的作用一定不会像描述那么简单。能够在夜间行走，不受规则束缚，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规则。规则的力量是可怕的，难以想象。小还丹的规则是免受黑夜侵蚀，黑夜之中的任何威胁自然也都包含在内。那么站在对面的那道黑色浓雾，以及他所驱使的这头古翼黑虎，现在根本就无法伤害到自己。有了韩战的提醒，江淮也恍然大悟起来。他是想要把小还丹的时间拖过去，然后再对咱们下手。那还等什么？赶紧跑啊！江淮心里想到这儿，他立马转身，二话不说扭头向僵尸部落跑去。可是下一秒，那头黑色巨虎就拦在了自己的去路上。以韩战的眼力，根本没有看清楚对方是如何移动的。九阶，又是九阶。夜间怪物的恐怖实力就跟白天将氏族人们一样，让人心中升起一股无力感，毫无反抗的欲望和斗志。看破了又如何？从你们离开僵尸部落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结局，不用再做无意义的挣扎了。浓浓黑雾中，森然的声音带着冷笑继续响起。江淮的表情不复镇定。这次出门，他只服用了一颗小还丹，小还丹的持续时间是3个小时，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黑夜的侵蚀将无法阻挡。现在才刚过9点，距离白天还有很长时间，怎么办？说不怕死那是假的。江淮下意识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身边依旧淡定的外来人韩战。你有办法对不对？你一定有办法，外来人都很狡猾，你不可能不留后手。似乎是被江淮说中，韩战也不再隐藏。只见他伸出手摊开手掌，在他掌心中7、8颗珠圆玉润的白色药丸正闪着淡淡光芒，不是小还丹又是什么？看到这么多小还丹，江淮绝望的眼神中瞬间绽放希冀。他刚想伸手去拿一颗给自己续上时间，韩战突然将手猛地一缩，收了回来。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小还丹？小还丹以命换丹，哪是这么容易就可以炼制的？浓浓黑雾中的那道声音也带着一丝不可置信。哟，懂得挺多呀，那你又认不认识？此为何物？韩战话音刚落，他双手掐诀，一道古朴气息的巨鼎虚影在头顶上空显现。神农鼎，这是那个家伙的丹炉，他怎么可能出现在你手里？看到神农鼎的那一刻，浓浓黑雾中发出尖叫般的语气，比刚才更加情绪波动。看来你认识，那就好办了。你是自己滚，还是我来送你一程？江淮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原本气焰嚣张的黑色浓雾代表诅咒和不祥，自己这方已经被逼入绝境。结果韩战先是掏出来7、8颗小还丹，又是召唤出一个莫名的巨鼎，对面就瞬间怂了。这是个什么展开？江淮作为僵氏族长，他已经看不懂了。没等他想明白，韩战已经单手虚压，轻轻那么一按，神农鼎倒转鼎口，朝着下方狠狠压去。韩战所料不差，能够对付小还丹异常的神农鼎，对于这种恐怖诅咒凝聚出的浓浓黑雾也有着极大的克制效果。几乎是顶落下的瞬间，那团黑雾就被打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场中只剩下一头古翼黑虎，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失去黑雾之后，它好像也失去了活性，一动不动。这就解决了。韩战看了一眼头顶的神农鼎，在这个百草盛心的世界，它就像是一个挂壁般的存在。开挂一时爽，一直开挂一直爽，古人诚不欺我。圣师，咱们现在回去吗？身旁江淮像换了个人一样，面带讨好的看向韩战。没办法，小还丹在他手上，自己想要活着回去，还得看韩战脸色。回去？不，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当然要狠狠探索一番。我时间有限，没空玩那么多弯弯绕绕。韩战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进入百草圣心世界是想要探寻真相。在小还丹的加持下，他和江淮两人无视了一旁的怪物，继续前行。没走多远，韩战就看到了一棵十分明显的苍天古树，这应该就是江月之前玩捉迷藏时躲藏的古树吧。
韩战想到这里，他上前一步，伸手触碰在古树身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手竟然径自穿过了古树的树干，消失不见。古树是假的？江淮看到这一幕也有些吃惊，见韩战望向自己，他连忙摇手道：“你不要看我，我也不知道。白天的世界和晚上的世界截然不同。江火家那个小丫头一定是在傍晚之后躲到这里的，我们白天也曾经过这儿，根本就没有这棵古树。”有了江淮的解释，韩战点点头，他抛出一颗小还丹，后者伸手连忙接过，两人各吞服下一颗以后，韩战二话不说，整个人撞向眼前的古树。没有想象中的碰撞和剧痛，韩战只觉得身前一空。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出现在一个山洞内。洞内两侧的山壁上各被掏出凹陷，里面放着几个长明灯似的烛台，有火光照亮整个山壁，也让韩战他们看清楚洞内景象。这竟然内有乾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应该也有神农圣师的庇佑。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待到天亮，不用担心被黑夜吞噬？没错。韩战说着又往前走了几步，他看到山洞内有一个泥塑的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张和之前看到的丹方差不多的纸。拿起纸，果然又是一张新的丹方，混元丹。看到这张丹方，江淮的表情比韩战还要激动，他颤抖着拿起丹方，用激动的语气说道：“第二张丹方，真的有第二张丹方？传说是真的？什么传说？”不用韩战继续追问，江淮已经突自说道：“传说中神农圣师留下的丹方里面有拯救这个世界的办法，能够让我们所有人摆脱这种诅咒，但是江氏一族搜寻100年也未能找到其他丹方。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不是他们找不到，而是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枚小还丹能够让人在黑夜中3小时不受威胁侵蚀，但是黑夜之中还有其他危险暗存，就像刚才看到的那团黑色浓雾，它虽然无法直接攻击服用小还丹的人，但却能够用其他手段将人困在那里，直到小还丹效果结束。想要抵达这棵参天巨树，就必须满足拥有小还丹以及能够驱逐甚至击杀浓雾黑雾的手段。而已知的是，所有江氏族人白天实力超群，晚上却比普通人还要孱弱，所以这第二张丹方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那么这张丹方真正为谁准备的呢？韩战想到了自己拥有神农鼎，在这个世界就如同开了挂一样，可以无视夜晚的危险和规则，让韩战体验一把开挂的乐趣。江族长，这张丹方由我保管，你没有意见吧？见韩战发问，江淮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一开始他或许还有些不差，感受到自己族长的威严受到挑战，还想着等到白天时找回场子向韩战报仇。但是随着两个人接触愈久，在黑夜中越往后探索，他越发觉得韩战这个外来人深不可测。不论是那能够震慑击溃黑色浓雾的鼎，还是他可以无视一丹一命铁律炼制许多小还丹的手段，这个外来人还带着自己找到了江氏一族搜寻100年都未曾找到的第二张丹方。或许这个年轻人真的可以帮自己和族人解开诅咒。想到这里，江淮当即摇头表示道：“圣师，这张丹方就交由你保管吧。我江氏一族不仅不会向您索要，对于丹方中那些材料，圣师如果有需求，尽管对我们开口，我一定全力满足你。”江淮的态度让韩战很满意。识时务者为俊杰，江淮能屈能伸，审时度势，这才是一个族长应该有的素质。正所谓投桃报李，韩战也不含糊，直接将手中的2枚小还丹交到江淮手上。江族长，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搜寻丹方，然后解开这个世界的真相，替江氏族人破除诅咒，希望我们之后合作愉快。听到韩战这么说，江淮心里最后一颗石头也安心落地，他点点头，不再言语。这个时候，韩战忽然发现在丹方下面的桌子上被人用利器刻下了几个字，留存至今：虚无吞噬了这个世界，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死亡不是诅咒，用轮回磨灭，这是神农圣师留下的字。当韩战伸手触碰到这些字时，他的脑中忽然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那似乎是神农圣师特意在刻字时留下的画面。韩战瞪大眼睛，目光错愕，看着那幅画面，他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旁的江淮大气不敢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直至半晌，韩战吐出一口浊气，口中讷讷念出2个字：虫族。是的，虫族。韩战不可能看错，那铺天盖地的虫影将整个世界吞噬，其中最大的那一个是一团不断旋转的黑色浓雾。那团黑色浓雾远比今天所见到的大了无数倍。如果一定要行，韩战脑中只浮现出一个词：黑洞。所到之处无尽吞噬，如同黑洞般湮灭世界，在他身后是无穷无尽的黑暗。韩战还看到许多伟岸的身影凭空而立，挡在了世界的最前方，他们每一个身上都绽放出耀眼无比的光芒，犹如烈日当空，抵御着无尽黑暗的吞噬。但是湮灭黑洞的力量远远超乎他们想象，不知道僵持了多久，这些烈日一个接着一个，光芒消散，被黑暗吞没，然后沉寂，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如同一片宇宙虚无。那就是神农圣师所说的虚无吗？超越9阶的存在，毁灭这方世界的幕后真凶重影。韩战喃喃自语，无人能够给他解答。所以百草圣心这个世界也是被虫族毁灭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以此类推，所有菩提宝树上的世界果实都是被虫族毁灭之后的世界？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虫族能够使用那些道具，因为他们本来就来自那些世界，而他们现在将要毁灭的是眼前这颗蓝星。我在天宫留下了后手，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凑齐4张丹方，找到他。后来者，耳边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如同一阵风在耳边拂过，又很快消散。当韩战意识到时，早已消失不见。这是神农圣师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天宫，所谓的天宫又在哪里？是否与这些丹方有关？本该湮灭成虚无的世界，为什么现在又重新被塑造？这一个个的谜团困扰着韩战，一时无法解开。江族长，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在此过夜吧。在这里吗？好吧。江淮本来还想说原路返回，但看到韩战脸上不是询问的表情，当即识趣作罢。作为神农圣师开辟的洞府，这里的确如韩战所说，可以抵御黑暗侵蚀。他们2人在洞府内睡过一夜，第2天醒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睡在了山郊野外。洞府已经消失不见，连同那棵参天古树一样无影无踪。远处一只斑斓猛虎正盯着他们，虎视眈眈。下一秒，他再忍耐不住，咆哮着扑向韩战2人。只听得江淮冷哼一声，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找到宣泄的地方。重新恢复巅峰实力的江淮，一拳就将斑斓猛虎打飞出去几百米远，鲜血飙了一路，不知道撞断多少树木，直到彻底看不见那道老虎的影子。扭曲凄惨的咆哮声还在整个山谷回响。江淮扭过头，和身后的韩战刚好对视。下一秒，本来还怒气冲冲的江淮忽然躬身拱手，真诚地道了一声圣师。直到这时，江淮代表江氏一族做出的态度才在这里彻底得到韩战的认可。于是2人不再相互试探，携手返回村落。刚一回到江氏部落，他们2个就被江氏族人簇拥了起来。一个晚上未见，江氏族人已经知道江淮和韩战失踪的消息，心急如焚。对于韩战这个外来者，失踪了也就失踪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族长江淮。当看到2人安然无恙时，他们心里的石头才都落了下地。江淮也没有跟他们多做解释，只是招手唤来自己的手下，将混元丹丹方上所需要的药材吩咐下去，用最快速度收集。韩战这边则迎来了江火等人的关切询问。看着站在江火旁边的江月，一脸懵懂无知的样子，韩战内心闪过一丝愧疚。如果不是他为了最快摆脱困境，贸然使用神农鼎，江月现在可能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即使长睡不醒，也比现在的状态要好。破除诅咒，刻不容缓。这个诅咒或许不是来自神农圣师，而是虫族毁灭世界时在这个世界留下的诅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韩战和他们寒暄几句，就返回自己住处。不多时，江淮派人送来了炼丹所需的各种材料，不仅有小还丹，还有混元丹所需的材料，这些材料通通都在里面。在建立初步的相互信任之后，江淮对韩战也是有求必应。看来江淮之前说的材料不足那些话，都只是为了防备韩战故意留了一手。现在不用去计较这些，韩战根据混元丹配方中的材料，再次召唤出神农鼎，将这些材料投入进去。有了第1次炼丹的经验，第2次炼丹的过程更加顺利许多。没过多久，神农鼎内就开始绽放出特殊的光晕。这一次光晕颜色是灰白色的，与第1次的纯白色不同。混元丹看上去要比小还丹来得更大。如果说小还丹是鸽子蛋大小，那么混元丹就差不多是鸡蛋大小。同样的，小还丹有异常，混元丹也必不可少。它的异常比小还丹还要恐怖，几乎是在丹丸成型的那一刹，整个神农鼎内就开始充斥恐怖狞笑，一团拳头大小的黑色浓雾呼啸着就要冲出鼎中。神农鼎再次绽放华光，将整个鼎口封盖住，不让那团黑色浓雾冲出。黑色浓雾在鼎内横冲直撞，撞击在神农鼎的鼎壁上，发出巨大响声，咚咚咚，每一声都狠狠撞击在韩战心中，如同远古战神在锤击战鼓发出的巨大轰鸣，把整个神农鼎都撞得东倒西歪。不知道过了多久，撞击才平复下来，一颗滴溜溜圆的灰白色丹丸从鼎中淌落出来。混元丹成！韩战双目紧紧盯着混元丹，很快的，天赋神兆获取了它的全部信息。名字：混元丹，功效：天地混沌，合一为元。服用混元丹后，自身免疫一切物理伤害。注意，炼制混元丹有极大性命风险，一命一丹，请谨慎炼制。同样是一命一丹，不过混元丹的功效和小还丹有所不同。小还丹是能够让人无视规则，拥有夜间行走的能力，而混元丹却是让人免疫物理伤害。难道说，在之后的探索道路上，有什么必须免疫物理伤害才能度过的难关？每一个丹方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4张丹方，自己已经集齐其2。面对神农留下的真相，韩战已经愈发靠近。不知道江淮跟其他江族人说了什么。等到韩战炼制丹丸结束，从屋子里走出来时，他似乎能感受到周围江族人看向自己的眼神中多了一些其他东西，那似乎是尊敬。不去管这些，韩战找到江淮，把混元丹的功能和他告知。江族长，在这附近有什么靠寻常肉身无法通过的地方吗？寻常肉身无法通过的地方？江淮听完韩战描述的有关混元丹的信息，他恍然过来。若是真要说起来，还的确有一个地方，那里不要说什么寻常肉身，
就算是我们白天去也无法通过，连江淮都无法通过的地方。韩战连忙问道：“那是什么地方？”都广之野。都广之野。韩战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他似乎在哪里见过，不断在脑中搜刮。终于，他从自己的记忆深处找到了答案。《山海经》中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继藏焉。原有高舒、高道、高蜀、高季，白骨自生，冬夏播禽，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食华，草木所聚。原有百兽，相群原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都广之野便是神农之前寻找的圣地，也是通往天宫的关键。如此一来，一切便都说得通了。神农圣师在天宫留下了最后的手段，而自己需要寻找的终极目标也在天宫。这都广之野在哪里？江督长，我这就去。江淮有些油，他抬头看了韩战一眼，最终开口道：“实不相瞒，炼制混元丹的药材已经消耗一空了，其中有几味药自神农圣师死后就在无人会栽培，都已经绝迹，所以自己手上的那颗混元丹就是唯一一颗。”韩战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会那么轻易解决，只是一颗混元丹，问题应该不大吧？不，想要进入都广之野，就需要横渡荆棘之河。荆棘之河一眼望不到边际，除了神农圣师外，从来没有人能成功横渡。开弓没有回头箭，渡河也没有回头路。吃下这颗混元丹后，也没有第二颗混元丹，没有后路。韩战听明白了，但就算如此，他还是要去走这条路。见韩战眼神坚定，江淮不再劝阻，而且他冥冥之中有预感，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果也无法解决诅咒问题的话，那么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既然圣师心意已决，我们将是一族全族上下愿意协助你走完前半段路。江淮话音刚落，族中最精壮的几个汉子就站了出来，江火也在其中。江淮用手指着这群人，对韩战继续说道：“此去荆棘之河不知道需要多久，这几个都是我族中最强壮的猛士，让他们送你一程，可以省下不少麻烦。唯一需要圣师帮忙的，就是多炼制几颗小还丹给他们返程用。”韩战本来想拒绝，一想到自己人生地不熟，也的确需要向导，便也没有拒绝江淮的好意。几个人简单收拾过后，就抓紧上路。有这几个江族勇士在，韩战一路上倒是的确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几天后，他们顺利抵达荆棘之河。荆棘之河顾名思义，就是以密密麻麻的荆棘堆砌而成的一条河。此河一望无际，看不清远处边界，所有荆棘几乎都有2个人高，彻底遮蔽了眼前景象。圣师，不要小看了这些荆棘，他们连我们的皮肤都能够划破，并且还有着某种奇特的剧毒。9阶的身体也抵御不住荆棘的攻击，如果换作是自己的话，恐怕已经被砸成筛子了吧。圣师，我们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前面的路通往未知，我们也爱莫能助。多谢各位。此去都广之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们身上世世代代相传的诅咒就会破除，希望我能成功。圣师，一帆风顺。和几人告别后，韩战直接取出混元丹。在他吞下混元丹的那一刹，韩战整个身躯就开始变得如同灰白色雾气一样，形如混沌。属于人类的肉体凡胎消失不见，转而变成了一团灰白色的浓雾，和之前看到的黑色浓雾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雾气有形无实，有色无相。韩战尝试操纵自己的新身躯，伸出手探入荆棘之河。只见那无往不利的尖锐荆棘刺中身体时，它表面的皮肤化作淡淡混沌之气，消散后又很快凝聚，物理伤害免疫。看到这一幕，韩战心中大定，他当即控制着自己的新身躯，大跨步冲往荆棘之河彼岸。混元丹没有提示维持时间是多久，韩战不敢耽搁，就这样在荆棘之河中闷头猛冲。荆棘之河里面除了荆棘外，再没有其他生物。放眼望去，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荆棘尖刺。这些尖刺锋锐无比，威力堪比神兵利器。如果不是混元丹的话，根本不可能横渡成功。传说中，神农最终寻得都广之，一定也凭借了丹药之力。不愧是名动1个世纪的传奇人物，神农在丹药上的造诣远超旁人，无人可出其右。心里想着这些有的没的，韩战周围密密麻麻的荆棘已经让他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直到某一刻，他的眼前荆棘蓦地全部消失，一片空阔明亮的原野出现在他面前。正如《山海经》中描述的那般，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食华，草木所聚，如此美景让人不禁啧舌，宛如走入仙境。在那仙境中，有一身穿美丽华裳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仿佛不知疲倦。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目光，她停下舞姿，没有第一时间转过身来。多少年了，多少年没有见到有外来者进入这里。少年郎，你从何处而来？动听悦耳的声音响起，如同百灵鸟一般，又如清泉流响，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勾画出美貌少女的模样。这应该便是那传闻中居住在都广之野的素女吧。我从江氏部落而来，追寻神农足迹，进入都广之野，见到素女真容，荣幸之至。你这少年郎说话倒是好听，不过我未转身，你又如何知我真容？说话间，前方那曼妙身姿的主人转过身来，一张没有五官的脸出现在韩战面前。少年郎，我好看吗？
素女转过身来，没有五官的脸说不出的诡异，即使是在白天，如此仙境之下，更显突兀恐怖。韩战的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就要出手，但他瞬间又停下，因为现在是白天。素女作为人类，白天的实力如何？如果比江淮族长他们还要强，那自己岂不是以卵击石？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韩战现在身上混元丹的效果还没有完全解除，他仍然是物理免疫状态。我好看吗？素女仍锲而不舍地问，似乎在等韩战的回答。韩战不敢回答，他生怕回答错误，对面这张没有五官的诡异人脸就会从中裂开一道缝，变成一个血盆大口咬向自己。这样的画面在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咯咯咯，素女的笑声在他耳边响起。你这外来人倒也有趣，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竟从未见过。他说罢，随手在身旁幻化出一个画面，赫然正是刚才韩战脑中浮现的裂口女的模样。你比神农有趣多了，当初他来到多广之野时，我只从他的脑海中读取到了无数药材，还有无数丹方，真是无趣极了。素女能够读取他人记忆，韩战先是一惊，他也很快反应过来，是幻觉。韩战下意识问，没想到对面的无脸少女摇了摇头，不是幻觉，你眼前所见极为真实，我被困在这里悠悠千载，面容五官于我已无意义，虽然没有意义，我的五官也不是自己抹除的，而是在那场灾难中被虚无吞噬，是神农救下了我，让我留在这儿，等候可以解开谜题之人。原来是这样。韩战脑中很快浮现起昨天看到的画面，在那个画面里面，除了神农圣师以外，还有数人各自散发着耀眼璀璨的炽热之光，原来在这些人中便有一个是素女。韩战想到这儿，愈发恭敬起来，是发自内心的。他们都是守护这方世界的英雄，无论牺牲与否，都值得尊敬。还请素女前辈赐教。好。素女点点头，然后取出了一把琴。我的考验很简单，我素来喜欢音律，只是被困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多少岁月，你便弹奏些有意思的琴曲来，我满意了就算是通过。韩战，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这可是百草圣心世界，结果你给我的考验是让我弹琴，这未免也太坑了吧！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韩战，换做另外一个人，哪怕他精通医术，哪怕他医术通天，好不容易渡过荆棘之河来到这里，在看到素女掏出一把比自己还大的琴的时候，也要傻眼。不过韩战不同，作为一个不仅契约了神农鼎，还契约了伏羲琴的灵气师，弹琴这种事情对他而言，简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只见他二话不说，从素女手上接过琴，盘膝坐下，把琴横放于两膝之间，便开始捻动琴弦，弹奏起来。伏羲琴的诸多曲目，即使在这个世界无法造成实际效果，但它们仍然是完整的琴曲。韩战弹奏起来毫无声色，十分流畅。素女脸上虽无五官，从她撑着头侧坐在那静耳倾听的样子，也可以看出她对韩战弹奏的琴曲很是满意。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不知道过去多久，素女嘤咛一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她伸了一个懒腰，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你很好，能够弹奏如此琴曲，必然不是无趣之人，这一关算你通过。素女说着，从手上变出一张丹方，这丹方的模样和韩战之前看到过的2张一模一样，显然也是神农留下的丹方。如此一来，4张丹方变得其3。只是韩战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心中原本的喜悦当然无存。接过丹方，五龙丹3个字映入眼帘，后面还跟着密密麻麻的诸多药材，都是炼制五龙丹所必须的。就在韩战愁眉不展的时候，一旁的素女忽然轻笑一声，原本按照约定，你需要独自收集这些药材，然后才能请我帮忙炼制五龙丹。不过你刚才弹奏的琴曲我很满意，我甚至从你的琴曲中听出了另一个神器的韵味。说到这里，素女的声音变得意味深长，你是被宿命选中之人，那些无意义的试炼可以适当取消。说完，素女手中又变出了一颗拳头大小的丹丸，这颗丹丸有着5种不同的颜色，它们均匀涂布在整个丹丸身上，看上去如同一颗五彩斑斓的球。五龙丹。见韩战愣在那儿，素女又开口解释道，实在无聊，就顺手炼制了一颗。好家伙，这哪是开挂啊，这简直就是逆天，连炼制过程都省了，直接获得五龙丹。韩战反应过来以后，连忙拱手接过。催动五龙丹，龙气会滋长剑木，你就可以看见登天梯。天宫没有危险，有的只是一个真相。去吧，宿命之人。素女说着，她的身体忽然开始变得暗淡下来，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缕执念，也因为韩战的出现彻底烟消云散。执念已了，替我们守护好这个世界。这个时候，韩战抬头，他终于看清了素女的容貌，那是一个真正美若天仙的女子。在烟消云散的最后一刹，他把美好留在人间。素女，先去。韩战恭敬地朝着素女身形消散的地方又鞠了一躬。素女和神农都是这个世界伟大的英雄，如果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也没有现在和未来。重新直起身子，韩战的眼神愈发笃定。他依照素女所言，催动五龙丹。五龙丹被催动后，瞬间绽放出耀眼无比的光芒。这光芒一分为5，化作5道不同颜色。它们分开之后，又化作5条巨龙冲天起，5条巨龙勾连天地，相互缠绕，很快交织相连在一起。海量磅礴的龙气洒落天地。很快的，
一棵不起眼的小树苗从地面破土而出，它吸收了那些龙气，竟然一下子蹿得老高，而且还在不断疯狂地向上生长，形成一道通天的阶梯。剑木，这便是登天梯，通过它就可以抵达百草圣星世界的最终目的地，也是所有答案和谜题的终点——天宫。韩战收回目光，他抬起脚迈出了第一步，然后是第二步、3步、4步，他一步步爬上登天梯，走向天宫，最终化作一道光，消失在多广之野。深蓝市护城者组织接待中心的电话被打响，一道慌乱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虫族。好的，这位先生，您先不要激动，请告诉我们看到虫族的具体方位，我们护城者会派人前往解决。前往解决？哈哈，前往？不用前往，他们已经来了。喂，先生，你说什么？喂，先生。沙深蓝市别墅内，李叔同正在指导夏幽微和李玲珍修行，后者两人正挥汗如雨，丝毫不敢懈怠。他们实力突破不慢，都已经是4阶巅峰，隐隐有突破5阶的趋势。我们修炼这么快，阿战不会被我们反超吧？反超岂不是更好？这样一来，他晚上就还不了手，只能任我们鱼肉。李玲珍的话让夏幽微眼前一亮。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灌输，夏幽微已经从一个稚嫩懵懂的大学生蜕变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司机。他脸上不由得露出坏笑的表情，很期待韩战从菩提宝树中出来以后，看到他们修为境界反超他时的惊讶表情。到时候我要在上面。夏幽微捏紧拳头，这件事情似乎给了他某种特殊的动力。你们两个在闲聊些什么？修炼的时候不可以偷懒。李叔同的声音响起，两个人立马噤声，乖乖站好，继续修炼。就在这时，李叔同忽然意有所感，他抬头眺望远方，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在那里。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当即掏出联络通讯器，拨通了电话。嘟，电话那头无人接听。李叔同眉头紧锁，喃喃自语道：山雨欲来。深蓝市青藤学院，今天陈光谱率领学生前往海滩进行为期1天的秋游，在他身后是一群模样稚嫩的年轻人，他们有说有笑，跟在大部队中一起前往深蓝市的沙滩。等过了年关，明年我们就可以毕业觉醒考试了。是啊，也不知道明年我会觉醒什么样的天赋，和什么样的器灵签订契约。我一定要觉醒一个 SSS 级天赋，和韩战师兄一样成为大英雄。切，就你省省吧。韩战师兄可是我们青藤学院的骄傲，要说最骄傲的人应该是陈光谱校长吧。当初是他率领我们全院学生孤注一掷支持韩战师兄，现在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听着身后这些年轻学生们的议论，走在队伍最前方的陈光谱有些意气风发。人到中年，头发稀疏，为数不多的脊左毛迎着风摇曳，衬托出其主人内心的舒畅喜悦。韩战这小子最近也不知道来青藤学院看看我这个校长，他多露几次面，青藤学院的招生工作才好开展嘛。明年又有多少学生慕名而来加入青藤学院呢？想想就高兴。陈光谱脑中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很快又想到自己那个在战场上失去性命的老伴，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突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陈光谱目光警惕地看向海平面，原本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蓦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根脚。下一秒，这根脚的全貌展现在陈光谱眼中，一头比小洋房还要庞大不少的狰狞虫族出现在海平面上，它如履平地，一步一阵地朝着海岸线这边走来。青藤学院全体学生向深蓝城内退。陈光谱经验丰富，和虫族打的交道不在少数，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第一次遇见。他内心并未慌乱，神情严肃，第一时间组织青藤学院的其他学生们秩序井然后退。但就在他开口说完这句话时，整个海平面上一根接着一根，密密麻麻无数根脚都同时浮出水面，1个、2个、3个，无数个虫族，他们几乎将整个海面填满，让海水都染成了漆黑之色，让人看得头皮发麻。陈光谱的心中咯噔一声，虫族入侵了，这是他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他们是怎么渡海而来的？这不可能！没等陈光谱想明白，海面上就掀起了滔天巨浪，朝着海岸线这里拍过来。惊慌失措的青藤学院学生们眼看着就要被这滔天巨浪拍中，卷入海中。突然在他们身前，一道淡绿色的透明屏障出现，将所有人笼罩其中，挡下了这一巨浪冲击。哼！陈光谱闷哼一声，他用力抿了抿嘴，没有让鲜血从嘴角流出。他虽然老了，但仍然还是一名灵气师。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跑！跑得最快的去打开通讯器，联系护城者组织，汇报这里的情况。陈校长，那你怎么办？我还撑得住，赶快走，趁他们还没有全部上岸，离开这里。陈光谱说话间，已经将光照撑到最大，拦下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拍击。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连走路都要出一额头的汗，没想到这个时候爆发出的实力，竟然也有这5阶。不行，这样下去，仇恨依旧在这群孩子身上，我必须引开他们的注意。这些虫族最高实力不过3阶，即便数量庞大，也不是无法抵挡，多挡住一阵，等护城者组织反应过来，就能解决危机。陈光谱想到这里，他微微叹了口气。
哎，没办法了，又要再麻烦你一次了，老伴。他说着，双手亮起绿色光芒，随着光芒的不断凝聚，愈发浓厚。陈光谱往头顶猛地一拍，一棵小小的四叶草从他头顶生长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当陈光谱头顶上四叶草生长出来时，整个海平面有了那么一瞬的寂静。再然后，只见陈光谱朝着相反方向奔去，他一脚踩在了汹涌波涛之上，往海洋更深处冲了过去。吼吼吼！陈光谱所到之处，所有虫族都被吸引仇恨，牢牢锁定在了他身上。他脑袋上的那棵四叶草正微微摇摆。那些本来还朝着海岸线行进的虫族，一个个纷纷调转方向，开始朝着陈光谱追逐而去。校长威武！陈校长牛逼！有学生扭头看到了这一幕，他们高声呐喊，替自己的校长助威。陈光谱独自一人替他们吸引了虫族的注意，给他们谋得了逃生的时间。等到明年我觉醒成功以后，定要参加各大战区，成为一名战斗灵气师，保护人类。年轻人们在心中暗暗发誓。下一秒，他们就看到奔走在海平面上的陈光谱被突然探出水面的深渊巨口一口吞下，连挥手告别都没有，就彻底消失不见。另外一边，天空阴沉暗淡下来，黑压压一片，密密麻麻的刀刃从天而降，把刚才那些还在心中立下誓言的少年少女们打成了筛子，血染红了整个沙滩。护城者组织中心大厦，接线员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深蓝市海岸边的异常，他们惊慌失措，恐惧无比。稍安勿躁，我们的护城者们已经前往海岸处理了，请你放心，消息已经传递到各大战区，很快就会有增援过来。好的，我知道了。其中一位接线员放下手中的电话，他的脸色有些凝重，更多的是悲怆，但他还是强忍情绪，拿起内部通讯电话，将自己听到的消息向上传达。青藤学院362名学生，包括10名老师以及校长陈光谱在海滩遇难。陈光谱以一己之力拖住海上虫族，为学生创造求生时间，最后被神秘强大虫族吞噬身亡。除了海面，天空上方也有敌人，虫族正在酝酿全方位进攻。全城的广播里也都开始紧急播报。深蓝市所有护城者现在立刻放下手中的所有其他事情，以最快速度前往海滩方向，关闭深蓝大门，启动防护罩。文职人员也一同前往，负责人员疏散和紧急避难。大家坚持，虫族的偷袭持续不了多久，大夏强者和军团会很快抵达。所有深蓝市市民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跟着官方的引导前往庇护所。灵气师和器灵自觉放弃避难，一个个前往即将和虫族短兵交接的城门口，听候吩咐。时任深蓝市护城者组织第1队队长一凡正眉头紧锁，目光盯着远方的海平面。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绵延的海平面上已经挤满了各种虫族，大部分都是1、2阶虫族，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浮出水面，聚集在海滩上。他们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攻，似乎在听候着号令一般。一队长，普通平民已经疏散完毕，深蓝市所有灵气师和器灵能够到场的都已经抵达城墙听候差遣。一凡微微颔首，他又问道：其他城市呢？有什么动静吗？增援什么时候到？听到一凡的问题，手下沉默。其他几个城市听到深蓝市海岸边有大规模虫族出现，已经第一时间派出增援，但是都还在路上。至于总部的电话一直处于忙线状态，我们拨打不通。忙线？这个时候忙线，实际是不是太巧了一点？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肃杀、压抑，连海岸线吹向深蓝市的海风都带着血腥味。密密麻麻的海岸一幕，让所有登上城墙的护城者看在眼里，鸡皮疙瘩爬满全身。说不怕那是假的，但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后退，也没有一个逃跑，守卫深蓝，这是他们内心坚持的荣耀。这个时候，护城者让出一条道来，夏尤薇和李玲珍2人神情凝重地出现在城墙上。看到他们，一凡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那位大人物呢？没有跟你们一起吗？一凡口中的大人物就是李书同，他的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李书同也没有刻意隐瞒过。李玲珍摇了摇头，爷爷没有跟我们一起，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距离海岸线千万海里的大海深处，海面上空，李书同负手而立，低头看向海平面下，似乎能够透过重重海面看清楚海底的状况。他清晰地看到，在海底有一个巨大的漩涡，连续不断的虫族正是从这个漩涡中出现，然后赶往前线海滩。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第一时间到这里来。你有些急了。眼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他仍穿着一袭黑衣，戴着黑色帽子，将整个脸遮蔽其中。你果然没死，手下败将也敢抛头露面。嘿，眼笑了一声，李书同，我的确打不过你，但是你想要破坏此处的传送门也是不可能的。有我在，真假虚实你又如何看透？更何况我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他的话音刚落，身旁的海平面突然一下子拔高了数万丈，奔涌狂暴的海水形成一道高达天际的巨型海浪，排山倒海般朝着李书同涌来。李书同不见如何动作，只是侧手挥拳，一拳便将那滔天巨浪打散。巨浪消散，露出里面巨大的身影，那是一副血肉傀儡。他身上有无数腐肉堆积，整体呈暗红色，
没有头颅，暴起的血管裸露在身体表面，剧烈又快速有力地跳动着。如此庞大的身躯上，时不时有一个个小坑洼如肉瘤般爆开，里面钻出许多细小的红色虫子，贪婪啃食着掉落下来的血肉。狂兽！李叔同神情有些凝重地看着这万丈高的血肉傀儡，又一个九阶重地，光凭你们二人又能奈我何？那如果再加上我呢？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在李叔同退路方向，无尽黑暗将这片空间侵染成黑色，连瞥过去的目光都要被吞噬进无穷无尽的虚无。李叔同全力移开目光，不再看向那里，他的心中凛然，已经彻底明白过来，这是针对自己的一个局。九阶重地，虚无，连你也来了，真是大手笔！哈哈哈，能杀死大夏第一人，独占3大重地的战神李叔同，如此手笔又如何算大？3个重地从3个方向将李叔同包围，他们都没有第一时间动手，而是选择观望试探，等对方先露出破绽，那可是大夏战神，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李叔同，我们拖得起，你拖得起吗？随着他们说话间，脚下深蓝色的海蓦地变成了一片猩红，猩红向四周蔓延，几个瞬息之间就将无穷无尽的海水都染成了红色。海底最深处，传送漩涡的旁边是一个被打开的棺木，棺木里面有一年轻女子缓缓踱步而出，她一步踩下，周围海水就彻底变成了血水，步步踩下，浓郁的血腥味便充斥整片海洋。洪元伟身上普通的装扮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件猩红色的华丽长袍，将他整个人衬托出高挑华贵的冷傲气质。他纤长的手指慢慢长出鲜红色的指甲，遥遥指向深蓝市的方向。我复活了，白霜不是我，洪元伟也不是我，从今天开始，请叫我猩红女王。杀戮正式开始。随着他一声令下，那些伺机待发的虫族一个个身上都开始洋溢起猩红色的光芒，他们的眼睛也彻底变成了猩红色，狂暴、暴虐、血腥、杀戮，各种负面情绪透着他们的瞳孔释放出来。即便隔了千万海里，他们也依然听到了猩红女王的号令。亿万虫族同时发出怒吼，冲向深蓝。韩战脚踩剑幕，步步登天。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成功抵达天宫。天宫的景象与想象中相差甚大，这里没有琼楼玉宇，也没有巍峨宫殿，甚至连一个神仙也没有，有的只是茫茫多白云勉强拼凑而成的空岛。韩战离开剑幕，一脚踩实，脚底反馈回来的触感软绵绵的，让他体验了一把腾云驾雾的感觉。整个天空广阔无垠，看不见尽头。韩战也不知道神农留下的那个真相究竟在哪里。就在他漫无目的找寻的时候，突然天空亮起一道磅礴剑意，剑光冲天起，刺破穹庐，带着无法撼动的恐怖气势劈向这里。被这道剑光锁定，韩战心里连反抗的念头都无法生出，直愣愣站在那里，眼看着剑光疏忽间落向自己。他的目光错愕，直至剑光从自己的身体穿过，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才消失不见。没有伤害。韩战愣了一下，刚才那道剑光声势浩荡，明明看着他穿透自己身体，但自己却还好端端活着。这个时候，从他身后响起一道古老沙哑的嘶吼声，一大团无尽黑暗笼罩的区域内，有什么东西被剑光搅动，滚滚翻腾，狠厉的声音从其中传出。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也已经有人摸到了那个门槛。远处，一个身穿银白色盔甲、面冠如玉的年轻人，手握一柄仙剑站在那里，眼神凌厉，语气威严。你是何人？敢觊觎这个世界的本源？我要吞噬它，你又能奈我何？你阻拦不住我。黑雾中的声音显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说话间，无穷黑暗瞬间蔓延，将整个天空侵蚀成漆黑一片。韩战看到被侵蚀的天空中有一道明亮光点熠熠生辉，但就在这光芒之外，已经被一层黑雾笼罩，不断有星辉被汲取吞噬，消失缩水。那应该就是百草圣心世界的本源吧。韩战心中有所明悟，他也明白了眼前所见之景并非是现在的场景，而应该是通过某种手段留下来的曾经画面。这应该就是神农留下的真相。画面中的战斗还在继续，见对方不为所动，被仙气笼罩的天宫仙帝也不再客气，手中仙剑移花万千，每一柄都有着刚才那一剑的威势，千万柄仙剑在天空中刺破黑暗，如同雨点打在湖面上泛起波澜。没用的，哈哈，没用的，你只是刚刚触碰到那个门槛，距离迈过门槛还有很远的差距。而我在吞噬了99个世界本源之后，现在只差这最后一个就可以突破超越9阶。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吗？现在就收手，等我吞噬完这个世界，我可以留你一命，当我做下执剑童子。黑雾中古老的声音再度响起，不屑轻蔑中带着蛊惑。与此同时，他加大了黑雾吸收的速度，整个百草圣心世界都开始变得明灭暗淡，像随时都有可能破碎一般，如同老旧残损的幻灯片。世界本源被掠夺，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深蓝市海上，李叔同看着最后一个出现的9阶重地虚无，他的目光中带着探寻。听说9阶重地虚无从来不参与虫族与人族之间的战斗，是最佛系的重地。今日能让你出手，应有所图。让我想想，能够吸引你对我出手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不用试探了，我便与你说了，又如何？
古老的声音从无尽黑暗中传出，我是为了本源而来，有一部分属于我的本源被截留在了另外一个世界，如今那个世界和菩提宝树合为一体，只有宿命之人能够进入。算算时间，他应该也快出来了。待我找回本源，便能完成融合超越9阶，达到更高层次。虚无果然没有隐瞒，因为在他看来，李叔同已是必死之人，告诉他这些并不会影响结果如何。李叔同忽然笑出了声，你如此自信，当年本源又是被谁强行斩下，封印在那个世界的呢？你又如何笃定自己不会重蹈覆辙？李叔同挑衅的话语让虚无脑中过去不知多少载的回忆再次攻击了他，他不复沉稳，恼怒异常。你闭嘴！说话间，无尽黑暗笼罩的区域进一步扩大，黑色的浓雾向李叔同奔涌而来。后者早有准备，看着虚无被激怒，他身上瞬间释放出白色雾气包裹全身，整个人不退反进，一下子撞入了黑雾之中。好啊！另外一旁9阶重地狂兽二话不说，在李叔同动作的第二时间，也同他一起进入被黑雾笼罩的区域。9阶重地也嘿了一声，只见他露在外面的唯一一双瞳孔紧紧盯着黑雾，天赋幻术瞬间发动，大战一触即发。天宫寒战眼前的画面还在变化，此时画面里已经一片漆黑，这个恐怖的怪物虚无正疯狂吞噬着整个世界，所到之处全都被吞噬一空，化作黑暗，无穷无尽的黑暗，然后重归虚无，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这个过程无法抵挡，连寒战看向画面的瞳孔都变得漆黑一片，快要透过这历史画面侵蚀到他现实中的身体。忽然间，一道璀璨如烈阳的光辉在无尽黑暗中亮起，熟悉的声音在寒战耳边同时响起：想吞噬这个世界，你问过我们了吗？是神农圣师，他终于出现了，而且还不止一人，就如同在洞穴留下的那个画面一样。在他这句话响起之后，一个又一个的光亮刺破了黑暗，神农、素女、先帝，还有几个寒战看不清身影的烈阳，他们出现在9个特殊的位置，仿佛形成了某个奇特阵法，而这个阵法的中心赫然是正在被吞噬的本源。此时的本源已经被虚无侵入，即将吞噬殆尽，只要完成融合，他就能够突破9阶。这个过程不可逆，但就连他也没有想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个世界的这些蝼蚁们居然真的想到了克制他的办法。无往不利的虚无在这里遭受了巨大重创，以天为阵图，以地为阵基，9轮烈阳为阵眼，化天地间最大法阵。如此手笔同时燃烧9个9阶之强者的寿命，视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绝世阵法。当天地大阵成型，阵中的一切黑暗虚无在烈阳灼烧下竟然开始被炼化，蜷缩凝聚进入世界本源之中。如果光无法照亮黑暗，那就用火。虚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的声音也不复淡定。猛烈炙烤之下，他仿佛感受到体内包裹着一个不断燃烧的太阳。不是9个！你们疯了！能想出这种方法，一定是个疯子。疯子？疯子又如何？只要能够将你这入侵者咬下一口，全部是疯子又有什么所谓？找死！虚无也被激怒，他开始无差别的攻击这9轮烈日，每一轮烈日都是阵眼，只要他能够侵蚀其中一处，就能够破坏这个天地大阵，阻止将他炼杀。阵眼之中是百草圣新世界9大强者，面对吞噬，他们竟都一声不吭，丝毫不为所动。在阵成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有了牺牲的觉悟。素女的五官被虚无吞噬，变成了一个没有五官的恐怖怪物。先帝的头颅被斩，只剩下半截身子依旧挺立在那，手握仙剑，依然不退。神农已经奄奄一息，他感受到自己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十分干脆地吞下了自己刚发现没多久的一株天地奇毒断肠。毒性之猛烈，连他这个9阶强者都不敢轻易尝试。吞噬是双向的，能够吞噬好的，也能够吞噬坏的。在神农被虚无彻底吞噬前一秒，他服下的这些剧毒也都蔓延进入到虚无体内。无尽黑暗中，虚无又惊又怒的声音里面，竟出现了一丝慌张和气急败坏。我既然看到了那个门槛，你就应该知道，我能参悟出针对本源的手段。每个人选择跨过那道门槛的方式不同，但其本质并没有改变。我便以此阵斩去你一半本源，让你在这无尽岁月中都无法突破9阶。失去半截身体的先帝声音依旧清晰响起。下一秒，9道烈阳爆发出最炙热明亮的光芒，燃烧尽了整片天空的黑暗。李叔同，你果然老了。黑暗散去，一人三重再次恢复站位。无尽黑暗中的声音透露着些许疲惫。血肉傀儡狂兽失去了一条胳膊，眼的左眼肿的眯成了一条缝，再也无法睁开。被包围着的李叔同身形踉跄了一下，他沉默着，没有作声，唯有那已经形容不出多么浓郁的白色雾气，似乎还在变得更加浓郁。你也窥视到了那道门槛，真不愧是千百年来人族最强的战斗天才，即使失去了气灵，也依旧是大夏第一战神。这样一来，能杀了你让我更加兴奋了。说话的是狂兽。9阶重地作为一方霸主，轻易不相互联手，虫族之间亦有战争，和人类相差无几。他们能够选择联手，都有着各自的利益。9阶重地虚无，他想要的是从菩提宝树中夺回自己失去的本源。血肉傀儡狂兽，
他的目的则是李叔同的这副肉身躯壳。一旦能够吞噬掉李叔同的肉身躯壳，他一定能够像虚无一样成为超脱9阶的存在。如此诱惑之下，谁能不心动？眼已经提前支付好了你的报酬，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被虚无点名，眼又是轻笑一声。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玲珑宝珠，宝珠散发着淡白色光晕，看上去缥缈迷蒙，虚幻又真实。这是他的同意出手，并且故意将菩提宝树赠送给韩战的报酬——肾气珠，一件和他幻术天赋配合绝佳的顶级宝物。有这个宝物，能让他9阶的实力能更上一层楼，并且只要持续不断的参悟，在肾气珠的帮助下，他一定能够看到那个门槛，走出属于自己的超阶之路。在眼的催动下，肾气珠升起到头顶，氤氲迷蒙的光芒笼罩整片海域，虚幻真实，有形有相。只要是眼幻术中所幻化的，在肾气珠笼罩范围内都彻底化为真实。一瞬间，战场中多出了几道恐怖的气息，这些都是曾经眼所见过记录下来的9阶重地的气息。原本1v3的局面一下子变成了1v多，局面岌岌可危。百草圣心世界，天宫，韩战就像是看完了一场大电影，还是蓝光高清，结局壮烈又大快人心。这个世界的强者成功守护了百草圣心世界，不仅保住了本源，还斩去了虚无自身一半的本源，将他的境界斩落许多。虚无狼狈离开，9轮烈阳消散天际，只剩下那唯一的本源合二为一，化作新的一轮太阳高悬天际。原来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世界没有毁灭，强者消失，强敌退去，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韩战喃喃自语，直到这时他还没有看到和诅咒和病有关的部分。这个时候抬起头看向天空高悬的那轮烈阳，韩战微微眯起眼睛，因为身处天宫的缘故，他逆着光隐约从这轮烈阳中看到了一个微缩版的天地大阵。阵还没有消失，韩战错愕，所以9阳之阵还在持续不断的笼罩这个世界。为了什么？韩战自言自语中忽然灵光一现，同时他身上携带的那3张丹方也离开身体，一一漂浮到空中。3张丹方在烈阳笼罩下融化，合为一体，变成了一张完全崭新的丹方，是传闻中的第4张丹方9转丹。天有9阳，一轮9转，9转归一，造化生灵。9转丹的材料，9个9阶强者的灵魂，一份被净化后的世界本源。后来者，这是我们对你最后的馈赠。看着这张丹方，韩战彻底明白过来，什么是死亡不是诅咒，轮回不是终点。被斩去的那一份虚无本源，随烈阳一起升空，它来自虚无，充斥着邪恶与诅咒的气息。以9阳为阵，炼化它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为了缩短这一进程，他们选择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病了，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都承受分摊了诅咒的一部分，他们不断诞生，不断死去，以亿万人的生死轮回，如此手笔来净化虚无本源。那些虚无根本不会看一眼的蝼蚁，最终成功净化了他的本源。如此讽刺又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有关诅咒的真相。韩战知道了这个真相，他被深深震撼到。如今9转丹已成，真相与秘密揭晓，将丹药炼制服用后，自己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回归现实。无论是先帝还是神农，都有着惊天伟地之才，放到任何一个世界都是顶尖存在。他们的头脑、手段、天赋远远超过普通人太多，只是可惜悠悠苍天，何伯于我。知道真相后让人扼腕，但他们成功守护了自己热爱的这个世界。小队长，我们挡不住了，再坚持一下，援兵马上就到了。援兵？哪里还有什么援兵？如果真的有援兵，他们早就该到了。一个深蓝氏护城者背靠着深蓝氏的城墙缓缓倒下，在墙上划下一道血痕。他伤得极重，却迟迟等不来救援。负责治疗的灵气师已经忙得焦头烂额。身处大后方城市，他们第一次体会到前线战场的惨烈。不远处，人类和虫族厮杀在一起，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数万的深蓝氏护城者根本不是数量他们1000万倍的虫族的对手，更不用说留在深蓝氏的灵气师战斗力远不如前线战斗灵气师那么强。能够坚持到现在，还是因为在韩战的事件后，他们发愤图强、自我训练的结果。可就算如此，也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站在城墙上，远远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虫族，涌过来的虫海仿佛无穷无尽。不只有灵气师，城墙上倾泻的炮火，重火力覆盖虫族的大片区域，在这些炮火掩盖下，人类才能够坚持许久。附近的几座城市能够派来增援的都已经全部到位，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战区的增援大部队至今杳无音讯，让人心中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走，退回城内去，这里有我顶着，快走！小队长一把拽起那个倒地的队员，强拉着他就要送回深蓝氏城墙内。一个3阶虫族盯上了他，那是一只巨大的风兽，身上长满了怪刺，它震动翅膀，在空中划过一道残影，速度之快，让人根本无法做出反应。从它的尾部激射出一根根毒刺，这些毒刺轻而易举地刺穿了那个小队长的身体。他的脸上因为疼痛和剧毒扭曲起来，
但依然强撑着身体，想要将自己的兄弟救回去。可是杀戮无情的虫族，那只三阶疯兽已经酝酿好了下一轮攻击。绝望在这一刻蔓延。忽然，铮的一下，响声从他们耳边刮过，一道琴音气刃划破天空。那高空中的疯兽被一劈两半，血沫四散，爆得到处都是。你们快走！一个模样姣好的女子从他们身后走来，在她手中抱着一把古琴，说话间已经站到了他们身前。只见她连续拨动琴弦，天空中成片成片的三阶疯兽如同割稻子般纷纷暴血而亡。这一幕看傻了两人。莫等他们反应过来，又是两道灵能被注入体内，本来奄奄一息的小队长和他的队员瞬间满血复活。另一位美貌的女子出现，是寒战的2位器灵。小队长作为一凡麾下护城者组织的一员，他是知道寒战的，也知道寒战拥有2个非常强大的器灵，见过他们的照片。他按捺下心中激动，没有和他们多说废话，也没有返回深蓝室内，而是2个人对视一眼，点头致谢以后，又飞快投入其他战场。如果连他们也退了，那还有谁能够挡在前面呢？靠那些深蓝市的无辜民众吗？看到这一幕，夏幽微抿了抿嘴，他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去阻止他们。战斗或是后撤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他人无权过问。伤亡太大了，林真老师那边还没有消息吗？没有，爷爷说有事情要处理，之后就再联系不到了。如今深蓝市陷入虫灾危机，各大战场的援助为什么如此缓慢？都已经3个小时了，还没有到吗？光凭我们恐怕已经不够，现在战场上还只是1、2、3阶的虫族炮灰，就已经打得如此艰难，在这之后一旦出现4阶、5阶甚至6阶、7阶的虫族，我们如何抵挡得下？幸好经过老师的特训，我们已经成功突破5阶，否则的话连自保都不一定。夏幽微还捏着杀招，但他不能这个时候施展。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需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阿战呢？还没有从菩提宝树世界里面出来吗？李灵真看了一眼神农顶中那个被保护好好的小树苗，摇了摇头。海面上一道人影重重砸落下来，周围1000万米范围的海水都仿佛沸腾了一般，瞬间蒸发。很快又有新的海水涌来填满空缺。李叔同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此时在他的身上已经有几十道或轻或重的伤口。远处虫影幢幢，10几道散发着9阶气息的虫地在迷蒙雾气中出现在4面8方，他们其中有几道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看不出原来模样，还剩下6、7道勉强维持。除了他们，虚无狂兽等4位依次出现。他们知道李叔同擅长近战，而近战强者往往意味着体力异常惊人的充沛，恢复能力超乎常人，耐揍、攻击力强等诸多特点。为此他们特意准备了这场车轮战。嘿，李叔同，打完这些肾气珠模拟出的虫地，你的体力消耗如何？看你的样子，即使还游刃有余，也一定损耗不小。这是赤裸裸的阳谋。李叔同知道海底传送漩涡的存在，想要彻底阻止这场虫灾，就必须毁掉传送漩涡。他们赌李叔同不会这个时候退去，如果李叔同一心想逃的话，他们也只能攻下整个深蓝市，包括深蓝市附近的几十座城市，用这些人类鲜血来祭奠。李叔同也知道，深蓝市现在只有他一个9阶人类强者坐镇，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走了，那将会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他不能退，就这群土鸡瓦狗，我可以再打几10个。李叔同重新站直了身子，他深吸一口气，周围灵能肉眼可见地朝着他涌来，几乎一瞬间，他的身体四周就被浓郁到极致的白雾包裹。白雾之中，李叔同冷静的声音响起：第7级锁开。白雾外，眼看着肾气珠中重新恢复战力，甚至再度提升的李叔同嘴角抽了一下。无所谓，袭击深蓝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这场对弈，我们不是唯一的下棋之人。如今天元已经落子，诚意已到，其他地方应该也都开始行动了吧？无尽黑暗之中，虚无的声音响起：这一盘棋，我们真正要吃下的是整个大沙。增援怎么还没到？为什么没有增援？战区的人呢？一艘运兵舰都看不到的吗？他们要放弃这座城市吗？斗志是会被磨灭的，恐慌和惊惧在不断蔓延，真实的死亡和无数牺牲者的尸体都在无声诉说着战场的残酷。越来越多的灵气师和器灵们绝望地发现，人类好像真的无法战胜虫族这一事实。一凡浑身被金光笼罩，他一拳锤爆身前的虫族，和夏有威、李灵真在战场汇合。护城者官方那里还没有消息吗？电话打不通。打不通？你在开什么玩笑？通讯电话还能有打不通的？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玩笑。一凡神情冷峻地看着前方战场，这如同大型绞肉机一般的战斗，已经有太多灵气师和器灵死于这场战斗，但他无能为力。一如当年，队长，外面虫族太多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你快走。走？我不能走，我走了你们怎么办？更何况我们是战区的战斗灵气师，如果连我们都退了，大夏怎么办？可是战区那边分明是将我们作为了诱饵，几千个战斗灵气师，那是几千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被当作诱饵抛弃了吗？好了，你少说2句。易大哥，我们的命都是你给的，
要死，我们也一起死！小凡，一个身穿红衣、颜色鲜亮的女子出现在一凡身后，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手揉了揉他的眉头。渊伟，这下我们可能真的要死了。不，你不会有事的。你忘记了吗？我的天赋能力可是 SS 级的不朽啊！不朽，哈哈，是啊，我怎么忘了？他们一定是因为这个能力，才故意让我们身陷囹圄的。这些高高在上的权力者，他们压根就不把我们底层战斗灵气师的命当命。这些寅吃卯粮的蛀虫！一凡的声音咬牙切齿。凭什么？凭什么死的都是他们？凭什么那些无能者却坐享其成？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不甘地握紧双拳。画面再转，周围说着誓死效忠、同生共死的兄弟已经全部被虫族杀戮一空。洪渊伟也倒在了血泊中。一凡紧紧抱住他的身体，不住颤抖。为什么你明明有不朽的天赋，为什么还会死？洪渊伟看着失态的一凡，他伸出手轻轻抚摸一凡的脸庞。傻瓜，不朽是可以转移的，这种攻击烈度，单凭一层不朽恐怕也无法生还。从成为你的器灵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带着我的那一份，替我好好活下去吧，小凡。洪渊伟死了，他把不朽的能力赋予了一凡。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只剩下一凡这唯一的幸存者。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凡放弃了荣誉，放弃了战斗灵气师的身份，返回深蓝市。在想什么呢？夏幽微的声音将一凡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他摇摇头反问道：韩战呢？那小子还没有从菩提宝树里回来吗？他跟你讲了？夏幽微摇了摇头，还没有。一凡叹了口气，又问道：菩提宝树现在何处？在我这里，有神农鼎保护，他绝对安全。李灵真回答。话题结束，我在最后拨打一次通讯器，如果联络不上，那就证明我们真的只能自求多福了。林司令，后方速报，深蓝市遭受重大虫灾，虫族大部队以未知手段出现在深蓝市外滩，如今正展开大规模工程，形势岌岌可危，立刻调派人手通知其他各大战区回去增援。林金玄目光一凝，作为一名谋士，他第一时间就品出了这其中不对劲的地方。一个大后方城市深蓝市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值得虫族如此大费周章？他脑中很快闪过一个人影，就是如今身处深蓝市的老师，大夏第一战神李书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林金玄二话不说，用通讯器开始联络几大战区的师兄弟们。一听到老师所在的城市有难，各大战区负责人都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决定前往增援。以如今大夏的增兵速度，第一战区又刚刚大获全胜，年末前的最后一场大型战役告捷，前线没有压力，后方调动起来极为迅速，只需要给他们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就可以形成源源不断的增援链。这些虫族选择在大后方动手，就如同在一块棋盘上落子天元，放弃了绝对优势，选择了一块鸡肋无比的区域，毫无胜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金玄心中才隐隐有着不安。捉摸不透的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在他完成联络的5分钟后，手下突然一脸焦急地跑过来，看向林金玄道：林司令，我们的运兵舰全部都失控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们的运兵舰，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运兵舰通通都停摆了。不仅如此，我们所有的通讯器都失去联络，各大战区都处于失联状态。运兵舰不会无缘无故出问题，每天都有专人维护，随时待命。更不用说通讯器，作为能够联络各个地方的通讯设施，失去联络意味着什么？林金玄心中有了一个不妙的猜测，而这个不妙的猜测让他的脸色愈发变得难看起来。如果选择被刺大下的是那个人的话，那么这次真的危险了。饶是林金玄这样一位处变不惊的智将，一念至此，他心中也涌出一股无力感。参商公司作为独立于2个国家势力之外的5大公司之一，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现在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没错，运兵舰停摆，通讯器失联，能够有如此手笔之人，就只剩下5大公司之一，负责整个蓝星提供高端设备武器的科技公司参商公司才可以做到。作为大夏合作千百年的牢固伙伴和同盟，如果参商公司背刺大夏，那将会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定然伤筋动骨。就像现在只是一个深商公司吗？林金玄神情凝重，他扭头看向手下，集结能够联系到的所有人，通讯器无法联络就口头通知传令下去，现在即刻动身。林司令，没有运兵舰，我们赶不回深蓝市。谁说我们要去深蓝市？去第3战区。我们在明，敌人在暗，他们一定还有后手。执棋者不是我们，棋子就应该有棋子的觉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方棋子更加强大，不被逐一击破。是。第1战区，刚和林金玄结束通话，魏庆神色凝重，他二话不说招来手下，通知下去取消临时休假，让所有人集结起来支援深蓝市。第1战区的一场恶战刚刚结束，从绞肉机里幸存下来的战斗灵气师们正在休假或者深度调养。像这样临时取消休假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当魏庆的通知传达下去以后，大部分没有选择返乡的战斗灵气师们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集结。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港口那边传来消息，运兵舰停摆了。不仅如此，和林金玄的联络也中断了。失去了联络的第一战区，就像失去了眼睛，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瞎子。面对这样的情况，卫青冷哼一声，所以说我最讨厌聪明人，玩战术的人心都脏，连虫族都不如。顿了顿，卫青又接着大声喝道：运兵舰停摆了，运输车又没有，那些拥有加速行军天赋能力的灵气师和器灵人呢？都给我麻溜点！今天赶不到那就明天，明天赶不到那就后天，迟早能够赶到战场。卫青的脑子也许不够聪明，但他这个想法的确很务实。手下人纷纷准备起来，浩浩荡荡的第一战区完成集结以后，果真如卫青所说那般，放弃运兵舰，选择好一条路线，就硬往深蓝市赶去。失去通信联络的3小时后，卫青率领的第一战区大部队已经靠近大夏境内的一处峡谷。忽然之间，卫青像是发现了什么，抬头望去，只见峡谷中已经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些人不像普通人类，他们每一个都有着2-3米高，看上去魁梧又恐怖。狰狞的血管凸起在皮肤表面，露出的獠牙如同猛兽，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为首一人更是有着8-9米高，堪堪维持人类形态，浑身黝黑，如同天外陨铁般泛着光泽。在他的脖子上被用特殊的工具刻了一个01号字样。卫青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生化人，是长生公司的生化人战士。你们拦在这里做什么？卫青，我很抱歉，久闻你战力无双，英勇杀敌，我一直想和你这样的人物过过招，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今天终于能够如愿以偿。说话的首领生化战士声音如同洪钟一般，震得几方战斗灵气师鼓膜嗡嗡作响。稍微弱一点的更是直接眼冒金星，七窍流血。就凭你？对，就凭我。01号生化战士作为长生公司的顶尖战力，体内已经完美融合了超过100多种长生公司研制的药剂，这些药剂功能各色各样，能够完美融合已经不能再属于人类的范畴，即便是虫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都很少。不夸张地说，01号生化战士甚至可能已经有了9阶的实力。只是长生公司一直对编号10以内的生化战士都保密得很好，也没有出手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战力真实情况如何，无人能够知晓。但是今天和第一战区在峡谷对垒，长生公司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正如林金玄预料的那样，虫族落自天元，其他战场上的棋子也都开始发力，一盘天地大棋就此展开。卫青默不作声地佩戴好心红色拳套，这一次他用特殊的绳子将自己和拳套牢牢拴锁在一起。好战如他，眼神疯狂之中也带着凝重。第一战区所有将士听令，长生公司发生叛乱，从此不再是同盟，此战分生死，大夏将士死战不退，杀！随着卫青话音刚落，第一战区的战斗灵气师们就和守在峡谷以逸待劳多时的生化战士们化为2股不同阵营的洪流，冲杀在了一起。第3战区，叶秋也收到了来自林金玄的通知。作为攻城战的主力，叶秋所在的第3战区是距离大夏后方城市最近的2个战区之一，他们第一时间就完成集结，准备支援深蓝市。但是这时，在集结地点突然出现了9个身穿奇装异服的人影。这些人的服饰不像是大夏穿着，和苦修士很像，每个人都笼罩在灰麻布袍之下，看不真切人脸。但即使是鲜少与其他阵营打交道的叶秋，也一眼看出了他们的身份。就圣约的12使徒，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这里是大夏领地，很快就不是了。我们收取了无法拒绝的报酬，负责在这里将你们永远留下。好大的手笔！就圣约除了主教以外，就是12使徒，他们实力强大，权力也大，哪怕是平定虫灾，最多也只需要2至3名使徒就可以完成。结果现在为了对付第3战区，一下子就出动了9名使徒，还真是看得起自己啊！你们这是铁了心和大夏作对，要撕破同盟条约吗？经此一役，大夏将名存实亡，同盟条约破坏与否，现在还有什么意义？12使徒的话让叶秋心中咯噔一下，但很快他的心态就调整过来。同为李叔同的学生，又怎么可能有弱者？如此的话，那就来碰一碰，看看是你们留在这里，还是我留在这里。面对9个和自己一样境界的8阶强者，还是成名已久的就圣约12使徒，叶秋洒然一笑。卫青那小子所在的第一战区，应该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和阻碍吧？告诉我，负责针对第一战区出手的是长生公司的生化兵团。就圣约来人如实回答。叶秋竟然满意地点点头。很好，生化兵团和就圣约9个使徒应该不分伯仲。这一次我要与卫青那小子再比一场，分出个强弱胜负来。上次在深蓝市还没打得尽兴呢。叶秋话音刚落，9个使徒身形消失。只见叶秋大手一挥，握住手中一枚虎符，号令道：第3战区所有战斗人员准备结阵迎敌。几乎是瞬间，一座由数十万人组成的灵气师大阵成型，浓郁的杀气将整个战场笼罩。作为阵地战最强的第3战区，负责拔除那些强大虫族占据的战斗，这就是第3战区的底气，也是叶秋敢和9个8阶强者一较高下的底气。杀！百草圣心世界，寒战身在天宫，召唤出了神农鼎。
不需要他如何动作，和天宫遥遥相对的烈阳之中，9颗微缩型的烈阳包裹着一团漆黑浓雾，就缓缓落下，径自落入鼎中。一瞬间，神农鼎爆发出耀眼无比的光亮，光亮之中隐约有一团丹丸模样的东西正在凝聚成型。被百草圣心世界亿万生灵轮回之力磨灭殆尽了诅咒，虚无本源现在已经完成进化，没有太多波折，一颗完整的丹丸被炼制而出。这颗丹丸上有9处特殊的道纹，每一个道纹都繁复无比，它们从9个方向死死封锁住本源。炼制成功的丹丸从鼎中慢慢飘出，漂浮到韩战身前。名字九转丹，功效能够使服用者获得虚无本源之力，九转之力能够治愈一切损伤。注意，虚无本源之力乃9阶重地虚无所拥有，吞下它，你将会受到重地虚无的无尽追杀，不死不休。功效简单粗暴，注意的内容却让韩战心中咯噔一下。那可是9阶重地，任凭谁都要掂量一下是否值得。但是联想起之前看到的和了解到的内容，本源乃是连9阶都才刚刚触碰的珍贵之物，其稀罕程度甚至超过了9阶。哪怕只是一半的虚无本源，恐怕能给韩战带来的好处也是难以想象。更何况人类何虫族本就不死不休，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想到这里，韩战不再迟疑，一口吞下9转丹。9转丹被吞下后入口即化，很快9股力量就拥簇着那道本源，抵达韩战身体的最深处。虚无本源开始吞噬韩战体内的其他灵能，将一切灵能作为养分滋养自身。它在韩战体内化作了一个微小型的黑洞。此时韩战灵气师的天赋也截然发生改变，除了和上古神兵有关的那3个天赋无法撼动之外，像天蛇肢体这样的9阶天赋竟然直接被吞噬得一干二净。一个全新的天赋出现在他眼中，无尽吞噬残缺。介绍本源之力能力能够吞噬一切，化作自身灵能，当完成吞噬之后可以永久性继承其特殊天赋。目前可继承的天赋数量1，继承的天赋名称天蛇肢体。这个天赋有点东西。韩战尝试着抬手催动天赋，在他的掌心处出现一个小型黑洞漩涡，强大的吸力直接将脚下的云朵吞噬大一片。下一秒，在他体内多了几缕灵能。韩战连忙终止吞噬，强忍下那股吞噬万物的欲望，否则的话，他马上就要变成从天上摔死的拥有本源第一人，那简直亏死。当韩战符用下9转丹的那一刻，所有姜氏族人似有所感，他们纷纷抬起头看向头顶太阳的方向。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隐约间发觉冥冥之中的诅咒好像彻底消失了，他们不用再世世代代遭受诅咒的折磨和困扰了。族长江淮热泪盈眶，他朝着面向太阳的方向第一个跪拜下来。看到族长这个动作，身后的所有姜氏族人也都跟着一起通通跪拜下来。他成功了，那个外乡人他真的成功了，我们身上的诅咒消失了，他做到了，我就知道他一定可以。越来越多的姜氏族人跪下来，朝着太阳的方向做最恭敬的朝拜。他们拜的是圣师神农，也是圣师韩战。在这一刻，神农之于韩战完成了一个完美的传承。这个传承不知道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韩战只觉得自己和神农鼎愈发契合，原本好像还隔着一层001的薄膜，如今这层薄膜也被捅破。深蓝色虫族战场，疯狂的杀戮还在继续。人类方面，护城者组织的伤亡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大的数字。不仅如此，深蓝市储备的弹药火力也即将告罄，城破可能就在下一秒。如今的战场上，炮灰虫族已经完成使命，成片成片的4阶、5阶虫族不断从海面下浮出水面，朝着岸上涌来。这一幕让人绝望。比战斗考核时强大了无数倍的琴音气刃割开一道道战场，纵横的琴音气刃不断收，大片大片的虫族被击杀。但很快就有高阶虫族注意到了这一幕，他们开始锁定琴音气刃的主人夏幽微。先是一个6阶虫族，然后是2个、3个，直到最后是10个6阶虫族一起围攻。作为5阶，夏幽微岌岌可危。就在这时，一道光芒笼罩了他。李灵真的援助及时赶到，在神农鼎加持下，加上夏幽微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器灵，以一挑10勉强不落下风。但虫族最不缺的就是炮灰，10个6阶虫族不够，那就20个，20不够就30个。面对如此无赖的打法，人类很快捉襟见肘。不只是夏幽微，连李灵真和一凡也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靠近深蓝市的几10个城市，所有的高阶护城者们都在面临同样的进攻方式，被逐个击破。一旦这些高端战力死伤殆尽，那么深蓝市只有城破这唯一结局。幽微，小心！身后李灵真的提醒刚响起，一道虚幻的重影在夏幽微身后左侧凝聚成型。那是一个潜伏在战场上的虚灵刺客，7阶虫族，真正的战场杀手。面对他的刺杀，已经有大量人类高端战力死在他的斩杀下，防不胜防。这一次，他的目标锁定在夏幽微身上，他的速度太快了，而且根本没有觉察到，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夏幽微听到李灵真的提醒，但已经晚了，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虚灵刺客的骨刀穿向自己的心脏。夏幽微眼中流露出不舍的神情，恍惚之间，他好像看到了一道熟悉又难以忘怀的人影。阿战，可惜我还不够强，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想继续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人之将死，走马灯的画面开始闪过，夏幽微仿佛看到韩战就站在自己身前，他闭上眼睛，静静等待心脏被穿透的死亡降临。又过了3秒，忽然耳边响起了一道熟悉又令人激动的声音：抱歉，我回来的有些晚了。下一秒，夏幽微被一个温暖的怀抱包裹住。韩战回归。韩战张开手，将7阶虚灵刺客完全吸收，归于虚无。看到这一幕，不只是夏幽微，连他自己都被震惊到。无尽吞噬天赋实在太逆天了。韩战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本来突破5阶的修为，在吞噬掉7阶虚灵刺客之后，又猛地向上窜了一截，像吃了什么大补丸般立竿见影。阿战，真的是你？你从菩提宝树里出来了？太好了！李灵珍和夏幽微看到韩战，他们脸上都抑制不住地露出喜悦笑容，但很快笑容收敛，又变得凝重起来。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外界发生了什么？这是深蓝市，怎么会有这么多虫族？韩战心中疑惑，他还不知道虫族对大后方城市深蓝发起了袭击的事情。很快，李灵珍和夏幽微就把现实情况快速跟韩战说了一遍。韩战听完以后，神情也是微变。现在战场上已经开始出现6阶和7阶的虫族，我们快要坚持不住了。阿战，之后该怎么办？没有那么悲观，我和虫族打过交道，低阶虫族可以量产作为炮灰，1万数量也不奇怪。但是高阶虫族想要诞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整个战场上为什么只有零星几个6阶、7阶？如果我所料不差，这应该是老师的手笔。韩战的话，让原本心情浮躁不定的夏幽微和李灵珍都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出现也让整个战场仿佛有了主心骨。不再多说，韩战双手释放无尽吞噬，只见2个1人高的黑洞漩涡出现在他左右两侧，所有靠近的虫族都不受控制地向着黑洞中飞去。韩战路的这一手让整个战场的压力骤减。曾几何时，他还只是一个只能跟低阶虫族1v1的小角色，这几个月的飞快成长之下，他已经能够动辄消灭成千上万的低阶虫族炮灰，在面对高阶虫族时也依然不惧。他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是韩战，他总算出手了。太好了，有他在，我们就还有战胜虫族的希望。快看他身边那2个黑色漩涡是什么情况？太恐怖了！在漩涡的吞噬下，他周围的虫族全部都消失不见了。这是什么能力？惊呼声不断响起。看到韩战出手的护城者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被鼓舞到。一道人影开始横冲直撞，他所到之处，所有虫族都像是被吸尘器吸得干干净净，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离谱的清剿速度，不要说是5阶，就算是7阶、8阶实力的高级觉醒者，也未必能够做到。韩战的出现力挽狂澜，瞬间扭转了局面，不少人发自内心的欢呼起来。原本一直被压着打的人类，也正是在韩战的率领下，吹响了反攻的号角。韩战一人杀入虫巢，逆着虫巢冲到了外滩边缘。在他左右两侧的巨大黑洞漩涡，如同2张永远也吃不饱的嘴，无穷无尽的虫族都被吸入其中，整个外滩顷刻监控了至少1/2。海面上，开启第7级锁的李叔同还在继续苦战，只不过他时不时会向海面之下挥出一拳，在混战之中，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莫名其妙。李叔同，英雄不是这么好当的，如果你抛去那些所谓的虚假仁义，忘掉道德底线，那么就算是我们再来一倍的重地，也拿你没有办法。你身上的伤多半是在对传送漩涡过来的那些高阶虫族出手时被偷袭得手的，这样做真的值得吗？眼的声音在李叔同耳边响起，他当然没有那么好心，说出这些也只是想要动摇李叔同的战斗意志，但注定让他失望了。李叔同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韧，也不会凭他3言2语就被动摇。就在这时，一直负责压阵的虚无忽然心有所感，无尽黑暗之中，一道目光突然落向了远处的深蓝市。出现了，果然出现了！多少岁月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虚无的语气带着无与伦比的激动，因为他感受到了属于自己本源的气息。那在无数岁月以前，吞噬某个世界的时候，被那个世界的强者斩断了一半的本源，终于又出现在自己的感知中。取回这部分本源，他就能够完成超脱，超越9阶，成为真正至高无上的存在。他如何能不激动？李叔同也发现了虚无的反应，他当即冷哼一声，双拳震出，震碎了4道敢于近身的虫地。虫地归于虚无，肾气株内的所有虫地气息终于告罄，不攻自破。李叔同一个纵步横跨到虚无跟前，拦住了蠢蠢欲动的他。有我在，你不可能靠近海岸。哼！回应他的是一双铁拳。第7级所释放的状态下，李叔同的实力已经突破9阶门槛半步，他完全可以压着这些虫地打。虚无所代表的无尽黑暗被打碎，又很快在另外一处凝聚。但无论如何，不管他怎么挪腾，都摆脱不了李叔同的一双铁拳。
李书童，你真的以为自己赢定了吗？虚无苍老的声音在无尽黑暗中响起。那你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的决心了。猩红女王，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时机已到，可以让你那个姘头动手了。说话间，一道猩红的身影从海底浮出水面。看到他的模样时，李书童心里有了不妙的感觉。你是那个已经死去的白霜？白霜已经死了，现在请叫我猩红女王。猩红女王话音刚落，她伸出手指，就那么随意地打了一个响指。远在海滩上的一凡突然出现在韩战身后。还搞得定吗？轻轻松松，再给我半个时辰，我能将海滩上的这些虫族炮灰们清个干净。韩战的话还没有完全说完，他忽然感受到背后传来的一阵破空声，尖锐的声响让他后背汗毛直竖，但两个人的距离实在靠得太近，再加上他丝毫没有防备之下，一凡还是用匕首深深刺在了韩战的肩胛骨上。为什么？韩战不可思议地扭头看向身后，一凡就站在那里，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回答我，为什么？我劝过你的，不过当时是你自己选择的留下。一凡说话间，猛地身体向后退去，一道猩红色的人影出现在他身旁，将他抱住。与此同时，一道难以想象的邪恶气息随着那柄匕首的精准定位出现在韩战身后。九阶重地，虚无，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阴谋。而且韩战所不知道的是，这场阴谋究竟酝酿了有多久？可能在他觉醒灵气师天赋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预谋的越久，此时出手被逆转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他们稳操胜券。韩战看着对面的一凡和莫名复活过来的白霜，曾经的一幕幕从脑海闪过。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两个人竟然会和虫族联手。为什么？韩战依然问道。面对如此锲而不舍的追问，一凡给出了答案：因为我要复活他，因为大夏不值得我卖命，我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这个早就烂透了的大夏，我要复仇。这下一切都解释得通了。石之虫是如何进入深蓝的？在那以后，一凡为什么一改往日被揽，主动请愿去当护城者组织队长一职？九阶重地眼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悄无声息潜入深蓝市，对李书童完成试探，又将菩提宝树顺理成章地送出？为什么一凡主动提出海葬的建议，故意用海葬来掩盖搭建海底传送漩涡的目的？这一切的一切，眼前这个人就是始作俑者。所以你的能力并非是不朽，而应该是谎言。不朽是你欺凌的天赋，也就是洪元伟。韩战终于明白了，但是即便知道这些，也已经为时已晚。虚无出现，彻底控制住了韩战。哪怕他拥有一半的虚无本源，作为虚无本源的真正主人，虚无对他的操控更加炉火纯青。在他的抽离下，很快虚无本源就被从韩战体内完全抽出，然后被纳入虚无自己的体内。当这一切全部完成时，李书童才出现在海上。他只听到虚无放肆的大笑声响起，哈哈哈！本源合一，从此以后超脱九阶，还有谁是我的对手？李书童，即便是你又如何？虚无涌动着超越九阶的恐怖实力。此时的他已经完全不惧李书童，依然是一拳轰来，不见虚无有什么动作，拳劲和力量就通通消失不见。在虚无的大笑声中，周围的黑暗开始扩散，一瞬间侵蚀了大半片天空。眼前熟悉的一幕让韩战想到了在百草圣星世界看到的画面，那是灭世的画面，虚无要将整个蓝星吞噬掉。面对这种层面的力量，他无能为力。不对，无尽岁月前，难道神农圣师和先帝没有料想过如今这个画面吗？他们如何能够保证自己选中的后来继承者在获得虚无本源后回到现实不会被虚无追杀吞噬？这个局面不可能预测不到。那他们留下的后手呢？韩战脑中又想起了神农圣师最后留给他的话。后手？什么是后手？就在这时，韩战只觉得胸口一阵滚烫，九道赤阳重新出现。那个让虚无忌惮不已的天上地下第一阵法居然又出现在他眼前。不仅如此，他们更是直接没入虚无体内，将他的本源牢牢锁住。虚无原本不断攀升的气势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他完成了融合，但却没有完成进化超脱。现在的虚无已经超越九阶，但又没有完全超越，处于一个过程当中。又是你们，三番五次坏我好事，就凭你们这破阵还想困住我？虚无愤恨的声音响起。他没有说大话，以他现在融合后的本源，突破九阳之阵也只是时间问题。但现在人类这边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李书童当即反应过来，他立马使出全力抢攻虚无。另外一边，见到这一幕的猩红女王和一凡目光却落在了一旁的韩战身上。李书童和虚无的战场已经无人可以插手，但你作为他的学生，只要杀死你，一定能够影响到李书童的战斗意志。说话间，猩红女王已经朝韩战袭来。她原本是8阶，但在献祭了亿万虫族和人类的性命之后，猩红杀戮得到反馈滋养，直接成功晋升9阶，这也是她同意出手的报酬。面对9阶重地，旁边还有一个擅长使用谎言之力的人类叛徒，韩战下一秒被一掌拍飞出去。
这一掌却没有料想中完成一击必杀的效果。清脆的剑鸣声，迸溅的火光，照亮了猩红女王惊疑不定的眼眸。远处，一个从未见过的绝世美人护在了寒战的身前。她拿着剑，凤目微挑，霸气十足地看向对面，身上的气势丝毫不逊色于猩红女王。极恶之城的女武神，极恶女王公羊锦。九转丹的馈赠不仅仅只是让寒战获得了无尽吞噬的天赋，还让他和所有契约过的器灵都彻底恢复，这是神农的馈赠。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被轩辕剑剑意所伤、陷入沉睡的8阶器灵公羊锦。只不过在成功融合轩辕剑剑魂之后，公羊锦也成功突破成为9阶。这一下，人类河虫族的战力再度平衡起来。你果然给了我们很多惊喜，不过还好，我们同样也有所准备。这一场必杀之局将让你们看到什么叫做举世皆敌。从海面上赶来的狂兽合眼看着焦灼的战局，他们目光阴冷道：第4战区负责人沈哲奇完成集结，准备驰援深蓝市。忽然在他的队伍中，大量理性灵气师纷纷反水，趁着第4战区大队伍完成集结之际，激活了一处遗迹。遗迹特殊的规则让这支第4战区的队伍完全消失在了遗迹之中。沈哲奇不可思议地看着手底下这些和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你们这是做什么？你们想要背叛？沈司令，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谁，我们只是效忠的李家，仅此而已。听着这话，沈哲奇明白过来，他们口中的李家是那个不包括大夏战神李叔同在内的李家。没想到连大夏内部都在这个关键节点选择了背刺。第5、第6、第7战区都是治疗方向的灵气师，他们改变不了太多战局，并且也因为运兵舰停摆，无法第一时间抵达战场。现如今唯一还剩能够改变战局的，就只剩下最神秘的第8战区，被雾霾笼罩的无名小岛上。第8战区的所有战斗灵气师都在听候首领吴的吩咐。在吴身后，一座特殊的传送门被搭建竖起，门内氤氲白色光芒，目标通向深蓝。就在他准备进入的那一刻，一道雷霆忽然击中，将传送门击得粉碎。早就听说大夏李叔同麾下有那么一支最神秘的第8战区，我们一直想要调查，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但是几个月前，你为了救那个叫韩战的年轻人，在深蓝市出手过一次，也正是那次出手，让我们锁定了你的位置。说话间，一群人出现在无名岛屿上。作为谍报资深专家，吴叫破了他们的身份：帝国的屠杀者，铁血会联盟。靠近大夏境内的某处峡谷，此时已经完全不见峡谷的原样，而是变成了一片凹陷下去的低洼和数不清的沟壑。卫青站在其中，他低垂着头，只剩下左臂还垂在那里，原本右臂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虽然如此，他浑身散发着浓郁的血气，看上去就像一头觉醒的血兽，让人望而却步。在他对面是一个彻底倒下、失去了生机的巨人，在他的脖子上01号字样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卫青胜了，但是惨胜。失去了右手的他，此时却抬起头看向大夏深蓝市的方向。他抬起脚步，一步一个血印，想要继续带领幸存下来的第1战区同袍们前往支援。就在这时，他怀中突然飘出来一张字条，字条上只写了2个字：北上。卫青默默无语地看了良久，他一把捏碎字条，心情无比糟糕，又头也不回地吼道：还活着的，随我一起北上。第3战区驻地像是遭受了无数次天灾一般，千疮百孔。叶秋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在他身前是一枚染血的帅印。他的神情呆滞，忽而又仰头疯狂大笑，忽而又低头落泪，最后干脆抱着帅印趴在地上，对着地面嘶吼。对面就圣约的9大使徒只剩下5位，另外4人的尸体散落在战区各处。这一战极为惨烈，但最终还是他们获得了胜利。此人已封，剩下的大夏灵气师不足为虑，没想到竟然被他拼死了4人。这次就圣约损失惨重，但以那件东西的报酬来看，损失还在可接受范围内。把这些大夏人都杀了吧，以绝后患。就在他们打算动手的时候，忽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剧烈波动，空间的特殊波动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一个男人从空中出现，他看了一眼哭天抢地的叶秋，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冰冷。损失可以接受，很好，那就让你们损失到无法接受为止。林金玄在心中默念了一声抱歉，他已经是最快速度赶来，但还是晚了一步。叶秋已封，林金玄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为他报仇。排兵布阵，我也会一点，就让我来领教领教救圣约使徒的高招。说罢，林金玄一招手，叶秋手上的帅印脱手飞出，落在他手上。第2战区赶来的战斗灵气师们也跟着一起，星罗棋布般出现在战区的各个位置。就在这时，林金玄怀中飞出一张字条：报完仇，北上。无需多言，林金玄带着莫名的悲壮捏碎字条，大手挥出：此仇不死不休。第4战区遗迹内，作为蓝星上未被探索的区域，每一个遗迹都有着其特殊的规则，并且一旦进入遗迹，就代表着与外界完全隔绝。沈哲奇率领部下和李氏叛军交手厮杀，互有伤亡。
但就在战斗即将到达白热化的阶段时，李氏叛军内部忽然又有许多人倒戈，与他们一起绞杀了其余叛军。和其他战区相比，沈哲奇的第4战区反而是保存最完整、伤亡最小的。面对沈哲奇的不解，倒戈人群中走出一人，他掏出一张纸条交给沈哲奇，字条上面是老师李叔同熟悉的字迹，率领第4战区通过此遗迹传送北上。无名孤岛，尸横遍野，每一个第8区被选中的战斗灵气师，他们的脸上都被一层模糊光影覆盖，即便是死后也无法让人看清楚他的真容。这是一种决心，亦是对他家人亲属的保护。最前方，第8战区的负责人吴脚下正踩着之前大言不惭的袭击者的脑袋。第8区损失很大，但帝国派出的这支精锐已经被全歼，相较于他们，这样的损失可以接受。首领，传送门还用继续搭建吗？吴一脚踩爆脚下的脑袋，听着手下的话，他摇了摇头。去往深蓝市的传送门不用继续搭建了，启用另外一座传送门。我们现在开始北上。深蓝市战场，李叔同和虚无在半空中交手了无数次，重新拉开身位。公羊井和猩红女王相互交手，也都未能奈何得了对方。纸面实力上，虫族这边还有眼鹤狂兽虎视眈眈，显得更胜一筹。你的棋都已经下完了吧？这是李叔同从交战开始到现在第一次主动开口道。参商公司、长生公司、旧圣约、帝国，还有大夏内部那些贪婪腐朽的老家伙们，这就是你所有的底牌？你都猜到了？无尽黑暗的漩涡中，虚无的声音响起，他有些诧异地问道：不用猜，当你们对我出手时，我从一开始就假定了所有人都是我的敌人。李叔同的话让所有人惊愕，他们如何都没有想到李叔同竟然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念头。这究竟是何种样的人物才能够想到这么深远，又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敢这样想？这简直是和整个蓝星的所有势力为敌，真正的举世皆敌。你知道，但你什么都没有做。现在说这些，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还是你觉得我教出来的这么多学生，大夏百年基业打造而成的8大战区，会比不上你们这些临时结盟勾心斗角的土鸡瓦狗？李叔同淡然道：他们不会尽全力的，这就是最大的破绽。如果长生公司派出编号前10的所有生化战士，如果深商科技不只是切断联络和运兵线，而是选择围剿第2战区，如果旧圣约12使徒全部出动，如果帝国不那么傲慢，派出主力骑士团围杀第8战区，那么我李叔同就不会站在这里，直接选择纳头便拜。但是不可能，就如同李叔同说的那样，这些临时结盟的盟友，无论他们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利益，和虫族合作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团结一心，必然会相互提防，代价和收益永远是他们第一时间衡量的重点。这才是李叔同为什么敢与世界为敌的勇气。嘿，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如何解决我呢？说话间，虚无的身影再次扩张，这一次不再是半边天空，而是全部天空都被黑暗笼罩吞噬。他破开了9阳封禁，成功融合虚无本源，超越9阶。所有人，包括所有虫族，都下意识想要跪下顶礼膜拜。面对这样的恐怖威压，他们仿佛看到了真正的神明。而现在，神明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谋划都变得苍白无力。纵然李叔同麾下的8大战区能够将那些结盟的逐一击败，但虚无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他超越9阶，那么一切都不再重要。他将亲手覆灭蓝星上的所有人类，所有生灵，毁灭整个蓝星。虚无已经化身无尽黑暗，如今黑暗正在无差别地吞噬所有能够吞噬的东西。这个时候，李叔同忽然看向了身后的韩战。老九，该你了。李叔同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他们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韩战能够力挽狂澜。连李叔同都做不到的事情，韩战怎么可能做到？第8级所的位置，告诉我。老师你。韩战猛地抬起头，看向自己的老师，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他一样。他一直以为李叔同收自己做学生是因为自己的天赋或是其他一些原因，但韩战从来没有想过一点，那就是李叔同知道自己穿越者的身份，这是韩战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当李叔同开口向他询问第8级所的位置时，这种感觉愈演愈烈。没错，我都知道。李叔同像是看出了韩战心中所想，他没有否认，点头肯定道：千百年来，大夏探索了数以万计的遗迹，在这些遗迹中就有过关于一些不属于蓝星文明的神话和历史记载，我在其中有看到过伏羲琴、神农鼎、轩辕剑、上古10大神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吧。李叔同的话让韩战彻底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如今这个局面是自己的老师李叔同从最开始就预见到的，他从来没有被动入局，而是自己主动入局。表面上看是虫族联合其他同盟算计了李叔同，实际上却是李叔同把他们通通算计得死死。不知为何，韩战脑中浮现起李叔同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大夏的根已经彻底烂掉了，切除也无法根治，所以需要一把火来让它重获新生。曾几何时，韩战一直以为李叔同是期望自己成为那把火，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李叔同会以身为饵，成为点燃这世间一切腐朽的那团火焰。老师，
韩战张了张口，不是他不想将第8级锁的位置告诉李叔同，而是在他的记忆里，如果一旦第8级锁打开，那将会彻底消耗自己的生命。如果李叔同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些，那么他一定也计划好了自己的死亡，这是韩战不能接受的。老九，你说过想要成为英雄，守护那些想要守护的人，成为英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这个代价也会是自己的生命。坦然面对，接受现实，这是属于我的归宿。李叔同语气平静地说道。韩正抬起头看向天空，此时的天空已经被无穷无尽的黑暗吞噬，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更多目之所及的地方。不需要太久，虚无将吞噬一切。韩战知道老师是对的，既然决定以生命为火焚尽黑暗，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盛一些，烧得让那些人知道疼痛，烧得让他们难以忘记，深入骨髓。韩战想到这里，他不再迟疑，抬手指向了李叔同心脏的位置。在那里，第8级锁的位置在那里。听到韩战的话以后，李叔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看向韩战的目光温和，像是一个长辈在看向自己的晚辈。你的其他几位师兄都跟在我身后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唯独对你，我是心有愧疚的，所以我这几个月一直待在深蓝市，我很喜欢和你们相处的这些日子。从知道你觉醒灵气师天赋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都身在局中，这局棋是我能想到的最优解。对于那些牺牲的人，作为棋手我很抱歉。你不是跟我说过下次想成为执棋者吗？接下来就都交给你了。你的师兄们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大夏人们，我已经安排妥当，他们会在北方等着你。来吧。李叔同说完最后一句，他对韩战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身后无尽的白色雾气就像找到了某个宣泄点，从四面八方开始疯狂钻入李叔同心脏的位置。100年的积累，100年的生死之间，在这一刻助力李叔同最终打开了8级拳的最后一击。第8级锁开，下一瞬所有白色雾气通通消失，李叔同身上的气势陡然急剧攀升，直到攀升至和虚无同一程度。他的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李叔同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他无法承载神明的力量，肉身已经有了溃散的迹象，但他已经无所顾虑，义无反顾，极尽肆意地挥出了自己的拳。这一拳冲击在天空无尽黑暗中，直接将天空轰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窟窿。虚无不可置信的声音从里面传出：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凭什么能够超脱9阶？你区区一个蝼蚁人类，怎么可能比肩神明？回应他的是李叔同的第2拳。这一拳不仅轰碎了天空黑暗，更是让那原本被虚无融合的本源暴露在众人面前。第3拳，虚无本源被李叔同击落，钻入手中，强行打入韩战体内。第4拳，虚无惊慌失措，想要逃跑，被李叔同后发先至的拳罡彻底击碎意识。同样是超脱境界的他，竟然连李叔同的4拳都接不下来。第5拳，李叔同挥向了狂兽合眼，他们根本无法反抗，直接全都魂飞魄散，震杀当场。第6拳，李叔同挥向了猩红女王和一凡的方向，但却只是击碎了2个被谎言顶替的虫族。见势不妙的一凡早就已经用谎言替代了真身，和猩红女王撤离战场。第7拳，拳劲横跨万里海面，轰碎了那个位于深海的传送漩涡，断绝了虫族继续传送的阴谋。第8拳，整个深蓝市所有虫族被这一拳一扫而空，还天地一个清朗太平。挥出这8拳，李叔同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燃尽了自己全部生命，承载超脱凡人的力量。8拳挥出以后，李叔同彻底失去了气息。韩战抬起头，他看到李叔同静静站在那里，负手而立，遥望北方。下一秒，他彻底消散在天地间。李叔同死亡，大夏第一战神消散天地。李灵珍捂住嘴巴，防止自己哭出声来。夏幽微抱住他，轻轻拍打他的后背。韩战双目紧闭，被李叔同强行打入体内的虚无本源，完整的本源横冲直撞，大有突破禁锢重回天地的架势。他连为李叔同的死亡哀悼都来不及，就要开始全神贯注压制住虚无本源。他已经是执棋者了，周围还有幸存的灵气师，他们看到了李叔同和虫族同归于尽的这一幕，各种反应出现在他们脸上。有人轻声的呜咽起来，那是一个被虫族咬去半条腿的年轻人，失去腿都没有能让他落半滴眼泪，但此刻他已经哭成泪人。有人跪在地上，双手垂地，是年纪颇大的护城者，他曾经是战斗灵气师，和李叔同在同一战场上，后来因为年纪大了，退伍到深蓝市当护城者。有人看着李叔同消失的地方怔怔出神，期望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在如此压抑低沉的氛围里，突然响起了不和谐的轻笑声，声音先是很小，然后逐渐加大，大到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了笑声发出的方向。那是一个只穿着格子衬衫和棕褐色短裤的中年男子，他踩着一双沙滩拖鞋，整个人看上去带着浓浓的西海岸风格。此时的他正从远处走来，嘴角抑制不住的扬起，发出阵阵笑声。有人愤怒地盯着他，挥拳向他揍去，没等他的拳头落在对方身上，自己就化作一团血雾炸开。这一幕震慑住了所有人。见到我，你们这些愚昧的民众竟然都不跪拜！大夏从此以后都将成为历史，这里已经是我帝国的领土。帝国骑士团团长路易17。
他在帝国的实力和影响与李叔同在大夏人民心中的形象一致。他的出现也代表着这整件事情背后的那些黄雀们真正入场摄取胜利的果实。路易17刚往前走了2步，头顶上万里高空已经响起一阵剧烈轰鸣，一个堪比小山般的巨型战争堡垒出现在了海岸上。路易17，你们帝国的报酬不在这里，不要坏了规矩。哦，我们帝国骑士是享受自由的，没有人可以用规则束缚我们。我目光所见皆是帝国之物。懒散的语气里带着毋庸置疑和极其强大的自信。路易17话音刚落，又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身体左侧，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板寸头，休闲运动服，双手插在兜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另外2边。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是在他的脖子上刻着00号的字样。长生公司初号实验体。没有人知道长生公司的初号实验体究竟被注入了多少药剂。他本身是一个 SSS 级特殊天赋的拥有者，但被长生公司制作成了生化战士。他虽然还保持着8、9岁男孩的模样，但是在场的没有谁敢忽视他，连路易17也不能。好吧，作为帝国骑士，我们也有不出手树立强敌的自由。他摊开手，停下脚步道：根据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约定，大夏领土帝国占领一半，参商公司占领一半。长生公司带走神农鼎，就圣约带走寒战和其他器灵。机械的电子合成声音从末日堡垒中传出。但是现在计划有变，根据各个战区传来的消息，李叔同留了后手。虽然大夏实力俱损，但幸存者均已北上，占据天险。大夏实际可以分割的领土只剩下2/3，就剩约12使徒。这次行动死亡8人，仅剩1人重伤逃跑，元气大伤。教皇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出现，想来也是怕被我们群起攻之。综上，所以教皇原本的战利品将由我们申商公司和帝国平分。啪啪啪，路易17率先鼓起掌来，非常合理的分配。商会长，你的分配很自由。默不作声的00号生化战士先后打量了一下对面的双方，心中默默评估以1敌2的可能性后，他选择继续沉默。无所谓，反正他这一次来只为了神农鼎。路易17团长，伏羲琴和轩辕剑你可以带走，这个灵气师本人我们参商公司要了。电子声音又说。路易17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依旧保持着脸上的笑容。商会长果然贪心，该不会是为了令千金吧？我听说他觉醒了意。轰隆隆，对面的末日堡垒突然出现密密麻麻许多黑黢黢的洞口，对准了前方。路易17不再说话，他们就这样旁若无人地交谈着，仿佛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一样。明明李叔同刚死，明明大夏死伤无数人，明明大家都是人类，他们凭什么？公羊井将李灵珍和夏幽薇护在身后，同为器灵，虽然他们严格意义上只是初次相见，但现在寒战未醒，强敌环伺，他必须站出来。就凭你一人，你确定能护得住他们吗？路易17终于又上前一步，他的语气轻松，眼神轻佻。真是个美人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跟他？跟我走，我才是你的良配，你应该属于强者。小男孩和末日堡垒也跟着上前一步，将寒战4人围住。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战利品。李叔同死了，大夏第一战神不在了，还有谁可以庇护他们？没有想到危机会来得那么快。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伴随着他们眼中一团黑洞蓦地炸开，将3女瞬间包裹其中。原来是你们逼死了老师。无尽黑暗中，寒战冷冷的声音响起。几方大佬看到这一幕，心中都惊惧一下。刚才虚无超越9阶的一幕还历历在目，他们下意识想要后退，避免自己被吸入其中，不要被他骗了。末日堡垒中冷漠的电子合成音提醒道，他的这个黑洞灵能阈值不对。几个人都是人精，一下子听出了弦外之音，停下后撤脚步。此时恢复清醒的寒战眼前也出现了自己的人物面板。人物寒战5阶87%，灵气天赋神性本源3%，虚无本源能力神兆观我天道大同无尽吞噬。他们猜得不错，寒战虽然彻底掌握了虚无本源，能够复刻黑洞和吞噬之能，但他终究受到境界所限，施展出的威能不可同日而语。在场3人都有着9阶的实力，即便不如李叔同，但亦是9阶。虚无黑洞有撕裂空间的能力，小心他们借此机会逃跑。末日堡垒中合成电子音再度提醒道，他的话音刚落，身上就激射出去几十枚方块大小的特殊仪器。这些特殊仪器一枚枚刺入土壤，又或是漂浮于空中，将这片区域完全覆盖笼罩。这是空间稳定器。合成电子音解释道，之所以随身携带这个，一是为了应对虚无特殊的天赋能力，二是因为第2战区的司令林金玄同样也具备空间方面的天赋。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地准备了空间稳定器，让这片空间保持稳定。做完这些以后，果然寒战周围被撕裂的空间又再次趋于平缓，虽然仍有皱褶，但已经无法被破坏撕裂。你逃不掉的，寒战。你是一个聪明人，当前的局势只有跟我离开，一起返回参商公司才是你最好的选择。这一次末日堡垒里响起的不再是合成电子音，而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以商家和李家的交情，我们不会为难你，恰恰相反，
我们会安排你和商思婷完成契约。他觉醒了一级天赋女娲石，他也一直很中意你，想要和你结为夫妻。参商公司的这个突然爆料，语气十分诚恳，不似作伪。但是韩战压根没有同意的打算。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货物，还是有价值的商品？随意挑选，连牲口都不如，这就是你们这些上位者的傲慢吗？弱肉强食，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否则强如李叔同不也依然死在了这里？当英雄有什么用？是啊，当英雄有什么用？如果当英雄救下来的都是这样一群白眼狼的话，还是趁早不当的好。对方有3个9阶，并且实力都在我之上，空间已经被稳固，寻常方法无法离开。公羊井的声音在韩战旁边响起，如此局势下，也只有他有可能能站出来。我有一个办法，和轩辕剑剑魂融合之后，我领悟了一个新的剑技，只是还没有机会施展。如果使用它，便可以解开如今的困局。代价是什么？韩战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而是反问道。韩战的问话让宫阳景心中一暖，看来他还是很在乎自己的，没有因为身边2个美娇娘就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想到这里，宫阳景心中高兴了几分。会跌境，我没有使用过，只是大概知晓它的代价。使用它的代价就是跌落境界，具体会跌落到几阶，我也不清楚。宫阳景如实回答的。跌落的境界还能够恢复吗？可以恢复。半晌后，韩战下定决心开口道：既然如此，就只能再拜托你一次了。哥哥，什么拜托不拜托的？阿战，你睁大眼睛看好这一剑。此剑名为玉碎。韩战施展的虚无黑洞划开了次元空间，他们之间的交谈外界听不到。路易17等3人只看到韩战忽然沉寂下去，不再说话。过了良久，他们渐渐也失去了耐心。虽然不知道要如何破除虚无黑洞这个状态，但以他们3个9阶的手段，未必是什么难事。3个人对视一眼后，决定动手。就在这时，一道剑光从无尽虚无之中亮起，暴涨的剑气让天地失色。所有看到这一剑的人，眼前都为之一白，彻底失去思考的能力。这一剑不止9阶，此剑之强，生平仅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这样的一剑，他们只恨自己距离太近，哪怕已经做出应对竭尽全力，也难以完全摆脱。空间稳定器在剑光中全部湮灭，就在稳定器化为齑粉的那一刹，黑洞蓦地坍塌凹陷收缩，最终化作一个起点，消失在原地。看到这一幕，3个大佬脸上都不好看，只是这时他们也无暇他顾。初号生化战士和路易17正在全力对抗身上残余的剑意。末日堡垒干脆放任那道剑气摧毁所有电子元件，无数电子元件和机械装甲脱落报废，最终只剩下一个1人高的拟态机器人从废墟中走出来。抓捕失败了。他的语气依然听不出任何情感，本来也只是顺手而为的事，一下子接收1/3的大夏领土，参商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就不继续留在这儿陪2位了。我会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向主人汇报，关于约定好的神农鼎报酬，你们没有完成支付，这件事情长生公司不会善罢甘休。第2个站起来的是00号生化战士，他身上不断掉落被剑意搅碎的污秽碎肉，又很快有新生的肢体生长出来。他说完这句话后，十分干脆地转身离开。原本应该赚得盆满钵满的黄雀在后，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逼格全无。路易17咧了咧嘴，他身上浓郁的剑意明灭不定，始终无法完全剔除。他几乎可以肯定，那个叫宫阳景的女人挥出的这一剑，至少有5成落在了自己身上，这属于公报私仇了。真是够劲啊！如果能够把你炼制成为我的器灵，我一定能够更快地迈出那一步。期待我们的下次再见。路易17自言自语地说完，他捂着胸口那道狭长的剑痕，缓缓站起，一步一摆地向着远方走去。不远处，喧嚣声再度响起，一道道人影赶到这里。他们看到路易17，纷纷恭敬地站定行礼。团长大人。路易17挥挥手，安抚那些受伤的民众，立刻开展城市接管工作，尽快抢在那些只知道发展高科技的白痴前，把大夏这块蛋糕给我多啃一块下来。说到这里，路易17停顿了一下，他开口补充道：遇到反抗的，杀无赦。面对这些下等人，不需要太客气。是。随着3方势力的入场和退场，整个深蓝之恶渐渐落下帷幕。这场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动荡伊始，后来被载入史册。有人统计了这场大战的所有伤亡数据，触目惊心。大夏方面，大夏战神李叔同战死，第1战区负责人魏庆，第2战区负责人林金玄重伤，第3战区负责人叶秋疯了，各大战区灵气师大量伤亡，国土面积损失2/3，几近灭国。幸存者和残余力量在李叔同的提前示意下，全员北上据守剩下的1/3领地。虫族方面，超脱境界虫族虚无陨落，虚无本源被夺，9阶虫帝狂兽、9阶虫帝眼被击杀，大量高阶和低阶虫族死亡，伤筋动骨。猩红女王跻身9阶，和人类叛徒一凡一起成功返回，统御血海。长生公司方面，001号生化战士身亡，大量生化战士覆灭，元气大伤。参商公司方面暂无损失，但是各国对于参商公司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购买力度和依赖性减弱，他们收获了大夏1/3的领土。帝国方面，
所有大夏案子被拔除，铁血会被全歼，短时间内无法再培养起一支同等实力的情报组织。他们同样收获了大夏1/3的领土。就圣约方面，出动的9大使徒，只有1人重伤逃脱，教皇震怒，真正感受到了肉痛代价的感觉。12使徒如今只剩下2人，几乎接近名存实亡，彻底沉寂下来，调养生息。这一战后，除了战神李叔同震惊寰宇的战绩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被世界大部分人记住，他叫韩战，是李叔同的学生，2次险些改变战局，最后一己之力从3个9阶强者手底逃出升天。如此战绩让韩战声名大噪。北郡巨牢关，临近年关，北方的雪下得更早，几个渺小的人影站在巍峨城墙上，天上飘着细雪，把万物覆上一层淡淡白妆。卫青，回去休息吧，嘿嘿，这里我来等。林清玄，就你这闹鬼样，还是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只是心力亏损，总能恢复，比某些人断了条手臂要强。嘿，来比划比划。卫青原本被激起的战意突然又变得消沉下来，林清玄也跟着沉默。以前我们2个跟在老师后边求学的时候，每次都是他把我们俩拉开，然后揍你一下，揍我2下。只是现在，那个人已经不在。根据老师留下的后手，北郡范围内已经被上千座取自遗迹的特殊阵法覆盖，他们相互组合成一座大阵，帮我们挡下了3次长生公司的试探。参商公司那边已经处理妥当，彻底断绝联络网，但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想要重新启用那些战士装备，还无法胜任。虫族和旧圣约经此一役销声匿迹，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帝国那边的虫族和帝国正互相牵制，局势重新稳定下来。林清玄不善表达，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传达稳中向好的积极面，和卫庆扯开话题。还没有老九的消息吗？只知道他从3个9阶的合围中逃脱，目前正在被长生公司和参商公司追捕。后续呢？被抓到了吗？没有后续，我们现在的联络网已经彻底停摆，其他消息无法得知。那就让老八去调查一下，他们的信息渠道不是最灵通吗？如果这种事都要动用第8战区的话，那我们早就已经被帝国除去，永绝后患了。说话间，一道模糊的人影渐渐凝视，露出吴的模样。没等卫青开口，吴又接着说道：“他们已经抵达巨牢关了。”随着他话音刚落，几个人影出现在远处的雪境中。韩战、夏幽微、李灵珍、宫阳锦，一个不少。他们成功摆脱了追捕，抵达北郡，和大夏幸存者胜利会师。看到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下一秒，卫青和林金玄出现在他们面前。长途跋涉，又要躲避追捕，提心吊胆了一路。韩战几人脸上都写着疲惫。在看到只剩一条胳膊的卫青时，韩战愣了一下：“大师兄，你小子那是什么眼神？我现在这样，照样能揍5个你，信不信？”卫青骂骂咧咧地抬起手，刚想给韩战来那么一下，看到他那样，又悻悻地把手放下。走吧，进城去吧。你们成功摆脱追捕，老师最后的目标也已经达成，再没有遗憾了。其他几位师兄呢？韩战忽然开口问道。卫青转身的脚步一顿，林金玄扶了扶眼镜，开口道：“老3疯了，老4在北郡内奔波忙碌，老5所在的第5战区被参商公司接管，老6和老7连同他们麾下的治疗灵气师都被长生公司带走了。至于老8，老8在这里，只是你看不见他。治疗灵气师是战略物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只有5、6、7 3个战区保存最完好的原因。他们缺乏战力，又逃脱不掉，只能被长生公司和参商公司控制住，但好在性命无虞。”韩战点点头，沉默下来。没了李叔同，他们的天塌下来，每个人都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没有愤怒，没有不甘，也可能只是如同这绵绵之雪被埋在心里。进入北郡，韩战等人就感觉到头顶的风雪小去了许多，是4季如春法阵，老师在遗迹获得的上古阵法。像这样的阵法，在整个北郡还有1000余，并且还在持续增多。4师兄沈哲奇一听到和遗迹有关的消息，韩战脑中闪过一个人的模样和名字。林金玄点了点头，没错，老4通过互通的特殊遗迹是最先到达这里的。在老师留下的后手中，他主要负责的便是激活法阵、维护法阵和克会法阵的活，这是他们第4战区的新工作内容。老师真是算无一策，连后路都给我们想好了。韩战感叹道。没想到此言一出，卫青和林金玄却下意识地相视一眼。也不全是。林金玄之后的话让韩战听后十分意外。老师没有想好你要怎么撤走，所以他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了北上的字条，唯独没有留给你。他也不敢确定你能够从3个9阶手中逃脱，留给我。卫青和老8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想办法全力营救你。这韩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仔细一下，好像的确如此。李叔同将虚无本源打入自己体内，应该是料定自己不会被杀死，但未必能逃脱。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数，他也的确大概率跟着商家离开，成为赘婿。这个时候，卫青拍了拍他的肩膀，补充道：“不得不说，你小子够可以啊！从在青藤学院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猛人，能够从3个9阶手里逃脱，让我们省却一桩大难题。”话又说回来，
你是怎么逃脱的？听到魏庆询问，韩战又把公羊井施展剑技玉碎一挑三，自己趁机发动虚无黑洞，空间转移的过程讲了出来。如今小景的修为境界已经跌落到5阶，我能够逃脱，至少有他90%的功劳。几个人患难与共，感情迅速升温。韩战对公羊井的称呼又发生变化，公羊井的手被李玲珍和夏幽薇一人牵着一边，3个人感情甚好。以前9阶的时候叫人家公羊井前辈，现在跌进了，只剩下5阶的实力，就叫人家小景。公羊井幽怨的声音响起，让这原本沉闷的气氛活泼了不少。韩战大笑着摸了摸脑袋，不要小看自己，妄自菲薄，能够拥有一个9阶器灵，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林金玄突然伸手指向远处闻讯而来的许多大夏幸存者们，你看他们都是听闻你抵达北郡，特意过来看你一眼的，你的崇拜者们。和大夏战神携手并肩一战，作为他最年轻的学生，2次扭转局面，帮助老师领悟突破极限，斩杀强敌，又在3个9阶强者手中逃出升天。这样的战绩，你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都老了，现在的大夏需要一个新的信仰。林金玄的话让韩战豁然抬起头来，他看向那些激动热切的人民，感受着他们眼神中的不屈和倔强，他们期待自己说些什么。原来这就是执旗者吗？老师，韩战心中有所感触，他只是猛地扬起手，没有煽情，没有鼓励，没有慷慨陈词，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李叔同的葬礼被安排在年关当日，旧时商业往来，年底必须结清欠账，欠债的人过年之难犹如过关，故称年关。大夏如今的境遇只会比过关更难，所以韩战和几位师兄商量后，把葬礼安排在了年关，让所有悲痛都留在这一年，让希望都留在明天新的一年。年关这天下起了鹅毛大雪，4季如春法阵只覆盖了主要居住的区域，其他地方依然大雪纷飞，厚厚的积了一层雪，银装素裹。韩战、魏庆、林金玄、沈哲奇4人就这样抬着一口棺椁，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中，在他们身后跟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没有人发出声音，像沉默的行军。棺椁是空的，李叔同的尸体早就因为无法承载超越凡人的力量而湮灭消散，空空如也的棺椁压在4个人肩头，却如同有1000斤重。下葬之地选在了聚牢关，就是这处北郡天险，也是最靠近南方的一座险关内。一座李叔同的雕像被雕刻得栩栩如生，他面朝着的方向是南方。南方有我们失去的土地，南方有我们被俘虏的同胞，南方有我们必须铭记的仇恨和敌人。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大雪倾泻之下，每个人都雪满白头，有人被冻得脸颊通红，有人四肢僵了，没有人离开，将李叔同的棺椁埋下，雪伴着泥土一起将它掩盖。所有人肃穆庄严的默哀，完成最后告别仪式。属于李叔同的墓志铭被立在了墓前，一如韩战看到过的那些战斗灵气师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韩战替李叔同书写的墓志铭，他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李叔同的一生最为贴切不过。100年前是他力挽狂澜，拯救大夏之将倾，延续100年基业，打造8大战区，开疆拓土，呕心沥血。100年后是他以死为局，将腐朽的大夏连根拔起，用燃烧自己的这把火烧尽污秽，还天地一个清朗。李叔同是大夏战神，英雄之名当之无愧。自己相较于老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在师兄们的示意下，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所有人的最前面。风雪欲大，漫天风雪下，韩战走到李叔同的雕像下，他转身看向身后的这群人。这群人里有自己的师兄，有自己的伴侣，有自己的同胞，有长辈也有小孩，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自己。这种感觉让韩战生出一种还在百草圣心世界的错觉。在百草圣心世界，他破除了诅咒，赢得了民心，完成神农传承，成为新一任圣师。而在这里，他协助李叔同对抗虫族，以5阶之躯硬汉3个9阶至强。他还是李叔同的学生，又是一份传承。韩战深呼出一口气，各位大夏的子民，各位一起战斗的同袍们，属于我们大夏的顶梁柱倒了。他没有倒在与虫族的战斗中，他倒在了贪婪、自私、欲望、不堪的阴谋算计中。但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永远记住这个男人，大夏战神李叔同。我不是英雄，也不想当英雄，我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物。和老师相比，我自愧弗如。从前的我只想要守住自己的1亩3分地，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着自己天赋还算不错，又有老师这样的大人物罩着，能够给我很长的成长时间。我的运气很不错，我的运气又很糟糕。但是朋友们，这就是人生啊。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夏战神，并不意味着彻彻底底的失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大夏战神。让我们把仇恨和痛苦深深埋在这里，让我们即使明知道会注定失败，也坚定不移地向前迈出每一步。在这个重灾末世，每个人都身如鸿毛，命如野草。我们已经见过最黑的夜，我们心中炙热明亮的火焰就不会动摇。韩战说到这里，他猛地唤起轩辕剑，转身挥剑，在聚牢关的城墙上刻下2个大字：南夏。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对老师的誓言。未来某一天，
我要带着大家南下，夺回属于我们原本的一切。南下，南下，南下！这一刻，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呐喊声，他们发自内心的宣泄着，愤恨的怒吼着。他们如同仓皇逃窜的老鼠，匆忙北上，逃避那些偷窃胜利果实的恶棍。他们的战神倒下了，未来人生如浮萍飘摇，看不到希望。但是现在，韩战在城墙上刻下的南下二字，像是一道鲜明鲜红的旗帜，树立在了每一个彷徨大夏人的心中。北上之后，便是南下。战败不可怕，只要还活着，就有战胜的可能。哪怕无法战胜，也要从那些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北上，南下。卫青看着站在漫天风雪里的韩战，看着他用轩辕剑在城墙上刻下的大气磅礴的南下二字，他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整个身体因为亢奋而颤抖。林金璇的眼镜镜片模糊了些许，他摘下眼镜，低头轻轻擦拭。南下，南下，老师，你果然没有看错人。沈哲奇目光露出异彩，连日奔波的疲惫在这一刻荡然无从，从他的心底里仿佛涌出了无穷无尽的新力量。疗养院里，受伤休养的灵气师和器灵们只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气势浩荡的喧闹声，可是以他们的耳力却压根听不清楚是什么内容。其中最里面一间疗养房内，一个疯疯癫癫、披头散发的男子从房间里面窜了出来。叶大人！身后看到这一幕的护士连忙追上，想要拉住。叶秋轻而易举地摆脱了他们的抓捕，他大笑着，又忽然侧耳倾听，又蓦地继续哈哈大笑起来。南下，他们在说南下，南下，哈哈哈，南下。疗养院里有了一刹那的寂静，紧接着，所有人在错愕中一个个迸发出洪亮又激情澎湃的呐喊声。没错，南下，干他娘的，就应该这样干回去。南下，南下。这一日，北郡境内全部回荡着的两个字：南下。这一日是李叔同下葬的日子，这一日是旧年的最后一天。